我雷个豆，真刺激！为了杀我们，连世间罕有的七彩火凤凰都弄出来了，想不死都不行了。本人齐王妃苏子涵，不知各位仙家何事？何事？自然是有大事。苏子涵，你这个魔族奸细，今日我们三大宗门联手，定要斩妖除魔，捍卫正道。这位道长，本王妃不明白您的意思。青阳真人，不用跟他废话，魔族信物就在他车上，待我寻出来，也让他死得瞑目。手持拂尘的池莲圣母单手掐诀，立刻催动。魏思瑶就觉得自己身子下面有什么东西一耸一耸的要往外拱。苏子涵脸色大变，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车上会有魔族的信物，而且还在女儿身下，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池莲圣母，此人果然是魔族奸细，你我定要小心斩杀，别让他跑。话还未说完，那摔都摔不碎的魔族信物，竟然被襁褓里的奶团子搓成灰，飘了，飘了，飘了！气势汹汹的讨伐大军瞬间呆滞，这尼玛是什么情况啊？池莲圣母懵逼了，青阳真人更懵逼，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马车的人到底还杀不杀？这魔族信物怕不是个假货哦，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么修炼的，真的假的都分不出来，上来就打打杀杀，丢不丢人？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道声音，顿时说的所有人老脸通红。青阳真人，现在如何是好？魔族妖人诡计多端，宁可错杀100，绝不放过一个。杀！我去，有病吧？就这还杀？杀个毛啊！对了，你这个老匹夫，你是叫青阳真人吧？青阳真人气炸了，记起长剑就要先杀个痛快。那声音又响起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老匹夫就喜欢扣纸，你们七星堂藏书阁的书全都是你扣的窟窿，不但如此，你还扣厕纸，搞得大家上茅房擦屁股，厕纸上全都是洞，漏满手啊！臭臭臭！哦！整个天空诡异的寂静了，甚至其他宗门的人都默默离七星堂的人远远的，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手上是不是沾过屎。王你还是一门宗主，回家吃屎去吧。哎，对了，你叫郑玄。老夫。青阳真人咬牙切齿，最终也没把剩下的话说出来，反而扭头捂脸狂奔去。眼看着七星堂撤了，池莲圣母又惊又怒，咬牙看向来无踪的宗主郑玄上人，这如何是好？郑玄上人也挺懵逼，好好的突然天降大瓜，还特么是有味道的瓜，他还得捏着鼻子往下咽。此事还要再查。查个屁，假的都看不出来，王你还是一门宗主，回家吃屎去吧。哎，对了，你叫郑玄。郑玄上人心里咯噔一声，他正想找理由离开，但魏思瑶没给他机会。哦呵，这个女装痞就喜欢女孩子的东西，你现在道袍下面穿的是粉红小肚兜，还系着小丝带呢。哦，对了，你敢不敢撩起那超长的袍子来让大家看看你粉底儿绿花的绣花鞋？郑玄上人脸突然爆红，不亚于把他当众曝光展示，他羞愧的浑身颤抖。然那声音还在继续。其实更性感的是蕾丝吊带搭配黑丝，考虑下。郑玄上人抱头尖叫，一个传送消失在所有人面前。青阳道友，带我一起去死啊！来无踪的人见状面面相觑，好尴尬，他们要不要也跟着一起走？你们宗主掉了一只绣花鞋，乖，快给捡回去。池莲圣母眼看情况不对，带着人扭头就走。哎，你就是你，别走啊，我还没说完。池莲圣母化作一阵风，消失在天边，溜了。明明方才还一堆人气势汹汹，想要杀了他们，现在天空一片晴朗，除了地上掉了一只绣花鞋，真是毛都没剩下。苏子涵命人捡起那只鞋，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刚不是还喊打喊杀的，怎么突然就跑了？没意思。困娘，我漂亮又有钱的娘，魔族信物是柳如云命人放的，他故意下婚帖请你回去，就是为了杀你。曾经我就是死在此时。娘，万事小心，此番回家他会……小团子脑袋一歪，沉沉睡去。苏子涵有些着急，会怎样？这声势竟然比小姐过门还要盛大。如云表小姐不懂事也就算了，齐王姑爷为什么也跟着他胡闹？家中还有正妻，未经过正妻同意，还搞得比娶妻都盛大，完全没把他们小姐放在眼里。他不是觉得我已经死在来的路上了？小姐，咱们的人什么时候到？苏子涵刚才写信给了汝南芙蓉山庄。苏家是汝南仙门，宗门虽然不大，但在当地声望不小，不然也不可能同齐王爷定下娃娃亲，当上齐王妃。不一会儿，4个粗使婆子突然出现，身后还带着8个看家护院的壮汉。苏子涵见人到了，心中有了依仗。回府。哦呵，终于要回家了，让我康康王府有多豪华。苏子涵嘴角微扬，缓缓调整角度，方便他看。
哇哇哇，真是富丽堂皇！娘亲把王府打理得真的很好，可惜娘亲回府路上重伤，柳如云趁机拿下管家之权。这么多年打理王府的辛苦付出，却便宜了别人坐收渔翁之利，竟然还拿走了管家权。苏子涵眼底冷笑更甚，某些人今天注定不能如意了。今天柳如云一定会羞辱娘的，娘，你一定要小心。而且她这一胎给齐王生下了天才萌宝，齐王喜欢这个优秀的孩子，自然处处顺着柳如云。娘，你真的好惨的，哎。苏子涵听到又惊又气，柳如云什么时候跟齐王都有孩子了？哦，对了，柳如云还准备了道具，给自己女儿增光添彩的，什么天显异象还是什么的，哎呀，记不清楚了。魏思瑶咿咿呀呀的表情生动活泼，苏子涵笑着将襁褓里粉雕玉琢的人儿搂紧了，心中暗暗发誓，今天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先把宝贝放在第一位。苏子涵抱着孩子霸气登场，门口小厮脚底一滑，屁滚尿流往回跑。王妃，本应该死在路上的王妃回来了，她呀，赶紧去通知如云小姐。娘娘，你现在不能进，大胆放肆！云香和西香一人一句，那8个汉子已经冲上前来开道。苏子涵抱着孩子，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拔足踏进大门。哦呵，这是我娘，霸气，帅，简直不要太爱。艾玛，真的要笑死老娘我了！见到王妃为何不跪？柳如云脸色煞白，她根本不想跪，今天是自己大婚的日子，她才是主角，凭什么跪？苏子涵以前待她极好，从来没让这个表妹跪过，这次却威严肃然立在柳如云面前，盯着她，显然是逼她跪下。柳如云好容易盼来的婚礼，还想着大好时光终于能轮到自己，此刻又哪里肯委屈，她倔强着不肯跪，眼睛也红了，要哭不哭，浑身颤抖，犹如我见犹怜的小白花。子涵，你这是做什么？王爷，臣妾倒是想问王爷，表妹今日大婚，怎不知嫁的是哪家儿郎？我与表妹亲如血亲姐妹，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臣妾，而今在咱们王府成亲，搞得我连礼都没能准备呢。这话说的就很有水平了，说完连着齐王魏洪天的脸都绿了，合着什么都没通知你老婆，而今还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摆席请客，还被妻子抓包。子涵，是本王要娶如云，你连生3子都毫无修为，资质平庸。如云这一胎为本王产下惊世天才，就算是为我大周国运考量，我也不应该让天才流落民间。哦呵，来了，天才萌宝，他来了。姐姐，我知道是我不好，但自打见到王爷那一刻起，我心心念念的就都是王爷。我不求名分，但这个孩子天赋异禀，灵根卓绝，更有仙门高人指点，说百日必降天下。这是天佑贵女，也是王爷子嗣，姐姐定不忍心见她流落在外吧。天象？啥天象？这段我记不清楚了，赶紧上天象，快给我康康，给康康。正说着，天空传来一道高亢鸟鸣，啼叫声清脆悦耳。这难道就是这位小郡主的天象？王爷，仙门高人说的没错，百日天象马上就来了。呵呵，我就看你眼。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让柳如云神情一顿，差点憋不住破功。她有些恼怒，但也只能忍下来。她早就计划好的表演，可不能被人打断。她继续抬头望天，只见一只白色大鸟自黑云之中翩然落下，正落在那女婴面前，低头张开翅膀，将女婴包裹其中。白色神鸟自天而降，这是天大的异象，恭贺王爷得此贵女。神鸟？我呸！这明显就是一只十方白雀嘛，连玄鸟的等级都够不着，离这神鸟凤凰更是差了10万8千里，顶多养的大一点，等级高一点。就这货现在都能做神鸟了，现在的仙界已经潦倒到这种境界，养只家雀都能当神兽了吗？艾玛，真的要笑死老娘我了！柳如云瞬间僵硬，脑袋都大了，偏那声音还未停下。哎，还想看天降异象呢？这完全不够看吗？喂，赶紧搞个有看头的异象啊！来截杀我们那帮人带的宠物，都比你这只十方白雀有看头。哎，不管，赶紧上硬菜！这家雀不够看吗？柳如云裂开了，稀碎的热狗到底是谁？苏子涵被自家小宝贝逗笑了，考虑到有些没修为的人听不到，他干脆宣扬了一遍。这只是一只8品的十方白雀，我们芙蓉山庄也养了一只，这都算天象。那我的思思岂不是更不俗？什么？不是神兽，十方白雀呀！这玩意养这么大，的确挺唬人。正好你回来，继续大婚，一起建立吧。还想着先瞒着你，省得你生气，你偏要回来，那就如此吧。哟，这话说的，人都让你自己做了，现在上赶着把别人当畜生，咋的？闷声放屁就不臭了？苏子涵本来还有些动容，听到女儿心声，差点没笑出来。是啊，
齐王要是真的为他考虑，就不会有今天这场婚礼。好，那就依王爷所言。苏子涵也不见外，直接坐上主位，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剥掉他的嫁衣。是，小姐。2个粗使婆子上去就撕衣服。王爷，子涵，你不要太过分。王爷，自古只有娶妻才穿红嫁衣，王爷已有正室，在台进门的就是妾。皇室最讲究礼法规矩，妾若是也穿红衣，不合规矩，怪罪下来，受罪的还是王爷。一句不合规矩，果然逼得魏宏远闭嘴。他虽然是齐王，但又不是皇帝，而且这么多宾客看着，他也不得不妥协。于是婆子们畅通无阻撕烂了柳如云的嫁衣，柳如云指着单衣羞愧不已，崩溃大哭。姐姐，我知道你不许我跟随王爷，请姐姐高抬贵手，不要折辱我。这怎么能是折辱呢？表姐是向着你，万一传出去对你也不好，别人会以为你勾引王爷欺负正妻。其实姐姐明白，妹妹不是这种人。云香，还不给表妹件衣服，再给她1碗茶，妾进门要跪下给主母敬茶，规矩不能少，否则丢的是皇室的脸面。云香随便找了件粗使婆子穿的粗布青衣丢过去，又塞给柳如云1碗茶，旁边粗使婆子微微用力，柳如云便跪倒在地。柳如云这才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3大宗门的人没能弄死苏子涵，所以自己这个正妻当不成了，而且他还不能反悔，宾客都来了，王爷也不能不顾礼义廉耻向着自己，他只能做小妾。此刻他抬头将满脸怨毒收敛，恢复成以前恭敬真诚的模样。姐姐，喝茶。苏子涵笑着接过茶，没喝，直接丢在桌上，借机敲打。齐王见状直接发作。子涵，就算十方白雀不稀罕，也改变不了思瑶毫无修为的事实。晚会天赋惊人，只要稍加指点，必能问鼎仙途。若是父皇知道了，定会将郡主之位交给晚会。柳如云平静的眸子里渐渐升起波澜，她当妾也无所谓，只要女儿能做郡主。外面突然传来宾客的惊呼声，打断了她的痴心妄想。那是凤凰。凤凰！柳如云瞬间惊喜，起身往外冲。王爷，定是我儿天象，定是晚会的天象啊！真的是凤凰，王爷，晚会的天象是这只凤凰。齐王也开心坏了，抱着魏晚会，一手抓住柳如云的手，一家3口无比激动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神兽凤凰，期待着这祥瑞能落到晚会头上。柳如云万分激动，她浑身都是颤抖的，还以为没有翻盘的余地了。谁想来了这只凤凰？苏子涵，你继续当你的主母吧，因为当主母也没用，他的孩儿可是天赋异禀的神童，是天才！哈哈哈啊！等等，那只凤凰为什么去了苏子涵那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只凤凰落在了苏子涵身边，弯腰低头，将火焰一般的脑袋凑到苏子涵怀里，挨着肉团子的大脑袋蹭蹭蹭蹭蹭。哎妈呀，太舒服了，让老子再多蹭蹭。魏思瑶笑出来了，周围的人纷纷震惊。1个月就会笑了。小郡主天资聪颖，是个早会的。啊，烦，别蹭了，不就是只凤凰吗？哎，不稀罕，不稀罕。女儿连凤凰都不稀罕。苏子涵有些疑惑，但她隐隐觉得这只凤凰有些眼熟，有点像劫杀自己的3大宗门带出来的那只。不过七彩火凤凰好像也都长得差不多，她也分不清楚是不是，只是神兽少见。苏子涵忍不住借着女儿的光，对着凤凰摸了又摸，而后便觉得体内灵气翻滚躁动，修为隐有提升之势。苏子涵无比惊喜，她的修为停在筑基期顶层很久了，一直不能突破，这都是女儿带来的机缘。而对面无比开心的一家3口彻底石化，柳如云嫉妒的快要支臂分离了，齐王的脸色也越发难看，他的目光终于注意到苏子涵怀里的孩子身上。子涵，爱妃，让本王抱抱刚出生的小郡主。哦呵，你在想屁吃，娘亲，抱紧我，别放手。这厮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娘俩，还有，赶紧去后面看哥哥们，我给娘吃更大的瓜。苏子涵心里咯噔一声，虽然不知道吃瓜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字面意思，儿子们怕不是要出事。他当机立断，礼成了，以后柳如云就是齐王府的妾。王爷，臣妾累了，先告退。他抱着孩子扭头就走，七彩火凤凰紧随其后，带着所有人的目光消失在院门后，待别人看不到了，便化作一只麻雀大小的火红小鸟，安安静静趴在魏思瑶脑袋边上。王爷，思瑶小郡主毫无灵根，不能修炼，可既然凤凰都来了，想必应该是个不俗的，不然王爷想想办法，给小郡主洗精易髓。洗精易髓，哪里有这么容易？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把废物洗成天才，岂不是人人都能得道成仙？魏宏远终于收回视线，天降凤凰也改变不了魏思瑶是个废物的事实。哦，对了，苏子涵的那几个孩子全都是废物。有这经历，本王的晚会都已经世间无敌了。培养天才可比洗精易髓容易多了。对了，王爷，您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柳如云心中打鼓，刚才那声音难道是自己的幻觉？
有何声音？王爷没听到，看来真的是幻觉。柳如云安心一笑，勾住魏宏远手腕贴过来。王爷，今日礼成，我们一家人好好聚一聚，好不好？胳膊碰到一片柔软，魏宏远心荡神驰，搂住柳如云，扭头进了早就准备好的芙蓉居。哦呵，王府真漂亮啊！这假山，这琉璃瓦，哎呦，灵兽也不少呢，不比我上辈子的洞府差。听着怀里婴孩的心声，苏子涵这才明白，这孩子怕不是带着记忆出生，他并不觉得害怕，还更加心疼，顺势搂紧了些。可惜，这齐王府的繁华都是娘亲辛苦经营的，庄子娘亲管理起来的，铺子娘亲打点的，不然哪里有齐王府的繁华？那个渣渣真是恶心，花着娘亲赚来的钱，竟然还跟娘亲的表妹勾搭。哦，坏人！没了外人在，魏思瑶的心理活动也多了起来。她不能说话，但心里可以想啊。到了吗？快让我看看我的哥哥们长啥样，听说都超级帅的，帅哥哥，我要看帅哥哥。魏思瑶的大黑眼珠转来转去，嘬着手指拼命想往前看。苏子涵已经乐得快要憋不住，赶紧带着她进门。娘，这就是妹妹。娘，御医都说您快生了，您还偏要去庄子上，生在庄子里，孩儿1个月都见不到娘，还见不到妹妹。太帅了吧，大哥二哥都好好看，现在还小都这么好看，长大了一定更好看。这次投胎投得好。两个少年一愣，皆看向襁褓里的娃娃，只觉得娃娃生得像画里走出来似的，粉雕玉琢，奶白的，瞧着就喜气。两个少年都挺开心，他们俩都是废物，不能修炼，但妹妹好像很厉害呢。嗨，娘亲去庄子，还不是柳如云搞出来的。她让庄子的人生事，娘亲一直打理庄子，只能挺着肚子去解决，结果自然是回不来。这不就正好中了柳如云下怀，1个多月的时间，正好够她搞这么一场婚礼。两个少年内心震惊，柳如云是娘的表妹，二人情同姐妹，柳如云还住在府里，经常陪伴伺候他们这些公子，关系一直也不错。现在却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他干的坏事多了去了，简直罄竹难书。哎呀，娘啊娘，你可长点心吧！今日婚礼娘一定看出端倪了。记住，防偷防盗防闺蜜，这都是铁律。防偷防盗防闺蜜，这话逗得3个人都忍不住笑了笑。1个月大的小人，内心戏怎么能如此丰富？被3大宗门劫杀，我死了，娘亲重伤回府，正好碰上这场婚礼，娘亲重伤不能动，又被柳如云言语刺激，病情加重。齐王按住消息不告诉舅舅们，娘亲孤立无援，柳如云还不给娘找大夫看病，娘亲生熬了7年，修为散尽，齐王便借机提出换王妃，狗皇帝答应，柳如云正式上位，娘亲却被小娃娃舒娣握紧拳头。被柳如云划烂面容，丢下魔鬼岭，被妖物吞噬撕咬，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一字一句，声声泣血，逼得娘3个都内心震动。苏子涵气得浑身哆嗦，这就是他用心疼爱的好表妹做的事。永世不得超生，多么残忍！两个少年更是气得握紧拳头。今天前面是在成亲，怪不得柳姨不让我们去前面，娘还在，她怎么这么不要脸？让你们去那就结不成了吗？等礼成了，你们也翻不起什么风浪，还得乖乖跪下磕头叫娘，呵呵，多刺激！艾玛，刺激，太刺激了，步步为营，步步算计。可惜他魏思瑶来了，这一切都做不成了。等等，二哥怎么突然反应过来了？难道听到他心声了？二哥，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吧？听到了吧？小妹的心声几乎要把魏子轩逼疯，但旁边大哥死盯着他，给了他足够的压力。魏子轩只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现，扭头问苏子涵：“娘，妹妹能修炼吗？”苏子涵红了眼眶，咬牙摇头。一时间，娘3个又都十分泄气。皇族都要修炼的，皇族里的废物一不能继承祖业，二也守不住家业，最多当个闲人被赡养，一辈子不愁吃喝，根本碰触不到任何权利。所以，就算今天破了柳如云的计划，那以后呢？怕毛，就算不能修炼，我也是顶天厉害的。娘，哥哥们不怕，以后瑶瑶保护你们，不管是那个什么如云，还是什么阿猫阿狗的，谁都别想动咱们一根汗毛。我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信我。他挥舞着小手咿咿呀呀，把娘3个感动得不得了。上辈子不是孤立无援吗？好在这辈子听到瑶瑶心声，先给哥哥打过招呼，又提前借来了4个粗使婆子和几个下人。这些人都是山庄养的死士，全都是高手，定能护家人周全。老三呢？老三魏锦城不是苏子涵的，而是齐王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遗孤。为此皇帝还表彰过齐王，说他体恤下属，当为3军表率。这孩子是过了皇帝眼的，正是在册的公子。苏子涵带这个养子也很好，甚至儿子们没有的，先给魏锦城，就是怕齐王落下苛待战将遗孤的名头。
而现在这个一直备受宠爱的养子却并不在，怎么回事？哎呀妈呀，差点忘了魏锦城。哎，柳如云也不愧是女主，脑子还是有的。魏锦城就是他儿子，他给齐王献计，直接走狗皇帝的明路，让娘不得不收养自己的儿子，而且还上了皇室的御蝶，这下稳了。亲儿子修为很有天赋，又是皇室在侧的公子，自己哥哥全都是废物，以后的齐王府就是魏锦城的了。可怜娘和哥哥们都对他那么好，最后还不是成了养不熟的白眼狼。饿了，饿得我想哭。魏思瑶再也憋不住嚎啕大哭，苏子涵连忙让云香拿来灵兽百花鹿的鹿奶。虽然女儿不能修炼，但灵兽的乳汁对凡人来说却是最好的补品。娘，你一定要支棱起来，困了。娘，有什么事等我清醒了再说。小团子闭上眼，睡得不要太快。那只凤凰化作的火红小鸟也跟着落下，肉嘟嘟的身子挪到魏思瑶枕头边，也跟着趴下继续睡。你们两个跟娘出来。是娘。我从庄子回来便遇到了劫杀，他将路上的事情讲了一遍，兄弟二人满脸震惊。我还一直以为柳姨是好的，这事儿娘会想办法，主要是你们二人一定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要被柳如云看出异样。娘，不妥，结婚这是瞒不住，我跟二弟不能再跟以前一样。苏子涵点头，他一直觉得长子聪颖，现在看想的是比他稳妥。你继续说。他的野心暴露，但劫杀的事情是暗地里做的，我们可以装不知道，只是柳如云不会再安分，他的小动作必定搬上明面，定会来的气势汹汹。如果我和弟弟有修为，他还会有所顾忌。现在一家三个孩子全都不能修炼，他们的短板不就成了柳如云打击的重点了吗？不应该呀，就算是有几率，但我和齐王都有修为，子嗣不能修炼的几率10不足1，怎么会你们3个都不能修炼？母子三人都安静了，他们齐齐扭头看向魏思瑶的房间，现在突然好想让妹妹赶紧醒来解惑呀。思瑶，快给个瓜吃。魏思瑶呼呼大睡，一个翻身将火凤凰压在脑袋底下，把神兽肉嘟嘟的身子挤成肉饼。神兽火凤凰挣扎2下就放弃了。算了，看在你这么好闻的份上，那就再贴你吧，抱紧，嗷。对了，那只鸟。苏子涵想到什么？既然神兽能让一直不曾进步的自己都提升修为，那是不是也能让儿子们从废物变成天才？哪怕不是天才，能修炼也就能自保了呀。走，回去找你们妹妹。苏子涵再次有了希望，他兴冲冲带着2个儿子回到卧房，果然看到一只火红色小鸟趴在是被奶娃娃枕在脑袋下面，偏这只鸟还不觉压得慌，贼兮兮的抱着小娃娃瓷白的脸蛋，一脸享受。娘，这玩意儿真是神兽凤凰，怎么瞧着贱兮兮的？如假包换，你们快摸摸看。我先试试。他试探着伸手，那只小鸟却猛地抬头冲他龇牙咧嘴，炸起浑身的羽毛，炽热的火焰也跟着逼近，烫得魏荣轩不得不缩回了手。不行，老二比较莽，直接伸手，那凤凰干脆昂起脑袋，满目凶厉，火焰的颜色都转为炽烈的赤红。烫！魏子轩烫出了眼泪，这下连苏子涵都没有办法了。丝丝不醒的话，他们竟然连近身都进不得。这果然不愧是神兽，真有灵性啊！可这样一来，自己2个儿子不是依旧无法修炼吗？魏荣轩脸上没有什么波动，他是3人之中最平静的。娘，无妨，让思思好好休息吧。子轩，我们回屋背书去。哥，那些功法口诀我们注定用不上，为何还要背？我们用不上，思思一定能用上。可妹妹也不能修炼啊，连凤凰都护着，思思必定不是凡人。有柳如云在，我谁都信不过。你不想学也可以，以后妹妹我亲自教。老二一听这话，也连忙点头。那我也要学，就算不能用功法，至少还能知道别人用的什么功法，到时候一定也能帮上忙的。娘，魏锦城应该在柳姨那边，他今日辛苦操劳，这几天给他炖个汤补补。说完，魏子轩扭头离去，余下苏子涵缓缓露出一抹笑容。是啊，他家3个孩子都不能修炼，凭什么魏锦城就可以？既然不是战氏遗孤，而是如云的亲儿子，那他这个做姨母的自然也得上心疼爱，不是？娘亲，咱们家很有钱是不是？哈哈，记得多囤房，多买地，黄金也要多搞点，硬通货。娘亲，你一定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女人不能生气，生气老得快，还容易气坏了身子。咱们要一直美美哒，要气也是气死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娘亲，渣爹最近都没来看你，没来最好了，渣男贱女配一脸，让他们滚去吧，早晚有他们哭的时候。
魏思瑶每天都叽叽喳喳，虽然醒着的时候不多，但却十分聒噪。苏子涵却爱得不得了，她心里活动越多，苏子涵这个当娘的就越开心。娘娘，淑妃请王爷和娘娘带着小郡主一起进宫一趟。哦呵，来了来了，柳如云又要搞事情了。婚礼上的事情，她一定想办法告诉淑妃了。淑妃想让齐王当皇帝，巴不得多几个有能力的孙子孙女，好给自己儿子撑场面呢。娘亲娘亲，柳如云想让自己的女儿做郡主呢。做郡主，想得倒挺美。把自己的亲儿子弄进来让他养，上了玉蝶不说，现在还要让女儿当郡主。苏子涵被柳如云的痴心妄想气了个半死，她当即抱着魏思瑶出门。姐姐，我不想去的，是王爷非要我带着婉慧去。淑妃明明发话，见的是小郡主，柳如云却带着她女儿去，绝对有所图谋。苏子涵把她从头看到脚，魏宏远皱了皱眉。本王让她去，是让父皇给个名分，就算是妾，也分册合数。王爷说的是。苏子涵懒得废话，低头等魏宏远上马之后才上车。娘，让我看看外面，听着好热闹啊！拐出巷子之后，他就听到了各种声音，卖桂花糕的，卖会食的，卖蜜饯的，馋得魏思瑶口水直流。啊，没有什么比吃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苏子涵忍不住又笑了，这宝贝就是个天大的开心果，随随便便一张嘴他都开心。集市上十分热闹，魏思瑶越看越馋。等我长大了，一定过来全都吃一遍。哦呵，还是淑妃比较勇，上来就是重头戏。不过皇帝爷爷您老人家介意先吃个瓜吗？子涵，来，过来坐。淑妃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苏子涵坐下，扭头一看，好吗？魏宏远跟柳如云坐在一起，眉来眼去，恩恩爱爱的模样，好像他们三个才是一家人。淑妃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眼，笑笑，塞了个金锁给魏思瑶。诺，这是本宫给的。子涵啊，这个孩子还是不能修炼吧？来人，去请太医过来给子涵瞧瞧，我儿没有毛病，为何三个孩子都不能修炼？对，你也没毛病，你儿子他娘有毛病。魏思瑶收了黄金锁，却把送金子的人骂了一遍，淑妃脸都绿了，左右看看，不知道声音哪里发出来的，再看儿子表情正常，淑妃怀疑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都是在皇宫里憋太久了，有时间一定要出去透透风。淑妃冷了脸色，然苏子涵快要笑死了，生气。才不会，闺女说的对，淑妃有毛病，自己跟有病的人生什么气？她又没毛病。这是我儿新纳的妃子。淑妃扭头去看柳如云，稀罕的不得了，毕竟这丫头不声不响的就替儿子生了2个孩子，长子资质也不错，这个姑娘更是天才，瞧瞧，这才是给自己长脸的。不是妃，现在只是个妾，位分等级都搞不清楚，瞅，果然有毛病，脑子的问题最严重。淑妃差点捏碎手里的翠玉杯。魏宏远只见自己亲娘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一会儿狰狞一会儿平静，心道该看太医的怕不是他娘。妃，这是如云，现在还没有名分，待父皇来了，儿臣定要为他求一个名分。好好。说着，淑妃拿出一块青金石雕的玉牌，来，见面礼2个孩子都得有。2个孩子都有，但给魏思瑶的是黄金锁，而给魏婉慧的则是青金石雕刻的玉牌。凡人的世界，黄金最值钱，而修仙之人的世界，灵石最值钱。灵石的贵贱以颜色区分，紫、绯、绿、青，最贵重的是紫色灵石，最便宜的是青色灵石。青金石就是青色灵石，但这也比黄金贵多了好吗？淑妃偏心偏的没边了。娘娘，这不妥，这玉牌应该给姐姐的。她的孩子没有一个能修炼的，用不上，金锁配她正好。瞅，多刺激人。对，金锁好，集市那整条街我包了。等等，这金锁包不包得下？包不下的话，只能说淑妃娘娘你也太小气了，抠搜的。淑妃气得脑仁疼，越看魏思瑶这白嫩嫩的小脸蛋，就越觉得碍眼。哎呀，瞅她跟苏子涵这一家4口，就是克得她幻觉都出来了，而且这幻觉还把她气得不轻。皇上驾到！臣妾参见皇上。淑妃行了礼，开心迎上去。魏思瑶更是八卦附体，恨不能把脑袋从襁褓里伸出来，好好看看狗皇帝长什么样子。哦呵，是狗皇帝，帅气又有威严的景仁帝一个踉跄，差点崴了腿。是谁在骂自己？哦呵，还挺帅，还以为能有多狗呢，瞧着很有威严，很正派吗？魏楚夜点点头，可不是很正派吗？他可是个正派的好皇帝，这不是他自封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吗？景仁帝挺了挺腰板，
眼睛下意识四处扫描，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在说话。齐王妃，把思瑶抱到朕身边来。苏子涵应了一声，顺便把淑妃也挤走了，坐到了皇帝身边。至于柳如云的孩子，景仁帝看都没看一眼，气的孩子有什么好看的？齐王妃辛苦了，小郡主生在庄子上也非你本意，你打理齐王府有功。来人，赏。小太监送进来一株碧针草，那草约莫半人高，环绕着点点碧绿星辰。修真界灵植的等级也按照紫、绯、绿、青分，碧针草为绿，档次可比青金石的玉牌高多了。哦嗷嗷，狗皇帝。不是好皇帝，我错了，我再也不叫你狗皇帝了。对，我要叫你皇帝爷爷，哈哈，你是个大好人，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亲爷爷。他挨着皇帝近，所以听到心声的就只有身边的皇帝和苏子涵。魏楚夜终于忍不住又多看了魏思瑶几眼，心道：原来刚才叫狗皇帝的人是你这个胆大的小娃娃。亲爷爷，让我好好康康你。哎呀，你现在是筑基期呀，不过以你的资质看，你应该能达到金丹期的。对，你还能再提升一级，可惜。皇帝听得聚精会神，有滋有味。艾玛，他还能提升一级吗？小丫头，快说啊，可惜啥呀？苏子涵怀里的奶宝打个哈欠，哼哼唧唧的想着。啊，对了，皇帝爷爷，告诉你个小秘密，您老人家头上有点绿。瞬间就不淡定了。哪个男人听到这句话都会不淡定的好吗？有点绿是怎么回事？哪绿了？你倒是说啊。皇帝爷爷，只要生活过得去，哪怕头上有点绿，淡定。他可真淡定不了啊。魏楚夜快要绷不住，他狠狠抽了抽嘴角，突然抬头看了苏子涵一眼。苏子涵心里咯噔一声，皇帝头上有点绿什么的，这瓜他可真的不想吃啊呀。于是他努力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周围安静了好一会儿，魏楚夜才确定这心声应该就自己听到了。来福，去朕的司库，把那块紫云经拿来，赏给。魏楚夜想了一下，小郡主还没有封号，朕封永乐郡主，那紫云经就赏给朕的永乐郡主。这下所有人都傻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无法修炼的小废物到底怎么入了皇帝的眼，不但给了封号，还赏赐了最贵重的紫云经。那块青金石玉牌在柳如云眼里都成了渣渣，连紫云经的一点光芒都比不上好吗？父皇，如云表妹为儿子生下绝世天才，我大周皇室很可能会迎来第一个飞升得道之人，儿子想替表妹母女讨个封号。连一个废物都能得到紫云经和郡主封号，自己的这个女儿如此天才，得到的一定会更多。但可惜有魏思瑶吐露心声在前，魏楚夜完全不 care 什么天才，一个妾生子飞升不飞升的重要吗？怎么看都没有自己头上那点绿重要。对了，思思说他还能再进阶一层来的，到了金丹期，寿命就能延长到500多岁，多活300年，难道不香吗？魏楚夜反应淡淡，他是什么出身？这话魏宏远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说。其实柳如云什么身份都没有，他能修炼是因为芙蓉山庄接济，能认识魏宏远是因为苏子涵。他要是靠自己嘛，可能现在还在老家种地。魏楚夜蹙眉，淑妃，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皇室最注重身份地位，齐王明显脑子让使糊了，竟然给什么身份都没有的人要封号。臣妾罪该万死。淑妃还能听不出来吗？赶紧跪下磕头，心里却怨恨上了柳如云。你说你急什么？封号什么时候不能要？才进门就急吼吼的要封号，触怒龙颜，连带着自己儿子都被皇帝嫌弃。哼！皇帝重重冷哼一声，抬头看了一眼齐王妃，带上永乐郡主，跟朕去见见太后。既然有了封号，自然要去见见长辈。魏楚夜忍住想要抱抱魏思瑶的心思，默默在心里算计。好孙儿，皇帝爷爷这就带你去讨要见面，你可一定帮爷爷再提升一级。另外呢，顺路帮爷爷瞅瞅这点绿到底飘在哪里。于是景仁帝带着齐王妃和小孙女走了，至于自己的好蛋儿，呵呵，你就带着你心爱的妾，好好陪你母妃吧。脑子有坑的人不配跟朕待在一起。齐王还没反应过来，淑妃倒是反应过来了，扭头低呼：你还不赶紧跟上去？有什么比伴嫁更重要的事情吗？魏宏远终于反应过来，扭头就要带上柳如云，气得淑妃也顾不得礼节，破口大骂：带他做什么？他算什么东西？他是有资格去见太后啊，还是有资格伴嫁？皇帝不给封号，柳如云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妾，连个淑妃都不如。柳如云的脸色瞬间难看，齐王拍拍他安抚：本王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个。说完了赶紧跟上。魏楚夜瞥了儿子一眼，依旧冷着脸，没给好脸色。别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齐王有妻子，还要搞这么盛大的婚礼，他不是好日子过够了。哇，皇宫好大，富丽堂皇。哇，这几只灵兽不错，拉的粑粑可以做成丹药，留下的肉也是极好的。魏楚夜无视了儿子，竖起耳朵继续偷听。肉怎样？吃了肉自己能提升一级吗？刷个油翻个面，烤着吃滋味极好。哎，想不明白呀，皇帝爷爷明明这么好，怎么生出我父王这个傻缺的？
哦，对了，我父王这个傻的冒泡的东西可能还不知道，柳如云虽然是女主，但是男主并不是他。渣爹，你真的继承了皇帝爷爷的优良传统，并且还发扬光大了。你把那有点绿搞成了一片绿，简直绿意盎然，遮天蔽日啊！他爹和他老婆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苏子涵只是单纯吃瓜，反正这个渣男他已经不喜欢了，巴不得他滚远点。魏楚夜的心情就比较复杂了。虽然不知道男主女主是什么东东，但听着就像一对儿。不过比起自己头上这点绿，这都不算什么，而且能让儿子好好上一课也不错。思思小可爱那句话怎么说的？只要生活过得去，哪怕头上有点绿，淡定。哈哈，皇祖奶的宫殿到了。我记得皇祖奶对小辈都特别好，出手也特别大方，更重要的是皇祖奶这里好吃的特别多。皇祖奶，你的重孙孙什么都吃得下。苏子涵听得又愁又开心，这丫头才1个多月就这么馋，长大了还得了。不过魏楚夜倒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他决定提前搜罗一下天下的美食，以备将来贿赂他可爱爱的小孙女。哦呵，这就是我皇祖奶了。皇祖奶好慈祥啊，嗷嗷嗷，就像我的亲奶奶一样。皇祖奶，抱抱抱抱。沐玉荣有些惊讶，万分欢喜的让苏子涵把孩子抱过来。这孩子长得水灵，像皇帝。魏楚夜闻言挺了挺腰身，明明是个当爷爷的，此刻却开心的不得了。很好，思思小乖乖像自己，他就说嘛，这么有灵气的小孙女，绝对是像自己了。永乐小郡主真是可爱，哀家越看越喜欢。来人，把哀家那块紫云晶的项圈拿来，赏给皇祖母的乖孙。又是一块紫云晶，嗷嗷嗷！皇帝爷爷给了1块，皇祖母又要给1块，这2块都能拿下京城最贵的宅院了，真是爽死了。皇祖奶，思思好爱你啊呀！沐玉荣逗笑了，旁边魏宏远都看傻了，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废物会得父皇和祖母的喜欢。皇祖母永乐同他几个哥哥一样无法修炼。魏宏远决定出声提醒一下，他怕皇祖母是老糊涂了。那又如何？哀家就是喜欢紫云晶而已，赏。对，赏。皇祖奶大气。来，让我康康。我看皇祖奶这个伤也不难养，先养灵根再治伤。极北之地的万年寒冰做张床的话，每天躺2个时辰，应该有效。皇帝和皇太后都惊了。沐玉荣十分清楚自己的伤势，50多年了，别说养好，仅仅是维持着伤情不再加重都十分困难。他的身体更是1日不如1日，就算求遍仙门，踏遍整个大陆，依然找不到治疗的办法。沐玉荣本来都已经放弃了，可现在上天眷顾，竟然给自己送来了魏思瑶。皇太后摸出一张刻有木姓的黄玉京令牌，塞给魏思瑶。这张令牌代表的就是穆家，穆家背后是高阳2大仙门，凭借此令牌，穆家任由调遣，2大仙门通行无阻。看到这令牌，别说皇帝，魏宏远都心神俱震。这张令牌代表的是皇祖母的娘家，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皇祖母的娘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魏思瑶。可为什么？就算再喜欢，再有眼缘，也不可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而且比起废物魏思瑶，难道不是自己的女儿魏婉慧更配得上这块令牌吗？魏宏远酸得要死，余下的人都很震惊，唯有魏思瑶嫌弃地扫了一眼令牌。黄玉京，不如紫晶，这玩意儿顶多就是个装饰，没意思。给黄金也比给这个强啊！得，人家竟然还不稀罕。沐玉荣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完了，只觉得神清气爽。这丫头果然是个宝贝，以后多带思思进宫陪哀家。要走的时候，沐玉荣还有些不舍，又命人从自己的私库里拿了不少赤羽夜明珠和几株高品阶灵草，全当给魏思瑶当玩意儿了。而等他们离开，沐玉荣立刻让皇帝去找万年寒冰床。皇帝全当没听见心声，他戏演得很足，事无巨细全都问了一遍。很快，万年寒冰床便从极北之地运回皇宫。皇太后给的令牌无疑给苏子涵打了一剂强心剂，有了这张令牌在，思思就等于受太后娘家保护，想必柳如云不能再对思思怎样。如此一来，女儿的安危终于有了保障。替姐姐高兴，我做妾没什么的，毕竟姐姐才是王爷的正室，只是晚会。她是个天才，跟着我，怕埋没了她一生。不会的，母妃不也说了，不急于一时，等过段时间，父皇确定魏思瑶是个废物，不能修炼，就不会再注意她了。那还得等多久？柳如云等不下去了，她等了这么多年，才等到一个机会能做齐王的王妃，但可惜苏子涵没死，还毫发无伤的回来。现在苏子涵还是王妃，自己却只能做妾，而且还是皇帝钦点的妾，那她这辈子岂不是都不能翻身了？第二天一早，魏宏远就去见苏子涵了。子涵，父皇和皇祖母送的东西拿给本王，本王都给晚会送去。渣爹在想屁吃。魏思瑶抱着夜明珠啃，这玩意味道比泡鸟强，他啃了一早晨，呼了一层口水。他觉得他爹一定是疯了，脑子要门家了。王爷，东西都是皇上和皇太后送的。魏宏远不耐烦打断。那又如何？
魏思瑶是个废物，不能修炼。不管是紫玉晶还是夜明珠，对他来说都毫无用处。与其浪费了皇祖母的心意，还不如拿来给晚会用。等他有出息了，一定不会忘记你这个主母的恩情。本王一定会让他孝顺你。哦呵，这大饼画的又大又圆，娘亲呐，咱们一家4口吃几辈子都吃不完呢。魏思瑶在一边吐槽，又觉得吐槽不爽，扭头就冲魏宏远阿巴阿巴吐口水。齐王好歹是一玉树临风的王爷，顿时被闺女的口水喷得连连退后。混账！他气得抬手就要打。王爷，臣妾不是小气，只是这些东西都是皇上和皇太后赏赐的，外人用也得这2位同意，不然若是怪罪下来，臣妾担当不起。你……魏宏远很生气，但再想想父皇对柳如云和魏婉慧的态度，他只能闭上嘴。那皇祖母的令牌给本王。得那块令牌就等于得到皇太后娘家支持，对自己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助力。这下连子涵都想骂一声，你在想屁吃。皇太后的令牌臣妾没拿，王爷还是不要想了。他是没拿，在女儿手里呢。苏子涵直接下逐客令，我还要去看看荣轩和子轩，殿下要一起去吗？本王还有事。见那2个废物，他真没那个时间，有空还不如多去看看魏锦成和魏婉慧，还有他的柳如云，那才是他的红颜知己。看他走得这么果决，苏子涵也只是冷笑。柳如云的事情没给他一句话解释，张嘴要东西倒是挺痛快。哼，到底是他错付了，齐王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冷哼一声，他抱起女儿就往儿子们的院子走。今天魏锦成也在，看到苏子涵抱着小郡主，他眸子闪了闪，行礼道：母妃，这段时间儿子忙着晋升，所以没能拜见母妃。不过儿子现在已经提升了1层，达到炼气3层。他给自己找了个不错的理由，毕竟提升修为的确比较重要。苏子涵笑笑：你果然聪慧，好好用功，咱们齐王府将来还得靠你呢。长得跟哥哥们差远了，这种长相还非要往哥哥面前凑，你这是非得把自己比下去才甘心呢。哎，丢在路人堆里也就是个普通人，站在哥哥们身边，这就是帅哥堆里站了个大土豆吗？魏荣轩、魏子轩差点憋不住笑场，以前没觉得，现在看看魏锦成，果然很像个大土豆。什么都听不到的魏锦成满脸问号，这2个人为什么这么看着自己？不过王府是得靠这个大土豆，毕竟将来的齐王就是魏锦成。可怜娘亲把芙蓉山庄珍藏的丹药都给他吃了，那么极品的丹药只进阶了1层，而不是1级，这也差太多了吧？娘亲，你的极品丹药还是不要拿出来了。他那一身修为多亏了娘，能当上齐王更是因为娘亲给他上玉蝶。可惜养出个白眼狼，下手搞得汝南苏氏灭门，喂他丹药还不如喂狗，人家狗子还知道要当个好狗。养出个白眼狼，下手搞得汝南苏氏灭门，喂他丹药还不如喂狗，人家狗子还知道要当个好狗。苏子涵心中一沉，浑身抑制不住的颤抖。汝南苏氏灭门，他差点晕过去，但想到魏思瑶，硬生生憋住了这口气。苏子涵定了定心神，命云香将东西拿上来。来，本宫带了灵芝菌菇汤，大补，尤其锦成你修炼，喝了大有益处。喷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魏思瑶瞬间瞪大了眼睛，吸溜口水。好香啊娘，我也想喝，我也要喝嘛。咦，这味道。魏思瑶嗅了嗅，一脸恍然。哈，娘亲，你真是太对我胃口了。菌菇鲜美，也十分有益，对修炼的人也很好，能滋补身体，精进灵气。不过呢，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天才配极品菌菇汤，那是锦上添花。魏锦成只是一个资质还不错的人，用上品的东西滋补，反而过犹不及，事倍功半。一不小心补大了，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哥哥们没有修为，反而吃了不会有事。魏锦成已经吃了好多极品丹药了，不差再补这点菌菇汤。至于将来会如何，还真不好说。而且菌子本身都是极好的，谁都查不出来，反而还会觉得娘亲是慈母，是大好人呢。娘亲厉害哦！见女儿还知道这些，苏子涵微微扬起嘴角，魏子轩当场绷不住，咳嗽出声：“你没事吧？”“没，你喝。”妹妹的心声信息量太大，苏氏灭门又是怎么回事？魏子轩十分震惊，又暗暗后悔。他怎么就不能像大哥那样把持住不吭声？这下好了，魏锦成竟然不喝了，这可如何是好？锦成能修炼，你又不行，就算你一口气喝光也没用，着什么急？低头吹了吹，儒雅平淡的一口接一口，似乎连他也巴不得喝完了能有修为呢。魏锦成看得一脸鄙夷，看来这菌菇汤的确是好东西，只是这2个废物就算喝1桶都没用呢。他冷哼一声，干脆喝光了汤。母妃，师尊命我今年提升到炼气4层，我得去南间修炼去了。至于魏思瑶，他看都不看一眼。
反正又不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还是个废物。去吧，多带些点心，小心饿。见他待自己依旧宠爱，并没有因为柳如云的事情迁怒，魏锦成终于安下心来，一边得意自己完全没被发现，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魏锦成走了，那只火凤凰才从外面飞进来，继续落在魏思瑶脑袋上。呆，你这只无知蠢鸟，竟然拿我的脑袋当鸟窝！走走走，人家把你当神兽，你在我眼里就是个花瓶宠物，屁用没有。魏思瑶被这只傻鸟气得咿咿呀呀，气哼哼地把胖鸟往外推，偏凤凰打死不走，于是一猛宝一胖鸟在床上打得不亦乐乎。一家三口看他打架，几乎要乐疯。老二感慨道：若是我能修炼，我一定豁出命的保护妹妹。魏思瑶眨眨眼，看向三位家人，看到最后，他小眉毛挑了一下。哎呀，一个人的时候还看不出来，现在咱们一家四口靠这么近就显出来了。糟糕糟糕，大家脑袋上都飘着绿烟呢，这是中了毒了。中毒？这毒叫绿烟罗，只有上古古籍中才能找到，十分歹毒，所以娘亲生的孩子才会不能修炼，都是废物。柳如云一定是刚接近娘的时候就开始下毒了，哥哥们也要注意每日吃喝，说不定哪一口就吃进去了，毕竟柳如云一直住在家里呢。又是柳如云，就说自己和齐王都没问题，为什么三个孩子都不能修炼？原来如此。娘亲，娘亲，你现在有我了，思思就是你的大宝贝，自然要帮娘亲和哥哥，这毒小意思了。上古古籍，那只是对于现在这些人说的。魏思瑶活了2辈子，上辈子就已经是仙界大能了，那时候的书随随便便一本放在现在都是古籍。不难，真不难，正好皇祖奶赏赐了上品飞云藤，再用些五鬼液。魏思瑶晃悠着白嫩嫩的小肉手，用谁都想不到的超快速度，一把薅下火凤凰尾巴上最长的那根毛，赤红色的小鸟都炸了，扭头扑过去继续干仗，被魏思瑶一个翻身压成肉饼。算了，打不过就贴贴，自然要使劲儿贴回来，嗷嗷嗷。凤凰尾羽也有了，最重要的材料当然是伦家的一滴指尖血。魏思瑶晃晃悠悠把小手指头塞进嘴里，狠狠一咬，啊，日了狗，没牙，连个印子都没有，嗷嗷嗷。对了，就算咬破了，好像也没用。伦家现在不会说话，根本没办法告诉哥哥们啊！伦家要赶紧长大，长大会说话了就能帮上忙了。魏思瑶嗷嗷的，恨不能一口气长成大人。一听还要他的血，3个人齐齐表示拒绝，谁都不能伤了他们小宝贝，绝对不能。但心声是听到了，苏子涵和2儿子集体看向老大，魏荣轩默了3秒，而后开始摇头晃脑。母妃，我在皇室藏书阁看到一份古籍。里面有一味丹药，听说吃了能让废物也有修为，正好祖母给的灵草也能用上。苏子涵十分配合地激动起来。好好好，你说，母妃这就去准备。于是魏荣轩淡定地把妹妹的话复述一遍，余下2个人果然十分配合得又惊又喜。老二到底年轻，表演得有些夸张，搞得魏思瑶频频望过来。二哥好浮夸，为什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呢？魏子轩突然紧张有木有。不过算了，只要娘亲和哥哥们能更好就行了。大哥真的好聪明啊，太优秀了，这种古籍都能记得这么清楚，大哥好棒。魏荣轩满眼疼爱，棒的不是自己，是妹妹你呀。于是材料配齐，凤凰尾巴丢进去，当3粒丹药再次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上面飘散着的属于神兽炽热的气息。魏思瑶十分开心，咬不出血，那就叠 buff， 叠 buff， 别白，有用有用有用。才叠完，那3粒丹药之上一层金光一闪而逝，娘3个毫不犹豫仰头吞下丹药。哦呵，吃了，这下好了，毒解了，娘亲这么优秀，以后生下来的孩子绝对会是天才的。魏思瑶嘻嘻哈哈地拍着小手，大眼睛在3个人身上咕噜噜地转来转去。才吃下丹药，3个人并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很快一丝热突然在体内横冲直撞，似是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在体内上下翻腾。苏子涵暗道一声不好，忍着疼痛连忙布阵。他知道这次一定会闹出大动静，但他不想被别人知道，才把护阵布好。魏荣轩已经先顶不住了，一股绿色的烟雾从他身上缓缓被逼出，而魏荣轩疼得俊彦扭曲。丹药的作用还没完，余韵还在冲刷经络和四肢百骸，一遍又一遍。轰！刺目的金光直接冲破护阵，刺破屋顶，冲向天际，紧接着便轰然炸开。巨大的声响震惊了齐王府，更震惊了整个京城，连皇宫里的皇帝都觉得大地抖了3抖。若不是远处齐王府的方向炸开一片金光，他都要以为是魔族宵小又跑过来找麻烦了。怎么回事？魏楚夜惊了，这是有人进阶了呀，而且灵气相当纯粹又浓郁，这简直就是绝世天才才会有的灵气呀。不过齐王府有什么天才吗？
魏楚夜立刻想到了魏思瑶那个可可爱爱的小宝宝，立刻吩咐去态。此时齐王府内，魏思瑶张着没有牙齿的小嘴，乐哈哈。不错不错，效果好得很。苏子涵因为这一粒丹药成功晋升金丹期，他本来因为摸了火凤凰就要晋升了，现在丹药里又添加了一根凤凰尾羽，对他来说简直如虎添翼，分分钟晋升不是问题。魏荣轩和魏子轩自然也都排除了毒素，两个人试了试，惊喜发现自己竟然可以修炼了。而更惊喜的是，魏荣轩因为这一粒丹药，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7、8层，他甚至不用努力，都能很快晋升到筑基期。哦呵，这么美妙的吗？魏荣轩心里只余下了惊喜。做了12年的废物，被别人嘲笑了12年，甚至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嫌弃他是个废物，因而对他不喜。可现在呢？体内躁动的灵气，还有不断运转的灵根，都在告诉他一个事实：废物。不是，他的灵气无比纯粹，他或许是个天才。哦呵，大哥，自信点，把或许去掉，你就是个天才。大哥果然是天才，我就说嘛，如果真的是废物的话，柳如云不会盯上大哥的灵根，他可是把大哥养到最后，直到魏晚会灵根受损，而后活生生的刨开大哥的肚皮，挖走了大哥的灵根。苏子涵他连忙从自己的储物戒指里拿出2块玉坠，戴在兄弟二人脖子上。这是从芙蓉山庄拿来的，可以遮挡你们2人的气息。切记，今天的事情都是母妃突然晋升引起的，跟你们2人毫无关系。苏子涵十分警惕，家里还有个柳如云，这个女人心机太深，被她知晓，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更恶毒的事情来，所以还是先遮掩，等到她收拾了柳如云再说。给娘亲鼓个掌，对，警惕一些总没错。柳如云好歹是女主，自带女主光环，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捧她臭脚的，这种膈应死人的人，还是小心些的好。魏子轩也知道自己不是废物能修炼了，但可惜他学业不精，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修为，总之是比不过大哥的。但大哥都一口气冲到8层了，自己至少也得有个2、3、4、5、6、7层吧。呵，万一是7层呢？妹妹，你真是个仙人，太厉害了！随随便便一个丹药方子，不但给一家3口解毒了，还让娘亲直接突破晋升金丹，让大哥直接飙到炼气8层，自己也有修为了，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娘，少爷，没事吧？没事，我突然进阶，现在已经是金丹期，派个人去告诉王爷吧。这么大的爆炸根本瞒不住，还不如直接说了，省得儿子们被关注。姑娘，这可是件好事，一定得告诉老爷。我知道，我会说。这封家信他早就想写了，齐王不是良人，早晚得跟家里通气，而后再想其他办法。现在儿子们都有了修为，不再是废物，这信就更该写了。你们先去守着外面，任何人不得进入。是，姑娘。姐姐你没事吧？如云来探望您了，让我进去吧。柳如云快急死了，她不是担心苏子涵，她是怕发生什么计划之外的事情，她必须要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她也有修为，如此纯粹的灵气自然也引起了她的警惕。不会是苏子涵的2个废物儿子弄出来的动静吧？可那人说过，这毒无解，除非有飞升的仙人出手相助。至于飞升，整个大陆飞升的人屈指可数，皇室和苏家更排不上，不会有人救苏子涵一家的，绝对不会。他恶狠狠想着。母妃，你要见吗？你觉得呢？见，但不是这么见。既然我跟弟弟只是普通人，自然受不住筑基晋升金丹的冲击。别人修仙是因为有金刚不坏之体，普通人有什么？肉体凡胎真的太容易嘎了。苏子涵点头，他明白了。演戏嘛，谁不会呀？他直接掐诀用了个障眼法，很快儿子们身上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伤口。障眼法保证连御医都看不出来。行了，娘出去见柳如云。说着他抱起魏思瑶，顺便一挥袖子，魏思瑶立刻满脸的血。做完了这一切，他这才嚎啕大哭地跑出去。御医呢？让你们滚去叫御医，怎么还不来？我2子1女，若是出了什么事，剥了你们的皮。柳如云安心了，他心里甚至隐隐升腾起一丝快感。瞧瞧这废物，看来活不成了呢。2个月前3大宗门没弄死你这个小废物，现在却被你娘晋升炸掉了半条命，真是想想就开心。姐姐怎会如此？柳如云内心爽开了花，脸上却落下泪来，装得跟真的似的。魏思瑶在一边看得直啧舌，啧，这演技不去参加奥斯卡真的是屈才了，影后都配不上你，你绝对是要去好莱坞按手印走红毯的。滚，柳如云，我不想看见你，滚，让他滚。2个粗使婆子立刻上前赶人，一个壮汉从废墟之中就出了2个奄奄一息的公子，看着2人撕裂的衣衫以及流出来的鲜血，柳如云只想仰天大笑，哈哈哈，笑死他了，被亲娘炸死，这死法也是没谁了，真是爽死了。柳如云装了装样子，
最后半推半就的被赶走。一回屋，他就抱起女儿哈哈大笑。晚会啊晚会，苏子涵那一家4口是真的废了。现在就算苏子涵晋升金丹期也没用，子嗣不争气，他再辉煌也屁用没有。倒是你，好好修炼，好好争气，你就是咱们齐王府唯一的天才。怎么回事？齐王魏宏远因为爆炸匆匆赶回来，好好的房子全炸了，周围的院子也受到了波及。什么？子涵晋升金丹期搞出来的？荣轩他们3个都快被炸死了。柳如云总能把话说出好几层意思，魏宏远听到这里简直快要气炸了。就算是废物，那也是他的孩子，传出去好听吗？亲妈晋升炸死孩子什么的，还发生在齐王府，简直丢死人了。王爷，不要怪姐姐，她晋升金丹期是好事，现在王府修为最高的就是她了，她是王爷的仰仗呢。魏宏远气了个仰倒，他是男人还是堂堂齐王？什么时候需要女人来当自己的仰仗了？狗屁！进了王妃住处，还没看到人他就开始喊。苏子涵，你要让姑丢脸到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生下3个废物，已经让姑成为京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现在竟然在晋升的时候炸飞了3个孩子，苏子涵，你还有没有把姑放在眼里？王爷，苏子涵冷冷开口，臣妾晋升金丹，王爷应该开心才是。至于孩子们的伤，又不是养不起。王爷如此好脸面，那干脆请皇上休了本宫，将3个孩子移出玉蝶，也就少了麻烦。休了苏子涵，赶走3个孩子。魏宏远惊了，他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行动。皇帝会答应吗？不，他父皇会打死他的。苏子涵背后可是汝南苏氏。哼，少拿和离吓唬本王。苏子涵，你也就仗着汝南苏氏，不然本王还会怕了你。早把柳如云抬进门。齐王的声音戛然而止，然苏子涵却冷笑一声：合理，若是王爷不敢提，臣妾可以提。你齐王彻底怕了，咬牙道：行了，本王没怨你，好好照顾这几个孩子吧。上门来教训，自己却碰了一鼻子灰。魏宏远自找没趣，无奈只能转身离开。他迎娶苏子涵是因为这个女人配得上自己，配得上皇家的脸面，但生下的这3个废物太让他丢脸了。可他又害怕苏子涵娘家，又害怕皇帝，自己活得怂死了。香，你带上1个婆子，2个护院，去京城最大的玉琼拍卖行，就说齐王府要最贵的碧宝赤神丝，要做2套衣袍子，1个护甲的量，告诉他们钱不是问题，懂了吗？云香能不懂吗？当场就笑出来了。是，姑娘。说完扭头就走啊。齐王府的钱也都是他们家姑娘赚来的，为什么不花？对了，他是不是可以故意把价格报得高一些，多出来的钱就当给他们小郡主买衣裳了？云香越想越觉得可行，开开心心就出府了。很快，碧宝赤神丝就拿回来了。这碧宝赤神丝是天下最好的护甲，即便是化神期的修为都能护儿子们一命。而且最神奇的是，这碧宝赤神丝一旦认主，还会随着主人一起生长，真的是做一件穿一辈子，不要太方便。不过魏思瑶年纪还太小，苏子涵直接做了一件大袍子。这次总共花出去齐王府8年的收入，不过苏子涵一点都不心疼，反而还觉得花得很爽。给娘亲鼓个掌，这样想就对了。娘亲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花在自己身上，难道要花在那个贱妾身上吗？不可能的好吗？娘，花，继续花。你看，伦家好像还2手空空，不然用齐王府半数家产，先把伦家的小金库充盈一下怎么样？可庄子，田产伦家也不嫌多的，铺面更香。艾玛，柳如云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气死的吧？想想就好开心啊！略。奶团子呆萌仰头看着他，苏子涵被他逗得合不拢嘴。这丫头人小鬼大，分分钟都把齐王口袋里的钱算计上了。不过算计的对，按照大周律，家业本就该嫡出的孩子继承，庶出的根本分不到什么家产，丝算计是他应得的。柳如云要是算计，那就不行。很快袍子便穿到孩子们身上，魏子轩有些激动，这玩意儿老贵了，北间学堂里，他们这种不能修炼的人一辈子都不配穿这么高档的东西。听好多同窗抱怨，碧宝赤神丝的衣服都是给家里天资最好的孩子穿的，而现在他竟然穿了1整套，爽！只能说多亏了妹妹，是妹妹提前提醒，又帮助他们解毒，娘亲才会主动要求花钱。若是以前，这碧宝赤神丝只能是魏锦城的，他们兄弟2人也只能看看而已。妹妹，谢。魏荣轩咳嗽一声，魏子轩一个机灵，差点说漏嘴，他连忙转移话题。那什么，过些日子能带妹妹去集市吗？等过了100日，现在还不行。好吧。好了，你们住的院子已经变成废墟了，今天起都去我隔壁的院子住。那魏锦城呢？魏荣轩单手点了点桌子，他觉得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甩开魏锦城最好的时机。让魏锦城滚远点。
滚滚滚！哥哥们能修炼了，自然是要避开他，都是有修为的人，会对灵气波动十分敏感的。嗷嗷嗷！一定要避开这个衰人，若是穿帮了，那一家人还不知道会怎么找麻烦呢。虽然伦家能收拾的了，但苍蝇多了，嗡嗡嗡的也会很烦人的。魏思瑶急得不行，可惜他不能说话，他真怕娘亲还让魏锦城跟哥哥们住一起，那就真的要完了。哎，怎么办？娘亲还很疼爱魏锦城，那根本就是柳如云的儿子啊！娘，你要清醒一些啊！姑娘，锦城公子来了，来得正好，叫他进来吧。魏锦城进门行了礼，规规矩矩道：“恭喜母妃进阶，金丹期的修为在齐王府已经是最高的了，儿子当以母妃为榜样。”嘴上说着恭喜，笑意却并未直达眼底。苏子涵一看便知道，这孩子瞧不上自己。锦城是该好好用功，只是你们住的院子毁了，修缮需要一段时间。我打算让你们搬到我隔壁的院子住，那里安静，离着中庭也极远，正适合你用功。完了，娘，你怎么能让他们住一起呢？嗷嗷嗷嗷！儿臣找母妃也是为了这件事，儿臣想住到中庭旁边的院子，那里紧挨着演武堂，最适合修炼。哦呵，这人自己坐不住了，这是想去找他娘啊！中庭旁边的院子紧挨着演武堂不假，可也紧挨着柳如云的芙蓉居呀。啧，娘，你的运气来了，泼天的富贵砸下来了，这二货竟然自己想搬走，哈哈哈，太好了！不妥吧？苏子涵心里开心，嘴上还是要拉扯一番的，不然怎么显现出自己对魏锦城的疼爱？我不想偏待哪个，可那个地方还未收拾，也不方便你每日过来问安。怎么会偏待？母妃，这事儿臣自会对父王说，定不会让母妃难做。哦呵，你要自己说呀，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这下娘就不会落人口舌了。啧，不错，魏锦城，好人卡发给你，希望你继续发扬光大，多做好事，积攒功德，争取早死早超生，对你、对别人、对天下苍生都好。阿弥陀你的佛。屋里娘三个差点憋不住笑出来，积攒功德就为了早死早超生，这张嘴呀可真毒，不过他们喜欢。哎，好吧，你的修炼重要，让云香经常去给你送些吃食。苏子涵贤妻良母做的十足时，演得情真意切。告退之后，魏锦城就去找魏宏远了。齐王自然同意，这么优秀的儿子将来是要继承王府的，要住处难吗？如云更是无比开心，以前想见儿子一面都得偷偷摸摸，生怕被魏荣轩和魏子轩两个人看出端倪。现在好了，没有这两个碍事的，他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看儿子了。那院子炸得好！柳如云拍手叫好，开心还不到3天，又听说苏子涵花了齐王府8年的收入给那3个废物做了护甲，他就又气了个仰倒。王爷，奴想学打理家业，奴不是为了跟姐姐争抢，只是将来出府，好歹有个营生，不至于我们娘3个乞讨去。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妾生子不能继承家业，魏宏远也明白，现在被柳如云哭得心疼的要死，再想想苏子涵花钱如此大手大脚，他干脆一挥袖子，本王去找子涵，替你要个庄子，记在你名下。谢王爷。柳如云心中得意，今儿要一个庄子，明儿要一个铺子，一点点下去，早晚齐王府的一切还是自己的。苏子涵想花他的钱，没门。苏子涵抱着女儿进宫了，齐王自然扑了个空。你是说皇祖母请他们去的？魏宏远很生气，为什么不带上他一起进宫？自己还能带上柳如云，若是入了皇祖母的眼，求个封号也容易些。齐王很生气，但没用，人都走了，他生气给谁看？咦，皇祖奶看着气色好多了，灵根调养的不错，难道找到寒冰床了？哈哈哈，太好了，再找御医调养一下，身体很快就能恢复。皇祖奶，思思愿你长命万万岁。他今天是故意把奶团子叫来的，一来看看自己的情况恢复的如何，二来再把御医叫过来，当着思思的面给自己把脉，正好再听听这小东西的心声。去叫御医来。老嬷嬷应了一声，扭头吩咐母后，这娃娃长得可真好看。身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魏思瑶的注意力，扭头一看，哦呵，皇祖奶旁边坐了个英气十足的年轻人，眉眼一看就是女人的眉眼，但梳着男子的发饰，穿着男子的衣服。这人谁呀？犟儿，你看看这孩子长得多好，若是驸马还在。慕玉荣顿时闭嘴，心中懊悔自己真的老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好好的提这个做什么？大殿内直接安静，倒是魏思瑶猛然一惊，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根本不是男子，而是皇祖母的小女儿魏绛。提起魏绛，就不得不说说她的传奇爱情，当初跟驸马慕容羽的爱情简直羡煞无数读者。慕容羽是这世上的独一无二，而今他的独一无二留在西北战场，再也回不来了。若是驸马还在，我们的孩子说不定也能这么好看。
魏将双目通红，显然又触景生情。沐玉荣揪心难受，才好些的身体又有些疼。姑奶奶不哭不哭。魏将愣了一下，低头看向母后怀里的孩子，心道：是这孩子在说话吗？姑奶奶，驸马爷爷还活着，还活着呢。魏将一惊，瞬间绷紧了身体。还活着？在哪里？他的慕容羽在哪里？京城西南3里，那里有个庄子，姑奶奶就在那里，去找，肯定有的，肯定有的。京城西南3里的庄子。魏将猛地抬头看向沐玉荣，老太太缓缓点了点头。母后，儿臣告退。说完扭头，眼泪却再也忍不住决堤。魏将狂奔而去，与进来的御医擦肩而过。太后娘娘，我这几天觉得身体大好了，请你们过来看看。说着，他伸出手，怀里却还抱着魏思瑶，不肯松手。咦，怎么回事？御医一惊，又细细摸了摸脉象，惊奇道：太后娘娘的确大好了。可当年不是毫无办法的吗？别说御医院，连神农门的独医圣手都摇头说治不了的，毕竟灵根受损严重，回天乏力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太后娘娘，请解惑。他很好奇呀，要是搞清楚了，他就能挽救更多的人了。太后娘娘，您就是天下人的福音啊！你去问皇帝吧，他给哀家想的主意。沐玉荣把御医打发了，笑话，他还得陪思思小可爱呢，哪里有时间陪你唠叨？对了，接下来再吃什么药调养？御医精神一振，立刻开了一道方子，沐玉荣命他念出来，而后竖起耳朵留心听，结果并没有听到什么新声。看来这方子应该就是最好的方子了。那就按这个来吧。是，太后娘娘。恭喜皇祖母身体安康。哎，沐玉荣开心极了，身体养好了，他又是大周那个平天下定人心的主心骨了。魏将去而复返，风尘仆仆，泪流满面，但却难掩激动。母后，驸马他找到了。这么快？魏思瑶都惊了，他刚还着急自己无法说话，不能告诉姑奶奶呢，这就找到了。不对呀，我记得驸马爷爷是几年之后被柳如云的女儿找到的呀，为此皇祖奶和姑奶奶还欠了女主人情，从此不得不帮女主说好话呢。柳如云，那是个什么东西？哦，对了，是齐王那个兔崽子大张旗鼓娶进来的妾，这种低贱的女子平日里连王府的门都不能出，她的女儿又怎么能找得到驸马？恐怕连认识都不认识吧。沐玉荣毕竟是皇后，上过沙场，斗过人心，心思千回百转。柳如云再一次在沐玉荣心里留名，这次可不是什么好名。怎么感觉好像什么都变了？两个哥哥也从废物变成天才了，母妃不但没受重伤，还晋升金丹期了，现在连姑奶奶的驸马都提前回来了，好奇怪哦。大殿内3个女人彼此对视一眼，而后都默默低头不作声，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说破了，思思以后不吐露心声了怎么办？他们还指着思思小可爱庇护呢。魏将连忙整理情绪，方才府里的人来报，说是走上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别像驸马，女儿就去了。真的是那母后，女儿还把她带来了。魏将说着又憋不住想哭，魏思瑶松了一口气。还以为伦家的心声都被你们听了去了，搞了半天是你们自己找到的，还好。不过当年驸马爷爷虽然找回来了，却身有残疾，还失忆了，修为尽失。当年文武双全的状元郎，成了丑陋无能的废物。姑奶奶为此伤心欲绝，哭下了一双眼。哎，真的好惨！为什么好人就不能有好报呢？魏将哭瞎了一双眼，沐玉荣又气又心疼，此时什么都顾不上，勉强提起一口气吩咐：带进来御医，再把御医叫回来。很快，担架上抬了一个人进来，那人一身脏污，早已看不出样貌。他的身体动不了，只有一双眼睛半睁着，十分虚弱。看到魏将的时候，视线也不曾停留，缓缓掠过，似是根本不认识面前的人。不会说话，脑袋以下不能动。如果洗去脏污，众人还能看到他被火烧的半边狰狞的面容，虽然还有半边完好无损，但完美无缺的慕容羽却已经毁于一旦。魏将泣不成声，哭声回荡在大殿，连早已经冷了心肠的老嬷嬷和老内监都忍不住落泪。太后娘娘，这……御医看完了摇摇头，显然是给慕容羽判了死刑。好容易找到了，人却就不回来。魏将再也忍不住扑到慕容羽身上，不顾脏污嚎啕大哭。真的无能为力了。就咿咿呀呀的声音，好比天籁之音，让魏将绝望的内心升起一丝光明。能救的，姑奶奶不哭，保护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那么美丽，将来还要看皇祖奶，看思思，看你和驸马爷爷生的孩子们呢。不哭，思思给你想办法。意难平，他也意难平。魏将这一对真的超甜的，可是前期有多甜，后面就有多虐，真的虐死他了。不行，他不要虐，他要甜。他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方
天邪丹、六阴散、万花鬼藤，搭配基础药浴，水温越烫越好。天邪丹、六阴散、万花鬼藤，别说魏将，就苏子涵听到这几味材料都忍不住眼皮直跳。这些都是魔族宵小用的丹药，正派修士用一粒都会根基受损。现在这么多一起用，真的没事吗？魏将咬牙抬头，母后。沐玉荣当即决断，去找你皇兄，他那里有个孤本，上面有各种上古药方。哀家的身子就是这么养好的，他一定有办法。皇帝合着给你们擦屁股了呗？女儿知道了。魏将起身就走，众人抬着慕容羽，一行人匆匆离去。皇宫里的上古古籍，好像大哥也提过这本书好神奇呀，怎么什么都有？等伦家长大了，一定找机会看看这本古籍。沐玉荣、苏子涵呆了，说谎什么的，真的会漏洞百出啊。不过好在魏思瑶现在的脑子正在慢慢退化，哦，不是，人变成婴儿了，脑子变小了，也就想不了太多。脑子小什么的，是个好事。沐玉荣开心，就听小丫头又在嘀咕啊，忘了，驸马爷爷泡药浴的时候，伦家必须要在身边，那本古籍上也写了这个吗？这大喘气喘的可真久啊，久到沐玉荣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气氛瞬间尴尬。苏子涵只能道：皇祖母、孙媳想过去看看。这梯子递得好，递得及时。沐玉荣一拍大腿，正好哀家也担心，那就一起去。甚好甚好，终于又圆回来了。谁说忽悠小孩子简单的？艾玛硬生生惊出一身冷汗呢。二人赶紧往皇帝那边赶，好在赶上了。御医院已经弄好了药浴，皇太后一行人来了。魏思瑶远远看见皇帝就开始笑，小胖手挥舞着，那表情别提多热情了，看得魏楚夜心情超爽的。瞧啊，思思最喜欢爷爷了，小宝贝，来，爷爷抱抱。皇帝刚张开双臂，便听到了魏思瑶的心声：皇帝爷爷，你那本上古古籍里面全是超级厉害的方子吧？这么好的宝贝不能掖着藏着，快拿给思思康康。什么古籍？什么方子？什么鬼呀？母后怎么来了？魏楚夜张开的胳膊硬生生拐了个弯，扭头去搀扶皇太后去了。担心驸马，过来看看。说完拼命朝儿子使眼色，看得魏楚夜满头问号。算了，先让思思进去再说。他跟皇帝一阵耳语，皇帝大惊，原来重点是魏思瑶啊。母后，要朕怎么做？演戏。还能怎么做？总之能听到心声的事情一定要瞒着才行。魏楚夜深以为然，娘俩嘀嘀咕咕的商量该如何演戏，很快商量出个小剧本，一通安排，就等着一会儿开演。魏思瑶还不知道，这些人为了不拆穿自己，都敢拉着皇帝一起演戏了。他正在苏子涵怀里躺着，打量着泡在浴桶里的慕容羽。啊，怎么办呢？人就在眼前，但自己却救不了。要是能靠近浴桶边就好了，最好大家都出去，就留下我自己。正想着，外面传来一声惊呼：“齐王妃，您快出来，出事了！”苏子涵一惊，连忙把魏思瑶放在浴桶边就出去了。宫殿里的宫女太监也跟着跑出去，瞬间就空无一人了。咦，他这是开启了什么心想事成的金手指吗？想什么来什么呀？这样的话，苍天呐，给我钱，给我吃的。不，把整个集市的好吃的都送到我家里去吧。奶团子啊呀的哼唧着，然而不管他想多少遍，好吃的东西还是没出现。哎，算了，先做正事。他挥舞着小肉手，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没办法咬破自己的手指，而且他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大木桶，他要怎么取血？好想骂娘啊！血，要是能自己凝出来一点就好了，给我凝。很快，一滴血凝聚到指尖，魏思瑶心中大喜，我的妈呀，真的搞出金手指来了！他的金手指就是心想事成吧？虽然出不来吃的，但还算有用，哈哈哈，太爽了！他赶紧把血甩进浴桶，很快，翻滚着黑气的水立刻变成了白色，隐隐漂浮着点点金光。来，我康康，是不是可以了？魏思瑶努力翻身，翻，扑通，翻进了浴桶，热水瞬间淹没口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魏思瑶都惊了。不是吧，为了救人竟然把自己淹死了，不会这么惨吧？嗷呜，娘亲救我，娘亲救我！母子连心，孩子出意外，做母亲的都会有感应。他再也等不下去，也不顾什么剧本不剧本了，直接推门进去。思思，他身后一群人也跟了进来，众人惊讶地看到，原本植物人一样的慕容羽，此刻正费劲地托举着一个奶娃娃。魏思瑶在水面上哇哇大哭，快救人！众人连忙冲上前，苏子涵一把将魏思瑶抱在怀里哄。魏楚夜点了御医过来，大殿内人仰马翻，只魏将呆呆地看着木桶里的男人。慕容羽能动了，魏将激动地喜极而泣，恭喜陛下，驸马能动了，只是瘫痪时间太长，还需要调养和复健，不过
记忆还暂时没有办法，或许经常见见以前的东西，能想起来。魏思瑶听到御医的话，这才放心。他损失了一滴血，只觉得特别的累，现在终于安心的眼睛一闭，昏睡过去。至于后面怎么样了，他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再醒过来已经在家了。母妃，妹妹醒了。老二魏子轩一阵欣喜，屋里的人也都围过来，果然看到魏思瑶瞪着一双大眼睛，呆萌呆萌的看他们。妹妹的手好软。老二偷偷捏了一下妹妹的手，顿时开心的不行，小手手真的好软好香啊，不愧是妹妹呢。娘娘，王爷来了。丫鬟通报，紧接着魏宏远就进门了。苏子涵，你进宫怎么也没跟本王说一声？你还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还有，玉琼拍卖行的必宝赤神丝是怎么回事？你竟然一口气花进去8年的收入，就给这2个？当着儿子的面，他到底没把废物2个字说出口，然而魏荣轩却微微垂眸，遮挡住了眸子里的冰冷。他父王想说的话，用脚丫子猜都知道是什么，不过是废物2字罢了。要给也是给锦城和晚会，必宝赤神丝呢？拿来给我。哦呵，进门就找茬不说，现在还伸手要东西呢，太不要脸了。一家4口都被齐王搞得心情不爽。苏子涵淡淡道：用光了，必宝赤神丝认了主，脱不下来了。想要？没有，有也不给那一家子。你！齐王气了个半死，不过他也不是为了必宝赤神丝来的，他是为了庄子，用必宝赤神丝开道。苏子涵肯定不会给，那退而求其次，要庄子就方便多了。齐王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真是聪明。那行，把王府的庄子分出1个来给如云，晚会要修炼，开销之大不小，这都要王府供。牛，都知道用计了。渣渣爹，是我小看你了，退而求其次，必宝赤神丝给不了，这庄子娘亲就不能不给了。啧，这脑袋要是用在眼睛上，您老也不至于头顶一片绿，还在沾沾自喜的给别人养孩子。啪嗒，魏子轩惊得手里的茶杯都摔了。娘哎，信息量太大了，给别人养孩子？那孩子是谁？屋子里的人齐齐地看向老二，魏子轩无比尴尬，这次连大哥也救不了自己，他只能硬着头皮道：父王，您是要拿走母妃的管家权吗？这个借口很好，足以掩盖砸杯子的震惊。只能说666，我记得当初柳如云管家之后，第一个动的庄子就是娘亲生我的那个庄子，这次渣渣爹来，为的不会也是这个庄子吧？手指头真好啃啊，不知道这只凤凰啃起来怎么样？床上的团子张嘴就啃起了肥鸟的脑袋，啃了2口，十分嫌弃的吐出来，口水糊了神兽一脑袋。啧，还是一样不好吃，算了，继续作手。魏思瑶说的庄子，苏子涵又怎么会不知道？那庄子主要种植灵芝草药，柳如云瞧上的就是这些。想要？苏子涵冷冷道：以后柳如云和魏晚会的用度，休想从我这里走。要庄子？行，不过这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以及丹药等等，以后自己掏钱，王府分文不给。行。魏宏远心有不甘，但还是同意了。种植灵芝的庄子很赚钱的，拿到手还缺这点钱。马上就是丝百日宴。一个废物办什么百日宴？那天正好晚会拜师，师傅我都请到了，百日宴就随便弄一弄吧。弄完了，你赶紧拨个庄子给如云。百日宴和拜师宴同一天？哼，真行！你齐王不办拉倒，那他这个亲妈办，而且还要大花特花王府的钱，好好的办。苏子涵打定主意，反正齐王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他是齐王妃，府里的事情归他管。柳如云算个屁！魏思瑶啪叽又翻了个身，他现在突然找到了比吃手更有意思的玩意儿，那就是翻身。看我翻，再翻，哈哈哈！啪叽贴墙上了，嗷呜嗷！齐王什么时候走的？魏思瑶不知道，因为根本没在意。倒是他翻身翻到墙上，委屈的脸上瞬间多了2个大泪泡。苏子涵几个人被他逗得乐死了，一边哄一边止不住的笑。母妃，妹妹的百日宴真的随便办办就行了吗？我会请同窗过来。母妃，咱们关起门来自己庆祝。好好办，我给你们舅舅写信，咱们大办特办。苏子涵打定了主意，总之还要继续花王府的钱，一分不给柳如云留，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很快百日宴的日子就到了，苏子涵花了一大笔钱，把自己的院子弄得喜气洋洋，菜肴点心也全订得最贵最好的。魏思瑶已经能很熟练的翻身了，赤红小胖鸟站在枕头上叽叽喳喳的叫唤，魏思瑶挥舞着小胖手，一把握住小胖鸟。他现在身体还不协调，结局就是差点捏死了这只神兽凤凰。阿巴，你太脆弱了。凤凰拼命挣扎，到底脆弱的是谁？要死了！小祖宗，快松手！娘娘，王爷请您去前厅迎客。迎客？苏子涵有些惊讶，不是不想弄吗？知道了。他想了一下，还是出去了。爱妃，跟本王一起去迎。今天是晚会的拜师宴，镇国公和6部尚书都来了，
又怎么能少得了仙门的人？直到这一刻，苏子涵才彻底明白，魏宏远哪里是为自己女儿忙活，他是为了柳如云的女儿忙活。他明明已经说了，思思今天百日宴，可看样子魏宏远根本就不打算过这个百日宴。苏子涵气得浑身哆嗦，果然连随便弄弄都没有，一切都只是说说罢了。哦，我很忙，百日宴来了不少人，拜师宴什么的，王爷自己招待吧。魏宏远气疯了，晚会多优秀，仙门的人都主动上门结识，偏苏子涵不给面子。而此时，青阳真人、池莲圣母和郑玄上人也已经走了进来。青阳真人，贵宗门的神兽可找到了？青阳真人脸皮一抖，挥挥手打死不承认。道友何出此言？神兽怎么会丢？一直在凤凰殿的梧桐木上歇着呢。没丢，只要他不开口，那就是没丢。哦。池莲圣母和郑玄上人一脸恍然的点头，甚至还拉了长音，明白了，一定是丢了。不过也是邪乎，神兽这玩意儿武力值超群，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还能丢了？正说着，抬头便看到齐王魏宏远以及马上要离开的苏子涵。齐王只好不去管苏子涵，上前招呼，三人却直接掠过魏宏远，匆忙追上苏子涵，行了个礼。王妃娘娘，上次都是误会，我等特来登门，并为小郡主送上一份薄礼，给二位压压惊。被丢在一边的魏宏远，什么情况？哦呵，真的不是来给你女儿参加拜师宴的，人家颍川三大宗门是为了自己和女儿来的。苏子涵笑得不要太灿烂，得意扫了魏宏远一眼，见他快气疯了，苏子涵更开心了。三位道长请。魏宏远连忙开口，今日是小女拜师宴，三位仙家一起参加吧。拜师宴？三个人愣了一下，齐王妃的女儿才100天就拜师了，是不是早点了？而且这丫头不是没有修为吗？拜师，谁会收她呀？这不知道拜的是哪位仙尊？魏宏远瞬间得意起来，是神农门第7代独一圣手黄玉。几人齐齐震惊，苏子涵更震惊。神农门的独一圣手十分难请，当年皇帝倾尽全力才能请来神农门的独一圣手给皇祖母看病，除此之外，大周再没有人见过这个人。现在竟然请来了这个人作为晚会的老师。苏子涵心中愤怒，魏宏远眼里心里果然只有柳如云那一家子，自己和儿女们在他心里什么都不是。那是得见见。好，就去参加吧。魏宏远笑了。那三位这边请。人还没迎进自家的门，就又被拉走了。怪只怪独一圣手名气太大。荣轩，你妹妹真可爱。哎，为什么我娘不能给我生一个这么漂亮的妹妹？说话的是镇北大将军李元贞的小儿子李求妹。镇北大将军夫人连生7个儿子，现在又有身孕，御医看过了，说还是儿子，气得李夫人一天把镇北大将军骂20遍，骂他无能，害得自己生不出女儿。镇国大将军府7个儿子，名字分别是来妹、昭妹、领妹、想妹、盼妹、念妹、求妹，可想而知多想要个姑娘，可惜了。你爹娘这辈子是生不出闺女了，命格里不带女儿缘，骂死你爹都生不出来。哎，李求妹惊了，下意识抬头，却见魏子轩冲她龇牙一乐，那意思很明显。闭嘴，别说，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天，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魏子轩，你妹妹是个宝贝。不，比这更重要的是，她该怎么告诉爹妈这个事实，好像有点难呢。那什么，子轩，咱俩是好兄弟不？你想干嘛？呵呵，我想见你妹妹一天。你再想屁吃？母妃怎么还不回来？魏荣轩察觉到了异样，时间太长了。云香出去打探一番，回来道：姑娘被王爷拉去拜师宴了，听说神农门的独一圣手黄玉已经到了。黄玉，在场所有子弟全都安静了。就算没有修为，但身为朝臣和皇族子弟，这些消息他们还是知道的。黄玉是难得一见的高人，神农门的独一圣手。听说皇帝想请他给皇太后看病，都费了一番周折呢。齐王竟然请到了他给妾生子当老师。子轩，你父王是不是脑子让屎糊了？阿巴阿巴，说得好。你叫什么来着？李求妹，我记住你了哦。让王妃娘娘以后如何做人？怎么看都是捧妾戚戚。齐王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都喂狗了。即便是10几岁的年轻人，也都看得透彻。他们在家里也是没有修为的人，但该受到的待遇一点不少。妾生子要是有修为，那就送到宗门修炼，绝对不会在家里给嫡子们碍眼的。现在齐王竟然在家办拜师宴，还如此隆重，太过分了。殿下，你父王燕王也来了。李求妹看向燕王的3儿子魏仇，小胖子气得浑身的肉都在哆嗦，当即起身，我要去找我父王问问，他到底知不知道位分尊卑，礼义廉耻。魏仇一开口，周围的人也纷纷起身，毕竟他们的家长也跟自己一起来了。既然不在王妃娘娘这里，那必定在小妾那边。不行，太丢人了，得把自己家长带回来。一行人匆匆出门，魏子轩扭头看向大哥，
哥，怎么办？静观其变。哥，怎么办？静观其变。大哥太聪明了。对，静观其变，这么多宾客看着呢，咱们不动就行，有问题让渣渣爹去处理，处理的越多错的越多。艾玛，太好了，就这么办。咦，感觉大哥修为又精进一层，炼气9层了吧？进阶分分钟的事儿呢。我大哥果然是个天才，等到了筑基期，就该选兵器和修为的方向了吧？大哥，剑和扇子都很帅哦。对了，背古琴也很帅的，3000明灯下墨发白衣，一世独立，嗷，好帅。魏荣轩嘴角笑意更甚，突然觉得妹妹说的那几样武器都可以尝试一下。魏子轩惊了，大哥已经炼气9层了，为什么他还在炼气2层？虽然知道大哥聪明，读书好又勤奋，但没想到修炼也这么快。不行，他要更努力念书才行。对了，妹妹，你看看二哥今年能练到哪一层？魏子轩努力把脑袋往妹妹眼前凑，奶娃娃咧开嘴笑哈哈。二哥也帅。宁国公主驾到！通传声传来，齐王精神一振。宁国公主是父皇的妹妹，他们这些人都要叫一声姑姑的。宁国公主深受父皇宠爱，皇祖母也对她疼爱有加，她能来真是给足了面子。快迎！齐王开心坏了，柳如云更开心，来了这么多宾客，现在宁国公主都来了呢，她的晚会果然比苏子涵那几个孩子强多了。只可惜不能去苏子涵那边瞧瞧，那该死的百日宴肯定都没人去吧。皇上驾到，皇太后驾到！皇上竟然和皇太后一起来了，这下都惊了。齐王这个妾生子这么厉害吗？连皇帝和皇太后都惊动了。魏宏远更激动，他甚至握紧了柳如云的手。如云，今天本王一定能给你和晚会讨个封号。谢谢王爷。柳如云兴奋激动，心里乐开了花。走，接驾。这下所有人都得出去接驾，有一个不去，那就是大不敬。一时间，齐王府门口满是人，哗啦啦跪了一片。魏楚夜看到这些人，心里还挺惊讶，看来他带孙女人气挺高啊，都没吩咐就聚集过来这么多人。平身。魏楚夜招招手，众人起身。魏楚夜搀扶着沐玉荣走在前面，看着走路稳健的老太后，燕王忍不住问自家兄弟：老爸，你觉没觉得皇祖母好像年轻了些？晋王悄咪咪看了一眼，点头：是，不光年轻了，感觉脚步也稳健了，修为好像也更醇厚了。二人齐齐一震，皇祖母这是遇到了什么机缘吗？走，跟上看看。二人赶紧跟上，走了没几步才发现皇帝带着皇太后径直朝着另外的路去了。皇上，你老人家走错路了啊！众人内心咆哮，又不敢说出来，倒是齐王比较虎，上前道：父皇，不是那边。怎么不是这边？朕的孙女儿百日宴不在这边，在哪边？啥？不是来参加晚会的拜师宴的，是参加魏思瑶的百日宴的。怎么会这样？魏宏远都惊了，客人们也挺震惊，魏丑几个年轻人却都挺直了几倍，纷纷看向自己亲爹，眼神满是嘲讽。爹，早就说了你去的地方不对，现在信了吧？信了，谁敢说皇帝去的不对？要不对，也是他们这些当臣子的不对。一行人走得昂首挺胸，根本没有半点走错的样子。于是柳如云抱着孩子又被扔下了。这些人明明是来参加女儿拜师宴的，现在竟然因为皇帝来了就要去苏子涵那里，他这个气啊！不行，他也要跟过去。没事的，王爷，我们也过去吧。拜师宴在姐姐那里办也一样的。柳如云笑眯眯做好人，心里却没打什么好主意。那就委屈如云了。瞅，柳如云多懂礼数，知进退，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给足自己面子，这才是他的红颜知己。哦呵，今天人好多，让伦家瞅瞅都有谁。魏思瑶努力蹬腿，伸直胳膊，啪叽翻了个身，露出被压在身子底下的火红小鸟。旁人看不出来，青阳真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家养的神兽，他惊得当场站起，引得众人纷纷望过来。青阳真人有何不妥？宁国公主轻声询问。这青阳真人有些尴尬。没有。哦呵，这不是那个老匹夫吗？我记得他的癖好好像是扣。那什么七星堂为郡主送上100天礼物，筑基丹12粒，1000年份的巨灵草3颗。姑奶奶，祖宗，青阳我就这点爱好，你可给我留点脸面吧。1000年的巨灵草啊，行吧。筑基丹他是看不上的，1000年的巨灵草还有点看头。见青阳真人的法子真的有效，郑玄上人第二个起身。来吴宗为郡主送上100天礼物，青灵伞3瓶，2瓶法器玉虚琴1个。魏思瑶点头，玉虚琴也不错，大哥进阶就能用了。青灵伞是少有的解毒圣药，正好他们娘4个都能吃。旁边池莲圣母被这2个人的骚操作搞懵了，不是已经带了道歉的礼物来了吗？现在还要往外掏，可似乎不掏也不行，他还不想被人揭短，于是他咬咬牙第3个起身。
天宝山为郡主送上百天礼物，2品困妖剑1把，长生丹3瓶。3个人一个接一个起来，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3个人礼物都送完了，所有人都炸锅了，疯了！这是什么情况？虽然仙门跟皇族并行，但互相不打交道的。仙门的人不会上杆子奉承皇族，都是自己俏不生修炼的。现在怎么突然一个个疯狂给永乐小郡主送礼来了？阿巴，诸位，你们的百日宴礼物呢？再不拿出来，伦家就要开始爆料了。把朕和皇太后的礼物抬上来。颍川3大宗门的人之后，某个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众人开启送礼模式。皇帝送了金丝软甲和进贡的仙锦，皇太后送了一大堆灵果，还有满满2大箱子黄金。宁国公主紧随其后，紧接着就是燕王、晋王乃至诸位宾客。唱礼单的时候，有人才反应过来，自己带的礼物已经放到隔壁了。于是不少人纷纷起身，从柳如云的院子里再把自己的礼物抱回来，直接送给了魏思瑶。柳如云要气疯了，那些礼物原本都是堆在自己院子里的，现在好了，都跑到苏子涵这边来了，而且还加上了颍川3大宗门以及皇帝的礼物，在院子里堆得高高的，眼馋得他要死。姐姐，柳如云故意等到最后，抱着孩子站出来。妹妹来了，怎么你也要给思思礼物？算了，你也没什么钱，就不要破费买什么贵重礼物了。柳如云完犊子了，这下不给不行了，还得给个贵重礼物。柳如云气得咬牙，只能送了一对昂贵的玉镯，至于别的东西他也没有，这镯子还是王爷赏赐给他的。他肉疼地看着镯子交到苏子涵手上，而后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道：皇玉道长，多谢您看得上小女，愿意收她为徒。这下全场都安静了，所有人齐齐望过来，连皇帝和皇太后都下意识看向柳如云怀里的孩子。合着思思小可爱的百日宴和妾生子的拜师宴是同一天。齐王怎么敢？要知道，妾生子就是妾生子，就算能修炼，也都是丢到宗门去，绝对不会在家里搞这些东西。柳如云的行为让不少人皱起眉头，但黄玉这个人却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就是神农门的独一圣手啊，果然是大能。是啊，一看就是高人。黄玉的外形实在是太唬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男人一定是悬壶济世的大好人，就连颍川3大宗门的人都对黄玉肃然起敬。不得不说，长得不错，看起来儒雅温柔。不过吗？不过什么？青阳真人、郑玄上人、池莲圣母3人瞬间竖起耳朵，内心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又无比期待。爆瓜了，要爆瓜了！嗷嗷嗷，激动死人了！来，也让他们也尝尝神农门这种大宗门的瓜有多香。不过，这位独一圣手可没有看起来这么好脾气，他奉行医死不医活，活人送去了也得弄死再医，不是喂毒药，就是打骨折，要不就让妖兽虐个半死。这位独一圣手就在一边翘着2郎腿看，约摸着人要死了，才捡回来医治。人家美名其曰锻炼医术，其实顺便连下毒一起练了吧。好看的皮囊下怀揣着不为人知的灵魂，真是变态呀！瞬间安静，有没有这么变态的吗？柳如云更是一脸震惊又兴奋。奇怪，好像听到了奇怪的东西，扭头看看，魏宏远竟然毫无反应。柳如云放心了，一定又是幻觉，堂堂独一圣手怎么会是变态？寂静之中，一直没动静的黄玉终于动了，他颇感兴趣地看向今日的主角，奶团子白嫩嫩的，眼珠漆黑，比他养的那些药人要好看多了。这娃娃有点意思。今天他过来是朋友所托，来走个过场。他根本没想收徒弟，虽然柳如云的女儿天赋的确极高，但神农宗是大宗门，谁还没见过几个天才，真的不稀罕。我就收他为徒好了。啊，不是收魏晚会吗？怎么成了魏思瑶？我听错了吗？今天到底是谁的拜师宴？柳如云的脸色猛地变了，再也绷不住，睚眦欲裂，然苏子涵要笑疯了，这叫啥？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哈哈哈！柳如云脸色傻白，疯了吧？这是他好容易找人请来的大能，是为自己女儿准备的。怎么就成了魏思瑶的老师了？王爷，魏宏远也挺生气，他跟柳如云想法一样，当场站出来道：先是，今儿是我另一个女儿的拜师宴。说着，将6个月大的魏晚会放到魏思瑶身边。这个大的是个天才，他才是您的弟子，而另一个100天的连灵根都没有，是个废物。废物！黄玉挑眉，蹲下，打量着魏思瑶肉嘟嘟的小脸蛋，而后微微一笑，低头伸手戳了戳她的肉脸蛋，而后笑眯眯：手感不错，就你了。我真栓 Q 了，你有病吧？你是不是脑子有坑？手拿开，信不信老娘给你剁下来？脑子还在想，嘴巴已经开始骂了，啊巴啊巴的，哎呀，虽然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奶团子十分生气。但黄玉就像是没感觉，依旧笑眯眯地戳他的肉脸蛋，按下去，多了坑，再收回来，又是满满的软肉。独一圣手玩上瘾了，真有意思啊！魏思瑶气到崩溃，
可惜腿短够不着，不然一定把他踹飞啊呀！仙师，这恐怕不妥。魏宏远十分硬气，无论如何，废物都是不能修炼的。好容易能做大能的弟子，这机会只能是魏晚会的。行，那就让两个孩子比比。比，虽然魏晚会是个天才，但也不过是个婴儿吧？俩婴儿，一个100天，一个6个月，比啥？比谁哭的声音大吗？柳如云和魏宏远眼睛一亮，魏晚会是天才不说，年龄还比魏思瑶大呢，绝对稳赢嘛！黄玉仙师人还挂好嘞。好，比。黄玉笑眯眯拿出2份丹药，放在2个奶团子眼前。你们俩面前的6粒丹药里面，只有1粒有毒，谁能找出那1粒？黄玉打量着魏思瑶的表情，奶团子完全没兴趣，移开视线，一边对着客人桌上的美味佳肴流口水，一边试图翻身。被无视的黄玉，奶奶个腿的，看来是真不想做自己的弟子啊！黄玉笑容更甚，太有趣了。他缓缓开口：“那我就把这6粒丹药全送给他。”送丹药？那我可要康康。奶团子慢悠悠翻回来，瞄了一眼，顿时口水直流。不愧是神农宗的丹药，可比颍川3大宗门送的丹药高级多了。那些丹药都是哥哥们能吃的，但这些丹药都是娘亲能吃的，吃完说不定能从金丹期直接晋升元婴期呢。哈，不错不错。来，找吧，让我看看你们的天赋。柳如云挤在最前面，立在女儿旁边，试图分辨出哪个有毒。但可惜她的修为根本看不出来，只能焦急地看来看去。不光她，众人也都分辨不出来，大家皱着眉头看，怎么看都觉得这6粒丹药都长得一模一样。这分辨不出来吧？我感觉也分辨不出来，长得都一样，闻起来也没有区别吗？正议论着，魏思瑶直接伸手，啪的一声按住1粒丹药，举起来。很好，你就是我黄玉的弟子了。我拒绝呀！我这辈子就是来吃喝混吃等死的，不要教我，不要学，我要躺平啊！等等，这一定只是巧合，他只是随便抓了1粒，不能证明什么。他才只有3个月，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只是随便弄。好烦，既然是随便搞的，那给你吃好了。肉团子伸手一丢，走你！毒药飞进柳如云嘴里，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如云，柳如云直挺挺地躺下去了。快救人！救人啊！齐王府顿时人仰马翻，毒医圣手背着手看热闹，全程笑眯眯。唯二不惊慌的就是俩奶团子，魏晚会6个月了，依然啥都不懂，坐在一边啃手指。魏思瑶想把自己的脚丫子伸过去，递给了魏晚会。给你换口。魏晚会纠结地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张嘴啃了一口。略咸。笨，这叫有滋味。行吧，我再尝尝。仙人，请救如云。黄玉笑眯眯。忘了跟你说了，齐王殿下，我有个怪癖，医死不医活。什么意思？很简单，等他死了，齐王再送过来给我。果然很变态。父皇，魏宏远无奈，只能央求魏楚业。皇帝还是心疼儿子的，叫来了御医，好歹把柳如云的命保住了。那就这样了，魏思瑶就是我的弟子了，等他3岁，我亲自来给他开蒙。说完，黄玉扭头就走了，11粒丹药1粒没拿。魏思瑶自然一个翻身过去，把11粒丹药压在自己身子底下，哎巴哎巴的叫着，让娘亲赶紧过来拿丹药。娘亲，我的全都是我的。神农宗的丹药全都是好东西，拿走。苏子涵看看皇帝，见他没说什么，这才无奈的帮女儿把丹药收好。苏子涵很开心，女儿有了厉害的师傅，毒医圣手有个这么变态的嗜好，想惹他的人也得掂量，自己能不能熬得住死去活来的痛苦。皇太后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柳如云的住处，拍着苏子涵的手道：“子涵，以后宫里常来走动，有委屈也尽管给祖母说，祖母给你做主。”苏子涵心中一震，连忙谢恩。现在连皇祖母都觉得魏宏远做得过分了。谢皇祖母，孙媳有分寸。听他这么说，慕玉荣点点头，随着皇帝离去。坐在回宫的马车里，魏楚业皱起眉头，齐王竟然能请来毒医圣手。那皇太后重病需要毒医圣手来医治的时候，齐王为什么一声不吭？而今天这一切到底是齐王自己的意思，还是说淑妃也参与其中？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就会很快生根发芽。此刻还有一个人欲哭无泪。神君，随我回洞府吧，你可是7星堂的神兽啊！小胖鸟鸣叫一声，落下来伸出爪子，胖揍了青阳真人一顿。休想带他回去，从今天起他就是魏思瑶的鸟了，你滚远点！揍完了，飞过院墙，落进魏思瑶的小床里，开开心心的继续抱着熟睡的奶团子贴，毫无意外又被压成肉饼。师尊，神兽不回去怎么办？青阳真人气得跺脚。
还能怎么办？附近租个房子，好好保护这位小郡主。他们的神兽凤凰可不能再失踪了呀！啊呀！魏思瑶还不知道自己因为这只鸟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宗门的护卫，还是暗地里保护，不要工钱的那种。柳如云虽然就回来了，但余毒至少要半年才能完全清除。魏思瑶在一边摇头，毒医圣手练毒的本事也不怎么样嘛，竟然没给毒死，不好不好，当师傅不好。黄玉要是听到这番话，估计笑容都绷不住，这还是他人生头一次遭人嫌弃。子涵，屋内走进来一个紫衣男子，眉眼冷峻傲慢。大哥，你都看到了？魏宏远这么对你，哥去宰了他。百日宴他亲自来了，却没有露面，怕的是魏宏远碍着他在，又开始装模作样，所以苏青叶干脆没露面，自己穿上小厮的衣服，全程围观。结果魏宏远果然把他的丑陋显露无遗。敢这么对汝南芙蓉山庄的小姐，就算是皇室，哥也弄死他。我去，这不是舅舅苏青叶吗？听听这口气，看看这样貌，舅舅。魏思瑶黑黢黢的大眼睛闪闪发光，无比亲切地冲他舅舅伸手。哦，这个舅舅我很爱的，敢爱敢恨，又很重情义。得知娘亲魂飞魄散，便亲自带人杀到了京城，火烧齐王府，护卫着被挖去灵根成为废人的大哥回汝南，简直帅死了。可惜最终结局是芙蓉山庄灭门，舅舅为救全族在魏锦城面前抹脖子自尽，可魏锦城不讲信用，汝南苏氏一个不留啊！什么？苏青叶眉头一跳，该死的齐王！舅舅，此事从长计议。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和离。和离容易，但孩子呢？魏宏远再不好也是皇帝的儿子，皇帝允许皇室血脉离开宗室吗？尽管以苏氏的能力能保苏子涵周全，但如果不能带走孩子们，和离又有什么意义？舅舅，舅舅，无论如何不要想着拿命同别人做交易，坏人不讲信用，白白赔了舅舅一条命，汝南苏氏还是全都死了不是吗？若是舅舅还活着，至少能杀出一条血路，保住苏氏几分血脉。苏青叶内心一阵感动，抱着小丫头往脸上贴了贴，婴孩特有的奶味儿直冲鼻腔。苏青叶终于笑了，爽朗大气，胸腔震动着，带着魏思瑶也笑起来。思思真可爱，等回去我也跟你嫂子争取要个女儿。说完，从手上退下一个扳指，塞给魏思瑶。舅舅给的，就算没有修为，里面的暗箭也能宰了那些伤你的人。哦呵，这个玩意儿很可，哈哈哈，不错不错。舅舅，除了这个再没了吗？不给思思小钱吗？思思要从现在起攒私房钱。除了私房钱，平时还可以买点零嘴什么的。舅舅，好舅舅，给点钱嘛。魏思瑶哼哼唧唧的继续伸手，打得苏青叶的俊脸啪啪响。偏大舅舅爱屋及乌，笑着又塞给了他一包金叶子。等你来仙门，舅舅再给你零食，想吃什么买什么。要是买不到，舅舅亲自给你做。哎呀，舅舅，你是我亲舅舅，爱你爱你，么么哒。魏思瑶开心到冒泡，这个舅舅他真的是太爱了。你们有什么计划？需要舅舅做什么？我们跟母妃商量过了，母妃离开容易，但我们兄妹三人，父王虽然不会要，但皇爷爷绝对不会放人。尤其是思思新生的事情，皇帝爷爷也能听到。有这种异能在，皇帝会放他们走吗？大不了杀出一条血路，那样不过是两败俱伤。荣轩不想汝南苏氏白白浪费性命。总之，我不会放过魏宏远。对了，听说你们两个都能修炼了。苏子涵笑得开心，至今为止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一是思瑶活着，二是两个儿子都有了修为。他便将此事说了一遍。苏青叶感慨：你生了个好女儿。说着，他又翻出一大堆东西，护甲、长衫、绣花鞋等等，都是女儿家用的东西，还有一些暗器、毒药，以及一个储物袋，用来装这些东西。就算思瑶不能修炼也没关系，这些东西都能保得安全。子涵，都给思瑶留着。另外，我再派些人手护在齐王府周围，有荣轩你调遣。苏青叶要开始锻炼这个12岁的外甥了。苏子涵再厉害，也不能经常出来走动，这娘四个未来如何，还得长子撑得起来才行。就12岁的时候，已经帮着你姥爷打理芙蓉山庄了。荣轩，你娘和你妹妹将来就靠你了。是，舅舅。重重拍了拍魏荣轩的肩膀，苏青叶将手里的鞭子递给他。芙蓉山庄家传的法宝，送你。舅舅，有琴吗？他还记着妹妹的话呢。苏青叶也不强求，从储物袋里翻了翻，翻出一把古琴。上古古堡缥缈芙蓉琴，无法收入体内，只能随身携带。平日只要不催动，这玩意儿就跟普通的琴没区别。你拿去吧。这个甚好，想必思思一定会喜欢。谢谢舅舅。魏荣轩拿到了琴，鞭子倒是让魏子轩要去了。总之，他也是可以修炼的嘛。在齐王府周围布置好人手之后，苏青叶才悄无声息地离开，谁都没有惊动。日子就在魏思瑶吃了睡的吃之中过去。奶团子已经7个多月了。母妃，今儿有灯会，我们能带着妹妹去看灯吗？
盛夏时节夜市很热闹，时不时就会有灯会。见魏思瑶一双眼睛闪闪发光，苏子涵便点头答应了。记得带上妹妹的东西。魏思瑶现在出门就要大包小包的带，吃的喝的用的，当然最受宠爱的还是皇太后给的夜明珠。哎呀，灯会啦啦啦，去灯会玩喽！思思妹妹长大了，好可爱啊，我能抱抱吗？李球妹有些迫不及待，被魏愁推到一边。去，你个连妹妹都没有的人，你知道怎么抱妹妹吗？我可是有妹妹的，起开，看我怎么抱。思思妹妹，乖，你想吃什么？魏愁堂哥带你吃。哇啊，堂哥够意思。你这么好，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好了，你未来会是个怕老婆的妻管严。小胖子都呆了，这算什么小秘密？再看看周围，李球妹捂嘴憋笑，差点憋不住。思思妹妹，咱们走，不搭理他们。魏愁，你要是敢磕着我妹，饶不了你。少年们说笑着，很快来到集市。魏思瑶最后到了李球妹怀里，小帅哥终于能抱到朝思暮想的妹妹了。过手的那一刻，差点没哭出来。花车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嘴，人群顿时骚动拥挤起来，几个少年瞬间被挤开。李球妹抱着魏思瑶，直接被卷进人流里。魏荣轩和魏子轩都急了，魏子轩更是想直接祭出修为，却被大哥一把按住。别动，我已经让苏家的人去了。舅舅留下的人手果然还是有用的。那我们呢？跟上去。思思，李球妹，你抱紧我妹妹！魏子轩急得嗷嗷大叫，李球妹也低头死死将魏思瑶护在怀里。而就在此时，马蹄声突兀响起。球妹，你怎么在这里？李球妹一喜，抬头果然看到了她大腹便便即将临盆的亲娘。球妹，你怎么在这里？李球妹一喜，抬头果然看到了她大腹便便即将临盆的亲娘。娘，救我！还有齐王府的小郡主思思妹妹。他二话不说，伸手将儿子和魏思瑶一起捞进马车。不知道谁赐来一剑，马夫当场殒命。李球妹一惊，心道今天这事儿怕不是冲着娘来的吧？才想着，林文初已经抽出长剑，挺着大肚子往外走了。李球妹带着思思留在马车里，不准出去。说完他就冲出去，跟来人打斗在一起，正打得酣畅淋漓，一道剑气自暗处冲出，直接将林文初震回马车。他狠狠摔进去，身下流出蜿蜒血迹，再没能爬得起来。娘，什么狗运气，竟然碰上了刺杀！这好像是魔族宵小搞出来的，目的是杀镇北大将军。谁想马车里只有夫人，大将军不再逃过一劫，但是夫人林文初却死了，即将临盆的孩子也没保住，一尸两命啊！马车里的李球妹听到心声，面如死灰。她娘没了，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保住，怎么会这样？李球妹瞬间心乱如麻。娘，你不要死，不要死！哭有什么用？还不如赶紧想想办法，那些贼人要进来了。李球妹根本没有修为，慌乱护在母亲身边。她知道这次必死无疑了。她都没有修为，要怎么救人？哎呀，气死我了！若是我有修为，但凡我能站起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对手。魔族萧小愣了一下，下意识左右看看，什么人都没看见。他举起魔刀就要收割人命，然魏思瑶却开启了拼命挣扎模式。舅舅给的扳指呢？扳指。舅舅给的暗器呢？暗器。嗷，还有毒药的，全都是舅舅给的，都是好东西。小肉手一抓，手心里立刻多了一个扳指，按键嗖射出来，根本不用灵气催动，瞬间把没有防备的魔族宵小射成了筛子。本以为胜券在握了，谁知自己人从马车里滚出来，还被射成了刺猬。周围的魔族宵小立刻蜂拥而上。此刻，街边的屋顶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影，少年单手按住一把古琴，灵气催动之间，古琴流转出如烟似雾的颜色，开若芙蓉，灵气逼人。古琴少年拨动琴弦，琴音浑厚，一个音节便如天籁之音。而对于魔族宵小，这声音无异于追魂曲，3两下拨弄，琴音铮铮，杀人于无形。后有古琴绞杀，马车内更是肆无忌惮地射出各种暗器、暗箭、飞镖、毒刺，甚至还有装了88的炸弹，爆炸后范围之广，真是想躲都躲不掉。暗杀的魔族疯了，日了狗，不说仙门正道吗？用88攻击算什么英雄好汉？马车内射出一道光，瞬间笼罩马车，这是开了护阵。众人再无办法，几个魔族顿时扭头就想跑。远处镇北大将军匆匆赶来，又是一场厮杀。娘，李球妹快要崩溃了，她娘的气息越来越弱了，怎么办？思思妹妹，我求求你，你若是能救娘，我愿一辈子听你的话，鞍前马后。李球妹已经六神无主了，她愿意献出自己，但可惜魏思瑶嫌弃，没哥哥们好看，还叫什么李球妹？不过算了，她是好宝宝，该救还得救。魏思瑶摸出了独一圣手留下的11粒丹药，找了一粒林文初嘴里。
林文初醒来之后，只见自己被一道护阵包裹，他一双手上还残留着金光，那金光缓缓融入身体，让他枯竭的生命力不断充盈。啊呀！魏思瑶急得拼命挥舞小手。大姐，别看了，呼气吸气，赶紧的，赶紧生，不然你儿子就没了。儿子？林文初躺平了，日了狗，又是男孩，没了就没了吧，老娘不想再生了，10个月吃不好睡不好，生孩子还疼死了，不生了。我去，怎么突然放弃希望了？浪费老娘的灵气，好容易把你救回来，你倒是给点力呀！那金光果然是魏思瑶的，没有那道金光，自己早死了。耳边的声音无比着急，明白过来之后的林文初听着听着就乐了。齐王的这个女儿真是个好姑娘，这么点的奶包子，还知道救人呢。再摸摸自己肚皮，林文初突然想努力一下了。老八呀，你跟思思就差了7个月，你努力，还是能青梅竹马的，再培养一下感情的，争取把思思娶回家。要是娶不回来，那真的不如不生你了。李家老八还没生出来，就肩负起了重要任务。他现在直接再去投胎，还来得及吧？很快，杀光魔族宵小的镇北大将军李元贞赶回来，就听到了清脆的婴儿哭声。李元贞大喜，惊呼：夫人，是女儿吗？是个屁，老娘再也不生了。有本事让你8个儿子带老婆回来，刚生出来的也行，老娘给他们养老婆，从娃娃开始养。啊，这也行吗？李元贞瞬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李球妹则目瞪口呆，默默看向魏思瑶。哎，好累，感觉好像是伦家生了个宝宝似的。林文初把她抱起来逗弄，自己生的那个则丢在一边，让李球妹抱着擦拭。思思，你没事吧？老二魏子轩匆忙赶过来，他把妹妹从头看到脚，确定小丫头还能对他笑，这才松了一口气。二哥，我没事，大哥呢？对了，大哥。魏子轩全部心思都在妹妹身上，扭头就把大哥丢了。现在终于想起来了，扭头寻找，才看到魏荣轩匆匆赶来。他额头上有一道不知道什么东西压出来的红印。大哥，思思没事。华灯是看不了了，走吧，回家。将军府就在附近，先去我家歇歇吧。镇北大将军府离着这里依旧一条街，很近。李球妹坚持要请他们去坐坐，一行人来到镇北大将军府。听闻母亲出事，镇北大将军的其他儿子们纷纷赶了回来。魏思瑶，他突然挺想知道，刚生的这个老八打算叫什么。老大李来妹眉头一皱，怎么又是弟弟？老二李昭妹耸肩，完犊子了，带爸的。老三李领妹摇头，跟娘说别做梦了，清醒些。老四李小妹点头，三哥说的对。老五李盼妹打了个哈欠，有事没事，没事儿，我先走了。老六李念妹，五哥等我一起走。齐王府三兄妹都看傻了，真的全家上下都在盼妹妹，一看不是妹妹，竟然没一个搭理老八的。魏思瑶啧舌，老八，你真的好惨。隔着高高的院墙都能听到外面兵马搜查的声音。今天魔族宵小的行刺果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魏荣轩往外看了一眼，还好到李球妹家里暂避，不然他们很可能会被当场带走搜查问话。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回去？魏子轩也感觉到了外面的喧嚣，他有些担心，跟李球妹借个人，回府通知母妃，派人来接。至于他自己的人，自然能不暴露就不要暴露了。很快，将军府的小厮就出门了。而此时，门外却传来了拍门的声音。开门，开门！应天府搜查，开门！好的，搜查怎么搜到咱们将军府了？就这一句话，让魏思瑶愣了一下，手里捧着的夜明珠都不香了。坏了，差点把这茬忘了。魔族萧小刺林文初母子之后，又在镇北大将军府埋了龙袍，蓄意栽赃陷害。应天府的人是直接冲进来的，当时就拿下了镇北大将军府所有人。皇帝大怒，查都没查，就直接砍了镇北大将军李元贞。7个儿子不是充军，就是死在充军的路上。在场所有人都心中一沉，李元贞更是又惊又怒。他起身刚准备吩咐人搜查将军府，外面应天府的人果然已经破门而入了。给我搜！等等，谁准你们来将军府搜查的？李元贞只能硬着头皮上去阻拦。老大李来妹已经机敏地扭头往后宅去了，然而李元贞并没有拦下来人。搜府的人十分硬气，推开李元贞，带着人就往里冲。李大人若是真的问心无愧，就该让我们搜；若是阻拦，那就是心里有鬼。几句话堵得李元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下意识看向妻子林文初，林文初抱着老八，霸气开口：我李氏满门忠烈，自然不怕搜查。若是真有什么，也是别人陷害污蔑。老爷，你现在就去拟折子，我们要亲自向皇上讨说法。李元贞精神一振，扭头就开始写折子。然而折子还没写完，那边就已经搜到了一身龙袍。大人，搜到了，全都带走。魏子轩都看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刚才经历了暗杀，现在又是全家下大狱坐牢，老天这是要弄死镇远将军府一家呀！
子轩走，你快走吧。李球妹忍不住开口，却让魏子轩三人直接被盯上。应天府的人问也不问，直接挥手，来往密切的人也一起带走。哎，他们不是，他们堵上嘴，带走。李球妹被堵上了嘴。魏子轩下意识看向大哥，大哥怎么办？魏荣轩想了一下，抱紧魏思瑶，跟去看看。花灯没看到也不要紧哦，有好玩的了，坐牢去喽。魏荣轩、魏子轩，妹妹这也算苦中作乐了。牢房那种吓死人的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当牢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魏思瑶嘬着手指头，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好黑，好臭，好像不怎么好玩啊。她努力挣扎了一下，大哥，大哥，放我下来，我要到处康康，有没有好玩的？魏荣轩想了一下，低头看看地上铺的干草还算干净，这才把人放下。他和老二都没被下禁制，毕竟在外人眼里，他们兄弟就是个凡人，自然不必下禁制。这就是兄弟二人在牢房里最后的筹码。哦呵，干草还算舒服。魏思瑶满意的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而后翻到角落里，对上一双亮晶晶的小绿豆眼。老鼠。魏思瑶咿咿呀呀的对着老鼠张嘴说话，小老鼠警惕的看了他一眼，很快便闻到了一丝香甜的奶味，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很好闻的味道。他刚想凑过去好好闻闻，就被狠狠啄了脑袋。嘎，本神兽在此，小主人的脑袋也是你能贴的，给老子滚！啊，阿巴，阿巴，不许吵架，这么可爱的老鼠是朋友的。神兽凤凰很不爽，区区一只小老鼠竟然也配跟自己做朋友。他冷哼一声，傲慢的移开目光。大哥，你看，妹妹在爬呢。肉团子晃晃悠悠，看的人很想上去帮忙，小胳膊撑着，魏思瑶摇摇晃晃，一步一趴窝的爬到了牢房栏杆下头。他看到一行衙役凶神恶煞的冲进了李元珍夫妻俩的牢房，因为有禁制，夫妻二人的修为都无法施展，即便衙役只是普通人，依然能一只手拎起林文初。李元珍被捆成了粽子，气得他破口大骂：你们做什么？皇上还未审过下官，你们怎敢？哼，龙袍都搜出来了，证据确凿，皇上老人家审不审你们都得死。不过林夫人，你最好老实交代，这龙袍什么时间做的，做了几件，还有的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说着挥挥手，各种刑具搬了进来，夹手指的，夹胳膊的，钩子，细针，看得魏思瑶头皮发麻。真狠啊！魏子轩脸色青白，连他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是要用酷刑啊！完了完了，屈打成招就真的完了。虽然衙役都是凡人，但没了修为，修士也跟凡人没区别。这牢笼里衙役说了算，一旦扛不住任了，那就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了，更别提翻案了。李元珍几个人听到当即变了脸色，李元珍更是挺直脊背，发誓打死自己都不承认。再说本来也不能承认，都是假的好吗？李大人倒是个硬汉，2只胳膊的骨头都被敲碎了，愣是没吭一声。但后面这些禽兽就把李大人8个儿子弄过来，一片一片刮肉，还把林夫人的尸体拖过来，剥光衣服示众。哎，算了，想想我自己都头皮发麻。总之，李大人您老再硬，也硬不过别人拿你最重要的人威胁呀。而且皇帝根本不想见你，你们一家人真死的委屈。李元珍僵硬了，所以自己最后还是认罪了。而且连皇帝都见不到，然后就这么连翻案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李元珍突然悲怆万分，他自己可以豁出性命，那家人呢？妻子呢？他妻子才刚生产啊！他赤红的眼睛看向夫人林文初，林文初同样也在看他，怀里还抱着刚生的老八，可怜老八名字还没起就要死了。老东西，大不了咱们一起去死，至少一家人团团圆圆。李元珍彻底沉默了。是啊，一起去死，省得遭罪，反正皇帝也不愿意见自己，但凡皇帝不想，谁都见不到皇帝，更别提申冤了。行，那就死吧。他眼睛一闭，完全豁出去了，惊得魏思瑶啊呀大叫。怂，这就放弃了？等等呀，伦家还没施展呢。叔叔，我可爱的小叔叔，你是表现的时候了。突然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衙役并未在意，牢房里最多的就是老鼠、臭虫，这玩意儿叫还不是稀松平常。然而他们才举起刑具，一只小老鼠却猛地扑过来，纵身一跃，直接跳到了衙役身上，张嘴便咬。哎呦，这该死的老鼠！衙役疼得丢了刑具，扭头就要去弄死这只小老鼠。谁知这只老鼠跟普通老鼠不一样，这是一只开了挂的老鼠。青烟炸开，笑气瞬间充满牢房，所有人都跟着抑制不住哈哈大笑，衙役更是快笑疯过去。毕竟普通人对毒的抵抗力更低，笑得也更竭尽全力。妈的，什么情况？有人节约，快
快撤！撤？那怎么行呢？他还没玩够呢。老鼠2号，给我上！又一只老鼠冲进了牙医堆里，又是砰的一声响。这回炸开的是巴巴雷，乱七八糟的东西炸得满身都是，刺鼻的味道更是铺天盖地。本来张着嘴笑得好好的，这下哇的一声就吐了。牙医要疯了，想出都出不去，笑得没力气，又臭到想死，真的太崩溃了。而比起牙医，那些坐牢的犯人更崩溃。本来牢房环境就不好，他们忍了，但尼玛牢房的狱卒竟然不做人了，现在竟然喷粪，这刑罚谁受得了啊？哦，好，哦，我走了。笑气加巴巴雷，绝杀呀！皇上，镇远大将军此举无异于造反，按律当诛。皇上，魔族宵小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集市？一定有内应。镇远大将军突然出现，又搜出龙袍，足以证明他跟魔族宵小有来往，其心可诛。皇上，臣等附议。看着朝臣纷纷附议，齐王魏宏远冷哼一声。本来他跟镇远大将军就不对付，这厮一点脸面都不给他，说话的时候硬声硬气的，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过是给他们老魏家干活的奴才罢了。父皇，儿臣也附议。这种不听话的奴才，死了就死了，现在竟然还敢搞龙袍谋反了，哼，赶紧杀了算了。皇上，这件事太过蹊跷，还要再查。李元贞在清流之中风评还不错，朝廷上还是有人保他，只可惜魏楚业现在正在气头上，毕竟龙袍都摆在面前了，即是魔族宵小作乱，死伤无数，偏李元贞家眷一个都没出事，还平安产子，这让他更加怀疑李元贞了。李元贞将军看来是活不了了，哎，可惜了这么个大忠臣。正想着，一只老鼠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直接跳上了皇帝的龙椅，惊得刘内监差点原地跳起，眉毛都要挑到天上去了。快来人！而此时魏楚业已经看到了这只小老鼠，老鼠嘴里好像还叼着什么东西，吐出来一看，竟然是一颗赤羽夜明珠。赤羽夜明珠稀罕，只有皇后和太后能用，这颗夜明珠好像是赏给魏思瑶的。魏楚业一惊，难道思思出事了？他叫来擅长追踪的修士调出传影石，这才知道魏思瑶竟然在牢里。把李元贞一家子都带上来，连魏思瑶他们兄妹3个一起。魏思瑶，齐王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这3个人排排跪在大殿之上，他才瞪大了眼睛。服了，这3个废物怎么卷进这件事情里的？这可是诛9族的重罪。这3个畜生不但是个废物，还要给府里找事儿，看他回去不打死这3个畜生。啊呀！魏思瑶坐在地上，随着他的叫唤，那只小老鼠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围着魏思瑶转了一圈，这才扭头跑了出去。果然是这小丫头叫来的老鼠，哼，不愧是朕的孙女，真是聪明，还知道指挥老鼠来报信。皇帝双标的厉害，魏思瑶这孩子玩巴巴，他都觉得玩得好。好了，见到皇上了，我皇爷爷是明君，李大人你好好跟皇爷爷解释，皇爷爷一定会听的。魏思瑶咯咯咯直笑，却笑得李元贞想哭。他没想到自己乃至家人的一线生机，竟然是一个7个多月大的娃娃给的。若是真能逃出升天，他就认魏思瑶做干女儿，不做干娘都行。李元贞老泪纵横，魏宏远却气得在一边骂自己女儿。魏思瑶，大殿之上严肃些，笑什么笑？这是皇宫大殿。齐王要求一个小婴儿严肃，跟要求石头开花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标榜自己罢了，老臣不耻。魏思瑶笑得更欢了。哥，怼得好，这个渣渣不必在意他，他不配做我爹，哼哼。不少人频频看向魏思瑶，然并没有一个人出声，皇帝都不发话，他们也就全当没听见。齐王被怼了还不敢发怒，自古言官最大，皇帝都敢怼，他算什么？皇上，李元贞悲愤不已，把自己在牢里写完的折子递了上去，折子用血写的，字字泣血，句句诛心。魏楚业看完了，长叹一声，吩咐：定是有人陷害，来人，听旨，这大理寺、刑部、督察院3司会审，一定查清此事，还李大人清白。一定查清此事，还李大人清白。还清白，而不是查清到底有没有冤屈。这一句话的区别就是天差地别。李元贞一家感激涕零，夫妻俩更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此时一家人在看魏思瑶，只觉得这娃娃浑身冒金光，这就是他们家的福星啊。林文初抱紧怀里的娃娃，耳提面命：你若是不把思思娶回来，老娘剥了你的皮。李家老八哇的就哭了呢。刘内监一声退朝，众人各自散去，李大人一家也被带走。魏宏远气呼呼地走到3个孩子面前，怒道：你们怎么会牵扯上此事？还好父皇英明，立刻分辨出另有内情，不然
齐王府的脸面全都被你们丢光了。荣轩，王你还是大哥，怎么就不能学学锦城，聪慧内敛还是进退？你太让本王失望了。魏宏远痛心疾首，废物也就算了，还如此不省事，这样的子女还不如不要。然魏荣轩二个人却都面无表情，全当魏宏远不存在。只最小的魏思瑶冲着魏宏远张开双手：“阿爸！”废物，本王才不会抱你，丢人现眼，滚回府去！魏思瑶斜着眼睛瞄了魏宏远一眼：“这个渣渣爹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他要他抱了吗？这个渣渣爹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他要他抱了吗？”没瞅见刘内监过来了吗？刘内监笑眯眯凑过来，谄媚把人抱起：“能抱永乐小君主是奴才的福气，一般人可享受不到这个福分的。”没福分的魏宏远，这是在内涵谁呢？刘公公，既然是父皇身边的公公，那他一定要笑脸相迎的。皇上要见永乐君主和2位公子，几位随咱家来吧。2个少年连忙跟上，魏宏远见状也要跟上去。刘内监回头道：“齐王殿下，皇上并未召见殿下呢。”说完就抱着魏思瑶笑眯眯走了。余下魏宏远老脸通红，父皇竟然没有召见自己，为什么呀？无召不得进宫，魏宏远就算是皇子也不敢直接闯进去，思来想去，只能在皇宫外等着。不一会儿，苏子涵得到消息也来到了皇宫门口，结果就看到了同样在门口等待的魏宏远。你教出来的好东西，生了3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本王都没怨你，可你看看你现在把这3个孩子教育成什么样子。王你还是汝南仙门之女，还不如如云会教养子女，没有晚会的天赋，就让他们好好跟锦城学学规矩。王爷慎言，第一，李将军的事情还未有定论，到底如何谁都不敢说呢。第二，嫡出要跟庶出学规矩，没这个道理，这里是皇宫门口，若是被皇上听了去，将来倒霉挨打的绝对不是臣妾的3个嫡子。你魏宏远气了个仰倒，但也明白苏子涵说的没错。他看了看面前的皇宫，终于还是闭上了嘴巴。见这个渣渣终于不出声了，苏子涵这才冷哼一声：“思思说的没错，雄起就对了。魏宏远用孩子压自己，那他就拿皇帝压他，他就不信，这样魏宏远还能嘚瑟？”齐王妃，皇上请。苏子涵点点头，心道终于可以摆脱这个讨人厌的玩意儿了。等等，父皇不召见我吗？小公公不敢招惹齐王，只能道：“说是永乐郡主饿了。”说完扭头就跑。而这一瞬间，苏子涵只想笑。苏子涵昂首挺胸地走进宫门，魏宏远气得要死。不等了，回府！哼！荣轩、子轩，你们在牢房里都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皇帝声音威严，老二有些懵，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魏荣轩却有理有度，先行了礼，而后侃侃道：“回皇上，有狱卒屈打成招，若不是牢房突然冒耗子，可能孙儿和李将军就再也见不到皇祖父了。”屈打成招，皇帝冷了脸色，但很快又恢复如初。他扒拉开魏思瑶的小手，把他的夜明珠拿走。奶娃娃被拿走了玩意儿，啊啊的表达不悦。魏楚夜便塞给他一根仙木做的磨牙棒，那木头打磨的光滑，上面还闪烁着点点灵气光芒。魏思瑶一看，这玩意儿好啊，比啃夜明珠好多了。于是小肉手赶紧抓过来，生怕某人反悔似的塞进嘴里，啃，感受着溢满口腔的陵墓气息。哇咔咔，这个好，啃完了还能直接咽下去，皇帝爷爷最好了，思思最喜欢皇帝爷爷了。魏楚夜被夸得直乐，冷肃的样子都不见了。还有，皇帝爷爷又帅又英明神武，镇远大将军一家的确是被冤枉的，不过好像跟伦家印象中的结局不一样呢。镇远大将军被冤枉，皇帝爷爷大怒，觉得被最信任的臣子背叛，当场就下令杀了李元贞，李家男的充军，女的充教坊。这次皇帝爷爷竟然突然明智了，还知道要审理一下，哈哈哈！难道是我的小老鼠派上用场了吗？魏楚夜嘴角笑容越来越大，这丫头虽然没有修为，但却十分聪明。哦，对了，我记得镇远大将军死了之后，大周突然涌起风言风语，说皇帝爷爷没人性，对功臣也要赶尽杀绝，为此伤了民心。而魔族宵小趁机发动攻击，北方幽冥16州沦陷。幽冥16州沦陷，魏楚夜心中大惊，魏荣轩和魏子轩二人也都十分震惊。幽冥16州当初就是皇太后打下来的版图之一，现在竟然因为镇北大将军的事情失守了。主要也调不出人手，镇远大将军一直镇守的便是幽冥16州，他突然死了，儿子们又充军，新调任的将军不熟悉幽冥16州的情况、地形、民心都无法掌控，幽冥16州撑了还不到3天就完全失守。这么快？魏楚夜又惊又怒，直到这一刻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都是计谋，一定是魔族的人跟朝廷内的奸细串通一气，故意制造了这起意外嫁祸镇远大将军。如果他真的一怒之下杀了镇远大将军，
那才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多亏了思思啊！魏楚夜对怀里的奶团子更加喜爱了，这可是他们老魏家的种。齐王是个没脑子的蠢货，生的女儿和儿子却都十分精明，只能说是汝南苏氏的血统好。魏楚夜心里美滋滋，直接挥手叫来刘内监，告诉大理寺彻查，一个都不能放过。大周的江山是母后和先祖们守下来，谁都别想打主意。去朕的司库拿些东西，朕要给3个孙儿押金，赏，重重的赏。又赏。魏思瑶美滋滋，顺便咂咂嘴。皇祖府除了天才地宝，也可以给人家来2两肉肉尝尝。魏楚夜直接逗笑了，小家伙竟然还想吃肉，你才多大？说话的时候，苏子涵进来了，魏楚夜这才恋恋不舍地将魏思瑶还给他娘。3个孩子在牢里受苦了，带回去好好休息。苏子涵谢恩退出，发现店外堆满了赏赐，刘内监在一边乐呵呵，都是皇上赏赐，给3位小主子押金的，齐王妃带回去吧。苏子涵都惊了，给这么多东西，天啊！姐姐，妹妹来给姐姐请安了。请安？1年才请1回安，到底你是妾，我是妾？一句话怼得柳如云脸色微白，她可怜兮兮看向魏宏远。齐王皱眉，但想到要东西的事儿，他还是道：如云，是你做的不对。柳如云脸色更难看的，但也没办法，只能满脸歉意。姐姐，是如云做的不周到，如云给姐姐道歉。瞅瞅，这姿态做的情真意切。好啦，如云都道歉了，子涵你也大度点。大度？他还要怎么大度？麻溜滚蛋给你们让位置吗？走人也不是不可以，但一他要带走孩子，二这府里的东西他不会白白便宜了柳如云娘几个。对了，姐姐，晚会新拜了师傅，说最近上门一趟，思思的师傅也一起来吧，妹妹想好好招待一下。一想起独一圣手被魏思瑶抢去，柳如云就心里不爽，不过好在也没便宜了别人，不如叫回来，顺便一起教了晚会。柳如云打着占便宜的主意，在座的几个人都能看得出来，魏宏远更是一点就通。都是一家人，让独一圣手连着晚会一起教了。子涵，你是主母，应该把如云的孩子也视如己出。想让独一圣手一起教啊？那王爷就去问独一圣手好了，问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独一圣手。笑话，他是疯了才会让独一圣手教魏晚会，又不是脑子有坑。子涵，你未免太小气。王爷搞清楚，独一圣手的比试是你们自己输了的，独一圣手为什么不教晚会，咱们心里都清楚。既然没那个本事，就少往前贴，省得惹人厌烦。魏宏远快气疯了，齐王本想跳起来骂一顿，再给自己的天才女儿据理力争一下，但一想到今天的来意，他还是生生忍住。对了，还有一早说过的庄子，是不是该给了？提起这个事儿，魏宏远就有些不开心。3个月前说的话，苏子涵到现在还没行动，这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呀。苏子涵早就把庄子处理好了，能收的东西全都收了，顺便弄了一批长不起来的残次种子种下。如此一来，这庄子已经废了。一个废弃的庄子，他有什么好舍不得的？苏子涵痛快点头，让妹妹去挑就是了。妹妹不去挑，臣妾也不知道她想要哪一个。哦，原来是这样啊！魏宏远心里痛快多了，果然子涵心里还是有他的，他可是自己的妻子呢。如云，你想要哪里？柳如云现在的心情是又惊又喜。他没想到事情这么容易，还以为会跟苏子涵对骂好几天呢，这么容易就给了。我记得姐姐说过，有个庄子的人不服管，总是生事，就那里吧，全当是妹妹替姐姐分忧了，全当是妹妹替姐姐分忧了。苏子涵笑了，思思，你可真是娘的小棉袄，柳如云果然要了你说的那个庄子，而这个庄子，你娘我早就打点好了。苏子涵开启演技满分模式，这还是别了，那庄子的人不好管，你管不了的。这是不打算给，不给他就更得要。柳如云笃定道：姐姐你太操劳了，这点事是我该做的。齐王也在一边帮腔，子涵怕不是不想给，给，真的巴不得你们赶紧拿走。苏子涵故意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无奈道：那庄子是真不好管理，算了，拿走便是。拿走吧，到时候出了问题可就不关他的事了，是你们非要拿走的，他可是好心拒绝过的。苏子涵这个开心啊，简直心花怒放。柳如云得意洋洋地走了，庄子到手了，还装什么温情啊？自然是赶紧回去接管庄子。娘亲，柳如云拿走这个庄子后，把庄子上产的灵芝全做成丹药，给自己2个孩子吃了。娘亲，你糊涂，干嘛帮他们呢？魏思瑶急了，可苏子涵却笑得更开心了。庄子上的灵芝做成丹药，呵呵，柳如云啊，他在想屁吃。小奶团子急得啊呀，苏子涵却越来越开心，搞得魏思瑶最后都没脾气了。完啦，他英明神武的亲娘怎么突然就傻了？
哎，算了，反正损失一个庄子也没什么，弹药什么的他们也不稀罕，娘亲的嫁妆还有舅舅那边都负担得起。魏思瑶闹腾累了，含着果泥就睡着了。母妃，妹妹，嘘，妹妹睡了。苏子涵比了个手势，魏子轩吐了吐舌头，娘三个围在床前看睡着的小萌宝。娘，还要果泥，吃。娘仨笑成一团，魏子轩更是暗暗记下了，妹妹喜欢果泥。母妃，我现在已经炼气期3层了。魏子轩忍不住开口嘚瑟，苏子涵满眼欣喜，如今才半年多就提升到炼气期3层了，这么一对比，真比魏锦城那玩意儿强多了。自己给他喂了那么多灵丹妙药，现在也不过才3层而已。大哥马上要晋升了，所以我们就匆匆赶回来了。晋升的灵气波动会引起别人注意，北间全都是不能修炼的，突然冒出晋升的灵气波动，那就真瞒不住了。母妃，还要辛苦您护法。好，很好。苏子涵激动万分，1年不到晋升1级，这世上还能有谁比得过自己儿子？他立刻吩咐云香去外面守着，而后开护阵给儿子护法。魏荣轩一直忍着，现在见一切都布置妥当，这才完全放开。晋升的灵气一波又一波的荡出，紧接着魏荣轩体内疯狂涌动的灵气轰然炸开，即便是金丹期的苏子涵都隐隐有些控制不住，好好的护阵眼看就要被冲破，娘三个都万分惊恐。不行，阵破了的话，秘密就守不住了。母妃，再努力。苏子涵咬紧牙关，现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明明只是炼气期晋升筑基期，可他一个金丹期的修为竟然控制不住，在看护阵摇摇欲坠，真的马上就要散了。此时床上睡着的奶娃娃却倏地睁开眼睛，张嘴开始吸气，连他都控制不住的灵气猛地涌进魏思瑶嘴里。当最后一丝都被他吸进去之后，魏荣轩也完成了晋升。三人被魏思瑶的动作吓了一跳，从来没想到过还有人能把这些横冲直撞的灵气吸进去。三人猛地回到床边，想看看奶娃娃的状态，只见魏思瑶张嘴哇的吐出来一颗灵珠，灵珠呈现热带海洋纯透的蓝色，里面夹杂着金色的碎片，显然是把刚才的灵气压缩成了一个球。母妃，这是什么？妃，这是什么？魏子轩大惊，从没见过好吗？魏荣轩看了半晌，从古籍上见过，有羽化成仙之人能将晋升时四散的灵气凝成灵珠，可那是羽化成仙的仙人啊！三人齐齐看向魏思瑶，刚睡醒的魏思瑶整个人还很懵逼，结果睁开眼便看到3张好看的脸蛋停在面前，一个比一个好看的那种。二娘美，大哥帅，二哥好看。奶宝眸子闪闪发光，像是真的看到什么宝贝一般。三人皆跟着笑了。思思就是思思啊，是他们的大宝贝啊。等苏子涵出去，魏子轩便偷偷摸摸的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喷香的肉味扑鼻而来。肉，是肉。奶团子彻底清醒。魏子轩笑眯眯，思思，二哥偷偷弄了一根排骨来给你做。啊呀，二哥，你是我亲二哥，思思爱死你了，嗷嗷。奶娃娃扑过来，双手抱住肋条就开始啃，跟啃磨牙棒似的，一边啃一边嘬，一边嘎吱嘎吱磨牙。天哪，是肉的味道，嗷呜，好香好香好香！苍天哪，8个多月没尝过肉味了，馋死宝宝了。嘿嘿，好吃吗？好吃，下次哥再偷偷给你带。好吃好吃。大哥，我怎么听说娘给了柳如云一个庄子？对，是给了，娘亲变傻了，为什么要给他庄子？魏荣轩嘴角噙着一丝弧度，13岁的少年看起来帅得冒泡。给就给了，子轩，你且看着吧。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难道娘给的这庄子有什么问题？柳如云开心的要疯掉了。拿到庄子之后，二话不说就联系了自己在庄子上安插的眼线。然当他联系上眼线，准备收割这个庄子上的灵植的时候，才知道一件事。什么？你说庄子上没有可以收割的灵植？不是说庄子上1年4季都有可以收获的灵植吗？是啊，不过王妃娘娘8个月前就把成熟的灵植都收走了，还有一些没养成的也都挖走了。现在整个庄子上只种了一种灵植，要10年才抽条，10年开花，10年成熟。柳如云想骂娘了，还以为接手了这个庄子，立刻就有丹药可以随便儿女吃。结果呢，特娘的，想要做成丹药还得等30年。30年，他儿子女儿说不定都飞升成仙了，还吃个屁！他恨得咬牙切齿，怪不得这么容易就能要到庄子呢，原来早就做好了打算了，这是早就收拾好了等着他呢。这事儿没完。那这灵植咱还种吗？马宇有些纠结，反正才刚种上没几个月，比起等待30年，不如拔了再种别的。种？为什么不种？30年才能长成的灵植，就算只是种子也很昂贵。这都是白给的钱，为什么不要？
再说柳如云也真的穷，娘家指望不上，王府又是苏子涵在管，以前没闹掰的时候自己还耐蹭点好处，现在除了每月的月例，真的屁都没有，而且月例少得可怜，柳如云现在过得捉襟见肘，真的要穷死了。30年就30年，咱们再想办法弄点别的种子种上就行。这么好的地方，不种灵芝可惜了呢。可地里已经没有地方了，那就想办法，附近总有荒地吧，给我扩圈地而已。不过只能说柳如云想得太美了。再过1个月便是皇帝60岁寿辰，宫里宫外都在忙活着，齐王也准备选一个大礼给父皇，选礼物的任务自然交到了苏子涵身上。而这事儿身为母妃的淑妃也在替儿子操心，苏子涵就得宫里王府两边跑。淑妃见他自己来的，忍不住皱眉，怎么不把如云也叫来？说完就让人去请柳如云，嘴里道：你们好歹姐妹一场，要和睦，给公公祝寿这种事自然要一起来。你身为主母，要大度识大体，懂礼数。魏思瑶抱着磨牙棒，斜着眼睛看淑妃，这老妖婆又发什么疯？淑妃为什么又听到那个该死的声音了？淑妃翻了白眼，只觉得这个幻觉真的很讨厌。还有老妖婆，她很老吗？淑妃摸了摸脸蛋，好像脸上的肉是有点松弛，晚上多敷点珍珠粉。子涵，如云的女儿可是天才，你虽然是齐王妃，但眼光要放长远，你对她好，她将来都会记得，等魏婉慧长大了，一定也会孝顺你的。哦呵，你在想屁吃，这大饼画得太假，老娘我都不信呢。魏婉慧会不会孝顺娘不知道，但柳如云一定不会记着娘的好，她要是能记得，也不会宰了娘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举行婚礼。只能说淑妃你真的太单纯哦，不说单纯那是抬举你，只能说你是真傻。淑妃你真的太单纯哦，不说单纯那是抬举你，只能说你是真傻。苏子涵支棱着耳朵，一边偷听女儿的心声，一边默默让淑妃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总之就是不往脑子里入。他在一边点头，母妃您说的都对。对，什么都对。总之问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她就是如此优秀的好儿媳。淑妃果然开心了，瞧，她就说嘛，儿媳妇就得听婆婆的，这才叫孝顺。淑妃很满意。很快柳如云就带着魏婉慧来了，因为要商量送礼的事情，嬷嬷就把2个奶娃娃送到里屋的小床上，命宫女看护。呀，魏思瑶拍拍身边，你过来。魏婉慧疑惑地歪了歪脑袋，阿巴，笨，到底谁说你是天才的，让你过来坐？这位天才萌宝反应了一会儿，这才晃晃悠悠爬起来，努力站稳，晃悠着走过来，而后腿一软，啪叽一声摔在魏思瑶面前，五体投地。哎呦妈呀，还没过年就磕头了，没钱给你啊！哎呀，还没过年就磕头了，没钱给你啊！魏婉慧默默爬起来，小短胳膊环在胸前。我来啦，干哈？偷吃呗，叫你来还能干哈？魏思瑶笑眯眯从储物袋里掏出自己私藏，哦不是，是2个哥哥，还有他们几个同学的头喂，苹果泥、桃子泥、杏子泥。小瓷罐递过去，呀，给吃。不用跪了，谢谢我就行了。俩团子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在淑妃的寝宫里偷吃果泥。魏婉慧快1岁了，但还没吃过这些东西。柳如云对这个天才特别上心，每天吃的都是灵芝做的东西，喝的灵兽的奶，这些普通的东西他是不屑于给女儿吃的，拉低天才的档次。魏思瑶舔得满脸果泥。呀，好吃吗？魏婉慧脑袋都伸进瓷罐里去了，呀的声音传出来，还带着回音。好吃，太好吃了。魏思瑶霸气又拿出一瓶别的口味的。呀，来换个口味继续吃。魏婉慧一听还有别的味道的，口水抑制不住往外流，衣襟都湿透了，可惜脑袋拿不出来，急得她嚎啕大哭。婉慧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是不是思？她猛地闭嘴，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心惊胆战地看向苏子涵。然苏子涵就像没看见，一脚踏进屋门，惊呼：哎呦，我的小天才，你可真是个天才啊！笑话，魏婉慧不是天才吗？被思思一个废物欺负，可能吗？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脑袋这是没进化好是不是？偷听了这么久女儿的心声，苏子涵别的没学会，闺女骂人的话学得一溜一溜的。只可惜她的心声别人听不见，若是能听见就好了，看她不气歪柳如云的嘴。果然，淑妃的心也稍稍安了下去。也对，天才不可能会被废物欺负的。然而当她看到眼前的一幕，也诡异的安静了。这2个奶娃娃，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坐着的那个抱着比他脑袋还大的瓷罐，正伸手抓着里面的果泥往嘴里塞。见他们进来，怕被抢，魏思瑶更是加快了动作，馋得几乎整个小手都塞进嘴里，
可惜人虽然馋，但身体还不协调，手都塞进去了，果泥却没舔下来多少，全都带出来，而后呼了满脸、满身、满床。本宫的床啊呀！了，罐子套在头上，因为看不见东西，急得哇哇大哭，脚下还不停，到处走，结果砰砰砰一直撞墙，越撞越哭，急得哇哇的。淑妃都无语了，也不知道这天才是真蠢还是装蠢。婉慧，谁把罐子套在你脑袋上的？是不是？柳如云故意看向魏思瑶，看来是笃定魏思瑶欺负她女儿了。苏子涵在心里呵呵冷笑，扭头问宫女怎么回事，说仔细些。宫女便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到魏婉慧嘴馋贪吃，把脑袋伸进去拿不出来的时候，连魏思瑶都在一边偷笑。啊，笨！啊哈哈哈，笑死我了，真服了，偷吃个果泥都能把脑袋塞进去，要不要这么蠢？淑妃也深以为然，她第一次觉得这幻觉也不是一直惹她生气，现在就让她十分认同吗？好了，帮她拿下来。宫女连忙来帮忙，可惜套进去容易，拿出来真的很难。魏婉慧已经受了惊吓，根本停不下来，嗷嗷嗷的又哭又闹，罐子一往下哪个就疼得她嗷嗷哭。柳如云急了，怒道：你们到底会不会弄？两个宫女见状都不敢动了，既然如此，你自己来好了。柳如云气急，只能自己上手，然而轻了拿不下来，重了女儿又哭，柳如云急得团团转，她自己也毫无办法。娘娘还是请御医来吧。淑妃也着急呀，这可是资质最好的孙女了，可不能出事，于是扭头就吩咐叫御医。淑妃的寝宫一团乱，苏子涵就在一边冷眼旁观。如果套在罐子里的是自己的女儿，淑妃也会这么担心着急吗？正想着，淑妃扭头就骂起了魏思瑶：你这个废物，竟然如此害你姐姐，你看看现在怎么办，都是你害的。好了，确定了，绝对不会担心的，说不定还会骂自己的女儿蠢呢。苏子涵彻底清醒了，真的一点念想都没了。他正想说什么，魏思瑶却直接爬到魏婉慧身边，猛地把她往墙上一推，砰的一声脆响，啊呀，罐子碎了，魏婉慧的脑袋露出来，哭得哇哇的。淑妃松了一口气，柳如云却气得破口大骂：若是伤了婉慧怎么办？她还想接着骂，然而自己女儿不给力，魏婉慧哭了没两声，就舔了舔嘴巴，然后馋兮兮地爬到魏思瑶身边，抱住她的瓷罐，抓了一把塞进嘴里。这个是桃子味儿的，好吃，还要……柳如云往她如此担心女儿，偏这个来讨债的东西竟然跟小畜生是一伙的，嗷嗷嗷！你！柳如云还没你出个所以然来，魏婉慧又把脑袋塞进去了。淑妃、宫女、苏子涵好想笑，神啊，要憋不住笑出来了，啊哈哈哈哈！阿巴！魏思瑶快要气死了，自己好心请他吃果泥，这个混蛋竟然自己一个人霸占了一罐子，你脑袋都塞进去了，让他还怎么吃啊？奶团子气得哇哇骂人，魏婉慧这会儿不哭了，伸出舌头使劲舔，也跟着啊啊的叫唤，好吃，还要再来，老娘再给你吃，就跟你姓。淑妃彻底无语了，扶着脑门只想叹气，不过好在御医飞速赶来，看了一下现在的状况，便做了一个跟魏思瑶一模一样的决定，那就是用小锤子敲开瓷罐，终于露出魏婉慧的脑袋。娘娘，以后若是再有这种情况，想办法敲碎瓷罐就行。婉慧小主子资质卓绝，这点凡人用的瓷罐子伤不到她的，所以永乐小郡主做的就很好，虽然不到9个月，但是十分聪明，第一时间撞碎瓷罐子，救了婉慧小主子。永乐郡主大大的功臣，第一时间撞碎瓷罐子，救了婉慧小主子。永乐郡主大大的功臣，御医差点把魏思瑶夸上天，人家的确处理得不错，而且还是皇帝宠爱的小郡主，当然要可劲儿夸。直到这一刻，柳如云彻底无语，闭上嘴巴。行了，退下去领赏吧。淑妃打发了御医，回头看看魏思瑶，再看看魏婉慧，两个都是吃货，只是魏思瑶这个吃货能聪明些，魏婉慧这个吃货真的就只知道吃。可就算再聪明，不能修炼也毫无用处，所以还是婉慧更可爱一些。子涵，你先带着思瑶回府吧。苏子涵应了声，就带着女儿走了。淑妃让他走，却不让柳如云走，这是还有事情要交代，说不定还要赏赐一些东西。苏子涵想明白这一点，心里就越发不痛快。哎呀，娘亲不要皱眉头，皇帝爷爷的寿辰礼物，思思帮娘亲送，绝对震惊所有人的豪华大礼，保证皇帝爷爷原地蹦起。苏子涵眨了眨眼睛，原地蹦起，那得是什么礼物？你们可是不知道，当时我以为我们全家人都死定了，诛9族都是轻的，多亏了。李球妹顿了一下，看向魏思瑶，奶团子根本没管他们说什么，她尽心尽力地扒着桌沿，
盯着桌子上的饭菜流口水。羊肉的味道好香啊，羊排能让我啃啃吗？不能吃肉也可以给块骨头啊，嘬骨头也是很解馋的呀。哎呀，还有螃蟹，螃蟹也很好吃的呀。蟹肉我能吃吗？不能吃的话，给我个蟹腿嘬一嘬吗？奶团子口水哗哗流。李球妹本来还挺感动的，现在感动没了，只想笑。思思真是可爱啊，若是换了别人救了他们一家子，肯定有所求，但是思思没有，这就是个吃货，能求啥？最多求一根骨头。思思妹妹，这是我娘做的，这是苹果泥，这个是南方的亲戚送来的芒果做的芒果泥，还有雪梨山楂泥、草莓苹果泥、樱桃泥。魏思瑶的眼睛亮了，一把抱住一大堆瓷罐，低头就往储物袋里塞。嗷嗷，我的，全都是我的，我的，哈哈，魏晚会一定会馋死的，绝对。魏晚会，听到这个名字，兄弟二人都皱了皱眉头，他们都觉得一定是魏晚会故意接近妹妹的，看来以后要小心魏晚会了，才1岁就这么有心机。等你能吃肉了，我让我娘给你做肉泥。我爹出征那个地方，有的是上好的牛羊肉，比咱们这里的好吃的多呢。吼吼，球妹哥哥，最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帅了呢？稀饭你哦。魏思瑶笑哈哈，逗得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魏愁更是拿出一堆灵果做的果泥，也塞给他。思思妹妹，这都是灵果做的果泥，吃了对身体好的，都给你吃。堂哥，看在你这么好的份上，告诉你个小秘密，你爹燕王准备的寿礼还是换一个吧，这个礼物被人动过手脚了。几个好朋友彼此对视一眼，却都心照不宣的没有说话。来，庆祝球妹有惊无险，干一杯。魏愁举起酒杯，他们喝的都是很柔和的果子酒，酒味很淡，甜味很重，几个人齐齐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李球妹放下酒杯，就很体贴的把羊排上的肉全都剔掉，而后递给魏思瑶一根骨头。魏思瑶激动到流泪，赶紧抱住骨头，低头猛嘬。好香，好吃，好激动，嗷嗷，是肉，是肉的味道，好香，好吃，好激动，嗷嗷，是肉，是肉的味道啊！感觉好像快要长牙了，不过他这口牙长得还真慢啊，都10个月了才开始长。不过记得老人说过，牙齿长得晚就掉得晚，看来他能吃很久的美味佳肴了。哈哈。球妹哥哥，你人不错，那也告诉你一个大瓜吧。李大人此次出征，小心2个人，一个是他从京城带走的人，一个是幽冥16州一个阳关，好像叫赵明礼。哎呀，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总之这2个人，一个是奸细，一个是魔族的人。当初那个被派去幽冥16州的人，就是信了这2个人，才导致幽冥16州3日完全沦陷，最后被皇帝爷爷以失职的罪名斩首示众。斩首示众。魏愁担忧地看向李球妹，少年咬了咬牙，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酒。荣轩、子轩，我们老李家欠你们的，放心，我记着，我哥哥们记着，我娘、我爹都记着，今儿就不待了，我先走了。李球妹抱了抱拳，扭头走了。魏愁看看几个好兄弟也抱拳走了，他也得赶紧回家，回去看看他那自寻死路的爹到底找了个什么要命的寿礼。好好的聚会就这么散了。母妃，思思和魏晚会之间发生了什么吗？苏子涵便把皇宫里的事情说了，不过没提柳如云抬着箱子回来的事情。不过魏荣轩心里也有数，淑妃把人单独留下，肯定是有交代，这才是重点。过几天皇上大寿，你们几个都得去，叫魏锦成来，他的新衣裳也做好了。柳如云住进来之前，魏锦成还天天给苏子涵问安，现在嘛，半个月能来4、5次就已经很多了。苏子涵全当不知道，依旧表演着一个疼爱养子的好母亲，天天让云香去嘘寒问暖。可魏锦成毕竟年轻，藏不住，也演不像。于是府里渐渐起了流言，下人们都说锦城少爷最近有些飘了，似乎不把王妃娘娘放在眼里了。公子，您看。魏锦城的小厮双寿小心翼翼询问，毕竟最近府里的风言风语实在是有点多。不然您还是多往王妃娘娘那里跑跑，这些话着实不好听。知道了。魏锦城打发了小厮，心中不爽，去的多还是少，自然是自己说了算。府里的奴才就是多嘴多舌，等他掌管了齐王府，一定拔了这些奴才的舌头。魏锦成皱紧眉头，冷哼一声进了演武场。不过他并没有修炼，而是从演武场一处小门直接进了柳如云的院子。住到这里，方便他经常进出。魏锦成自然没时间再去苏子涵那边。锦成，柳如云看到儿子便十分开心，拉着他走到木箱边道：“这都是淑妃娘娘赏赐给咱们的，这些丹药都是给你的，还有衣服。”说到底，淑妃还是疼爱自己的，不是吗？苏子涵可什么都没有呢。柳如云心中得意，嘴上还是担忧儿子。锦成，最近府里下人胡说八道，我看你还是多去苏子涵那里问安比较好。不去。
她又不是我娘亲，还要天天管着我，我连开口说什么话都得考虑清楚了才能说。我不喜欢她。少年说出了心里话，他本来就不喜欢苏子涵，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自己从小不得不离开母亲，被寄养在她膝下，说话做事还得三思而后行，不然就会像现在一样，被一群奴才窃窃私语。娘知道，娘也不喜欢他。柳如云听得心花怒放，瞧啊，这是他亲生的儿子，苏子涵养了10年又怎么样？心里依然只有他这个娘。只是你皇帝爷爷寿辰，到时候你还得跟着苏子涵进宫，娘怕他为难你。哼，为难就为难，齐王府将来是我的，到时候我第一个把他赶出王府。若是苏子涵听到这话，一定会气死吧。柳如云越想越开心，他巴不得苏子涵赶紧听到这些，却又不希望苏子涵听到。若是苏子涵知道了，他儿子就完了。对，忍耐，忍耐。于是他又劝了好一会儿，这才把魏锦成劝回去。魏锦成回去没一会儿，果然云香就来请他了。到了王妃住处，魏荣轩和魏子轩已经在了。他来的有些迟，魏锦成赶忙道：母妃最近修炼到了紧要关头，所以来迟了。母妃知道，你尽心尽力修炼便是，我这里可以不来也没关系。若是下面有奴才嚼舌根，你尽管告诉母妃，母妃给你做主。府里的风言风语，当家主母又怎么会听不到？但苏子涵真的巴不得魏锦成不来，这孩子将来就是用来恶心魏宏远的，留下正好，但是不要来自己面前蹦跶就行。魏锦成闻言这才放心，心中更加笃定，以后能不来就不来。这是这个季度的丹药。对了，菌菇汤还在一直喝吗？是，师傅说菌菇汤对我大有益处，多谢母妃。哦呵，还在喝呀？那可真是要给你鼓掌了。娘，魏荣轩这个废物，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死了算了。他可不能死，他就是你们兄妹俩的替换，将来你们若是灵根受损，正好挖他的换给你们。魏锦成眼睛一亮，终于露出笑容。原来不光是个废物，还是个移动的人体灵根仓库。呵，也对，这废物也就这点用处了。你父王说了，会给你准备一份单独的礼物，这次在皇帝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一番，知道了吗？能不能入了皇帝眼，进而挤掉魏荣轩成为齐王世子，就看这回了。我知道了，娘，你放心。而另一边，李求妹也将自己听到的心声告诉了李元贞夫妻。夫君，自己人这边咱们要如何分辨啊？另一个人连名字、职业都有了，很好找，但是这个从京城带走的人却让林文初十分忌惮，因为想找出来太难。李元贞想了一下道：也不难解决，总之老夫要等到皇帝寿辰之后才会离京，等我再给皇帝上份折子，到时候什么都知道了。见亲爹有主意，李求妹这才松了一口气。总之思思妹妹的心声她带到了，一切就只能靠爹爹万分小心了。李求妹这边进展顺利，不过魏愁那边进展就不怎么顺利了。父皇，都传开了，说您准备的礼物绝对震惊四座，是整个大周乃至天下独一份。儿子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抓心挠肺的好奇。父皇，反正明天就是皇帝爷爷寿辰了，您就给儿子看一眼，就一眼成吗？燕王魏子期晚上喝了点小酒，正是心情好的时候，魏愁这马屁又拍得恰到好处，他一高兴就叫上府中子嗣一起去司库参观。长子魏秦带路，魏子期盯着长子的背影，心道他家的儿子可比齐王家的强多了。自家长子虽然不是天才，但天赋也不差，现在练气7、6层，简直秒杀南间那一群富家子弟。嘿嘿，想必整个京城内，不，整个大周，14岁之前达到练气7、6层的都没几个吧。这么一看，自己儿子还真是很优秀。至于魏愁，魏子期不屑地撇嘴，没修为是个废物也就罢了，还长得丑，瞧瞧那根大饼一般的大胖脸，可惜他娘是京城里有名的大美人，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又胖又丑的废物？这孩子不会不是自己的吧？燕王越看魏愁的脸，越觉得这孩子说不定还真不是自己的。不行，有时间得好好查一查。很快一行人来到了司库。这是……众人惊呼一声，魏秦得意开口：这是一个凤凰蛋，而且马上就要孵化出来了。破壳而出的凤凰第一眼看见谁，就会把谁认作主人。我大周还未有一个人养过神兽，听说七星堂有一只神兽凤凰，咱们这只恐怕是整个大陆第2只凤凰了。你们说金贵不金贵？凤凰蛋。周围响起抽泣声，众人皆瞪大眼睛。世上神兽也就只有高等级的修士才有缘见过吧，他们真的从未见过呢。魏愁也在认真打量着这个凤凰蛋。思思妹妹说过，这蛋被人做过手脚，呈上御前，他们一家都是死罪。可他这个肉体凡胎真的瞧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怎么办？这事儿他该如何开口，父皇才会信他？蹙眉的时候，魏子期就要把凤凰蛋收起来，眼看没时间了，魏愁咬牙豁出去了。他假装脚底打滑，直接扑到箱子上，把凤凰蛋撞飞出去。这只蛋啪叽一声砸在地上，稀碎的
谁都没有注意到，但内涌出一丝黑色的气息，直冲魏琴而去。魏琴有修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第六感却让他感觉到了危险。他想也不想，直接躲在魏愁身后，那黑色的气息便钻进了魏愁的身体。魏愁只觉得浑身冰冷，连骨头都要动起来了，牙关咬得咯咯咯响，脸色煞白，冷汗直流。神，什么情况？混账！你竟然砸了父皇准备的寿礼！魏琴先咬牙开口，他察觉到危险消失，应该是魏愁替自己挡下了，但那又如何？比起那根本不确定的危险，凤凰蛋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果然，魏子弃惊的酒都醒了，燕王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命人把魏愁关了起来。好容易找到的凤凰蛋摔碎了，燕王还得再去找礼物，一晚上的时间无比紧张。魏子期现在恨死了这个废物，又胖又丑又废，现在还要再加一条，又蠢，气死他了，这个蠢货。阿巴阿巴，见了鬼，怎么是你？黄玉笑眯眯，用表情忽略了魏思瑶语气中的嫌弃，伸出一根手指，继续戳魏思瑶那肉嘟嘟、软乎乎、弹性十足的脸蛋。可惜现在的魏思瑶已经10个多月了，伦家已经不是当初百日宴上那个啥都做不了的小宝宝了。他可以还击了。肉团子皱起可爱的小眉头，往后一闪，躲开黄玉的手，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黄玉留下的11粒丹药里唯一剩下的那1粒毒药塞进了黄玉嘴里。看他咕咚一声咽下去，魏思瑶终于露出笑脸。咯咯咯，孩子的笑声又单纯又美好，周围的人听到了都跟着一起笑，谁都不知道魏思瑶塞给黄玉的竟然是毒药。黄玉他能说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丫头果然天生就是给自己当徒弟的料。黄玉忽然就笑得更灿烂了，看得魏思瑶头皮发麻，他下意识就想退后，果然下一秒，黄玉突然靠过来，狠狠亲了他肉脸蛋一口，顺便低声威胁：亲到了，毒传给你了。阿巴，啊呀呀，阿巴阿巴阿巴，你是不是有大病？我真服了，日了狗嗷嗷！奶团子气得破口大骂，小肉手不断在脸上摸来摸去，嫌弃的表情表露无遗。毒医圣手心情十分舒畅，嘴角的弧度也不自觉变大。艾玛，他就说这世上不会有人暗算的了自己，更何况用的还是自己炼制的毒药，这点毒性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他身上还有解药。黄玉笑眯眯，下意识就想吞解药，结果下一秒张嘴哇的吐出一口血来。怎么会这样？他惊了，抬头看魏思瑶，奶娃娃脸上挂着2个大泪泡，撅嘴皱眉，嫌弃的不要不要的。他正翻着储物袋，先用花露给自己擦干净，再消消毒。嗷呜，毒，走开，毒，走开，走开。再看看黄玉，这厮竟然还真的吐血了，小丫头泪泡还挂在眼下呢，嘴巴却咧开笑了。这货不会真的以为那丹药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他吧？哈哈哈哈，中招了吧，爽！就是这么开森。师尊，师尊你没事吧？哈哈哈，你们师尊吃了他自己的丹药，中毒了。耳边响起的声音让众人一副见到鬼的表情。黄玉不是毒医圣手吗？瞅瞅这名字，不就代表医术高超，用毒更高超吗？这还能中毒？还是吃自己的丹药？怕不是吃了过期的丹药？不少宗门的人还在为黄玉解释。奶团子撇嘴，没过期，只是伦家给他加了一点点料。草药这种玩意儿，用对了是药，用不对就是毒，相生相克，一不留神就能血溅当场。魏思瑶只是稍稍加了一味相克的东西罢了。啧，效果还不错，哼，让你戳老娘脸蛋。他肉嘟嘟的可爱脸蛋是留给娘亲亲的，你这个变态离人家远一点。师尊，师尊。黄玉却淡定的一摆手，细细回味了一下口腔里的味道，只见他随便又拿出几种灵植，甚至都没炼化成丹药，直接塞进嘴里咽下，果然很快就好多了，只是身子还有些发软。儒雅男子的眸子死死盯着魏思瑶，半晌笑笑：齐王妃，本尊没看错人，你的女儿的确最适合做我黄玉的弟子。被下毒，他真的一点都不生气，自己宗门弟子众多，还没有一个有如此的鬼精明。奶奶的，终于找到下家了，他脑袋上这顶帽子终于可以丢出去，然后自己就可以抛弃医术，抛弃治病救人，好好的玩毒药去了，爽。果然是个变态，鉴定完毕。王妃，怎么回事？刘内监察觉到这里的骚动，特地过来看看。子涵，你怎么连孩子的都管教不好？到底是怎么弄到毒医圣手吐血的？魏宏远这次还真没冤枉魏思瑶，然而苏子涵讨厌他质问的语气。再说，毒医圣手怎么了？思思才10个多月，他能有什么坏心思？这仙尊吐血了，严重吗？找御医给您看下吧。刘内监知道宫里的御医比不上毒医圣手，别说黄玉，连黄玉手底下的人都比不上，但还是要说一下的。黄玉摆摆手，保持得体微笑，温文尔雅。无事，我就是过来看看我的亲小徒弟，他真的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聪明了。那您吐血？哦，逗他玩而已。吐血逗婴还玩，
也是没谁了。皇上驾到！众人纷纷回到席位准备好，齐王却狠狠瞪了苏子涵一眼。你就该把这个惹祸的东西送到他哥哥那边的席位上。3个儿子的席位在太子后面，跟他们是分开的。魏宏远觉得这个女娃娃就是个克星，专门惹他不痛快的。这个渣渣爹真的是越来越讨厌了。哦呵，你不惹事，别把别人的孩子寄养在娘亲名下呀！还要伪装成战场遗孤，你可真不惹事啊！齐王殿下。坐得远的听不到，但齐王身边的群众却猝不及防被塞一口瓜。哎呀妈呀，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别人的孩子，谁的孩子啊？哎呀妈呀，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别人的孩子，谁的孩子啊？总之肯定不是齐王的。有瓜吃，所有人都支棱起耳朵偷听，甚至有人干脆闭上嘴停下聊天，专心竖起耳朵偷听。艾玛，急死了！刚才那声音也不知道是谁的。总之，你快一点往下说啊，到底是谁的孩子？有了妻子，却背着妻子，跟妻子的表妹混在一起。齐王你可真是好样的，还没过门呢，就已经生下儿子，儿子还跟魏子轩一般大。可怜齐王妃这顶绿帽子戴了这么久，今年表妹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迎进门的。还没进门呢，孩子就俩了。哦，对了，头一个儿子不是你的哈，头顶一片青青草地，还要把别人的孩子含辛茹苦养大，连齐王府都一并送出去。渣齐王你又绿又大度，也是没水了。有人不小心摔碎了手里的杯子，心中直呼刺激。我的妈呀，真的太刺激了好不好？小妾生的第一个儿子竟然不是齐王的。一时间吃瓜群众纷纷望过来，连带着看齐王的眼神都变得十分古怪。这些人为什么如此看着自己？燕王看了眼这个弟弟，一脸欲言又止。他顺便又好奇，刚才的声音到底是谁啊？他看了半天都没找到说话的人呢。不过这瓜可真大，真刺激。现在他一看到魏宏远，都觉得这人的脑袋冒绿光，真的不要太耀眼。于是，在众人吃瓜的眼神之中，皇帝魏楚业姗姗来迟。皇帝做开场发言，一通絮絮叨叨之后，直接开席。听说了吗？齐王府的3公子魏景成根本不是捡来的战士遗孤，是齐王的私生子。什么这么刺激的吗？本来这心声也就只有修为的人听到了，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更刺激的还在后面，这个儿子不是齐王的，齐王被人戴了绿帽子，头顶一片碧绿森林，刺激不刺激？太刺激了，简直刺激死了好吗？众人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越看齐王的脑袋越绿，简直冒着莹莹绿光。众人低头窃窃私语，却一致避开了淑妃以及齐王一家子。笑话，这种瓜自己吃就算了，派去当事人面前说，这是嫌命长了吗？淑妃眼看众人偷偷打量自己，她也觉得大家的目光十分奇怪，但也没过多在意。把永乐郡主带上来。马上就是献寿礼的环节了。这些贺礼，她很想听听大孙女的心声。旁人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只觉得震惊。齐王绿帽子都戴冒光了，谁想生的这个闺女却入了皇帝的眼。旁边燕王更是忍不住凑过来低声道：老12，你生了个好闺女，有什么用？不过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罢了。皇恩圣宠，也宠不成天才，真的屁用没有。燕王有些诧异，再想想被自己关在柴房里的魏仇，他也忍不住点头。你说的也没错，他们燕王府也只能指望长子魏秦，老12的3个嫡子都是废物，真的谁都指望不上。父皇，儿臣为父皇送上5品妖兽赤焰白玉虎。太子魏如期先站出来献上礼物。待看到阵法困住的硕大老虎，众人俱是一脸震惊。5品妖兽已经结出妖丹，妖丹对于修炼之人有大用处，而且5品妖兽约等于金丹期的修为，这一身皮毛连带骨头都是好东西啊。最重要的是，赤焰白玉虎若是养到8品，就可进化成赤焰白虎，跟神兽白虎就差了一点而已。哦呵，这老虎不错哟，太子大伯费了好大劲弄到的。我记得太子好像还因此受伤了，虽然得到医治，但是赤焰白虎的虎毒却还有残留。魔族宵小攻进来的时候就利用这一点，太子为了不做魔族宵小傀儡，自裁于临绿关。闻言，皇帝的心猛地一颤，连他左右的太后和皇后心里都是一阵突突，尤其皇后，太子是他第一个儿子，聪慧又有天资，修为、能力、治国都不错，这样一个完美的孩子，竟然会在面对魔族宵小的下三滥手段面前下定决心自裁。皇后月燕莎顿时红了眼睛，皇帝更气得皱起眉头。魔族宵小，又是魔族，这些人早在1000年前就被赶到北边苦寒之地，这怕是又蠢蠢欲动了。如期，你没受伤吧？回母后一点小伤，不碍事的，已经让御医看过了。
哎，御医不行的，那谁，神农宗的独医圣手不是在线吗？让他出来给看看。不过这个变态医死不医活，哎，若是我长大一点，倒是可以试试的。我就这样那样再那样，勾勾手指头，太子的毒就解了。随着他的心声，众人只见太子身上突然多了一道金光，这金光在宴会上是如此耀眼，众人满脸震惊地看着，便看到一丝妖冶的绿色光芒被金光逼出来，紧接着同金光一起消散在风中了。什么情况？太子这是中毒了吗？天，那道金光是怎么回事？究竟是哪个仙家出手帮忙了啊？能凝出金光的，至少也得是元婴以上的修为，这样的修为已经算是很厉害的大能了。到底是什么大人物出手了？人们异常震惊，宗门的人也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但是他们感觉不到一丝灵气波动，好像那个凝出金光的人根本不存在一般。到底怎么回事？哈，解毒了。月燕莎松了一口气，刚她的心一直提着，直到听到魏思瑶的心声，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的儿子没事了。看着皇帝怀里抱着的奶娃娃，月燕莎是越看越喜欢，甚至都不去管自己儿子了，低头开始逗弄魏思瑶。永乐，永乐，看皇奶奶，叭叭笑一个。咯咯咯。魏思瑶十分配合，因为看皇后做鬼脸什么的，她3辈子都是头一回见啊。皇后奶奶做鬼脸，你是有天分的。底下魏如期也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她无比确定残余的兽毒已经清除干净了，而且运转灵气也不会出现停滞的感觉了，真的太棒了。太子十分欣喜，抬头却见自己从来不苟言笑的母后竟然在做鬼脸。嗷呜，我的太合金狗眼要瞎了。不过刚才就自己的到底是谁啊？这声音突然出现，让人摸不到头脑，而且大家都没什么反应，难道就自己听得到？太子有些疑惑，但除了皇帝、皇后和皇太后，周围的人的确都没听到，毕竟离得太远。刚才的事情谁都没反应，太子也只能当不知道，叩谢之后就退了回去。这儿臣给父皇送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祝父皇万寿无疆，江山永固。一幅画，燕王竟然送了一幅画，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不是说画不好，只是这画又不是灵器，也不是法宝，就真的只是一幅普普通通的画。前有太子的五品妖兽在前，这幅画真的不够看啊！咦，不对呀，燕王不是准备送凤凰蛋的吗？为什么变成了千里江山图？凤凰蛋，皇帝果然振奋起精神，他看了半晌千里江山图，忽而问：你一早就选定这个礼物了吗？燕王心里咯噔一声，他的父皇英明神武，既然这么问，说不定父皇已经知道他准备了凤凰蛋了。想到这里，燕王赶紧解释：回父皇，这的确不是一早准备的礼物，只是昨晚礼物被儿臣那无能的三儿子打碎，儿臣只能连夜选了这一幅千里江山图。但不管送的是什么，儿臣对父皇的心天地可见。原来打碎了。魏楚夜刚要点头，魏思瑶的惊呼声便传来了：我去，不是吧？打碎了！我的妈呀，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凤凰蛋有多要命啊？按照原来剧情，那凤凰蛋今天会被送给皇帝做寿，可这个蛋被人做了手脚，并且在寿宴上被人打碎，里面的魔气会侵入皇帝体内。英明神武的皇帝从这天开始，脾气会变得喜怒无常，国家治理也会越来越混乱。不出10年，就有人打着清君侧的口号造反，可惜那时候太子已经阵亡，大周再无能继承大统之人。这下连燕王都惊了，他猛地抬头，下意识看向四周，却什么都没看到。此刻4个人的神情都不好看，燕王的冷汗更是眨眼之间就打湿了衣衫。什么？自己送的凤凰蛋被人做了手脚，里面被人埋入一丝魔气，然后父皇他会后面的事情，燕王都不敢去想，越想他越胆战心惊。一阵凉风吹来，冻得他浑身颤颤。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过来，魏仇哪里是在搞破坏，他简直就是救了自己，救了整个大周。不行，待会他就要回去叫人，赶紧把魏仇放出来。燕王说他三子打碎了凤凰蛋，燕王三子好像是魏仇吧？那个小胖子要完了，皇帝有修为还压不住这道魔气，魏仇没有修为，若是中了这道魔气，怕不是要死了？要死了！燕王心中更震惊了，他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严重。皇太后皱起眉头，她担忧地看向皇帝，前几次还能推到皇帝身上，说什么宫里有上古古籍，古籍上啥都有，可现在怎么办？古籍似乎也不好使了。老三呐，怎么不见他？你是不是责罚他了？今天朕的寿辰也想看看孙子们，你叫他来。只要进了宫就好办了，御医都在，还有宗门的人也在，魏仇不会有事的。太后终于放心，魏思瑶在皇帝怀里伸手，努力够桌上的肉骨头。嗷呜，差一点，就差一点点了呀呀！
刘内监吩咐人去请魏仇了。燕王满头大汗退下，也命人赶紧回府看看情况。很快就轮到齐王送寿礼了。魏思瑶差点就要够到肉骨头了，可惜他爹一出来，皇帝挺了挺身子，他的肉骨头又远了。奶团子气到流泪，越看他爹越觉得晦气。嗷呜，这个渣渣真的太晦气了，就是天生来克自己的呜呜呜，我的肉骨头。对了，我爹送的什么礼物来着？忘记了，反正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好东西，毕竟渣渣爹没钱又没关系。不过这里好像没把娘亲算进去呢。没把王妃算进去？皇帝立刻有些不高兴，自古夫妻一体，齐王送礼还故意把王妃摘出去了。好，那就让他听听这个蠢儿子到底会说些什么吧。父皇，这是碧宝赤神丝做的袍子，针线是母妃做的，刺绣是如云绣的，花费了好些时间呢。哦呵，爹，你真不愧是个渣渣炮灰，张嘴说了这么多，竟然一个字都不带娘亲的。以前是娘亲重病没法来参加宴会，这次娘亲好好的坐在那里，你还是一个字不说。爹，你当炮灰真的一点都不委屈。魏思瑶想起来了，他渣渣爹的确说过一样的话，不过那时候娘亲重病没来，自然也没法做针线，皇帝体谅，这事儿就过去了。现在嘛，他只想说，渣爹，你的头可真铁呀。魏楚夜不知道炮灰是什么，但也能想象炮是很重要的火器，炮灰好像就没什么用处了吧，而且还是炮灰的渣渣，那就更没用了。王妃做了什么？怪不得淑妃当时要让自己先走，单独留下了柳如云，原来不是留下说话，而是留下她做绣工了。明明说好寿辰的礼物一起准备，结果呢？呵，淑妃。父皇，爱妃说了，要单独给父皇准备礼物。齐王这话说出来，柳如云脸上便浮现出笑容，淑妃更是望过来，眉眼之中满是得意。哦，王妃也准备了礼物。魏楚夜望过去，苏子涵的脸色微白。大哥，他们故意做局害母妃，怎么办？魏荣轩也看出来异样，他伸手探入储物袋，摸到了舅舅给他的那一把上古古琴。没办法了，先把这玩意儿当做母妃的寿礼送给皇帝吧，到时候他再同舅舅解释。好，我来处理。魏荣轩恨死了这个脑子有坑的爹，他才要起身，皇帝怀里的奶团子却扶着皇帝的肩膀，嗷呜一声站起来了。对，贺礼，有的，在我这里。魏思瑶开始掏储物袋，掏啊，终于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魏楚夜。喏，好东西，皇帝爷爷你先拿着，拿好了，我就要开始做法了。做法？你？皇帝直接给逗笑了。哦，齐王妃的礼物，永乐亲自送给朕吗？奶娃娃重重点头，大眼睛看着魏楚夜接过盒子，而后才开始碎碎念。谁都听不懂这奶团子在说什么，但大家却能清楚地看到，皇帝身后一只七彩火凤凰突然出现，火凤凰引颈长鸣，嘹亮的声音带着独属于火属性的炽热。七星堂的人看到这一幕，下巴都掉了。师尊，那不是咱们七星堂的神兽凤凰吗？青阳真人抹了一把心酸的眼泪。闭嘴！咱们的火凤凰没丢，没丢。骗鬼呢？可算了，你开心就好。火焰瞬间从盒子里卷走一粒丹药，正是黄玉留下的11枚丹药之一。这11枚丹药给林文初吃了1粒，塞给黄玉1粒，余下9粒，别人稀罕的紧，然魏思瑶却不当回事儿，拿出来就随便送人。黄玉看到自己的丹药，立刻眯起眼睛，脑袋里想了1万种毒这奶包子的方法。这娃娃也太气人了，他的东西都能混充自己的送人了吗？生气的时候，只见奶娃娃又拿出1粒灵珠，正是魏荣轩进阶后凝的那1粒。魏思瑶把这1粒也丢过去，2粒珠子被凤凰的纯净之火淬炼，很快融成1粒，落在魏楚夜掌心。好了，上次不是说过皇帝爷爷还能晋升1级吗？吃了就能晋升了。皇帝爷爷，我和娘亲送您的礼物就是晋升1级，开不开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新生听到这里，魏楚夜都激动了，整个人抑制不住的颤抖。别说他太后和皇后也都一脸震惊。到底是谁说齐王妃的孩子是废物的？废物能炼出丹药来？虽然是凤凰炼出来的，但一般人也做不到啊。震惊之中，魏楚夜更是当场张嘴，把丹药咽下去了。本来大家还震惊于突然冒出来的凤凰神兽，现在却震惊于皇帝竟然直接吞了凤凰炼出来的丹药。不是，皇上，你这么勇的吗？也不检查看看是什么丹药就吃？而且凤凰能炼什么丹啊？众人大惊，进阶的灵气轰然炸开。直到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皇帝竟然进阶了。进阶灵气，好东西，存起来给娘亲、给哥哥用。魏思瑶嗷嗷叫着，完全不受进阶的波动影响，甚至还能张开嘴，不断将灵气吸入肚子里。皇帝爷爷你不错哟，懂事，还知道拿走1颗再还1颗的道理。魏思瑶美滋滋，
直到把所有的灵气波动都吸纳完，而后吐出一个深蓝色的珠子。嘿嘿，成了，不错不错。他赶紧把灵珠揣进储物袋。阿巴阿巴，恭喜皇帝爷爷，贺喜皇帝爷爷。能不喜吗？他都60了，才进阶金丹期。若是宗门的人，60至少都元婴了好吗？哎，当皇帝累呀，也静不下心来，天天各种事情扰了清静，所以自古皇帝的修为都不高。而现在他竟然进阶金丹了，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运转的灵气，魏楚夜喜上眉梢，整个人更加精神焕发了。恭喜皇帝，贺喜皇帝，进阶金丹。柳如云和淑妃被一粒丹药压得脸上无光，现在谁还去看那昂贵的碧宝赤神丝的袍子呢？当然是皇帝进阶最重要。这里面可是用了我大哥进阶收集起来的灵珠，最纯粹的灵气。啧，皇帝爷爷你捡了大便宜呢，这种灵气你都不用提纯，直接就能吸收。哎呀，若不是我哥这个天才，你都没法进阶呢。皇帝爷爷你还怪有福气来。原来第二粒珠子是魏荣轩进阶的灵珠。魏楚夜一想到那股纯净到极致又霸道的灵气，顿时心中震动。齐王妃的3个孩子都是废物，人尽皆知。可现在一看，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至少荣轩就是个天才，仅仅是如此纯净的灵气就能代表一切。可这事儿他的蠢儿子好像并不知道啊。皇帝微微蹙眉，再想到齐王对孩子们和王妃的不喜，他便心知肚明了。至于荣轩的事情，他不会告诉这个儿子。齐王妃送的这份寿礼，朕十分喜欢，来人赏。赏什么？紫云晶那是成堆的给，这是给苏子涵的。紫云晶可以在宗门之间换更好更昂贵的东西。黄金也是成堆的给，魏思瑶喜欢金子，那就多给一些。至于2位公子，正好有宗门送的赤骨丝，给2位公子做身袍子。另外，赐2人南间自由行走。南间自由行走，这下所有人都炸了，疯了吧？南间自由行走？南间是什么地方？南间有修为的官家子弟们修炼的地方。皇室的儿子，4品以上官员的子嗣，有修为才能去。而齐王家这2个公子不是不能修炼吗？他们去南间行走什么呀？这不是越看越嫉妒，越看越自卑吗？不少人甚至觉得皇帝有点不人道，竟然如此打击2个废物的幼小心灵。齐王倒是冷笑一声，心道论起打击人，他爹可比自己强。而另一边，魏子轩也下意识看向大哥，哥，难道皇帝知道他们2人的事情了？不然怎么会下这道旨意？恐怕皇帝爷爷已经知道了。那怎么办？若是这样，咱们以后还能离开？然魏荣轩却看得比他通透。子轩，你觉得一个养废的儿子和未来可期的孙子，哪个更重要？他淡然开口，魏子轩恍然大悟。而且别忘了，母妃的娘家可是汝南苏氏，芙蓉山庄的舅舅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宗门的人今天也开了眼了，谁能想到神兽凤凰竟然还能用来炼丹？不少宗门表示要抓一只过来试试。而神农宗的黄玉却颇感兴趣地盯着魏思瑶。艾玛，怎么办？这个小机灵鬼越来越想要了。王妃娘娘，一点小意思，送给永乐郡主，希望他岁岁平安，永远开心健康。李元珍递过去一个小盒子，谁都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什么，但既然是给永乐小郡主的，想必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说不定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罢了。齐王冷哼一声，完全没放在眼里。苏子涵自然不会打开看，这样太没有礼数了。老12，过来。老八晋王冲他招手，魏宏远扭头离去，也不搭理李元珍。见他走了，李元珍才拱手道：以后永乐小郡主就是我们李家的恩人。下官没有女儿命，但府中有8个儿子，下官都交代过了，以后小郡主的安危就交给他们8个了，但凭王妃娘娘调遣。谢李大人抬爱小女，此次出征，愿大将军得胜归来。两人简单说了几句，李元珍便扭头离开了，主要是为了避嫌。魏思瑶现在脑子里只余下吃，今晚上他甚至连一口奶都没喝。皇帝甚至命人专门弄来了软烂的蔬菜，亲自一口一口的投喂奶团子。土豆泥还不错吃，不过可以里面加点牛奶，再加点胡椒粉哦。人家喜欢咸口，可以加一丢丢盐巴，这种的土豆泥最好吃。皇帝都惊了，几个人更是目瞪口呆的看着魏思瑶，心道：你可真是个会吃的吃货呀。将儿，驸马他怎么样了？皇太后担心自己的小女儿，眼睛止不住的打量慕容羽。魏将笑了笑，脸上有欣慰，又有些哀伤。皇帝分了3个御医，专门住在他府上，就是为了时时注意驸马的情况。然而身体虽然逐渐好转，能抓能走了，但是记忆依旧迟迟不曾恢复。还不错，就是还是想不起来。驸马爷爷一定会想起来的，一定会的。我的金手指一定是心想事成，所以一定会好起来的。听到他的心声，宁国公主又心酸又感动。阿巴，抱。
奶团子冲驸马伸出沾满土豆泥的小脏手，慕容羽本来木头一般毫无表情，但是看到魏思瑶小胖手的那一瞬，他的脑袋突然嗡的一声，脑袋忽然钻心的疼。荣羽，荣羽，你没事吧？驸马勉强撑开眼睛，自面具后望过来，只见自己心爱的女子满脸着急，而且容颜看起来也苍老了几分。慕容羽又心疼又疑惑，降将儿。等了数年的呼声，仅仅2个字，却让魏将惊喜万分，一时间数十年的委屈和担惊受怕全部烟消云散，余下的只有欢喜。慕容羽这是想起来了？然开心不过3秒，男人倏地晕了过去，皇帝赶紧命人抬去医治。然而再醒来，慕容羽依旧什么都不知道。派去燕王府的人把小胖子魏愁接来了，魏愁的情况很不好，身体忽冷忽热，奄奄一息，而且最让人惊恐的是，180斤的小胖子才经过几个时辰就瘦得皮包骨，御医诊断出了魔气，一切跟魏思瑶的心声一模一样。老十二，你先别走，哥哥向着你，告诉你个今日寿辰宴上人尽皆知的秘密。大哥，能去南间行走是件好事，什么时候去告诉我一声，我为大哥带路。魏锦成试探开口，然魏荣轩只是淡淡点头，应了一声之后便再没说话。他不好再开口，只能转而询问魏子轩，然魏子轩已经靠着马车呼呼大睡了。魏锦成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回府之后就从演武场的小门去了柳如云那里，一进门便大发雷霆。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竟然让2个没有修为的人去南间？若是不小心被搞死了，算谁的？魏锦成气呼呼，转念又道：娘，你确定他们都是废物？不然怎么会允许他们去南间？去就去吧，反正一辈子都没办法修炼，齐王府都是你的，你还怕什么？娘看去了南间也好，方便你看管监视，这2个废物翻不出什么水花来。废物就是废物，去了南间也是废物。魏锦成这才放心。仙尊有何指教？苏子涵怀里抱着魏思瑶，奶包子今天宴会上吃的不少，正躺在他娘亲怀里哼哼唧唧。好像吃撑了，娘，给揉揉肚肚，娘。奶团子一个劲儿往他怀里拱，苏子涵便笑着给他揉肚子，奶团子舒服的哼哼唧唧的，真的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黄玉。独一圣手笑笑，本尊很喜欢永乐小郡主，见一次这喜欢更胜1分。我这个做师傅的准备了些礼物。礼物？不稀罕不稀罕，什么礼物能比皇帝爷爷和皇祖奶给的礼物贵重？紫云经他都有好几块了，这世上还没有紫云经买不下来的东西呢。奶团子哼哼唧唧，对黄玉的礼物不屑一顾。本尊准备了一些好东西，比如说这个8品曼陀罗伞，无色无味，能让人陷入幻觉而不自知，永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原本兴致缺缺的奶团子瞬间瞪大眼睛。还有这个7品辅星丸，如果不吃解药，5脏6腑将会在1个月内全部腐烂。忘尘丹能让人忘记一切，断魂丹让人死得无声无息，谁都查不出来。无常丹可解毒，也可是剧毒。魏思瑶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地盯着黄玉手里的东西。我去，不愧是变态的头头，这都准备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太刺激了吧！这全都是毒药好吗？艾玛，我喜欢。永乐想要吗？要了，你就必须做人家的徒弟了哦。拿了就得做你的徒弟，想得美哦。魏思瑶哼了一声，默默伸出白嫩小手。一次不够，你得经常给，总是给，多多给，那我就勉勉强强考虑考虑做你徒弟的事儿吧。奶包子哼哼唧唧，他不是为了给某些人做徒弟，他是为了这些丹药能有用武之地。嗷呜，人家就是这么懂事的好宝宝。至于做徒弟，人家只说考虑而已。既然如此，为师再给你一些解毒的药，定灵丹、清虚丹、百草丹、还梦丹。说着，黄玉单手结印，轻轻点了下魏思瑶眉心，一缕绿色的光芒窜入脑海，魏思瑶瞬间就知道该怎么用这些毒和药了。他还能说什么？只能说这厮真是多此一举，要是他不会用，还要个什么劲儿啊？黄玉本来是好心，结果遭到魏思瑶频频送来的白眼，这个人好烦，绝对不要他做师傅，绝对。怎么感觉他的小弟子好像更加讨厌自己了？为什么？等他大一大，我再带他去神农宗游历。这孩子天生就是做独一圣手的料，乔乔听见毒药那兴奋劲儿，只可惜太小了，还不会走路，更不会说话。刚给他的使用方法，不知道这奶团子能不能理解，可能连看都看不懂吧。黄玉长叹一声，只恨时间过得太慢，要是一眨眼就12岁了，他绝对立刻把人打包带走，立刻。黄玉丢了一大堆好东西，而后起身告辞。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苏子涵则一脸担忧地盯着魏思瑶。思思，这些东西母妃帮你收着好不好？乖乖，各种毒药啊，独一圣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不然为什么给一个10个多月大的奶团子塞毒药？一不留神，整个齐王府能死一片吧？不给，我的都是我的。
娘亲，你放心，思思知道手里的东西都是什么，我分得清楚该给谁下毒。这心声光听前面还挺好，苏子涵还挺安心，然而听到后面苏子涵都懵了。等等，最后那句话你再给娘说一遍。然奶团子已经迅速把毒药和丹药收进了储物袋，而后把储物袋塞到凤凰的小翅膀底下，顺便把鸟丢出了窗户，躲起来嗷嗷嗷。苏子涵看着越飞越远的小胖鸟，就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打孩子要趁早，他就想问问多早，10个半月能打了吗？然这一宿齐王都没有回府。第二天过了晌午，魏宏远才醉醺醺的回来，他一进门二话没说，直奔柳如云住处。王爷，您回来了，怎么喝的这么多？话未落音，一个耳光狠狠抽过来，魏宏远气得双目通红，再狠狠一脚把人踹翻在地，而后便是摔花瓶、砸镇纸，总之能碰到的东西，连桌椅板凳全都砸得稀碎。砰砰砰的声响也惊动了苏子涵这边。姑娘，不知道为什么，王爷一回来就把柳如云打了一顿，现在发脾气呢。话还未落音，便见扶着桌子练习行走的魏思瑶扑通一声跪下了，而后手脚并用往外爬，蹭蹭蹭已经爬进院子，那叫一个溜。快快快，有热闹看呢！娘，大哥二哥，赶紧跟上！啊哈哈哈哈！打，继续打，不要停！最热闹的地方，一定等我过去再来啊！这奶团子干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哦，吃瓜也是第一名，毕竟都是吃字辈儿的。兄弟二人忍俊不禁，然他们也挺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毕竟魏宏远可是真的很喜欢柳如云，现在怎么又舍得打了？母妃，我们过去看看。魏荣轩紧随其后，便听到妹妹继续传来的心声：大哥二哥，记得多带吃的，花生啊、瓜子啊、茶水呀，哦，千万别忘了小板凳。魏荣轩为什么还要带吃的喝的以及小板凳？很快，苏子涵便带着3个孩子默默爬上了围墙，院墙上脑袋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几个人来的还算及时，里面还在打。魏宏远的耳瓜子甩得啪啪的，柳如云的嚎哭声像是杀猪一般，嗷嗷的。快快快，花生瓜子小板凳，大家做好准备看热闹了。好吧，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了。论享受，还得是小妹思思，看别人打架都看得这么舒坦，只怕打架的那几个人知道了，会原地气死，直接升天。王爷，王爷，到底怎么回事啊？柳如云嚎哭不已，直觉认为一定是苏子涵说了什么。是姐姐又不高兴了吗？王爷，姐姐一定是误会我了。跟子涵没关系，你这个，你说魏锦城到底是谁的孩子？哦呵，他爹到底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哦呵，渣渣爹你牛了，这都被你知道了。艾玛，今儿这瓜吃的可真刺激。一家4口整整齐齐，继续支棱起耳朵，瞪大眼睛，淡定吃瓜。柳如云脸色煞白，她明显有些慌乱，但好在智商在线，立刻嚎啕大哭。王爷，到底是谁造窃的谣？魏锦城不是您的儿子，还能是谁的？若是连王爷都不信妾身，妾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柳如云扭头就要撞柱子明志，好在奶娘眼疾手快，把人死死抱住，嘴里哭喊：王爷，我们姑娘这辈子就只有您一个男人，她已经放下身份，委屈自己做一个贱妾了。现在王爷还要如此糟践她，如果王爷不喜欢我家姑娘，那不如把他们娘3个赶走，也省得受这份屈辱啊！住嘴！本王脑袋上都顶着一片青青草地了。柳如云，若是本王查到孩子不是姑的，看姑不打死你！魏宏远一脚踹烂了屋门，带着一身酒气踉跄而去。齐王，好人啊，喜当爹也就算了，还打算让别人的孩子当世子。听说这位公子在南间的成绩还不错呢，不是说战场遗孤吗？搞到最后果然不是自己的。各种议论声和取笑的声音传来，柳如云根本连王府的门都不敢出，魏锦城更是被流言闹得郁闷又无语。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是父王的儿子，还想着齐王府一定是自己的，结果他竟然不是齐王的儿子，什么鬼？假的，都是假的，一定是苏子涵想害我。儿子，这事儿娘来处理，你爹只是一时被蒙蔽，你信我。魏锦城是不是齐王的儿子，没人比柳如云更清楚了，但现在能说吗？不能说了，他连个妾都当不了，下场可能比赶出府还要惨。再说他还想靠着儿子混上齐王妃的位置呢。柳如云还在做着美梦，反正齐王好忽悠，大不了再忽悠他一顿。但可惜魏宏远没给他们机会，因为他1个月都没回府。柳如云找魏宏远快要找疯了，他担心自己跟儿子的未来，不得已只能找到苏子涵这里，求苏子涵帮忙。姐姐，王爷已经1个月没回来了，姐姐您托人找找吧，别出什么事。苏子涵抬手狠狠抽了柳如云一个耳光。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柳如云，建府你来我这里请过几回安？柳如云彻底闭嘴，自然是没来过一次。
还有，魏锦城到底是谁的孩子？苏子涵冷声质问，柳如云这才颤抖起来。是啊，魏锦城是苏子涵帮忙上的玉蝶，当初骗他说是战场遗孤来的。姐姐，又一巴掌狠狠甩上去，而这一巴掌是苏大婆子打的。婆子怒斥：跪好，表小姐，你竟然敢欺骗姑娘！这一刻，柳如云彻底傻了，她就不该来求苏子涵。姐姐，玉蝶已经上了。柳如云脸上多了一抹讥笑，皇室的玉蝶已经上了，你又能拿我怎么办？她笃定苏子涵毫无办法，然苏子涵却笑了，拿出一道折子丢在地上。苏大婆子按着她的手画押。画什么呀？柳如云瞬间脸色警觉。苏大婆子嘿嘿一笑，把她扯过来，打开折子就要按手印。柳如云飞速看了一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上面写的是魏锦城非齐王亲生，请求移出玉蝶。不，锦城是王爷的儿子，是王爷的儿子。柳如云惊恐尖叫，然而苏大婆子已经压着她，按下手印。明天这折子就会秘密交到皇上手里。苏大婆子，把这个贱妇扔出去！苏大婆子当场把人丢出院门，柳如云整个人都要疯了。苏子涵，你竟然敢！不行，一定要先找到齐王。这折子绝对不能交到皇上手里。柳如云发了疯一般外出寻找。姑娘，你真要送给皇上？送，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送？可皇帝总要维护齐王的脸面的。当爹的肯定护儿子。无所谓，我要的就是皇帝知道词。不管皇帝信不信，都要去查。魏宏远个笨蛋，什么都不知道，但皇帝励精图治，不是好糊弄的。柳如云她永远别想一帆风顺。魏思瑶冲亲娘竖起大拇指，有些事情，毕竟一个人知道和所有人都知道，肯定不一样嘛。借着这个由头，能把魏锦城踢出去最好，就算踢不出去，也能为将来合力算上一笔。娘，干得漂亮！以前还觉得齐王不错，毕竟是皇室，样貌不错，而且有钱又有地位，配得上汝南苏氏。可现在看看，这个男人真的一点担当都没有，遇上点事儿就去青楼躲了1个月，借酒消愁。什么狗屁男人！娘，男人靠得住，母猪能上树。男人长了嘴，忽悠瘸女人的腿。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我渣渣爹就是坟墓中的无底洞，谁摊上谁被动填坑啊！不过娘亲不怕，你有我，将来我带着娘亲遨游天地，让柳如云去填无底洞去吧！哈哈哈！苏子涵一阵动容，女儿说的对，柳如云和齐王最配，但她绝对不会留下来。云香，把庄子这半年的账目拿给我看看。是，姑娘。云香把账目搬上来，道：姑娘，听庄子的人抱怨，这半年庄子的收入少了不少，而且还裁掉了不少人呢。裁人就对了。思思不是说当初自己孤立无援才会惨死的吗？所以她学聪明了。柳如云都知道往庄子上安插自己的人手，她为什么不行？总之不用会经营，会捣乱就行。只不过自己离开之后，柳如云肯定会成为齐王妃，有什么办法能让这贱人永远无法心想事成呢？苏子涵沉思良久，还是想不出办法。算了，不想这个，先想想和离之后的日子吧，一定会无比美妙吧。思思，继续叫娘。魏思瑶张开双手，一脸渴求。抱。至于黄玉给的那些毒药，他自然已经收好了，就是最近没什么机会用。王府太平静了，他给谁下毒好呢？魏思瑶歪着脑袋算计到最后，眼睛一闭，直接睡过去了。不过就算睡觉也还不老实。阿巴，8品曼陀罗散，再来半斤辅心丸，无常丹，搅一搅，稠乎乎的，最好下毒，毒死你，死齐活。正哄睡的苏子涵无语了，不行，等有机会，他一定把这些毒药都翻出来，挨个藏好。柳如云好容易找到了魏宏远。柳如云进去的时候，床上躺着2个白花花的身子，魏宏远呼呼大睡，倒是床上那个妓女冲柳如云笑笑。看清楚那张艳丽的脸，柳如云震惊的倒退3步，差点跌倒。你怎么会是你？这张脸很漂亮，但转头的时候，某一个角度的脸竟然跟16岁的苏子涵极其相似，但细看又不一样。苏子涵高冷，一身贵气，而这个女人一看就媚态十足，不是苏子涵。该死，像谁不好，像苏子涵。一想到自己的儿子可能被赶出王府，他就浑身不自在。不行，他得先把王爷带回去。齐王酒醒之后，看到柳如云，果然又是大发雷霆，打杂的声音勾起了魏思瑶的八卦之魂，分分钟抱起小板凳就往这边走。可惜他现在走路还不稳，走着真没有爬得快。可爬的话，小板凳就拿不住了。奶团子看看小板凳，再看看自己的小肉手，陷入了迷之沉默。姑娘，
那边把门窗都关了，打了一会儿就没动静了。老身觉得表姑娘一定是说了什么，王爷的火气消了。火气消了？不能吧？奶团子听得一愣一愣的，都戴绿帽子了，堪比杀父之仇啊！这么大的怨恨，就这么消气了？咋的？他爹戴绿帽子上瘾啊？换成自己都不能忍，他渣渣爹怎么就忍下来了？魏思瑶觉得不可思议，苏子涵则直接摆烂，爱干嘛干嘛去吧，反正折子已经递上去了，他什么都不怕。告诉外面的人，魏锦城就是我的儿子，谁要再胡说八道，那就等着齐王府的状纸吧。听到这件事，魏思瑶都惊了，他这个渣渣爹是真的打算把绿帽子贯彻到底了。渣渣爹，不愧是你呀！王爷，姐姐因为锦城的事情生气，逼着我在非亲生的折子上画押，现在折子已经递到皇上那里去了。王爷，这可如何是好？什么？递上去了？魏宏远也知道其中的严重，二话不说直奔皇宫。可惜皇帝不见他。如果查出来是假的还好，如果是真的，那可真丢了整个皇室的脸，连魏楚业都开始头疼。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处理才好？齐王这个笨蛋，只会给朕惹麻烦。至于后续，暂时没有。皇帝心里也很乱。然柳如云和苏子涵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只是齐王没感觉。他现在恋上了满春堂的彩梨，几日就要去一趟。苏子涵知道了，只是冷笑。齐王薄情，以前这薄情是用在自己身上，现在柳如云怕不是也要好好体会一番了啊！真是想想就开心啊！芙蓉居，柳如云也气红了眼睛，一想到满春堂那个女人那张脸，柳如云咬牙起身。既然如此，也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生气吃醋，苏子涵，得咱俩都不好过才可以。想想他当初进门的时候，苏子涵有多生气，若是把彩梨抬进门呢？到时候只要自己能笼络好彩梨，他们俩就是一条船上的，到时候一起对付苏子涵，岂不是更好？至于锦城的事情，只要那边肯出手帮忙，就不会有人察觉，就算是大周皇帝也绝对查不出来。对，就这么做，就这么做。苏子涵逼他到如此地步，那他也要让苏子涵不痛快。柳如云想到最后，直奔满春堂找到彩梨。彩梨，你入了齐王的眼，这可是天大的富贵。我的意思呢，是想把你纳入王府，但可惜我只是一个妾，齐王府当家的是王妃娘娘。柳如云装出一副自己无能为力的样子。果然，彩梨扭头望过来，道：“你什么意思？不如直接说。我们做女人的，只要侍奉好男人就行了。王爷喜欢的，我也是乐意的。况且女人多了，还能开枝散叶，是好事。只是王妃不喜欢王爷身边有人。我虽然是娘娘表妹，但孩子都生了，一直蹉跎了10年才能进门呢。”果然，彩梨皱了皱眉头。10年，娘娘未免也太小心眼了吧？彩梨嘴上不服，还以为泼天的富贵要轮到自己了，谁知家里竟然有只母老虎，还是这个妾更通情达理些。无妨，你若是有了王爷子嗣，也一定能进门。王妃好歹是我表姐，这事我帮你去说。女人嘛，还是要3从4德的，你且安心伺候王爷便是。交代完，柳如云便离开了。彩礼这种女人能跳出火坑本来就不易，若是能进王府的门，那便是泼天的富贵。如此一来，彩礼便会对她感恩戴德。感恩最好，进门之后就可以给她当棋子呢。王爷，满春堂的彩礼我看着就不错，是个知冷热的，不如抬进门做小。听到这个名字，齐王有些不自在，但见柳如云不但不生气，还在张罗着给他那人，魏宏远心里突然就舒坦了，对吗？女人就该如此，该体恤男人，知道往府里添人才对。这么一对比，柳如云的确比苏子涵强多了，而且还给自己生了如此优秀的孩子，真是怎么看都满意。不过子涵那边，妾明白，妾去说，女人嘛，亲为夫纲，姐姐就算心里不愿意，嘴上也一定会同意的。柳如云已经开始给苏子涵上眼药了，先入为主的提醒魏宏远，苏子涵善极，不会同意。魏宏远果然皱了皱眉，一脸不愉。他若是有你一半便好了。哥，你知道父王这1月去哪儿了吗？你想如何？那什么，我就觉得咱们应该去看看，以防万一。满春堂虽然是京城最大最红的青楼，但得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他们家渣爹一口气待1个月？上次柳如云的事情就隐瞒了10年，这回坚决不能再被隐瞒了。为了母妃，得一切趁早。魏子轩挠头，他绝对不承认自己想去青楼见识见识。好，那就去。去青楼？魏思瑶眼睛一亮，扑过来，用沾满芝麻的小粘手一把抱住他大哥的腿。啊呀！阿巴哥，我也要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我也想去青楼见识见识，一定很好玩的，什么水蛇腰啊，红酥手啊，人家都很感兴趣。哥俩本来还在笑，听到最后几乎要笑不出来。魏荣轩看向二弟，心道叫你多嘴，思思就留在家里吧。阿巴，
不，青楼那么好玩，人家一定要去嗨。你们要是不带思思去，思思就去告诉娘，你们2个去逛青楼。子轩脸都绿了，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告诉母妃。虽然魏思瑶不会说话，但心声分分钟都能被人读了去，这跟会说话没两样啊。魏子轩彻底怕了，干脆点头，去，带你去。好，那我去准备一下哈。不是，你一个不到1岁的娃娃去逛青楼还要准备啥？哦，对了，是该准备一些奶呀、肉末呀、果泥呀，还有尿布之类的。兄弟2个人连忙扭头去准备了。魏思瑶也在准备，他一把抓住睡熟的小胖鸟，而后开始掏它翅膀。凤凰被他掏得惊慌失措，但好在魏思瑶很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储物袋。魏思瑶把东西塞好，丢下小胖鸟，扭头就爬。兄妹3人集合完毕，魏荣轩抱起魏思瑶，3人偷偷出门。哥，这不是去青楼的方向吧？光靠我们不行，安全起见，我们还需要找几个帮凶。大哥，不愧是你。魏子轩和魏思瑶齐齐冲大哥竖起大拇指，逗得一向冷肃的魏荣轩都忍不住勾了勾嘴角。啥？你们要去青楼，为什么不带我？你在外面接应。另外，如果母妃问起，你就说我们3个在你家玩几日。魏荣轩的计谋很简单，直接跟苏子涵说在李府住几天肯定不行，最好是突发情况回不去了，派人来通知苏子涵，他就算知道了也不好上门把他们3个抓回去。荣轩，你是哥，真的哥。不过你们就算想去青楼也不容易吧？你们才多大啊？而且还抱着个孩子。俩男孩，一个13，一个11，外带一个不到1岁的团子，这队伍像是去嫖妓的吗？怎么看都像是去寻亲的，门口的龟公怕都不会让你们进去。这是哦，好像是个问题呀。不然我把妹妹藏进我的储物袋里。也就是魏子轩比较虎，才能想出这种馊主意。果然下一秒，魏荣轩和李琼妹齐齐望过来，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他。你们看我做什么？我也是好心，不然你们说怎么办？好办啊，我们可以装成被卖进去的吗？这样最容易了，也不会出问题。几个人顿时眼睛一亮。是啊，拖家带口的不好去嫖娼，但是可以自己主动被卖进去啊。嘿嘿，我们家妹妹就是聪明，大聪明。叫你们家的粗使婆子来，再伪造几份卖身契，把我们卖进去就行了。有帮凶好作案啊，不是方便。怕青楼的人搜身，魏荣轩把3人的储物袋、储物戒指等全都藏在了头发里，这样用的时候也好拿，伸手一摸就摸到了。魏思瑶盯着大哥的动作，看着储物袋塞进了头发里，他一脸震惊，心道不愧是大哥，心思细腻啊。收拾妥当，一行人直奔满春堂。卖小孩喽！婆子一声吆喝，果然引得里面的人打开门往外瞅。什么样的小孩？我瞅瞅。出来的是个嘴角带长毛痣的婆娘，倒3角眼，一看就很凶。妈妈，您给看看，3个都顶好，顶水灵，以前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少爷，家里犯了事儿，就留下这么3个孩子。妈妈低头看看，一个个的是挺水灵，可是吧？这不都是男孩吗？我一个开青楼的，要男的干什么？带回去生崽子玩吗？这不还有一个姑娘吗？长得是不错，能看出来以后绝对是美人胚子，不过这也太小了吧。我得养多少年才能回本啊？妈妈心里不得劲儿，要是7、8岁正好，调教个3、5年开包，一夜就能赚回本钱，甚至还有富裕呢。这才1岁不到，他得养12年，赔死了。不要，一个都不要。妈妈扭头就要往回去，腿却被什么东西抱住了，软软的暖暖的。她蹙眉低头，就对上魏思瑶那张白白嫩嫩的小脸蛋。此刻奶团子睁着一双可怜兮兮的眼睛看着她，似是在哀求她收留。逼良为娼干得多了，人生头一次见到有人求着自己收他。然魏思瑶也没给他继续反应的时间，奶团子晃晃悠悠退后几步，顺势拍拍自己的小胸脯，再然后几个人的脑海里都响起了一个魔幻的旋律。看我，康我，对，跟着节奏，1、2、3、4，预备起，摸腿下，甩头起，下蹲，收腿，叉腰，摸腿起。魏思瑶随着旋律动，只可惜她动作不协调，人家那叫走位风骚，跳得好看，她这顶多叫狗熊叉腰，小粗腿意思一下，差不多得了。青楼妈妈，这特么还是个天赋型选手，噗，真的快要憋不住了啊！思思妹妹怎么能这么有趣啊？趴在远处围观，随时注意动静的李家妻子都快要乐疯了，这小丫头可真有意思啊！呀，我天赋异禀，不买我你赔大了。妈妈扶额，真的是汗如雨下了。不过这丫头的确很有天赋，这样的天赋型选手也真的很少见。对于干他们这一行的，遇见这种类型的几率比买彩票还低。妈妈权衡再三，
终于决定，就他了，人才嘛，可遇不可求，多养几年就多养几年吧。行，这个小的多少钱？得，这是瞧上小的了，他们俩男孩完全不受待见，这可怎么办？魏荣轩这回也学聪明了，他好歹13了，妹妹都豁出去了，他还端着干嘛？于是他扯住妈妈的手，湿润了眼眶，再抬头时已经是一个眼神忧郁的小帅哥了。妈妈，我们兄弟俩不要银子，只求妈妈管顿饭，我们可以干活当杂役，我们有的是力气，只求妈妈不要让我们兄妹3人分开。不要钱？这好像很可以哦。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干活了，烧水做饭，收拾不老实的客人，妈妈尽管交给我们。魏荣轩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见状魏子轩也在一边拍自己的小胸膛，妈妈直接乐开了花。行，那就你们仨吧。老太婆，说好了，买1送2，你可不能反悔。婆子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还想讨价还价，谁知妈妈一口咬死，就给了一个人的钱。于是兄妹3人成功混入青楼，妈妈把他们3个关到了后院的柴房里。此刻柴房里已经关了好几个新买来的小女孩，冷不丁看到塞进来2大1小，小的那个几乎不会走，柴房里的女孩子们哭得更厉害了。这么小的都不放过，看来咱们是真的出不去了。闭嘴，谁再吆喝，我就抽得他皮开肉绽。妈妈厉声训斥，果然没有人再敢出声。而很快的，柴房的门又被打开，一个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的女孩子被丢进来。这会儿柴房里终于安静下来，众人被女孩浑身的血惊到，别说出声，动都不敢再动一下了。魏子轩看到女孩满身的血气的浑身哆嗦，瞧着门面也是光鲜亮丽、奢靡大气的第一青楼，然后门一墙之隔竟然如此肮脏残忍。只魏思瑶晃晃悠悠走过来，打量着浑身是血的女孩。安慕浑身疼得厉害，他撑开眼皮便看到了脏兮兮的魏思瑶，他缓缓松开手，亮出一直被他攥在手心的东西，那是点心渣渣。他本想偷偷藏一个吃，但谁想还是被他捏成了渣。小妹妹，给你吃。这人还怪好嘞，不过你不是那个谁吗？哪个谁？兄弟2人顿时竖起耳朵，这个女孩很危险吗？在场的女孩没有一个人听到声音，只有安慕惊讶抬头，神，什么声音？哦呵，没错了，这就是那个有名的恋爱脑。恋爱脑是什么？3人齐齐迷惑。哎，你都被未婚夫卖到青楼了，还妄想着未婚夫能来赎自己。虽然现在不肯卖唱，但过会儿你未婚夫就会亲自来劝你，并且还给你画了几10年大饼，让你在这里替他好好攒钱，等攒够了盖房子买地的钱，再回来给你赎身，然后成亲，再生几个儿女，然后男耕女织，白头偕老，子孙绕膝。这画大饼的功力比家里那个渣渣爹还厉害。安慕的脸色本来就很苍白，听完这些心声，现在更白了。他的确是被未婚夫卖来的，但他一直相信未婚夫是有苦衷的，毕竟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自己的爹爹还是未婚夫的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未婚夫也算是父亲的半个儿子，他不可能害自己的。安慕就是想坚持到未婚夫回来救自己，可没想到听到了这样的心声。可不会的，他最懂他了，他绝对是有苦衷的。安慕咬牙，还是决定相信未婚夫。可惜你那未婚夫根本没想来赎你，他用你卖唱卖身赚来的钱，在外面买房置地，开铺子赚钱，最后用你的钱迎娶了知府的女儿，成功跻身高门，真正实现了阶级跨越。他的儿女们以后不是修士就是朝臣。至于你吗？日日期盼，日日落空，最后人老珠黄，无客可接，还得了病，妈妈不肯带你看大夫，用土方法拿烙铁烙的皮开肉绽，你就这么生生死于感染，一张草席裹了丢在乱葬岗，连个收尸的都没有。安慕近乎疯狂，他怎么都想不到，他的一生竟然如此悲催。江旭，你怎么敢？安慕咬牙。此时柴房的门又被打开，妈妈带着人进来，扫了一眼安慕，翻了个白眼道：江旭来见你了。江旭真的来了？安慕咬牙，他决定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然而当让他见到江旭，果然一切如魏思瑶所说，男人先是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是逼不得已，而后就开始画大饼。展望未来，他还没答应卖身呢，江旭已经替他规划好赚到的钱该怎么花了。安慕冷笑一声，只觉得自己瞎了眼，为什么现在才看清这个渣子的真面目？默默，你同意了，你放心，你赚的银子我1文钱都不会花的，全都给咱们俩留着，等你出来，咱们一起过好日子。好日子？怕不是跟知府的女儿过的好日子？安慕的心拔凉的，顷刻之间便沉到了谷底。待江旭离开，安慕重新回到柴房，只是这一次的安慕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来了。我从今天起跟着你们，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妹妹要是卖身，我也卖，我以后谁都不伺候，
就伺候这个小丫头。魏思瑶挠头，他是真的没打算卖身啊，他是真的，只是来玩的而已。不过多个人好办事吗？魏思瑶嘿嘿一笑，叉腰站好，一阵嗯啊呀。那行，从现在起你听我的，一会儿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安木果断点头，表示同意。魏思瑶还怕安木搞不明白自己的指令，毕竟他年纪还小，不会说话。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恋爱脑好像并不笨，理解力还挺强的。很快，妈妈就又来了。最近满春堂生意火爆，姑娘供不应求，不然她也不会这么着急逼着安木接客，实在是缺人手。安木，你男人你也见过了，现在也该老老实实给我赚钱了吧？老娘可没工夫跟你耗着，不接客就得给我干活。魏思瑶扑过来，继续仰头抱大腿。阿巴阿巴巴，我也可以，我可以的。妈妈都看乐了，活了一辈子，真的什么稀罕事儿都见过了。这个14的死活不肯接客，偏这个不到1岁的拼了命的蹦跶，死活非得上岗。你可以个屁！你才多大？啊呀，我可以教他。魏思瑶指安木，而后又来了一遍熟悉的旋律：摸腿下，甩头起，叉腰摸腿起。周围的人都看傻了，只有妈妈看得双眼放光，心道这孩子怕不是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他还想再说啥，魏思瑶已经贴过来，抱紧大腿，高喊一声：凉。得，娘都叫上了，那还有什么不行的？安木这丫头长得漂亮，出来接客肯定抢手。要是再学会了那什么叉腰摸腿起，艾玛光想想就要乐开了花，老娘要发财了。妈妈立刻同意，魏思瑶还捎带上2个哥哥，毕竟情况不对，方便兄弟3个一起跑，不至于出现还有人被关柴房的窘况。鉴于魏思瑶实在是太积极，妈妈也就没为难她，带哥哥就带呗，你们4个一起走。4个人顺利从柴房转移进教习厅，一路上魏荣轩沉默地凝聚灵气，提升耳力，努力获取情报。满春堂女人多，嚼舌头的也多，很快就让他听到了。彩梨，可真有你的，能把齐王留在你那里1个月。听说齐王府的女人都找来了，你不怕啊？一个女音不屑地笑道：来的不过是个妾，而且还允我一定能进王府呢。魏荣轩微微蹙眉，柳如云已经来找过这个彩梨了。彩梨，正好你在，过来教教新人。妈妈将彩梨叫过来，3兄妹看到这个人，顿时都愣了一下。我去！直到这一刻，兄妹3人都忍不住吐槽，只能说渣渣爹真的太渣了，出来鬼混也就算了，为什么要找一个长得像娘的女人？是不是有病？一直都觉得渣渣爹有病，现在看来病的真是不轻，脑袋都瓦特了。彩梨愣了一下，谁在说话？左右看看，分不清楚是什么人说话，他只能看向安木，教他。还有这个小的，一起。彩梨看的嘴角直抽抽。妈妈，你什么时候这么禽兽了？这娃娃有1岁了吗？有天赋着呢，你再给彩梨姑娘表演一遍。表演啥？哦，对，就那个叉腰摸腿下。魏思瑶又来了一遍，这次已经很熟练了。彩梨研究了一会儿，就把魏思瑶教的舞蹈研究清楚了，立刻跳了一段，看得妈妈双眼放光。我天，这舞蹈要是跳出去，他们满春堂何止火爆，再开一家店都够了。好，就这么来。小姑娘，你还有什么好建议？全都拿出来啊！好建议。魏思瑶张开嘴，指了指嘴巴，而后摸摸肚子。吃奶，吃肉，吃灵果。灵果？奶奶个嘴的，你还挺会吃。妈妈心里骂着，却命人赶紧把好吃好喝的拿上来。魏思瑶也没独吞，几个人分了分，吃得满嘴流油。而后奶团子找来一身青楼的衣服，让安木拿着剪刀，小手一比划。这么剪？安木一剪刀下去，奶团子满意点头，又指着另一处。这里来一下子。这样吗？干得漂亮。很快，连崭新的战袍都搞出来了，短款露脐床，低腰开叉裙，小蛮腰露出来，随便扭动一下都风情万种。高开叉露出白皙丰腴的腿，看一眼就疯狂流口水。为此，魏思瑶还特意发明了3角裤叉子，保证风骚到位，还不会露点。看到这身衣服，妈妈的眼睛都直了，恨不能人手一件，绝对生意火爆。小宝贝儿，你还有什么好主意？统统拿出来。妈妈对魏思瑶喜爱到了极致，恨不能捧在手心里。至于区那点吃的，妈妈大手一挥，管够。各种热辣的舞蹈从彩梨手里被创造出来，魏子轩都给辣得没眼看。他捂着眼睛问魏荣轩：大哥，小妹要做什么？这是真的打算发展壮大满春堂吗？魏荣轩也摸不清楚魏思瑶要做什么，但看奶团子晃晃悠悠走来走去，不亦乐乎的样子，大哥只能一句话总结：思思玩得很开心。玩吗？搞了半天一直都是在玩嘛。魏思瑶的确玩得很开心，但还不够，他准备玩一票大的。彩梨，舞已经跳得很不错了，我看可以给客人们表演了。妈妈迫不及待，彩梨也觉得差不多了，但奶团子大手一挥，
摇摇头。哎呀，这就忍不住了，还早得很呢。灯光知道吗？音乐知道吗？舞台效果知道吗？妈妈，赚钱要狠，心态要稳，不能急。灯光、音乐、舞台效果，那都是什么东东？妈妈彻底懵了，连安木都不知道魏思瑶到底要做什么了。这丫头不会是想长大了也当妈妈桑，直接去开青楼吧？感觉你比满春堂的妈妈更有潜力呢。行，那就一起整，思思，靠你了。妈妈寄予厚望，哈哈哈哈，真是捡到宝贝了，她真的要发大财了。等到一切效果到位，妈妈看完整场表演，内心疯狂震撼，这也太撩人了。她一个婆娘看完了都受不了，男人们看完了不得疯啊！我的乖乖小宝贝啊，就这还是不能演出吗？她探寻一般看向魏思瑶，奶团子嘿嘿一笑，故作高深叉腰，奶瓶挂腰间，15度角迎风而立，简直比高人还像个神棍。肤浅了，演出算什么？现在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尤其那些有钱有势的公子哥，统统邀请，但要饥饿营销，限量售票，价高者得，竞争上岗。妈妈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猛地一拍大腿，就这么办了。哈哈哈，小可爱，小宝贝儿，你就是老娘的财神爷，打今儿起，老娘就把你供起来。妈妈还真的把魏思瑶供起来了，找了2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抬轿子一般抬着，2个哥哥跟后面混充保镖，安木混充丫鬟，还有各种肉食水果。魏思瑶勾勾手指，就有人直接给喂到嘴里。而这一刻，京城的高门大户都收到了满春堂的邀请函，包括齐王魏宏远。魏宏远盯着邀请函，眼睛都大了好几圈，上面只画了一个女人的剪影，但却凹凸有致，好像没穿衣服似的。而里面还写着一行小字：因场地有限，每场只能坐30位客人，演出半月一次，一次只能进30个人，还半月一次。魏宏远倏地起身，扭头就往外跑。路上遇到南雨后的儿子，还有8哥晋王魏达七。对了，老12，你听说了吗？魏达七压低了声音道：“6哥家的老3，就那个没有修为的魏仇，好像快不行了。”魏宏远想到那个小胖子，冷哼一声：“不过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罢了。本来身体素质都不如能修炼的人，死了也好，也算是解脱了。下辈子最好别再投胎做废物。”见他这么说，魏达七皱了皱眉头，没再接茬。几个人到达满春堂，这才知道30个名额是要竞价的，价高者得。那还能怎么办？砸钱啊，至少要挤进30个名额呀。30个席位卖出了天价，妈妈在魏思瑶的指挥下，给这30个客人上了最好的茶叶、最好的点心酒水，一切都是那什么来着？对 ，VIP 待遇。妈妈，客人们都来了，问什么时候开始呢？安木现在专职跑腿，妈妈也不打算让他上，这第一场演出太重要了，自然要派压轴的出场才行。这就开始，我的思思小宝贝呢？来，小财神，你坐最上位，总揽全局。魏思瑶坐到了最高的位置，比在场的客人都高，这样客人们就算抬头也看不到他，而他能看清所有人。魏思瑶十分满意，甚至还叫2个哥哥们跟自己在一起。妈妈今儿特别开心，大手一挥赏了他们一大堆好吃的，让几个人吃，好好放松。魏子轩一边吃着美味点心，一边满头问号，说好的被卖来吃苦受累的呢？这几天怎么一点罪都没受，而且还长胖了好几斤。他捏了捏腰上的肉，忍不住低声嘀咕：“大哥，妹妹不会真的想帮满春堂赚钱吧？不然为什么这么积极？”比起老2，魏荣轩就淡定多了，慢悠悠品了一口茶，而后把茶碗递过去：“尝尝，比王府的好喝。”大哥，你要不要这么淡定？要是赚大钱了，他们兄弟3个更不用走了，妈妈不会放过他们这3个摇钱树的。魏子轩无比郁闷。哦呵，渣渣爹竟然真的来了！若是你不来也就算了，既然真的来了，那就别怪女儿了。你惹娘亲生气，思思就给你看点劲爆的，也给渣渣爹你调剂下生活。魏子轩一脸震惊，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而魏荣轩则是微微一笑：“哥，妹妹到底打算做什么？你且看吧。”啊呀，又是这句话，真的会把人逼疯的。啊呀！魏思瑶扭头冲大哥叫了2声，魏荣轩凑过来：“思思要什么？”大哥，上楼顶，看住了，到时候一个都不准走，尤其是渣爹。魏荣轩嘴角的弧度一点一点变大。思思乖乖的，哥出去转转。大哥，你是懂我的，棒。魏荣轩淡淡一笑，扭头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换上一身白色长袍，戴上蜜梨，垂下的长纱遮住面容，一把古琴悄然拂于掌心。那日集市上潇洒恣意的少年郎再次出现，轻轻一跃，稳稳落在错落的屋顶之上。今夜的秀场正式开启。整个大厅倏地一片漆黑，妈妈用高额的报酬请来了不少散修，专门做那什么，哦，对，灯光组。于是，一束光芒亮起，
照出一个玲珑有致的身形，众人看得血脉喷张，而后便是更劲爆、更刺激的音乐。那一刻起，舞台上的身影也跟着疯狂律动，什么叉腰摸腿下、甩头叉腰起，没见过的舞蹈，没听过的旋律，一切都热辣、新奇、震撼眼球。妈妈在一边挥手，气氛组跟上。于是气氛全开，灯光缭乱，现场嗨翻了。魏思瑶也笑眯眯，她这是把夜店搬到了大洲的青楼，但没差啦，至少效果不错。下面魏达七低声道：“上面有个姑娘，怎么看着有点像一妹子涵？别提那个让人扫兴的东西，连生3个废物，一点用都没有，就是个赔钱货。”令人厌恶的声音让魏思瑶眯起眼睛，她想也不想掏出黄玉给的8瓶曼陀罗伞，看它悄然笼罩全场。哦呵，重头戏来啦！魏思瑶拿出一块湿塌塌的面巾，递给二哥。哎呀，戴上遮住口鼻。哦，思思让我戴上吗？魏子轩还是要装一下的，见妹妹点头，他连忙把面巾戴上，一股子腐臭的味道差点没把他熏晕过去，但妹妹给的，他还是忍住戴好。8品曼陀罗伞无色无味，但却可以使人产生幻觉，客人们根本没有感觉，只觉得舞台上的表演越来越热辣。这些青楼调教出来的女人们跳着热辣大胆的舞蹈，而后竟然开始一件一件的脱衣服，白花花的身子露出来的那一刻，众人简直血脉喷张，甚至已经有人忍不住爬上舞台一起跳。然而刚直起腰来，便看到白花花的女人冲他妩媚一笑，而后双手交叉扯住腰上的皮，猛地一扯，竟然生生揭掉了一层皮，露出下面红红白白的肌肉。近距离的震撼让嫖客瞬间惊悚，他吓得屁滚尿流，几乎是立刻便滚下了舞台，摔得嗷嗷叫：“鬼呀！啊！救命！救命！”再然后，舞台上就只剩下一具妖娆舞动的白骨，他张开嘴，哈哈大笑，30个客人尖叫，疯狂，面如死灰，所有人都疯了。魏宏远更崩溃，他是来寻欢作乐的，不是来找刺激的。他试着催动灵气，但却惊恐地发现没用。他惊恐逃窜，然台上的骷髅已经跳下来，哈哈大笑着扑向一个又一个的客人。明明客人们才是来猎艳的，而现在却恍若成了骷髅们的主场。抓住一个，张开大嘴，一口咬断脖子，咔嚓，满脸的血。魏宏远慌不择路地跑着，眼看要被骷髅抓到，却被一个人拽到房间，躲过一劫。魏宏远十分感激，抬头便看到了彩梨，他一阵惊喜：“彩梨，谢谢。”彩梨妩媚一笑：“奴心悦王爷，这都是奴愿意的。”彩梨，你真好。王爷，那如云不好吗？柳如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出现了。魏宏远见状一愣，惊道：“你怎么来了？怎么还带着锦城来？胡闹！”胡闹，那也比你强吧？苏子涵也来了，他冷笑道：“当初我从庄子回来，柳如云故意让3大宗门来暗杀我。魏宏远，这事儿你到底是不知道？”什么？本王怎么会知道？魏宏远眼神慌乱，扭头不敢看苏子涵，而扭头却又对上了柳如云的脸。王爷，妾为了你隐忍10几年，当年是王爷说的，对苏子涵并无爱意，还许诺如云王妃之位。当初劫杀姐姐的事，王爷您又怎么会不知道？怕不是想借妾的手，除去一个麻烦？毕竟那可是汝南苏氏，皇上都不敢动的仙家宗门呢。你胡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魏宏远彻底疯了，尖叫着往后躲，身后碰到一个松软的身体，回头又看到了彩梨。彩梨，你是懂我的，本王只有你了。他抱着彩梨滚上床，然而眼前的女子却慢慢风化腐烂，变成一滩挂着血水的白骨。满春堂成了魔窟，地狱成了所有酣畅淋漓嫖客的噩梦。妈妈要吓疯了，她躲在楼梯下，外面是不断寻找她的森森白骨。妈妈，你在哪儿啊？妈妈待我可好了，不接客就打我，打得浑身是血，皮开肉绽。接客别打我，嫌我伺候的不好，我病了，不给请大夫，说拿烙铁烫一下就好了。空气里瞬间多了一股子烧糊的味道。那骷髅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根烙铁，滚烫的前端已经发红，光看颜色就知道有多热。嘻，妈妈，烙铁烫人可疼了，我疼得昏死过去，你又把我烙醒，我死去活来，求死都不行。妈妈，你在哪儿啊？你快出来啊！妈妈，当初说好赚到的银子咱们平分，可你偏要说我伺候的不好，客人不开心，然后1文钱都不给我。妈妈，我被客人折磨得浑身是血，您还嫌弃女儿不会待客。妈妈，您倒是告诉女儿，到底哪里伺候的不好呢？不然妈妈也来教我，是不是得像现在一样，皮没了，骨肉烂光了，只余下一身白骨，才是伺候的好？妈妈，你说啊？
你说。妈妈，妈妈，妈妈，找到你了，找到了，找到了。凄厉的惨叫传出来，屋顶，魏荣轩冷冷地盯着这一切。有龟公想要逃跑，他就给丢回去。看着龟公被白骨台吞噬，那些游走的白骨看到他都会俯身行礼，似是感谢他一般。魏荣轩有些分不清楚，这些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了，好似冤死在满春堂的冤魂们全都醒过来，化身白骨回来讨债了。青天间的剑魔钟忽而疯狂响动起来，这钟是颍川三大宗门一起炼化的，只要京城内有魔族引起重大动静，此钟就可无风自动，声如擂鼓，为的就是提醒京城众人，京城有大的魔气波动，危险。这声音一响，直接惊动了城中百姓，更惊动了皇宫。魏楚业皱起眉头，下令立刻查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守卫京城的5城兵马司也迅速出动，剑魔钟不但能感受到城中魔气，还能指出魔气肆意的方位。指挥使萧成几乎是立刻便辨明方向，顷刻之间将满春堂围了个水泄不通。漆黑的魔气因为魏思瑶的8品曼陀罗伞而再也抑制不住，从满春堂地下蜂拥而出。看着包围满春堂的5城兵马司人手，几道漆黑的影子忽地从满春堂内冲出来，黑色法器猛地吸干兵马的血肉，迅速干翻包围最薄弱的地方往外冲去。而这几个人并不知道，蹲守在屋顶的魏荣轩早已经洞察一切。芙蓉古琴轻轻按下，指尖拨弄，琴音化作讨命的杀招，先拦截魔族之人的去路，而后指尖转转轻挑，一道琴音便逼得魔族之人口吐鲜血，栽倒在地。抓住他！5城兵马司指挥使见机大喝一声，兵卒蜂拥而上，迅速将余下的魔族之人成功抓获。指挥使萧成下意识看向屋顶，少年郎翩然如红，古琴流转出耀眼光芒，正是当初集市上出手的少年义士。不知是哪个宗门的前辈，待臣下回禀皇上，再上门答谢。魏荣轩收了琴，扭头纵身一跃，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报上姓名，算了吧，他的目的只是保护妹妹而已。然5城兵马司的官兵们已经一脸感动了。大人，做好事不留名，是个侠肝义胆的。是啊，大人，上次就是多亏了他，不然李大人的家眷就……琴音大能，侠肝义胆，真是一代琴师啊！魏荣轩出手2次，就成了众人嘴里的侠义琴师，在京城打开了名声。只是没人见过他真面目，便传得越来越玄乎。萧成点点头，重新看向满春堂，挥手：“里面的人全都抓起来！”有魔族妖人出现，那这满春堂就一个都跑不了。现在幽冥16州战事吃紧，弄不好就是通敌的罪名。满春堂这是被魔族妖人下手了。哼，本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那个妈妈逼良为娼的坏事没少做，都是报应。众人还想看热闹，萧成却发现了新情况。那边还有人，众人纷纷冲过去，而后大家便看到堂堂齐王魏宏远正脱光了衣服，在粪坑里面抱着一具白骨，又搂又亲。哦，靠得最近的士兵已经给熏吐了。齐王牛逼啊，在这种地方还能下得去嘴，厉害。堂堂皇子怎么好这口？啧，这么重口啊？听说齐王妃漂亮又有能力，家世还好，怎么就想不开？哦，说不下去了，臭味已经飘过来了。哦，周围一片全吐了，尤其看魏宏远迷恋陶醉的下嘴的样子，真的不吐都不行了。齐王本来名声还不错，结果呢，先是不告诉王妃大张旗鼓娶妾，而后又闹出绿帽子事件，现在竟然在粪坑嫖娼，一时间名声一落千丈。魏宏远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京城人这几年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齐王太恶心了！周围呕吐声此起彼伏，萧成是众人里唯一冷静没有吐的。他打量了一下，见齐王气息全乱，虽然没有被魔族攻击，但却身中剧毒，再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先把齐王搬出来，再奏报皇上。萧成果断下令。然根本没人想去救魏宏远，因为太臭太恶心了。萧成没办法，只能想了个主意，先把那骨头架子丢进囚车。果然下一秒，魏宏远就像狗一样自己爬进去了。大功告成，所有人全部带走。魏荣轩他觉得魏宏远罪有应得，只可惜萧成来得太快，若是能晚一些。思思，以后这种事放着让大哥来。弑父的名声放在思思身上不好听。奶团子撇嘴，可惜了魔族这个替罪羊，这么好的机会他是不好找了。大哥，魏子轩颤抖着声音道：“当初柳如云劫杀母妃，父王他真的不知道吗？”他跟在妹妹身边，全程观看，所有事情都看得清楚明白。虽然一切都是幻觉，但黄玉说过，妹妹想如何就会如何，所以那幻觉是不是也代表了妹妹的疑惑和质问？幻觉之中，母妃的质问飘在脑袋里，像是风暴，将他卷得体无完肤。魏荣轩没出声，他带着魏思瑶跟李琼妹几个人接头。满春堂里面有魔族的人，荣轩，你们立大功了。
李球妹挺震惊，怎么好好的还有魔族的人？不过不管为什么，现在抓到了魏荣轩三兄妹，就是天大的功臣。魏荣轩反应淡淡的，明明才立了大功一件，但魏荣轩浑身却散发出彻骨的冰寒，让几个少年皆是一惊。荣轩兄很生气，可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是因为魏宏远。这种男人不如不要，他要去告诉母妃何离。魏荣轩的脑子飞速运转，思考着关于满春堂的点点滴滴。死在满春堂的冤魂很多，那密密麻麻的骷髅就是最好的证据。可正常的青楼怎么可能会枉死这么多人？猜得没错的话，这满春堂应该一早就是魔族在京城的藏匿点。那些可怜的女子如果不肯接客，下场可能就是直接成为魔族的食物，或者魔修修炼的器皿。虽然不知道彩离这些人跟魔族有没有牵扯，但那个老鸨绝对跑不了，他绝对知道什么。对了，齐王妃都急了，非得让你们回去，说你们再不回府就要来我家了。子轩，我们回去吧。魏荣轩抱着魏思瑶扭头离去，余下一群人面面相觑。子轩，你哥这是怎么了？虽然以前也没什么表情，但总觉得这一刻似乎更冷漠更阴沉了，这让大家都有些担心。没事，这几天谢谢了，等有空我再寻你玩。魏子轩跟上去，大哥十分生气，搞得他也不敢多言。现在唯一不受影响的可能就是魏思瑶，奶团子趴在大哥身上打哈欠，眼睛要闭不闭的。满堂春的妈妈可真有钱，我搜刮干净了她的宝库，还拿走了珠宝首饰。至于青楼里的衣服，脏，不要，就给冤魂们穿吧。明天祭奠一下，给你们烧一些夜明珠。奶团子揉了揉眼睛，终于沉沉睡了过去。此刻，萧成已经把发生的一切事无遗漏的全部汇报给了皇帝魏楚业。当知道一向太平的京城竟然还藏匿了魔族的时候，魏楚业勃然大怒：这些魔族妖人越来越放肆了！一切的一切都有迹可循，从最初苏子涵从庄子回齐王府，却被颍川三大宗门劫杀开始，最初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那块沾染了魔气的魔族信物到底是怎么弄到的？还有镇北大将军遇刺一事，那次剑魔中没有响，也就是说，当时行动的魔族有可能没有运用血煞魔气，剑魔中感觉不到魔气，自然不会响。但还有第二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是魔族，只是打着魔族的幌子罢了。魏楚业本来对此事还有疑惑，但后面寿辰宴上燕王三子打碎的那个凤凰蛋，让魏楚业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剑魔中没有响，只能是第二种可能。有人打着魔族的幌子想要刺杀李元贞，至此为止，魏楚业一直以为这都是有人故意而为之，但直到这次魏思瑶三人去满春堂，却无意之中敲打出了藏匿在京中的魔族，让魏楚业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一件事，那就是魔族的确出手了，但并没有真正现身，现身的一直都是另外一批人。不然魏仇中的魔气为何如此凶险，且到现在一直不曾好转？想起奄奄一息的魏仇，魏楚业心里就堵得慌。魏宏远这个废物还是个有修为的，在青楼待了1个月，竟然都没察觉到异样，废物，真是个废物。魏楚业细细地想着，他把一切都梳理了一遍，现在就一个问题纠缠在脑海深处，那除了魔族之外，京城里另一波不安分的人马到底是谁？不然把思思大宝贝接进宫，再听听他的心声好了。皇上，齐王身中剧毒，危在旦夕。萧成还想问问齐王该怎么办。朕的好儿子，帮忙帮不上，糟心的事情却总是第一个往前冲。魏楚业对齐王失望至极，找人给他医治，不死就行，然后关进大牢，那个老鸨怎么审他就怎么审。还有，告诉宗门的人，抓到魔族妖人，让他们派界律司的人来，好好审一审这些魔族。魔族出现，姿势体大，就算他魏楚业能说了算，但抵御魔族的事却不能靠大周一力承担，得人人有责才可以。萧成应了声是，转身离去。很快，附近宗门的人便都赶了过来，其中就包括颍川三大宗。见到皇帝，众人关上门一阵议论，至于到底怎么做，谁都不知道，一切皆秘密进行。然踏出宫门的那一刻，颍川三大宗门的人皆齐齐擦了擦脑袋上的汗，庆幸还好当时没有杀了齐王妃。你们不是去了李大人府上吧？说这几天你们带着思思到底去哪里了？今儿无论如何，他都得好好管教这3个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夜不归宿了，而且还一连7、8天都不见人，过分，太过分了。苏子涵把小皮鞭都准备好了，然魏荣轩肃然道：“母妃，和离吧。”苏子涵一怔，忽而坚毅开口：“好。”还想着这事儿要怎么跟你们说，谁想我的儿子比我还果决。他不想和离吗？他早就不想跟魏宏远待在一起了。自从柳如云进门到现在快1年了，魏宏远来自己这里的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而每次过来不是为了柳如云，就是为了魏锦城，他心里早就没有自己了。
而自己身后有汝南苏氏，他也没什么好怕的。和离算什么？只是身边还有3个孩子，怎么跟孩子们说才能让他们不伤心难过？这是苏子涵在意的。然而现在魏荣轩竟然主动提出来了。母妃，和离就要趁早。我跟弟弟的修为越高，越不好隐瞒，最好是快刀斩乱麻，趁着父王还不知道，一刀两断。如果魏宏远知道他们不是废物，还会同意和离吗？肯定不会，说不定只会让娘带着妹妹走，而他们2个注定走不了。好，先给思思办抓周，我还有事情要布置一下。周岁的抓周很重要，至少对他这个当娘的来说很重要。另外，就算要离开，他也绝对不会让柳如云如愿坐上王妃之位。他不是要弄彩离来恶心自己吗？行，那自己就把人抬进来，看看到最后恶心的是谁。只认魏锦成非亲生的侄子，再把彩离抬进门，将来柳如云会如何？且看着吧，好不了。闻言，兄弟2人也都点了点头。魏荣轩道：“记得联系舅舅。”你舅舅说了，思思抓周，他一定会来的，到时候一起提和离。姑娘，姑娘！云香从外面匆匆进门，外面有个叫安木的姑娘，已经在王府门口跪了2个时辰了。安木？谁呀？苏子涵想不起来这个人。母妃，让他进来吧，他的身世我会跟母妃细说。儿子都这么说了，苏子涵便点头同意。安木进来前，魏荣轩正好讲完安木的身世，苏子涵一阵唏嘘。而此时，安木也进了王府，满春堂被官兵围住，他们这些被抓来的女孩却全都逃走了，有的逃出城门，有的逃回家中。至于他，则选择来齐王府，因为他已经没有亲人了，父母双亡，弟弟惨死，不然江旭也不敢把他卖到青楼里来。满春堂外，他无意间看到了魏荣轩同李求妹几个人的说话，这才知道这3兄妹是齐王府的子嗣。安木咬了咬牙，扭头过来投奔。民女见过王妃。苏子涵上下打量他，半晌点点头。本宫已经知道了，不过齐王府不缺奴才。安木咬唇，猛地磕了个响头。娘娘，安木也不想做王府的奴才，安木只想做永乐郡主的奴才。民女带过孩子，弟弟就是民女自小带大的，不过娘娘放心，安木家人全都死光了，民女了无牵挂。以后永乐郡主就是民女的主子，民女唯一的家人。思思吗？苏子涵有些动容。这个女孩她本不打算留下，但想到女儿，她便又有些迟疑。她需要一个忠心的下人伺候思思，只是这段时间忙着府里的事情，忙着进阶调养，忙着跟某些人周旋，所以耽搁了这件事。既然如此，我先留你1个月，1个月后再决定你的去留。安木心中欢喜，叩头道：“谢谢娘娘。”云香，带她梳洗一下。是，姑娘。哇，好看，这是给我的吗？听到动静，安木扭头对上奶团子圆滚滚的大眼睛，开心地将做好的鞋子递过去。给小郡主的学步鞋。好看，真好看，颜色好看，款式好看，这绣工更好看。安木既然在这里，一定是娘亲安排的，完球了。娘不会连知道了他去青楼玩的事儿吧？魏思瑶有些担心，但很快他就把担心忘光了。白胖的小脚丫试图穿进鞋子里，但可惜手够不到，倒是把鞋子踩得都变形了。我来给郡主穿吧。安木把对死去弟弟的爱全都转到了魏思瑶身上，甚至给的更多。小姐姐，你有灵根的吧？从今天开始修个仙如何呀？修仙？安木一脸慌乱，他挺惊讶，又有些意外。他有灵根，但是修仙都是官宦子弟和商贾们才会考虑的事情，因为那些人有钱，烧得起丹药、法器、符咒，也交得起学费，而自己的家庭吃饱饭都已经不容易了，更别提让他去修仙了。安木摇摇头，小郡主，安木什么都没有，修不起仙，连学费都交不起，更别提买功法秘籍的钱了。奶团子心情不错，小手一挥，啥都不用，也不要钱，你跟我学就行。哦，对了，暂时也用不到灵根，更不会有灵气波动，谁都不会注意到的。目前为止，这世上最能理解自己心思的就是安木了。他想点什么，安木都能知道呢。有这么趁手的人在身边，当然要好好培养了。以后他想吃什么都不用开口，一个眼神，安木就能准确的拿来给自己什么的，真是想想就激动。哈，很好，就这么办。来吧，安木小姐姐，修炼走起。奶团子努力盘膝坐好，小肉腿掰了3次，掰一次，弹回去，掰一次，弹回去，看着岔开的2条小萝卜腿，魏思瑶都无语了。完犊子啦，他还太小了，盘膝都盘不起来。嗷呜，怎么会这样子啊？奶团子撅嘴，闷闷不乐地皱起小眉头。算啦，你盘膝打坐。安木被他的样子逗得忍俊不禁，但还是快速盘膝坐好。跟着我的频率，呼吸，呼吸。安木按照他教的，闭眼呼吸吐纳。奶团子身上一点金光浮动，随着魏思瑶的吐纳，
一点点如星辰一般漂浮，将安木缓缓笼罩进去。很快，安木就感觉到了传说中的灵气顺着经络游走，这让他一阵欣喜。原来修仙这么简单的吗？可他怎么听说隔壁的神童天才也得3个月才能学会最基础的呼吸吐纳呢？可自己好像立刻就通透了，怎么回事啊？安木百思不得其解，但体内的律动却越来越快，最后猛地突破炼气7一层。这就1层了。安木欣喜若狂，待他睁开眼睛，那些金光早就已经消失了。奶团子啊的一声，把另一只脚伸过来，穿鞋，走去池塘玩。安木一阵欣喜，抱着奶团子出门。小郡主，去哪边的池塘？齐王府院子很大，池塘也很多。魏思瑶歪头想了一下，肉指头指了个方向。走，那边的走起。安木赶紧带着人进去，这才发现这边好像是齐王书房后的院子。小郡主，这地方是我能来的吗？他是王妃院子里的下人，按理说不能到处乱窜的。安木有些心虚。那我们低调些，悄悄的，不要说话，弯腰低头，快走。安木彻底哭笑不得了，原来小郡主也知道不能来这里，可你为什么还要来？前方有人来了，赶紧先躲到假山后面，屏住呼吸，不要被发现了。明明是在齐王府，自己还抱着小郡主，结果搞得2个人像是翻墙进来偷地雷似的，那叫一个小心翼翼。2人才躲好，2个人匆匆走了过来。大管家，王爷怎么就被抓了呢？满春堂有魔族藏匿，人都抓到了，王爷当时也在。满春堂又是满春堂，一想到那个都是下贱货的窑子，还有那个更下贱的彩梨，他就气得浑身哆嗦。大管家，您可一定要疏通好，找关系什么的。对了，娘娘没给您打点的银子吗？这个时候了，柳如云还是不肯自己掏1分钱，主意全打在别人身上了。我正好要去找娘娘说这件事。好，那你一定好好跟娘娘说。苏子涵那里他是不会去的，自己一个妾去了还得给苏子涵行礼，凭什么？不去。见管家走了，柳如云才扭头离去，眸子里是遮挡不住的不爽和厌烦。至于彩梨的事情，他才不要去说呢，最好让彩梨以为就是苏子涵不让他进门，恨上苏子涵那才好呢。柳如云越想越开心。待周围没人了，安木才小心翼翼抱着魏思瑶从假山后走出来。小郡主，我怎么觉得这个叫柳如云的没安好心呢？找娘娘要钱，但你却一闻不出是什么意思。魏思瑶呵呵一笑，冲安木竖起大拇指。不愧是我的人，眼神不错，走，赶紧去池塘。这行吧。虽然不知道小郡主到底为什么要去这里的池塘，但小主子发话了，那就去吧。2人来到池塘边，魏思瑶小手一挥，霸气道：呀，放电。他的灵根是雷属性，能用雷法，自然也能放电。可给池塘放电？安木满头问号，但还是按照魏思瑶说的，给池塘放电。一道道恍若小银鱼一般的闪电迅速在水面蔓延，不一会儿，大片的鱼被电麻了，翻着肚皮躺在水面。魏思瑶盯着这群肥美的鱼，口水飞流直下。哈，成了，伦家盯这里很久了，今天终于把这些鱼搞到手了。魏思瑶叉腰大笑，奶团子的笑声也可爱，咯的，听起来无比纯真。安木还在一边疑惑，盯很久了。王爷书房后面这个池塘里面的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池子的鱼都是灵物，比娘院子里的鱼好多了，全都是皇帝爷爷赏赐的，还有淑妃搞来的，普通人吃1条都能延年益寿，百病全消，修士吃了更是大补。对了，这些鱼渣渣爹原本是留下来给魏锦成和魏婉慧吃的，吃完之后这2人修为都有大幅度提升，魏锦成更是直接冲击筑基期，魏婉慧这个天才更是吃的天象都出来了，算时辰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不过嘛，渣渣爹去坐牢了，府里的人都忙着拯救王爷，没人顾得上这里，自然就便宜自己了，哈哈，好开心，好想高歌一曲。魏思瑶开心，说唱就唱。按你孤身走暗巷，按你不跪的模样，按你对着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哟呵，唱的还不错。安木刚想笑，奶团子那咿咿啊啊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明明新声唱的可好听了，怎么换人声就完全跑调了呢？然奶团子完全不自知，脑海里的新声音频完美，堪比原声，唱出来的英语完全不在调上。那赤红凤凰本来还在他头顶盘旋放哨，魏思瑶唱了不到2句，小胖鸟啪叽一声砸下来，口吐白沫。音浪太强，绝杀啊！祖宗，你还是闭嘴吧，顺便谢谢不杀之恩。都捞上来，快打包回家。思思，你去哪儿了？苏子涵在门口堵到了自家丫头，后面还跟着寸步不离的安木。苏子涵觉得头疼，
这丫头走路还走不稳呢，竟然消失了1个多时辰不见人。这下好了，多了个伺候的下人，然这个伺候的却成了小祖宗的腿，带着她到处晃荡。苏子涵正想好好教育闺女一顿，然奶团子眼睛一眨，大眼睛顿时泪眼汪汪。奶团子扑过来，一把抱住苏子涵大腿，可怜巴巴送上一条刚捞上来的大肥鱼。凉啊啊呀凉，凉凉，娘，鱼，宝宝给娘抓鱼去了。渣渣爹偷偷藏起来的肥美大鱼都是灵物，吃了进阶的，要是不吃就便宜魏锦成他们了。我抓来，特意给娘送来了。至于思思，我就尝一小口，真的就一小口就好了。魏思瑶说的可怜巴巴，然只有安木知道，小主子的储物袋里还藏着一大堆呢。教育的话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苏子涵剩下的只有感动，瞧，这是自己姑娘，就只想着自己呢。他赶紧吩咐道：“关上门，谁都不让进。”是，姑娘。大门关紧，苏子涵赶紧把团子抱进屋。魏荣轩和魏子轩也终于看到了妹妹，这还是头一次，他们下学回来没看到奶团子，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挺不舒服的。娘，你拿的是灵鱼。魏子轩自从有了修为之后，终于开始好好学习了。毕竟大哥上来就是练气8层，搞得他不进步都不行了，这是生生被逼的呀。所以他才会认识这条鱼。魏荣轩也细细打量着，心道这鱼可不一般啊。思思抓的，一会儿娘给炖了，你们吃。苏子涵已经是金丹期修为了，这修为在大周够用了，所以他更愿意让孩子们吃。然话才落音，魏思瑶便打开自己的储物袋，哗啦啦倒出一大堆鱼。啊，有的是，娘也吃，大家都吃。最大最肥美的那一条还是要留着的。奶团子嘬着手指，暗暗流口水。这么多？魏子轩已经结巴了，这一条鱼都价值连城了，这么多，我去卖了王府都换不来这么多鱼吧。娘3个彻底惊了。快吃，死了就散了灵气，效果大打折扣。对，得赶紧吃。苏子涵立刻把自己人都叫进来，毕竟他们几个人也吃不了，既然是好东西，干脆自己人一起分好了。魏荣轩也把舅舅给他的人一起叫进来，几十个人围在院子里，很快便人手一条。啊，吃，快吃！奶团子张嘴咬下一大口，鱼肉软嫩，不用咬就化在嘴里。魏思瑶8颗牙都嫌多，真的连咬都不用咬。好吃死了，不愧是渣渣爹私藏的好东西。见他吃了，大家也都开动。然后齐王府上的天空迅速凝结出一片乌云，紧接着电闪雷鸣，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京城中的人都惊了。那是什么？我去，好像又是齐王府的方向。上次齐王府炸了一个院子，这回怕不是整个王府都要毁于一旦。毕竟怎么看，这次威力好像更强，毕竟云层很厚，闪电很炸裂，一道接着一道，连他们都觉得头皮发麻。然正当众人兴致勃勃看热闹的时候，王府上的云却倏地消失不见，一切又恢复如常。所有人好像看了个寂寞。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抓心挠肺的想知道哦。至于发生了什么，那自然是大爆炸。好在魏思瑶及时压住了一切，灵气一点没泄露，天象都被他吞了，封在灵珠里，缩小版的闪电就像一个小小的摆件，固定其中。再然后，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是震惊与不可思议，因为苏子涵的院子里，只要吃过鱼的都有所提升，连扫地的都晋升了。云香、西香2个人本来都是不能修炼的凡人的，现在都觉得身轻如燕，体力大增，妥妥成为了凡人中的武林高手。这样一来，不就能更好的保护姑娘了吗？这些鱼真是好东西啊！魏子轩直接晋升炼气9层，差点就能直接晋升下一阶。魏荣轩这个天才也从筑基1层飙升到筑基巅峰，稍稍努力就是金丹期，马上就跟苏子涵一个等级了。至于苏子涵，他自打进入金丹期就觉得修炼十分困难，这意味着他的修为很有可能停滞在金丹期，一辈子都无法前进。但谁想到这瓶颈竟然因为吃了鱼而生生破除，这是可以继续提升修为的感觉。苏子涵欣喜万分，他在察觉自己达到金丹期3层的修为之后，扭头就去查看魏思瑶。然而遗憾的是，大家都有所提升，只有魏思瑶吃了鱼之后毫无变化。苏子涵的内心针扎一般的疼。然苏子涵并不知道，魏思瑶真的吃啥都没用，因为他第1世就已经登峰造极，这都第3世了，早就达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恭喜娘亲，哈哈哈，又可以继续修炼了。大哥若不是刚晋升筑基期，修为浅，不然现在也是金丹期了。二哥也马上能晋升筑基期了。不过大哥、二哥要好好的稳固修为，打好根基，将来晋升才能一步千里，扶摇直上。魏思瑶面上是在恭喜，实则偷偷将小肉手上剩下的鱼头、鱼尾巴和鱼骨头藏到背后，而后塞进小胖鸟的嘴里。火凤凰2眼放光，他早就垂涎了，不过他可是神兽，有主的东西他是不屑于偷的。至于现在，这也不叫偷啊，
小主子是大主子的亲闺女，这顶多叫拿，怎么算偷呢？火凤凰吃得心安理得，吃完了，咂咂嘴，原本被魏思瑶薅掉的那根尾羽，一口气长出来不说，还多长了一根尾羽。鸡嗷呜，不错，老娘再次感觉到了燃烧不尽的力量。小胖鸟仰天长啸，只可惜叽叽的声音跟高大威猛完全不沾边，顶多就是胖鸡尖叫罢了。一时间，苏子涵院子里所有人都提升了，众人对苏子涵越发忠心。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主子都舍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分给别人，而魏荣轩手下的护卫也对他更加忠心，说是过来护卫，但大家都知道以后多半就跟着魏荣轩了。而这位小主子上来就给了他们这么大的礼物，只当他们回报以真心。院子里的人都更加尽心，而魏思瑶收获几个进阶后的灵珠，他满意的将珠子塞进储物袋里，咂咂嘴，鱼不错，好吃。至于渣渣爹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哦呵，关他什么事？谁看见他吃了？他敢说，现在连院子里的胖鸟都绝对不会指认是他偷了鱼。给自己鼓个掌，贿赂的不错。魏荣轩和魏子轩在震惊之后，心情逐渐平复，二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自己的房间稳固修为。他们提升的太快了，妹妹说的没错，一切都得以稳扎稳打为基础，求快走不长远。思思，你马上就要1岁了，1岁要抓周的，思思想好抓什么了吗？抓周？奶团子晃了晃脑袋。想好了，我要抓肥宅快乐套、可乐汉堡大鸡腿、辣条火锅毛血旺。想想就开心。肥宅快乐套、可乐汉堡大鸡腿、辣条火锅毛血旺，这都是些啥？算了，思思脑袋里总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只要她的大宝贝能开心快乐的长大，那什么肥宅快乐套都不是问题，娘一定尽力满足你。苏子涵看了一眼安木，发现安木竟然也有了修为，而且修为不低，只比魏子轩低3层。现在也有炼气期6层的修为了，没发现这丫头资质还算不错呢。安木，以后好好陪小郡主。安木谨记娘娘教诲。安木跪下磕头，他是在表忠心。魏思瑶救他出青楼，让他看清渣男本质，还带他修仙，那他这辈子命里就认一个人，就是魏思瑶。苏子涵彻底满意了。姑娘，那个贱妾又来了。怕不是为了王爷的事情来的。哼，肯定是见娘娘随便打发了大管家，他坐不住了，过来求娘娘救王爷呢。不过听说跟魔族有关，这事儿谁沾上谁倒霉，他怎么敢让姑娘你出面？几个人都觉得柳如云就是为了魏宏远来的，只有魏思瑶奶团子故作深沉的摇头晃脑。猜错了，这个女人是打着就渣渣爹的名头来跟娘亲提彩礼的事情的。敲黑板，重点要来了。苏子涵现在内心平静的不得了，他根本不在乎彩礼跟魏宏远之间的关系，他只想狠狠地揍柳如云一顿。别问，问就是看他不顺眼，总要搞一大堆事情。苏子涵直接开口，不见，乱棍打出去。闻言，云香几个人皆眼睛一亮，艾玛，他们早就看不顺眼柳如云了，现在姑娘竟然直接下令乱棍打出去。姑娘，我去，让我试试吃灵鱼带来的精进吧。云香跃跃欲试，好歹她现在也算凡人里的武林高手了。西厢更是当仁不让，你还是在家伺候姑娘好了，这苦活累活交给我。算了，还是让婆子来吧。苏大婆子也跃跃欲试。苏子涵嘴角一扬，你们一起去。得嘞，谢姑娘。三人感激涕零。柳如云本以为苏子涵不管再生气都会见自己，谁知等了半天不但没见到人，还挨了一顿揍。他身边跟的丫鬟都快被打死了，柳如云仗着自己有修为还勉强能撑住，现在王爷坐牢，府里苏子涵说了算，真的打死柳如云都没人知道。姐姐，姐姐你为何对我如此薄情？呜呜，我好歹是你表妹。柳如云在外面哭，然他不提这个还好，提起这个来，苏子涵更恶心的要死。打，使劲打，别手下留情。苏子涵冷冷吩咐，只可惜屋子里没人了，都出去乱棍殴打柳如云去了。不过魏思瑶是个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扭头就往外爬，手脚并用，爬的那叫一个飞快。看挨揍喽！哈哈哈，人家一定要占据有利地形。柳如云想过来说彩丽的事情，惹娘亲不开心，结果没想到娘亲的面都没见到，自己还白挨一顿揍，哈哈哈，想想就刺激，艾玛简直爽歪歪。别打了！柳如云用灵气撑着，但也是苦苦支撑。苏大婆子几个人修为又精进了，即便她用灵气撑住了云香西厢的殴打，也撑不住这几个粗使婆子的棍子。柳如云吃了亏，想到自己的计划，她挣扎着在昏死之前一把抓住云香的衣摆。你记得告诉姐姐，王爷1个月没回府，是在青楼。王爷还想把人接回来，可一个青楼女子抬进门，这不但是辱没了王府的门楣，还是在辱没姐姐呀。柳如云说的情真意切，
果然，云香和西香被忽悠住了，顿时没有再下手。他什么意思？王爷要把一个妓女抬进门，真的假的？柳如云见二人果然起了疑心，连忙又道：我是真的为姐姐而来的，你们让我见见姐姐，我好好说说这件事。那进去再跟姑娘通报一声。那就待会儿再打。几个人彼此对视一眼，连苏大婆子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而此时正好魏思瑶爬出来了，奶团子迅速找到一个阴凉舒服的位置，他开开心心往阴凉的地方一坐，后面跟来的安木立刻铺上软垫子，送上各种吃的喝的。奶团子塞一口吃的，再看一眼门外的众人，小手一挥，打！娘说打！几人顿时来了精神。得嘞，姑娘有令，继续打。于是根本不给柳如云任何见苏子涵的机会，继续执行命令。柳如云都崩溃了，她因为挨揍精神不济，刚才只隐约听到了打这个字，心道怕不是又是幻觉。然而她没有过多的精力去管这个幻觉，因为棍子又落下来了。就在被打晕过去之前，她亲眼看到坐在廊下阴影里的那个小团子，那个废物魏思瑶竟然抬手，小巴掌拍空了3回，最后一回终于拍上，啪的一声响。她看到了什么？她竟然看到魏思瑶看到自己挨揍，在鼓掌。不，一定是看错了，他才多大？他得晚会可是天才，现在还不会拍手呢。对，一定是看错了，这个是个废物，怎么会拍手？只是不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苏子涵有没有听到。柳如云越发懊恼，意识模糊之前，他隐约听到屋子里传来花瓶砸碎的声音，这让柳如云心中一喜。看来是听到了，苏子涵为此发怒，摔了花瓶呢。接下来自己只要等着看好戏就行了。这顿揍没白挨。柳如云为自己挨揍的事情沾沾自喜，他养了几天，没等伤好透，就带着一身伤，立刻去牢房探望齐王。他本想告状，说苏子涵因为彩礼的事情打了自己这个和事佬，但谁想到大牢根本不给探视，柳如云黯然而归，心道这顿打白挨了。不过没事，等齐王出来，咱们再慢慢算账。柳如云想得挺好，然他的小心思早就被魏思瑶分析了个透彻。柳如云早已告诉彩梨，一定帮他进门。恐怕现在彩梨还等着赎身进王府呢。不过他算是恨上娘了，他至始至终都被柳如云骗了，一直以为是娘不让他进门的。我记得按照以前的剧情，娘现在是重病卧床，彩梨一进门就各种找娘的麻烦，害得娘亲的病硬生生加重。柳如云就在一边捡便宜，说到底这一切都是柳如云一手操控的呢。彩梨也是个傻的，自愿给别人当枪使。听到女儿心声，苏子涵心中一动，立刻吩咐去让人打听一下满春堂的动静。就柳如云会耍手段吗？别开玩笑了，对君子他就是君子，对上小人嘛，那就比比谁更小人。奶团子兴奋地瞪大眼睛，挥舞着小胖手。哦呵，娘要行动了，哈哈哈，又有瓜可以吃了。他发现自打自己重生之后，好多剧情都跟原来不一样了。他娘没死，现在不但活蹦乱跳，还进阶金丹，而且还能继续修炼了。既然没有卧病在床，那就有足够的力气反击了嘛。娘亲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接下来他只需要淡定吃瓜就行了。想想还真是爽啊。天道，这次投胎不错哦，不但能躺平，还有瓜吃，不无聊，得劲儿。奶团子十分兴奋。很快，苏子涵想知道的事情就打听清楚了。听到最后，再结合女儿的心声，苏子涵冷笑一声：柳如云真是好算计。是啊，娘，这脑瓜子不愧是女主的命。女主是什么？苏子涵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得行动了。安木，你在家陪着小郡主啊？娘，带我去呀，带我去！我要吃瓜呀，吃瓜！娘，美丽漂亮、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娘，求求了，在家好无聊，吃瓜欢乐多呀！魏思瑶急坏了，抱住苏子涵的腿，死活不撒手，扬起肉嘟嘟的小脸蛋，皱着五官，哼哼唧唧的哀求。苏子涵都被他搞得无语了，只想笑，这丫头还没1岁呢，都会耍赖了，真是拿你没办法。当娘的只能弯腰把宝贝抱进怀里，安木赶紧扭头收拾东西。小郡主的奶，小郡主的披风，小郡主的鞋子，还有各种好吃的，林林总总一大包，啪叽甩在背上，看得云香和西香眼皮直抽抽。那什么安木，这个给你。西香递给她一个戒指。这么贵重，我不能要的，西香姐姐。王府真的太阔气了，上来就给她戒指，这戒指一看就很贵的。不是，这是储物戒指，你可以把东西都塞进去，毕竟背着这么大一个包袱出门。那什么，王府也是要面子的。安木懂了，怪不得那些达官贵人出门都看不到带了东西了，搞了半天全放储物法器里面了。不过这种法器还真是厉害啊！再说他也有修为了，这种东西也就能用了。安木试了几次，而后笑着将戒指收好，他不好意思戴在手上，就穿了个线戴在脖子上，塞进衣服里藏好。
这些都是小郡主的东西，她一定要保护好。苏子涵去了满春堂，不过她没进去，而是在隔壁找了一家茶馆，要了个包间。满春堂里的人全都被抓了，经过几天的审理，有些确定不知情的人被放出来了，其中就有彩梨。她才回到满春堂，惊魂未定，便有人来通知她，齐王妃想见她，就在对面茶楼。彩梨一惊，猛地想起柳如云的话，她说齐王妃善极，就连她这个做表妹的都等了10几年才能踏进王府的门，所以齐王妃这次来绝对是来者不善，这是要找自己的晦气呢。彩梨冷哼一声，扭头跑到镜子前，把自己仔仔细细打理了一遍。今儿她就要一身傲骨的去见齐王妃，王爷喜欢自己，要给自己赎身，她齐王妃就算嫉妒也得憋着，只要能为宗室开枝散叶，那就是好的。再不济，她还要再给齐王妃上一课，好好教教这位跋扈善极的王妃，什么叫做妻德，什么叫做福纲。彩梨真的嘚瑟坏了，差点就觉得自己要上天了，她都卯足了精神要去教训齐王妃了。只能说柳如云给她架的梯子实在是太高了，明晃晃的金钗戴了，大牡丹的绢花也戴了，一身的绫罗绸缎足以闪瞎所有人的眼，再抬头挺胸收下巴，很好，气势十足，美颜十足。看她不先镇住齐王妃，也让她搞清楚她比起自己到底差在哪儿。彩梨底气十足，抬头挺胸走出满春堂，踏进茶楼。楼下吃茶的老客们都喷茶水了。妈了，满春堂的彩梨这是吃错药了吗？打扮得这么妖娆，这是要去勾引谁啊？往楼上走了，这要去招待多有钱的主儿啊！众人议论纷纷，八卦之魂也跟着熊熊燃烧，恨不能直接窜上楼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然楼梯口有面目凶狠的护卫守着，谁都上不去一分。彩梨盯着紧闭的房门，深吸了一口气，猛地推开屋门。彩梨愣了一下，一个曼妙的身影靠在窗边的美人靠前，隔着窗纱欣赏着外面的风景。这女人好美啊！彩梨本想比样貌，但谁知第一眼就感觉到了惨败。大费周折打扮自己的彩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笑话。是啊，她就是个笑话。不管是满头的金银珠宝，还是那大朵大朵的绢花，甚至是自己穿的这一身花里胡哨的衣服，在齐王妃面前都是个笑话。彩梨倏地红了脸，顿时觉得无地自容。她甚至不自觉地弯腰下跪，战战兢兢行礼：“妾见过王妃娘娘。”起吧，接就当咱们姐俩出来闲唠嗑。苏子涵抱起魏思瑶坐到桌边，奶团子瞪大眼睛，满脸稀奇地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彩梨。乖乖，你这是把全部家当都穿身上了吧？彩梨姑娘，你这是要做甚？彩梨瞬间就满脸通红了，再看一眼苏子涵怀里的小团子，彩梨瞬间懵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像？自信点，把像去掉。苏子涵，你竟然派一个奶宝来青楼卧底，就为了调查自己？齐王妃果然歹毒，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彩梨又炸毛了，像个刺猬一样，横眉冷对苏子涵。这是又发的哪门子疯？魏宏远，你到底什么眼神？柳如云有毛病，现在看这个彩梨好像也病得不轻。娘娘有什么话便直说吧，彩梨一介下九流，不配跟娘娘同桌。哦，不做就不做吧，随便了。彩梨一身傲骨，硬气出击，谁知苏子涵软绵绵的不接招，一个“哦”字搞得彩梨差点绷不住，于是她只能站着看着苏子涵吃吃喝喝，好不快活。娘娘是来赶妾走的吧？彩梨自以为猜到了苏子涵的来意，忍不住挑衅。彩梨在满春堂还是挺值钱的，一宿能替妈妈赚万金，不知道娘娘打算给多少钱打发彩梨走？给少了，那就别怪她开口耻笑。苏子涵一脸好奇，我为什么要赶你走？哼，别以为我不知道，都说齐王妃恶毒善极，娘娘定不会同意我进门的。现在王爷下狱，没人能替彩梨做主，这不是赶我走的最好时机吗？苏子涵嗑着瓜子，一边听一边点头，怀里魏思瑶盯着他嗑瓜子，而后偷偷摸摸伸手够。这世上比飞剑还快的是孩子的手，苏子涵一个金丹期的修为都没拦得住，眼睁睁地看着魏思瑶把瓜子连皮塞进嘴里，拢共就成8颗牙吧，还嘎巴嘎巴嚼得挺香。还行，就是皮硬了些。娘亲，这家的瓜子顶多算凑合。苏子涵哭笑不得，彩梨却脸上滚烫，这娘俩是来搞笑的吗？娘娘，她拔高了声音。行了，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等王爷回来我就抬你进府。彩梨瞪大了眼睛，这怎么突然就同意了？到底哪里恶毒，哪里善极了？这明明是人美心善的大好人啊！彩梨差点就要给苏子涵跪下了，但转念一想，怕不是齐王妃做给别人看的，等自己进门之后，指不定的怎么折腾自己呢。想通了这点，彩梨重新挺直腰杆。
哎呀，彩梨也是个没脑子的，满春堂混了7、8年，心眼子全用在忽悠男人身上了。柳如云说啥就信啥，说什么娘恶毒善极，我就问问哪个当老婆的乐意自家男人背着自己在外面搞3搞4，而且知道的时候孩子都10岁了，这个年代又不是不让迎小妾，搞外事算什么情况？彩礼一愣。柳如云说娘恶毒善极，天地良心。柳如云进门都快1年了，过来串门的次数不过3回，欺负？呵，要真欺负我娘，怕不是要踩烂他院子的门，不过是自己吃相难看，还想要个好名声，真是当了婊子还非要立牌坊，又当又立，哦，再加一条，还要出来毁我娘名声。这齐王府还挺热闹。彩丽说你什么好啊，你个没脑子的蠢货，进了门之后只听柳如云的，柳如云拿你当枪使，做坏事你出头，他在一边当好人，最后他踩着你做王妃，扭头把你绑起来卖给庄子上的瘸腿糟老头，啧，那过的日子还不如去满春堂接客呢。彩梨瞬间傻眼，怎么办？吃别人的瓜很有趣，但是换到自己身上他就不痛快了，接下来他该相信谁？行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好好想想吧。云香回府，娘俩扭头离去，余下彩梨心乱如麻，到底怎么办？对了，等等就知道了。齐王妃说要抬她进府，若是不抬，那齐王妃说的一定就是假的；若是抬了，那柳如云说的就是假的。到时候这贱人还想对付自己的话，那他就反过来，第一个先弄死柳如云。彩礼定了心神，这才扭头离开。而另一边，魏宏远中毒，宗门的药师轮番给他解毒都没用，后来还惊动了毒医圣手，毕竟是皇玉弟子的亲爹，皇玉还是要过来看看的。只是黄玉看完魏宏远中的毒之后，当场便摇了摇头，没死，医不了。说完扭头就走了。笑话，这毒下的这么有本事，为什么要医？这种杰作就应该留在世间，供大家瞻仰参观才对。爹爹，您来也不跟女儿说一声。苏展已经有60多岁了，为了彰显威仪，给自己捏了个鹤发童颜的脸，满头白发，但眉目俊朗，十分有气势。子涵，你受委屈了，爹爹这次来，除了抓周，还有一件事。替你出面，亲自面圣，合理。咱们汝南苏氏的女儿不受气，来的不光有老夫，你哥这个家主也来了，还有几位长老。如此重的分量，皇帝也得掂量掂量。苏展有备而来，为的就是一次能合离透彻，省得夜长梦多。对了，思思呢？思思的百日宴都错过了，抓周可不能再错过，快，让老夫看看乖孙。苏展急不可耐，但并没有看到小丫头寻找的时候，脚下传来打招呼的声音。啊，哥。奶团子从苏子涵腿后面露出半拉脑袋，大眼睛黑黢黢的，咧开嘴露出8颗小牙，明显是在逗他老爷玩。苏展被逗得哈哈大笑，心满意足的把奶团子揪出来，高高举起。来，老爷举高高。哈哈哈哈！奶团子被逗得哈哈直笑，小脸挤在一起，又把所有人逗笑。思思喜欢举高高转圈圈呢。苏展心花怒放，这小丫头可真招人稀罕。子涵，齐王呢？思思百日宴不给办，怎么抓周也不见人？苏展看了一圈，没看到魏宏远人，顿时脸色不爽。苏清叶更是举起拳头砸进手心，砸得啪啪响。早就看他不爽了，打死算了。百日宴不办，抓周更不见人，什么鬼？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少爷、老爷、姑爷他……云香欲言又止。那什么坐牢去了，还没出来呢。谁这么优秀，能把这种渣男抓进去坐牢的，绝对是青天大老爷呀！苏子涵有些尴尬，就简单的讲了一下。父子二人对视一眼，皆冷哼一声，那模样连用鼻子哼气的角度都一模一样，真不愧是父子俩。不过齐王早晚会放出来，跟魔族勾结，他没那个胆子。皇上怕不是想敲打他，所以故意关这么久。苏展看问题通透，就自己姑爷那个怂样子，干不成什么大事，更别提勾结魔族这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了。那真是便宜他了，还想今天带着妹夫去演5场切磋一番呢。苏清叶咬牙切齿：“爹，大哥，先进来说吧。”苏子涵话音才落，婆子来报：“姑娘，宫里的圣旨到了，您快去接旨。”苏子涵连忙接旨，宫里的刘内监亲自来送的圣旨，就一个意思，接苏子涵和小郡主以及公子们进宫。皇上要在皇宫为魏思瑶抓周，皇帝亲自帮永乐郡主办抓周，足以见得皇上对这个小郡主多么的喜爱。公公，本宫的爹爹和哥哥也来了。娘娘，皇上说了，人来的越多越好，热闹。得了刘内监的话，一家人整整齐齐上车进宫。苏展和苏清叶对视一眼，心道：进宫好啊，直接面圣，抓周跟和离一起进行，两不耽误，赶紧走人，很好，很好。苏老爷子很高兴，进了马车。苏展跟魏思瑶大眼瞪小眼：
哎呀，这就是我亲爱的老爷呀！啧，原来鹤发童颜竟然能这么帅。老爷，没有人能比你更适合白头发了，你就是个有味道的老帅哥。虽然听儿子提起过这个小外孙是天赋奇才，但亲耳听到心声还是让他一阵兴奋。小丫头虽然不能修炼，但也是个奇人，不错。不过有味道的老帅哥是个什么意思？他很臭吗？苏展低头嗅了嗅身上的味道。可惜苏家灭门，老爷的脑袋被挂在汝南的城门上吊了3年，但凡有人来祭奠的全都砍头。后来大嫂想要把老爷的脑袋偷回来安葬，却误入了阵法，下场哀。苏展心中一震，巨大的愤怒和悲愤涌上心头。老爷子握紧了拳头，再次思索着儿子的话。爹，齐王不是良人，早晚我会把妹妹接回来。我不是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苏展闭了闭眼，看来和离也不是什么坏事。而另一边，苏子涵却瞪大眼睛，满脸八卦的支棱起耳朵。刚女儿说了，大嫂是荣轩的老婆吗？乖乖思思啊，你再多说说，告诉娘，你大嫂长得好看不？哪里人士？什么时候跟你哥喜结良缘的呀？哎，闺女，你倒是说啊呀！苏子涵快急死了。不过魏思瑶不打算说了，他被苏展丢出来的玩意儿吸引了全部注意力。苏家现在是苏青叶在管家，苏展并不是退休了，而是他一直都没当过家，人家家主都是武力值爆表的刀、枪、剑、棍修，就他是个伏修。虽然伏修千变万化，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助力，但也只是个助力，不是主力。苏展跟家主之位失之交臂，不过他儿子苏青叶厉害，刀枪棍棒18般武艺信手拈来，实力碾压苏氏所有人，当之无愧的苏氏武力值第一人。今天见到小外孙，苏展高兴，想逗逗外孙，便顺手捏了个符咒贴在小胖鸟身上，嘴里神神叨叨一阵嘀咕：思思，你看啊，老爷要念咒了，叽里咕噜阿巴阿巴变。指头一指，而后这只赤红小鸟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只蛤蟆。不是，你这个老六，你还行不行了？你只会变蛤蟆吗？你只会变蛤蟆吗？你会不会变个凤凰，变个神兽神马的？搞个这么丑的东西，你是想气死谁？真服了你这个老六了啊！蛤蟆脑袋上炸开一朵青金十字架，蹦起来照着苏展鹤发童颜的俊脸，一记无影脚狠狠踹飞。苏展扭头吐血的那一秒还在想，老天爷，什么蛤蟆这么厉害？爹，你没事吧？苏子涵都惊了，他爹竟然在跟凤凰打架。您说您跟他打什么呀？您能打得过他吗？他虽然披着蛤蟆的皮，但内心还是那个天下无敌的神兽凤凰啊！苏展被挠得满脸红印，鹤发都乱了，他都快疯了。自己刚出关，新鲜出炉的元婴期高手，信心满满，现在竟然还干不过一只癞蛤蟆。闺女孙女都看着呢，他不要面子的吗？啊！苏展撸起袖子，闺女你别管，思思，今儿老爷请你吃烤蛙。魏思瑶精神抖擞，瞬间口水横流。阿巴，老爷加油！老爷最棒！老爷嗷嗷叫，思思要吃肉。老爷子也精神抖擞了。行，为了思思，继续上。今晚上老爷就给你炖肉。哎呀，爹，这是一只凤凰啊！他闺女在说啥？哎呀，凤凰怎么了？凤凰就不能吃了吗？老爷加油！老爷最棒！老爷给思思尝尝凤凰肉。苏展成功黑脸，再看看气鼓鼓的跟气球一样的蛤蟆，他默默松开手，陪笑。晚辈见过凤凰神君。呱，见你妹呀！赶紧给本神兽恢复原状啊！蛤蟆抬爪子就是一下，老爷子2度吐血。苏展赶紧把鸟变回来，小胖鸟毛都炸了，七零八落的，还有的地方见血了，明显能看出来，两方干仗，谁都没占到便宜。老爷好厉害，老爷的符咒也好厉害，能把凤凰都变成蛤蟆，是不是也能把渣渣爹变成王八？苏展眼睛一亮，突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齐王要是不同意和离，就把他变王八。乖孙啊，你可真是个大聪明。思思想要吗？来，老爷的符咒都给你玩。说着，他掏出一大堆符咒，一个一个道：这个是求雨符，这个是火焰符，这个是闭嘴符，这个是定身符，还有轻身符、千钧符等等。奶团子兴奋拍手，全都是好东西呀！不过老爷没有变蛤蟆的符吗？再不济给个变王八的吗？可以的话，变猪符人家也不嫌弃。得，这是玩上瘾了。不过苏展还是很豪气的给了，另外还给了他一堆乱七八糟的符咒。这些都是失败品，老爷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你拿去玩吧。爹，你都不知道有什么用，给思思玩是不是太危险了？苏子涵有些担心，思思1岁了，但还是很小很小的。没事，没有修为根本催动不了这些符咒。
思思顶多拿他们撕着玩罢了。苏子涵一想也对，便不再多说什么。可他们谁都不知道，魏思瑶真的不需要修为这样东西，也能催动这些符咒。毕竟人家是活了3辈子的大佬。奶团子嘿笑着把符咒全都塞进自己的小储物袋子里。很好，很好，又多了好多好东西。黄玉给了一大堆毒药和解药，老爷给了一大堆符咒，哈哈哈，以后又有的玩了，爽。魏楚夜特意给魏思瑶举办抓周，请来的人也都是跟魏思瑶关系亲近的人。碍于是亲生女儿的抓周，皇帝特地把魏宏远从牢房提出来，安排了座位，跟苏子涵坐在一起。苏子涵全程冷脸，魏宏远的毒还没好，病恹恹强撑着一口气，显然也不开心。夫妻二人谁都没给谁好脸色，而这也落在了淑妃和柳如云眼里，二人十分开心。不喜欢彼此好啊，不喜欢他柳如云才有更多的机会嘛。恭喜皇帝爷爷，贺喜皇帝爷爷，不但进阶了，最近躁动的灵气也稳固下来了，终于可以正式运用金丹期的功法了。不过爷爷一定要好好稳住，不可急于求成，不然只能停滞于金丹期，再也无法迈进一步了。魏楚夜越听心里越舒服，御医的话听了之后，他还得考虑一下，区分一下真假，但思思的心声绝对不会作假，哈哈，很好，他又可以修炼了，又可以支棱起来了，很好。皇帝开心，还想再抱会儿。皇太后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奶团子抱过去了。思思啊，今儿就满1岁了，我们的小郡主要长大了。皇太后对魏思瑶爱得不行。皇祖奶，皇祖奶的脸色已经好很多了，皇祖奶也没事了，哈哈，那寒冰床还要继续睡，直到完全好了之后，还要再多睡几年，稳固好了才能继续修炼哦。皇太后沐浴容心满意足。一会儿皇祖奶把宝贝放进去，让咱们思思一起抓。还有宝贝？魏思瑶瞪圆眼睛，对一会儿的抓周无比期待。于是奶团子就这么转了一圈，连太子魏如期都抱了抱魏思瑶。而神奇的是，抱完奶团子之后，魏如期甚至觉得自己2只手都暖暖的，似是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在上面流动。12弟的这个孩子真是个宝啊！好了，开始抓周吧。皇帝刚开口，魏宏远便挣扎着起身。父皇，儿臣有话说。席面倏地寂静，苏清叶也冷笑着起身，一抱拳，凛凛道：正好，本座代表汝南苏氏也有话说。直到此时，所有人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这好像有大事要发生啊！而且齐王这么勇地出头，又是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是提和离呀！他的苏子涵过不下去了，自己坐牢这女人都不来看自己，而且还极度踩离，打了柳如云这种婆娘，不要也罢。至于那3个废物，就暂时养在府里，年纪大了，随便打发出去便是，也不会辱没自己这个当爹的名声。他看向苏清叶，苏清叶理都没搭理他，直接开口：皇上，今儿汝南苏氏族长还有各位长老都来了，就为一件事，我们苏氏的女儿要跟齐王和离。冷冷的声音掷地有声，直接席卷全场，所有人都懵了，魏宏远更懵。和离？不是，应该他先提的，怎么让苏清叶先开口了？他堂堂齐王的面子都没了。父皇，应该是你闭嘴！苏氏家主，这到底怎么回事？皇上，舍妹自嫁入齐王府，日夜操劳，齐王却与表妹勾搭，连孩子都生了，隐瞒舍妹10年，罪其一。苏清叶声音掷地有声，一字一句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巴掌一般抽在所有魏氏皇族脸上。魏宏远做的破事，让大家都没脸啊！舍妹连生3子，个个不能修炼，齐王把3个孩子视作耻辱，不管不问，思思都1岁了。齐王更是从未抱过1次，齐王不配做父亲，罪其2。皇室最看重子嗣和等级，嫡出就是嫡出，庶出就是庶出，魏宏远嫡庶不分，偏宠庶出，这就是罪。府中出事，齐王躲到青楼快活1月，让舍妹一介女子挑起一切，毫无担当，罪其3。喜欢上青楼女子，非要抬进门，皇室脸面扫地，罪其4。王府的产业却交给贱妾打理，王爷这是在打汝南苏氏女儿的脸，罪其5。还有，苏清叶一口气说了10几条。虽然后面说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但足以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一变再变。没脸啦，没脸！别说魏楚夜，连皇太后的脸面都挂不住了。疯了，疯了，疯了！魏宏远这个畜生竟然做了这么多事，到最后魏楚夜几乎要被气晕过去，偏魏宏远还在一边叫嚣：我是齐王，我爱抬谁进门就抬谁进门，你们都管不着。彩离必须进门。畜生，住嘴！皇帝快气疯了，林文初却有些坐立不安。本来是好好的来给魏思瑶办抓周的，上来就吃瓜算什么事儿？齐王非要跟齐王和离，这事儿他当不知道行吗？柳如云却快要笑死了。和离好啊，赶紧和离吧，
王府就她一个女人了，然后她不就能做齐王妃了吗？哈哈哈，好，继续。皇上，老夫恳请皇上同意合理。大周卫氏的脸面重要，汝南苏氏的脸面就不重要了吗？魏楚业整个人都不好了，只能看向儿子。你好好给人家道歉。偏魏宏远这个混账玩意儿，不但不道歉，还梗着脖子叫嚣。父皇，儿臣也同意合理。儿臣有喜欢的女子了，儿臣要跟喜欢的女子在一起。苏子涵，儿臣从来就没喜欢过。你！皇帝整个人都摇晃了，气得他差点气晕过去。他下意识看向奶团子，魏思瑶已经被舅舅的气势震惊到了，半晌咂咂嘴。还是舅舅大气，一口气列了10几条罪名，真是字字诛心呐！哎，合理吧，不然下场就是我娘被活活气死，汝南苏氏灭门，我可怜的舅舅自尽于齐王府。汝南苏氏要是没了，汝南防线就会全面崩溃，到时候魔族就会继而侵扰都城。对，想起来了，汝南苏氏完蛋，皇室也没落的好处，毕竟大家谁都少不得谁。魏楚业的心一寸一寸凉到了谷底。说实在的，他还是想包庇一下儿子的。这次让他坐这么久的牢，也是为了能让儿媳消气。但谁想到苏氏长老们都来了，人家不要消气，人家要和离。更郁闷的是，这个蠢笨的儿子嗷嗷叫着要跟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简直混账。魏楚业听完魏思瑶的心声，心思几经回转，最后咬牙道：好，朕同意你们和离。听到这话的那一刻，苏子涵几乎是热泪盈眶。苏子涵万分激动，但他很快冷静下来，继而跪下：皇上，妾请求带走妾的3个孩子。魏荣轩、魏子轩、魏思瑶一个都不能少，只能跟自己走。皇上，齐王不配做父亲，如果留3子在府内教养，最后折辱的还是皇族的名声，所以不如将3个孩子带回汝南。带回汝南？那是不可能的。魏楚业现在可宝贝魏思瑶了，谁都能走，思思一定不能走。但魏思瑶才1岁，留下他就得留下苏子涵。当皇帝的脑子都很好使，魏楚业想了一下，便道：朕觉得可行。那一刻，汝南苏氏一族皆内心雀跃，而内心更雀跃的却是柳如云。他都想直接跳出来撒花了。这么好的吗？突然就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呀，连着几个废物都滚蛋了，前程路上的绊脚石一个都没有了呀，哈哈哈哈！这么一来，王府不就是他柳如云和孩子们的了吗？太好了，太好了！皇帝，我真谢谢你，你就是千古明君，万古一帝呀！皇上英明。柳如云笑得几乎要合不拢嘴，然皇帝却倏地话锋一转：不过……柳如云心中一颤，不过咋的？还有什么变数？不过朕和太后以及皇后都很喜欢思思，便不让他们娘几个回汝南了，留下来多陪陪太后。来人，拟诏收汝南苏氏女苏子涵为义女，封新月公主，赐新月公主府邸，封长子魏荣轩汝南郡王，次子魏子轩为芙蓉县王。魏思瑶依旧继续做郡主，不过齐王府半数家产赐永乐郡主，余下半数家产汝南郡王、芙蓉县王共同分1半，那1半留给齐王吧。啥？魏思瑶本来还在悠哉悠哉的吃瓜，吃到最后整个人都麻了。齐王府半数家产给自己，哈，这么爽的吗？而且余下的家产再分1半，余下的家产只有1半，大哥二哥跟渣渣爹均分，那不就等于能分到剩下半分的1半？这么算来，魏思瑶扒拉着粉嫩嫩的小手指，艾玛，这么算下来，他们家不就能分到3/4的家产了吗？哈哈哈，皇帝爷爷你不错哦，皇帝爷爷棒棒的，哈哈哈，爱你，就这么你招。听到魏思瑶的心声，魏楚业终于放下心来，行，很好，小家伙很开心，这一步真的走对了。苏氏的人闻言也都点了点头，对于皇帝的决断，他们还是认同的。而且齐王不是王爷吗？现在苏子涵做了公主，大家地位相同，谁也别想欺负谁。这么一看，还怪好来。苏展和苏青叶对视一眼，也觉得这样不错。至于齐王府的产业，他们不在乎，汝南苏氏不差这点东西，但没有什么比对等的关系更重要，因为这才能代表将来不受欺负。大家都很开心，偏柳如云快要气死了。和离就和离吧，离开了麻溜滚蛋不就好了？偏又给苏子涵一家子封号。瞧瞧，不是封公主，就是封郡王。就算魏思瑶没有封号，可他拿走了齐王府的家产，这么一分，留到自己手里的家产还能剩下多少？柳如云快要崩溃了，她只能扯住魏宏远的袖子，低声道：王爷，锦城和晚会大了，正是用丹药的时候，钱不能都给苏子涵，他和孩子们还要用的。魏宏远一愣，显然也反应过来了。父皇，儿臣还要花销呢，此事不。天降一道符咒，
正是苏展给魏思瑶玩的那些。苏展看了一眼，便收回视线。小外孙没有修为，贴了也没。齐王在众人面前变成了一只癞蛤蟆。你话太多了，可闭嘴吧！皇帝爷爷都开口了，你还想把东西要回去？交到他魏思瑶手里的东西是那么容易要回去的吗？哈，别开玩笑了。所以你还是变成癞蛤蟆边玩去吧。王爷！柳如云惊声尖叫，淑妃也吓了一跳，赶紧过来看。苏展在一边幸灾乐祸，淡淡开口：2个时辰后就自动解了。自动解？淑妃咬牙：苏老为什么不现在解？苏展摊手：刚出关，手不稳，怕搞砸，那就变不回来了。淑妃一口银牙差点咬碎，但一想到终于和离了，终于要跟那3个废物孩子告别，终于能让有天赋的孩子光明正大的继承齐王府，他就忍下了这口气。哼，汝南苏氏，你们给本宫等着，等魏锦城继承王府，等魏晚会这个天才长大，一定要你们好看。众人各怀着心思，既然大家都没撕破脸，抓周还是要进行下去的。至于那只癞蛤蟆，麻烦淑妃抱紧点，别一不小心才死了。准备抓周吧。皇帝摆摆手，刘内监立刻命小太监布置安排。小太监将抓周的各种东西一样一样的摆上，大家都脸色平静，只淑妃和柳如云看得眼睛都直了。人家抓周放桃木剑，魏思瑶抓周放的是上品纯阳宝剑，人家抓周随便放本书，魏思瑶抓周放的是上品八荒奇书，至于其他的也都不是凡品，什么九曲神笔、七星算盘、翻云印、混天尺，竟然全都是宝贝啊！柳如云的嫉妒从心中涌出来，充斥口腔，又苦又涩。明明王府的资产刚分了3/4给苏子涵，现在又是一地的宝贝。对了，这些宝贝都是参加抓周的大家准备的，淑妃准备了什么呀？皇帝直接开口，九曲神笔、七星算盘、翻云印、混天尺都是一家拿一样，淑妃也得准备点不重样的。淑妃要疯了，咋的？抓周还得自己准备礼物？明明都跟自己儿子和离了，财产拿走那么多，还要礼物？疯了吧！一个废物他也配？淑妃十分不愿意，但既然是皇帝开口，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外拿。只是原本准备好的廉价礼物实在是拿不出手，至少比起这些什么九曲神笔、七星算盘、翻云印、混天尺什么的，自己准备的礼物简直就像一件垃圾。没办法了，淑妃只能咬牙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娘家带来的迷仙盘，小心翼翼地递过去。总之，抓周只能抓一样，只要魏思瑶抓不中这只盘子，那就还能还给自己的。对，会还给自己的。魏思瑶也就2只手，最多抓2样，而这里面这么多东西，不可能全都抓走的嘛。淑妃终于笑了，陛下可以开始了。思思，选吧，选中什么你就拿走什么。选中了就能拿走。魏思瑶盯着这满地的宝贝流口水，她全都想拿走啊，怎么办呢？小脑瓜子转了又转，魏思瑶抬头往树梢上看了一眼，肉指头勾了勾。啊，看什么看？敢不敢过来帮忙？小胖鸟啄了啄羽毛，明明已经变回鸟了，还下意识想来个蛙跳。它自枝头一跃而下，俯冲过来，而后围着红色地毯高速转圈，超快的速度直接掀起地毯外沿，紧接着摆在外围的宝贝全都往中间滑去。也就是魏思瑶干坐着什么都没动，那些宝贝都主动自己送上门来，而后魏思瑶要做的就是抽出自己的储物袋，抖开，等着宝贝们自己一个一个钻进他的储物袋。他哒，最后一个装完，储物袋麻溜一收，重新塞进小胖鸟翅膀底下。小胖鸟更是无比配合地张开翅膀，瞬间消失在所有人面前。啊，这抓周是抓了个寂寞吗？大家都看傻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抓周的，东西没碰到，却全进了奶娃娃的口袋。皇太后忍不住给气笑了，这算抓了还是没抓？要说抓了吧，奶团子一个都没碰到；要说没抓吧，这些东西一个都没了。尴尬的氛围瞬间蔓延，苏子涵脸色微红，苏展和苏清叶倒是很想给奶团子鼓掌，不错，干得漂亮，遇见宝贝当然得照单全收，一个不留，很好，有他们汝南苏氏的风骨。众人脸上神情各异，然而最崩溃的还是淑妃。那宝贝她本就拿得不情愿，而且已经打定了主意，魏思瑶不可能拿走所有，所以自己这个宝贝还会还回来的。但竟然一个都没剩下。魏思瑶，你是八爪鱼投胎的吗？娘娘，这样抓周也可以吗？柳如云在一边低声耳语，她嫉妒的快要发狂了，那可是满地的好东西啊。当然不可以。淑妃一动，众人便纷纷望过来。魏楚叶蹙眉道：淑妃，你有何事？何事？当然是把她的东西要回来，那可是她娘家给的压箱底的东西，将来是要给自己的亲孙媳妇儿的，不是给魏思瑶这个废物的。但直接开口要肯定不行。淑妃笑道：这思思什么都没碰呢，不合适。子涵啊，还不让思思把东西拿出来，重新再抓。没什么不合适的，全都收了，就等于全都摸了。
我们思思就是个天才，不，还是个全才，聪明伶俐，文武双全，还有钱，样样全占。好，很好，太好了。可没有这样抓周的，还是……哎，这点东西既然拿出来，那就是给思思的，难不成淑妃娘娘还想拿回去？怎么，你们云中宋氏连这点东西都在乎了？话说到这份上，淑妃不好再说什么，但内心却越发不爽。她左右看看，见不管是皇帝还是皇后，甚至连宁国公主和林文初都没什么反应，那样子就是在告诉她，这点东西就是打算送给魏思瑶的。淑妃彻底懵了，苍天啊，谁能想到啊，东西拿出去竟然收不回来了。奶团子开开心心地爬到她眼前，伸手抓住她桌上的糕点，而后抬起小手就要往她嘴里喂。淑妃现在都快呕血了，哪里还有心情吃东西？而且这倒霉催的玩意儿竟然还主动靠过来喂自己，真是多看一眼她就少活1年。淑妃干脆扭头不看她，只抬头看向皇帝。皇上，老十二已经在牢里待了好几天了，这次出来就别再让他回去了吧。既然东西没了，那儿子得给放出来吧。魏思瑶，你给老娘乖乖做个工具人，知道了吗？淑妃瞪奶团子，奶团子抓起点心直接对到淑妃嘴上。啊，吃！别跟我客气。松软的点心对上就稀碎，点心渣子糊了一脸。淑妃气得想骂人，但这么多人看着，只能硬生生忍住，而且还得陪笑脸夸思思真乖，本宫不吃，你吃，来。她捏起一大块点心，恶狠狠的就要往魏思瑶嘴里塞。然奶团子的注意力完全被葡萄吸引，小肉手无比迅速摸上去，狠狠抓住，指尖用力，扑哧！爆汁！见淑妃一脸捏着点心的淑妃瞬间僵硬，点心距离魏思瑶的嘴就差一点点。奶团子看了一眼，张嘴啃了一口，没啃下来，倒是口水糊了一层。魏思瑶歪头想了想，又把点心接过来，口水那边冲着脸，再次对到淑妃嘴上。淑妃要哭了，偏周围的人还在夸赞小郡主真懂事，还知道给淑妃娘娘吃，真是聪明伶俐。魏思瑶，淑妃气得压低声音，手也探过来，下手就要掐。既然明着不能教训，那就偷偷来好了，看他不掐哭魏思瑶，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敬老爱老。下一秒，奶团子手上多了一张符咒，啪叽一声贴在了他脑门上。淑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有点不妙，然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视野变矮了，奶团子变高了，伸出去的手似乎也变成了，咦，他的手怎么变成绿色的了，还开花了。哎呦我的妈！柳如云吓得原地蹦起，周围的人也都愣了一下。刚才魏思瑶是给淑妃贴了张符，那是不是代表刚才齐王脑袋上从天而降的符也是魏思瑶贴的？皇上，小郡主太顽劣了，竟然给娘娘贴这种东西。柳如云急了，这可是亲婆婆，现在都变成青蛙了。现在苏子涵滚蛋了，当齐王妃的机会就在眼前，她一定要抓住。为此，她就要敢于反抗皇权。她干脆往地上一跪：皇上，奴婢一介妾室，本不该逾越。不该逾越，那就闭嘴好了。奶团子小手一甩：走你！正跪着的柳如云满脸问号：什么走你？疑惑的时候，只觉得凉风袭来，她下意识一躲，符咒啪叽贴在怀里的魏婉慧脑袋上。柳如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变成了一只小耗子。啊！我的天才，我的婉慧！阿巴阿巴！郁闷，贴歪了，没事儿，再来一张，啪叽，这回准了，贴上了。于是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柳如云在尖叫声中变成了一只大王八。小耗子抬头对上奶团子，握爪控诉。魏思瑶十分不好意思，摸摸头，嘿嘿一笑：啊，抱歉抱歉，误伤误伤。于是小耗子抱进怀里，魏思瑶扭头就爬，急得老乌龟追着屁股讨要闺女，后面还跟着一只大青蛙。始作俑者屁股后面跟一串，玩得嘎嘎乐，众人都默了。此刻心中只有一句话：你特娘的真是个天才！好好的抓周什么都没抓，倒是抓住了一只小耗子，后面跟着一串小动物。奶团子嘎嘎乐着到处爬，苏展也捏着胡子哈哈大笑。思思干得漂亮！哼，淑妃小气，给亲孙女的东西还想要回去，而且这是来参加抓周的吗？这怕不是打着抓周的幌子来救儿子的。还有柳如云，妻子早亡，他是念在妻子的情分上，才对这个娘家远亲诸多照顾呢。现在呢，刚若不是思思及时贴上一张符咒，还不知道这个贱人的狗嘴里会吐出什么伤人的玩意儿呢。苏展心中不爽，只觉得思思下手还是轻了，变什么王八，最好变成狗屎，这才配得上柳如云那恶毒的心思。于是苏展一抱拳：皇上，既然抓周已经抓完了，合离的事情还是趁早办了吧。就这么一群烂人，赶紧滚远些吧。皇帝挥挥手同意了苏展的话，老爷子立刻带着自家人离开，余下的人也纷纷告退。
府里的半数财产给魏思瑶做私产，余下的半份4个孩子均分，那就分。苏子涵早就准备好了各种单子，自己的嫁妆自然是全部拿走的哦，还有炸掉的那个院子也是自己嫁妆钱修的，所以这个院子得全部拆掉。苏青叶带来不少人手，本来是怕打起来以防万一，现在好了，正好用来搬家，还有守护在王府外的那些人一起弄进来搬家。临走前，这些护卫扭头看了看其他来2个方向的人马，招招手，嘿，一起来帮忙嘛！皇帝的人马，7星堂的人马啊，这既然都被发现了，那就帮呗。于是3拨人马加入搬家行动，庄子均分，铺子均分，王府的丹药灵植全都均分。什么？单数分不了，那就把这个单数切成4份。总之，他要拿走3/4。于是拆，房子拆走3/4，只留下1/4，多余的那一张椅子不好分，那就拆开，4条腿拿走3条，椅子面分成4份，拿走3份。很好，分家嘛，就是得这么公平公正。于是，好好的齐王府就地消失了3/4，连大门都只留下了一半的一半。走过路过的人以前都看不见院子，毕竟有影壁挡着，现在影壁少了3/4，王府一览无遗。王府的假山为什么只有1/4？哎呦，那房子是降了一半吗？院墙怎么也少一大半？众人窃窃私语，魏思瑶都快要笑疯，太给力了有没有？真的把圣旨贯彻到底了，说好的3/4，真的1分都不能少啊！爽！皇帝赏赐了公主府，离齐王府很近，就在隔壁，而且还在齐王府左边。位置来说，新月公主府在前，也就是说，新月公主府比齐王府尊贵。对此，苏展十分满意，迅速带人把东西搬进了新月公主府，就是这么速度。等所有东西清点完毕，苏子涵将分家的清单又重新抄写一份，递给了王府的大总管。这个交给齐王。说完，抱着孩子扭头就走，心里无比开心兴奋。终于离开这个破地方了。此时，皇宫里2个时辰过去，齐王、淑妃和柳如云终于变回人样了。3个人齐齐跪一地，迎接他们的是皇帝魏楚业的雷霆震怒。魏宏远，混账东西！你，就是你，害得朕差点失去最心爱的孙女。父皇，儿臣没错，儿臣本来也不喜欢苏子涵，当初是父皇非要让儿臣迎娶苏子涵。魏宏远还死不悔改，当初的婚事是皇上定的，淑妃也同意，毕竟汝南苏氏的地位在那里摆着，可比他们云中宋氏强多了，儿子多了个厉害的助力不好吗？可谁知苏子涵娘家是好的，都能，苏子涵不给力，生了3个孩子，全都是废物。所以刚皇帝下旨让苏子涵带走3个孩子的时候，他完全不反对，真是还想疯狂给皇帝点赞。对，这些废物就该一并带走。皇上，既然都这样了，就不要再怪宏远了。淑妃向着自己儿子说话，魏楚业暴怒，他就是被你宠坏的。父皇，总之，儿臣希望跟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希望父皇成全。好，朕成全你，以后朝廷的政务你也不用管了，朕就撤了你朝廷里的职务，回去做一个闲散王爷吧，滚！魏楚业气疯了，本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现在看看简直就是个废物，为了女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分轻重，无大局观念，他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皇帝一声令下，魏宏远自然麻溜滚蛋，劳氏不必继续做了，这样正好可以回府继续他没做完的事情了。王爷，柳如云激动坏了，刚才魏宏远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说什么要跟喜欢的女人在一起，这是不是就代表着他终于熬出头，可以不必再做妾了？一想到这里，柳如云就心情愉悦。王爷，如云发誓一辈子都陪在王爷身边。太好了，终于熬出头了。柳如云热泪盈眶，魏宏远重重点头。如云，你是好姑娘，本王也不会辜负你。走，这就回府准备，本王要搞一场盛大的婚礼。盛大的婚礼啊，太好了，王爷。柳如云万分感动，搀扶着魏宏远回府。然回到王府之后，2个人都傻掉了。本王的大门呢？怎么就剩下1/4了？本王的影壁呢？怎么就剩下个基石了？还有本王的院墙、本王的屋顶、本王池塘里的水都少了一大半。这到底怎么回事？王爷，这是娘娘临走前留下的清单，奴才已经按照清单清点了一遍了。娘娘点东西的时候也当着奴才的面清点的，确定没错。确定没错，是按照3/4拿走的。话说到这里，魏宏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场咬牙切齿，暴怒叫嚣：苏子涵！一墙之隔，苏家人听到某人暴躁的嚎叫，然没人再搭理他了，都和离了。谁管你是齐王还是齐王八？云香和西香满脸兴奋地从墙头上爬下来，这瓜吃的真是爽死了。齐王有多愤怒，他们就有开心。没看到王爷那张脸，气得都扭曲了。
柳如云手帕都快扯烂了，当上王妃又有什么用？姑娘屁都没给她留下啊！看啊！你们看热闹怎么不带人家呀？呀！我也要吃瓜，我也要看渣渣爹扭曲的脸，我也要上墙啊呀！魏思瑶郁闷死了，虽然能麻溜走路了，但他还是够不着墙啊！他也想爬墙头。小郡主怎么也来了？二人听不到魏思瑶的话，不过安慕听到了，笑着把魏思瑶抱起来，放到墙头上。诺，小郡主玩吧。魏思瑶赶紧扒住墙头看热闹，但可惜人都走光了，一个都没留下。苏子涵把东西都拿走了，只留下1/4，然这1/4再加上魏宏远每月的俸禄，倒也足以支撑府邸的修缮。再加上魏宏远扬言要办婚礼，于是齐王就掏空了自己最后那点家底。告诉你们公主，本王要成亲了，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成亲。至于你们主子，哼，本王都不要的女人，我倒要看看整个大周还会有人敢要。和离，以为和离就完了？不，苏子涵，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找到比本王更好的了。魏宏远得意洋洋离去，婆子满脸膈应，但还是把这件事转告了苏子涵。哼，看来妹妹和离真的离对了，这个齐王真是太恶心了，早知是这种人，当初就不该让妹妹嫁过来。苏青叶一脸遗憾，他还没跟齐王这个废物切磋呢，他的毒到底什么时候好？他可不想收拾一个伤患，有辱自己的英名。哼，就是便宜了柳如云，这才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咱们苏家对他有接济养育之恩，他就这么报答咱们。苏展气柳如云，然苏子涵却十分平静。和离除了带给他开心以外，再不会给他其他情绪。总之，只要能把孩子一起带走，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大获全胜了。于是，那请柬被丢在一边，而后一只小肉手偷偷摸摸探出来，顺着桌沿摸到请柬，一把抓住，迅速抽到桌子底下。而后，奶团子慢悠悠翻开请柬，直到看清楚请柬上面新娘的名字。我去，这请柬太刺激了，搞得伦家很想高歌一曲。男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啊！啥？齐王府张灯结彩，搞得动静比最初柳如云成亲的动静还大。柳如云兴奋坏了，这段时间她一直忙前忙后的，还亲手缝制了嫁衣，用的最好的料子、最好的针线，绣了最漂亮的凤凰，甚至还亲自置办了嫁妆。皇宫里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唯一出席的就只有淑妃。柳如云美滋滋的等着齐王来挑自己盖头，然而却听前面呼喊一声：“新娘到！”新娘，她还在屋子里坐着，哪里来的新娘？奶娘，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奶娘匆匆走出去，又匆匆往回赶，脸色煞白，结结巴巴道：“姑娘，不好了，到底怎么回事？王爷要迎娶的人不是姑娘。”柳如云一把扯下盖头，呼啦起身，提起裙摆，猛地往外冲去。大厅内异常热闹，宾客坐满了桌子，龙凤红烛带来一片喜气，而正扯着红绸进门的，却根本不是自己。柳如云被挡在最外面，她死死盯着那女子盖着盖头，根本看不到脸。是谁？是谁？到底是谁？柳如云快气疯了，然婚礼还在继续，直到跪拜完毕，魏宏远再也忍不住内心兴奋，偷偷将盖头掀起一角，终于露出半张明艳瑰丽的面容，正是苏子涵。是你！柳如云崩溃尖叫，苏子涵一直都是她的噩梦，锣鼓喧天的声音将她的叫声遮盖，谁都没听见。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新人身上，柳如云却濒临崩溃，摇摇欲坠。姑娘，这女人不是满春堂的彩丽吗？什么？柳如云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只能说苏子涵在她心中分量太大，所以第一眼望去，她就直接把人看作了苏子涵。彩丽，我们满春堂的头牌入了王爷的眼，现在嫁入王府，这是要麻雀变凤凰了，真让我们这些干奴才的人羡慕。是啊，大家都是满春堂的贱籍，彩丽真是熬出头了。原来这都是满春堂的人。说话的是个龟公，闻言扭头往后看了一眼，见家丁拦着一个女子，女子竟然穿着跟彩礼一样的通红嫁衣。龟公当场蹙眉，哪儿来的烂玩意儿，来砸咱们彩丽的场子？几个人彼此对视一眼，而后互相给了个眼神，扭头离席，一边一个架起柳如云就往外走。你们坐，呜！奶妈的嘴被直接堵住，几个家丁扫了一眼，全当没看到。如果不是柳如云，齐王妃也不会走，这女人对他们这些下人也不好，凭什么帮她？再说齐王迎娶了新的王妃，不也证明柳如云这辈子都只能做个妾了吗？这么一看，也不比他们这些奴才高等多少，所以不惧。几个龟公里有几个有修为的，大家蜂拥而上。柳如云为了成亲，浑身上下什么宝贝都没带，被一群人殴打，真的毫无招架之力。你就是王府的那个妾吧？彩礼大婚，你穿着嫁衣出来，没安好心啊！奶奶个腿的，老子告诉你，
要是日后你敢欺负彩梨，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有本事你别出王府的门。齐王妃是不是就是你逼走的？你给我老实点！一群人把柳如云胖揍了一顿，顺便包走了嫁衣，指着单衣丢在假山后面，而后一行人扬长而去。余下柳如云满脸伤痕，哭都哭不出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王爷不是最喜欢自己的吗？怎么会突然把彩梨抬进门，还做了新的齐王妃？而且这段时间王爷一直在坐牢，怎么会？柳如云要崩溃了，耳边忽地传来脚步声，她一惊，连忙扯住袖子遮挡住自己的脸，生怕被人看到自己现在如此狼狈的模样。呵，柳如云，你也有今天。熟悉的声音，熟悉到让柳如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她狠狠瑟缩了一下，汗毛倒竖。她猛地望过去，待看清来人，赤红的眸子瞬间满含着怒火。苏子涵抱着魏思瑶，居高临下打量着无比狼狈的柳如云，别提多开心了。爽吗？新郎成亲了，新娘却不是我，是不是爽歪歪？苏子涵借用女儿的心声，气得柳如云吐血。好奇吗？为什么齐王没娶你，而娶了彩梨？苏子涵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素然美丽的面容如春风拂面，溢满笑意。柳如云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是你，聪明有长进。娘亲，快，接着往下说。艾玛，这比看小说还要刺激。你以为牢房只有你自己能去吗？彩梨为什么不能去？而且我还告诉了她魏宏远的喜好。柳如云脸色煞白，她终于想明白自己忽视了什么了。这几天她心里一直想的是怎么对付苏子涵，怎么争宠，完全忘记了彩梨。不是她根本没把彩梨当回事，觉得一个青楼妓女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结果大错特错。你竟然跟彩梨勾结！苏子涵，王丽还是汝南苏氏的女儿。彩梨怎么了？人家彩梨现在可是齐王妃。苏子涵完全不 pure 彩梨的身份，没过门之前是满春堂的头牌，但过了王府的门，人家就是齐王妃。而你柳如云，打街起你就得跪下，去给你瞧不上的彩梨磕头问安了。跟彩梨勾结算什么？那也比某些人还要给妓女下跪的强。哈哈哈，苏子涵要爽死了。果然，柳如云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她很想破口大骂，但是又怕把别人招来，看到自己这副成那样子，她只能咬紧牙关，恶狠狠地盯着苏子涵。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不得好死！哼，不及你。魏锦城不是王爷的种吧？一句话逼得柳如云彻底闭嘴，她要吓疯了，一双眼珠子乱转，左看右看，生怕被人听了去。苏子涵笑得更开心了。柳如云，你记住，你永远有把柄在我手里。说完，扭头就走，简直不要太潇洒。苏子涵，柳如云急了，别以为和离了你就能过得很好。魏宏远可是皇子，是齐王，整个大周都不会有人敢娶你的。而且你的孩子们都是废物，就算你自己是金丹也没用。漫长的生命里，你只能看着你的那些废物孩子在你的面前一个一个死去，而无能为力。苏子涵，你才是最惨的，你凭什么笑我？你才是最惨的。修仙之人的寿命很长，炼气期修为差不多能有150岁，筑基期差不多300岁，金丹期600岁，元婴期1200岁。苏子涵金丹期的修为能活600岁，可又有什么用？他的3个孩子都是废物，没有一个能活过100岁。苏子涵人生600年，至少有500年孤苦无依，都走出很远了，依然能听到柳如云发狂的笑声。苏子涵翻了个白眼，也就只有柳如云一直不知道儿子们有修为的事了。哦，对了，还有魏宏远这个蠢货能让他带走孩子们，也是因为孩子们没有修为。不过他没必要告诉这些人，就让他们一辈子后悔去吧。哈哈哈哈，笑疯我了，我娘惨！要不要笑掉大牙？大哥现在都是筑基期的修为了，筑基期知道吗？至少活300岁不成问题，这才只是个开始。略，没文化真可怕，我们全家都会长命100岁，不，长命1000岁，万岁，万岁！魏思瑶哼哼唧唧，小胳膊抱紧苏子涵的脖子。娘，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家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对，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苏子涵抱紧了怀里的奶团子，女儿家的身体软软的，还带着淡淡的香味，让她整个人都宁静下来。她面无表情地路过院子，里面拜堂宴客，各种热闹都像是跟她无关一般。她就这么面无表情的紧紧抱紧了奶团子，朝大门走去。她对齐王府毫无留恋。新月公主，一道声音叫住了她。苏子涵回头，便看到新娘子立在人群里，彩梨走过来，直接跪在苏子涵脚下。小郡主与我有救命之恩，而公主与我是再造之恩，此恩彩梨记一辈子。娘娘放心，以后的事尽管交给彩梨。有些人这辈子别想过得安稳了。
牛逼了！曾经被柳如云卖给跛脚老头子的彩梨，竟然坐上了齐王妃的位置。不过柳如云可歹毒着呢。彩梨呀，你可聪明点，一定坚持活过3级。活过3级？3级又是什么？对了，一定小心些。入府1个月，你便有了身孕，但可惜没保住。柳如云在吃食上动了手脚。彩梨呀，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机灵点，最好也学我娘，给身边多弄点自己人。跪地的新娘子心中一动，立刻会意。对，听小郡主的，也学苏子涵，给自己多弄点自己人。苏子涵心情愉悦地回到了公主府。婚礼参加完了，齐王那个混账有没有找你麻烦？他做新郎官开心得很，根本顾不上我。爹爹放心。事情解决了，过几天我们就回汝南，正好你大哥留下的人手可以收进府里，正大光明的用了。有这些人在，苏展也能放心很多。知道了，爹爹，今晚上咱们一家子好好聚一聚，庆祝一下新生活。好，一家6口开席狂欢，而一墙之隔的柳如云却浑身发抖。府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彩梨全都见一面，恩威并施，立下规矩，顺便把以前满春堂里的自己人弄进王府，尤其那几个揍了柳如云的龟公，更是直接弄进门，给自己看家护院。他做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躺在魏宏远怀里问请安的事情。得知柳如云不用请安，他忍不住惊呼：王爷，人家都请安的，他为何不用？难道王爷喜欢他比彩梨多？那自然是不比彩梨多的。魏宏远现在最喜欢的人可是彩梨，于是大手一挥：行，让他来给你问安。彩梨含情脉脉：谢谢王爷体恤。于是又是一夜抵死缠绵。自古枕头风最有效，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柳如云便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说是王妃娘娘那里问安。问安？疯了吗？进府1年多了，还没问过一次安呢。王爷呢？他要去找王爷问清楚。这就是王爷吩咐的，王爷已经早朝去了。柳如云崩溃呀，崩溃。于是柳如云被丢到了彩梨那里，彩梨把人从头看到脚，终于嘴角一勾，指挥手下的嬷嬷。哦，这嬷嬷还是齐王妃暂时留给他使唤的，有力气又有眼色，很不错。把他头上的珠翠、身上的绫罗都给我包下来，好歹是妾，都不知道什么身份，该穿戴什么东西吗？包！你敢！柳如云气得浑身哆嗦，可惜他打不过这个婆子，立刻便被摘扒干净。彩梨这才觉得舒坦了，让婆子压着柳如云问安，没别的，直接跪，一口气磕3个响头，咚咚响。他到底为什么要鼓动魏宏远把这个贱人抬进门啊呀？柳如云要气疯了。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几个人喝茶说话，彩梨都能摔个跟头，而后当着魏宏远的面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嘴里还道：我知道如云妹妹不是故意的，王爷，我没事，哎呦，就是腿一动就痛呢。这演技魏思瑶看到了都要竖起大拇指。彩梨，你是姐，真的姐？魏宏远自然是勃然大怒，怒斥了柳如云一顿。彩梨心中暗爽，脸上可怜兮兮道：王爷莫生气，让如云妹妹给臣妾揉揉就好了。好，如云还不过来揉脚？于是柳如云又不得不过来揉脚，谁让她是妾？等揉完了，她刚想亲近齐王多说几句体恤话，谁知齐王又跟彩梨走了，顺便还在那边歇了。总之1个月没去柳如云那边一回。柳如云不能再穿戴金贵的首饰衣物，整个人便少了几分华美，多了几分寡淡，而彩梨又是1等1的妩媚，一对比柳如云，那真的渣渣都不剩。再加上彩梨刚进府，魏宏远新鲜劲儿还过不去，自然更加冷落。原本还在王府很有分量的柳如云，分分钟什么都不是了。一夜之间，连府里的丫鬟下人似乎也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齐王和离的事情闹得很大，成亲的事情闹得更大。齐王竟然跟汝南苏氏的女儿和离，娶了一个青楼女子为正妃，这惹得朝中很多人不齿。再加上皇帝免了齐王的职务，魏宏远在朝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人品也一落千丈。然魏宏远浑然不觉，成了闲散王爷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魏锦成，让他好好努力。柳如云已经没以前受宠了，但儿子和女人不一样，儿子那才是自己人。你已经进阶炼气5层，好好努力，争取今年再进阶1层，你就是本王唯一的希望了。是，父王。魏锦成退出来，现在明面上他还是王府上了玉蝶的公子，不是柳如云的儿子。然而王府的家产大半都给了苏子涵他们，留下的这点东西，让魏锦成修为提升的速度大打折扣。少年微微蹙眉，十分不爽。再加上最近的流言，说什么自己是齐王头顶的绿帽子，让魏锦成在南间的名声也一落千丈。有什么办法能赚回点好名声呢？魏锦成一再思索，
忽而想起现在坊间流传的最多的那个侠士，好像叫什么琴师的。他略微思索一下，便直接去找到了柳如云。娘，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弄一把古琴？皇上让我们过去一趟。苏子涵有些疑惑。是啊，公主，急着呢，您现在就带上小郡主跟我一起走吧。好。苏子涵连忙收拾，苏展也一并进宫。一行人匆匆进宫，去的不是皇太后那里，也不是皇后那里，而是惠妃寝宫。这里是惠妃的寝宫吧？记得没错的话，惠妃好像是六王爷魏子期的亲娘，是魏仇的亲奶奶。魏仇？那小胖子打碎了燕王的凤凰蛋，好像中了魔气，这还没好吗？魏仇不但还没好，而且还十分危险。子涵，子涵，你救救本宫的孙儿吧！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苏子涵抱紧魏思瑶，轻轻凑近。床上那个小胖子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嘴上一层干皮，整个人干瘪的就像一具干尸，脸上却笼罩着一层魔气，细看的话能看到混在魔气里的一丝死气。魏思瑶看得直摇头，完了，时间太长，如果撑不过今晚，魏仇就要死了。房间内所有人齐齐一震，惠妃和燕王妃更是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二人扑倒床边。我的孙儿啊！燕王也忍不住红了眼睛。虽然这个儿子长得丑，也没有修为，但好歹是嫡出的儿子，虽然不能满心满眼都是这个孩子，但魏仇在他心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再加上这次他摔了凤凰蛋，救了所有人，燕王更觉得愧对这个儿子。惠妃哭着哭着，突然又扑到苏子涵面前。子涵，那只凤凰呢？你把它叫过来，救救我孙儿。还有，他下意识看向苏子涵怀里的团子，可皇帝不让他们戳破毒心这件事，惠妃只能咬唇看向苏子涵。皇帝的身体吃了你的丹药都好了，子涵，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本宫求你了。所有人都看不出魏仇的死期，这奶团子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魏仇今晚就要死了，所以有办法的吧？呜呜，只要你能把他救活，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以怀宁杜氏起誓。惠妃是怀宁人，姓杜，大的家族都背靠仙门，拥有一定势力。杜氏是什么鬼？想不起来了。好吃吗？娘，我想吃桂花糕、麦芽芝麻糖。哦，对了，我1岁多了，是不是可以正式吃肉了？苏子涵脸皮一抖一抖的，但惠妃不介意，甚至直接挥手。对了，你们匆匆赶来还没吃饭吧？来，赶紧先上点吃的，本宫那些点心、糖果，再去做一碗蒸肉拿来。魏思瑶笑了。娘，惠妃娘娘真是个好人，哈哈哈！这是要给我吃的吗？是给我的吗？给你们娘俩吃的，都带走都没关系。惠妃渴求地看向魏思瑶，奶团子龇牙一笑，12颗小牙石榴子一般小巧可爱。其实魏仇人不错的，胖哥哥笑起来挺可爱，要救他吗？也不是不可以，先布下招魂阵，把魏仇的魂召回来禁锢。至于后面，最好单独把我放在阵眼。招魂阵。惠妃猛地回头看向皇帝，魏楚夜尴尬地咳嗽一声。朕突然想起，朕有一本上古古籍。魏思瑶兴奋拍手，哦呵，又出现了上古古籍。古籍里面记载有一种招魂阵，不如我们试试。惠妃点头如捣蒜，试试。魏思瑶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众人赶紧布置，苏子涵抱着魏思瑶在一边看，苏展也在。老爷子是伏修，但朕伏不分家，也有所涉猎。很快招魂阵便布置完成，然阵弄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又犯难了，该怎么把魏思瑶自然又合理的单独一个人丢在阵眼呢？众人继续看向皇帝，魏楚夜看得脑仁都要炸了，半晌他捏着胡须，一脸高深。朕有本上古古籍。魏思瑶都懵了，又来。那什么上古古籍里面说要用1岁的娃娃做阵眼。众人齐齐看向苏子涵，新月公主十分上道。皇上，思思刚过1周岁。那真是太好了，魏仇有救了，快赶紧把他放在阵眼。苏子涵立刻行动，然而当被摆在阵眼的那一刻，魏思瑶还是懵的。这上古古籍到底什么来路？这么厉害，还能算到要把它扔进阵眼？不过那上古古籍里面不全是药方吗？还有阵法吗？这么厉害的吗？等伦家长大了，一定要过来康康。皇帝爷爷，你一定不会不给我看吧？所有人默默看向魏楚夜。果然，撒谎不是人能干的事儿。至于这上古古籍，看来得找时间尽快伪造一本了。行了，都撤吧。既然一切都布置好，接下来就是魏思瑶单独发光发热的时间了。魏楚夜招手命大家离开。苏展看了眼小外孙，想了想，又塞给他一堆符。龟孙儿，驱邪符和固灵符拿好了，以防万一。苏展到底不放心，
他的乖乖大孙女也不过才1岁而已，就算只是招魏仇的魂，谁知道会不会一并带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奶团子开心一笑，思思，有什么事情就叫外公。对了，你还不会说话，这铃铛给你，多远外公都能听见。苏展把刚炼化好的9曲传讯铃都拿出来了，塞给魏思瑶，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此刻，魏思瑶勾勾手指，叫来小胖鸟。啊，你去死守生门！高亢的鸣叫声瞬间响起，小胖鸟瞬间变大，一只七彩火凤凰出现在阵法之中。若是青阳真人看到凤凰，一定会激动万分，因为这只凤凰多了一只尾羽，这证明凤凰的修为又精进了一层。这只凤凰跟着魏思瑶1年就晋升了一层，青阳真人要是知道了，一定开心死了。别说让凤凰跟着魏思瑶，真的送他都愿意。而当火凤凰之力全开，会飞寝宫上空立刻映照的一片赤红，光芒照的整个京城都能看得到，恍若是在皇宫之中藏了一轮血红的太阳。今年宫里稀奇事儿真多啊！艾玛，又有热闹看了。魏宏远几人也看到了这血红的光芒，魏锦城立刻想到了那只凤凰。魏思瑶满月时落下的也是凤凰，给皇帝寿辰炼丹的也是凤凰，现在又是凤凰吗？听说刚留内监去了隔壁的公主府，匆匆把人接走了。魏锦城脑袋飞速旋转，他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道：父王，思思没有修为，为什么能催动符咒？抓周上，魏思瑶把符咒贴在了娘和齐王的脑袋上，导致他们变成了那啥动物，但一个没有修为的人是怎么催动符咒的？魏宏远的江湖脑袋这会儿好像也清明些了，不过他是不信魏思瑶的，只不屑地冷哼一声。苏展那老东西符修的修为很高，既然给他的便是他能用的，哪儿有这么多为什么？这么一想，好像也挺合理。魏锦城果然信了。原来如此。魏锦城松了一口气，还以为是魏荣轩或者是魏子轩偷偷帮忙了呢。此时皇宫的招魂阵内寒光阵阵，那边凤凰不知道跟什么缠斗在一起，瞬间地动山摇，惠妃无比紧张。然而最紧张的还是苏子涵。苏子涵急坏了，爹，怎会如此凶险？不就是个掺了魔气的凤凰蛋吗？怎会如此？莫急，若有危险，思思定会摇铃的。她自小聪慧，又天赋异能，必定能逢凶化吉。天赋异能便是祥瑞，一定没事的。苏子涵这才稍稍安心。等待的众人皆紧张地看着高墙，然魏思瑶躺在阵眼，胳膊下面垫着抱枕，手里捏着惠妃奉献的各种小零食，一边用8颗小牙啃，一边还不忘指点凤凰。呀，笨，去左边了，现在又来右边。哎，他想包抄你啊，啧，他真的比你聪明多了。枉你还是神兽，干架的时候能不能动脑子？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悟出来了吗？悟出来，你下一层也稳了；悟不出来，那你就一辈子停在这一层好了。神兽凤凰都懵了，浑身的毛都炸起来了。眼前游走的一小只，就像是灵活的游蛇，蹭的到处乱窜，又凶残又滑不溜秋，太难搞了。哦呵，稳住，就是现在，亮出你的小爪子，干废它！凤凰气得引颈长鸣，再次发动攻击，然后墙外的人便听见又是一阵乒乒乓乓无比恐怖的打斗音。但受伤害的是凤凰，魏思瑶屁事儿没有，他甚至还嫌弃姿势不舒服，努力调整抱枕，再换个舒服的姿势。半晌之后，凤凰终于在魏思瑶的指点之下，将那一条黑色的玩意儿叼住，仰脖子，咽下肚肠。当凤凰再次变成那只小胖鸟，整个院子也终于恢复寂静。阵法之中多了一道人影，魏愁安静地立在那里，双眼茫然。他似是好久才回过神来，见到魏思瑶的时候，他心中一喜。思思妹妹，看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好像一直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打转，似乎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鬼叫声。他越说越心惊，最后干脆闭上嘴，站了好一会儿，才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差点就死掉了，那凤凰蛋里的魔气的确很强横，而且似是想把你的魂勾过去吞噬掉，再晚一点，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什么是魂？魏愁立刻惊得满头冷汗，这么说，是魏思瑶救了自己了。他茫然四顾，就算没有修为，也知道脚下是一个阵法，只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阵法而已。谢谢思思妹妹，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这恩情，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魏思瑶摸出一个小瓶子，放在地上。进去吧，待会儿让皇帝爷爷把你送回去，应该就没事了。应该。等等，应该会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能有事？没办法，你被勾走的时间太长了，有可能会沾上点什么，具体是什么不好说呀。奶团子也没办法，毕竟他不知道那魔气的主人是什么属性。然魏愁已经很感激了，能活着已经很好了，至于有什么后遗症，管他呢，只要不变成残疾，怎么都行。
魏愁心态良好，嗖地钻进瓷瓶里。而此时招魂阵的灵气也终于全部耗损干净，外面的人感应到，立刻冲了进来。刚才战斗的声音实在是太大，所有人都万分担心，本以为进来会看到奶团子浑身是伤栽倒在地的惨烈模样，谁知奶团子完好无损，连头发丝儿都没乱，整个人精神奕奕的，甚至还打了个饱嗝，嗝出些许点心的甜味。娘玩瓶子，娘，魏愁的魂魄在瓶子里，赶紧送回去吧，他被魔气侵蚀太久，可能会有后遗症。后遗症？会是什么后遗症？众人更是一脸疑惑。不过惠妃和燕王妃已经不在乎了，什么后遗症都无所谓，就算瘸了瞎了也没事，皇室有的是钱，还养不起一个大活人。总之能救活就行。快把瓷瓶拿回去救人。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必魏思瑶再出面了。奶团子打了个哈欠，张开肉胳膊跟苏子涵要了个大大的抱抱。苏子涵心疼女儿，忍不住道：我家思思受苦了啊。不苦，主力是凤凰，不过伦家也帮忙了，帮着消灭点心。惠妃娘娘这里的点心也不错。苏子涵提着的心终于放下，左右看看，见那只小胖鸟躲在枝头，不知道是不是吃的有点多，这只凤凰竟然在打嗝。确定刚才是这只凤凰在干仗吗？不是在跟思思夺食？瞅，老夫就说嘛，思思一定会没事的。苏展哈哈大笑，明明奶团子嘴角沾满了可疑的渣渣，但谁都没说一个字。总之没看见什么凤凰，也没看见，他们就知道这次永乐小郡主立了首功，成功救回了燕王的三公子。走吧。老爷子带着娘俩离开。齐王真是个没脑子的东西，明明新月公主给他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女儿，却偏要跟妻子和离，3个孩子一个不要，非得跟青楼女子成亲。老六，你以后离他远一些，没脑子这种病会传染。是，母妃。公公，三公子没什么事吧？苏子涵还记得女儿的话，说是会有后遗症。魏思瑶也抬起头来，她也想知道魏愁会有什么后遗症。按照以前的剧情，中魔气的是皇帝，后遗症就是性格古怪、喜怒无常，最终导致灭国。那魏愁呢？刘内坚抿了下唇，神情有些古怪，似是欲言又止，又有些无奈。总之身体没事，除了受的皮包骨，没有任何外伤，只是，到时候公主殿下就知道了。所以到底是得什么后遗症？大家都愣了，越发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大哥，魏愁不会变成女人了吧？魏子轩在一边低语，搞得魏荣轩和魏思瑶皆扭头看他。哥，你真是哥，这都被你想到了。魏子轩尴尬的挠挠后脑勺。不然为什么刘内监会吞吞吐吐的？肯定有难言之隐嘛。什么是最难开口？除了男变女，他想不到更刺激的情况了。啊呀，大哥，二哥说的有道理。不过既然能变女人，那说不定也能变成鸡、变狗、变点心。现在伦家也很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大哥，我们去看魏愁好不好？奶团子抱紧大哥大腿，可怜兮兮的瞪着一双大眼睛。魏子轩也跟着望过来，学妹妹的样子，抱住另一条腿，努力卖萌。不急，等魏愁恢复。他这几天一定在惠妃那边，伤未愈也不方便见人，等好的差不多了，才有可能见客。等待的时候，苏展和苏青叶也匆匆赶回了汝南。二人离开没多久，惠妃那边就送来了一份谢礼，专门注明是送给魏思瑶的。这是个啥？掀开看看就知道了。思思，掀开。魏思瑶乃一把拽下遮盖，直到露出里面的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白狐，白狐长得十分好看，眼睛圆溜溜的，鼻子小小的，看人的时候好像总是在笑。而最让人惊讶的是，这只狐狸竟然有5条尾巴。这是惠妃娘娘的娘家，怀宁杜氏特有的灵兽，又称九尾狐。一同过来的嬷嬷是宫里的，在一边笑着解释，只是奴才们能力不济，只能养到5条尾巴。嬷嬷这么解释，只是为了告诉大家，不是他们小气不给九尾狐，是真的培养不出来。东西送到，嬷嬷扭头离开，奶团子直接把笼子打开，九尾狐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眼睛眯成月牙，而后才伸了伸爪子，雪白的小吱悠踩在地上，仪态万千的走出来。哇，真的好漂亮啊！小狐狸耸了耸鼻子，似是闻到什么好闻的味道，精神猛地一震，身子倏地变小，跟个小雪球似的，而后猛地扑进魏思瑶怀里，贴，周围几个人都看呆了。母妃，小狐狸好像很喜欢妹妹呀。话才落音，小胖鸟突然怒气冲冲飞进来，冲着贴的九尾狐就是一记9阴白骨爪踹飞。九尾狐怒了，爬起来咬牙回头，见踹自己的竟然只是一只小胖鸟，登时龇牙咧嘴冲过去。嗷！什么禽兽，竟然敢踹他堂堂祥瑞九尾狐，看他不咬死这不知好歹的臭鸟！鸡！
凤凰也怒了，这只胖球是他先看上的，不服来干啊！一兽一鸟顿时打成一团，明明一个是神兽，一个是祥瑞，现在搞得跟两只狗打架似的，上蹿下跳的，嗷嗷叫。快停下！云香和西香急了，偏魏思瑶在一边摇旗呐喊：啊，有啊，刺激！加油打！加油打！让伦家也看看到底谁能干得过谁。四是看得不过瘾，奶团子直接扑过去，竟然主动加入了战斗。看伦家的无影脚，嘿嘿嘿，黑虎掏心，嘿哈嘿哈！我的小祖宗哎！云香想把人捞回来吧，但三个东西还打得挺凶残。明明两个禽兽已经努力避开魏思瑶了，架不住这个奶团子精神亢奋，非得一手抓一个。很快，小胖鸟被他按在手心，胖雪球被他一屁蹲坐在身下。啊呀！肉指头指着两只，奶团子竟然在教育这俩禽兽。生而为禽兽，但不能做禽兽，你们要勇于突破自我，做人，知道吗？奶团子继续拍拍胸膛，向我学习，做个好人，懂了吗？凤凰狐狸对着，还真有人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呢，你从哪里能看出是个好人？小郡主，奴婢带你去洗洗吧。安木赶紧走上来把人抱走，可魏思瑶还是一手抓一个，就是不松开。算了，大家一起洗吧。于是澡盆里一字排开，三小只安安静静地趴在里面。魏思瑶有幸分到进贡的椅子，搓了一澡盆的泡泡，小胖鸟头上顶一团，小雪球脑袋上顶一团，再给自己脑袋上弄一团。啊，这下人人有份了，不能再打架了，要乖。两小只彼此对视一眼，哼，算啦，给奶团子面子，暂且放过你。没看。他拍拍自己，示意魏思瑶看自己，而后瞪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珠，死死地盯着魏思瑶的小手。那小手上抓着肉泥，还有一糖，糖上沾满了芝麻，看着就香。魏思瑶摇头，用自己含糊不清的发音纠正魏婉慧：美女，我美女，我大美女，别叫错了。魏婉慧满头问号，美女是什么东西？但看到香喷喷的肉还有糖果，她咕咚咽下口水，当场抛弃了身为天才萌宝的自尊。美女，吃。算了，要什么自尊，还是吃的比较重要。魏思瑶满意递过来一块肉，魏婉慧啊呜一口全塞进嘴里，生怕被人抢走，结果差点把自己噎死。大哥，说完抬头便看到亲妹妹的蠢样子，顿时皱了皱眉头。就这还天才，真是蠢死了，这么好的天赋为什么不是自己的？魏锦成心中腹诽，面上却笑道：皇帝爷爷早就已经允了你们南监自由行走，怎么不见你们去南监？魏子轩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大哥。魏荣轩拿着本早就翻烂的书，气定神闲。未得空，前段时间北监有考试，那现在也该考完了，不如我带哥哥去逛逛南监。嗷呜，事出反常必有妖。魏思瑶把掉在地上的丸子塞回魏婉慧嘴里，魏婉慧立刻不哭了，还冲魏思瑶笑呢。美眉，好。对，我很好，天上地下第一好，你这辈子可一定要记住我的好，一别学你娘，二别学你哥 ，over。不过这妖孽再牛也蹦跶不起来，伦家也没去过南监，听说里面有演武场，能看到打架，可以去玩一玩。魏荣轩本想拒绝走人，但见妹妹有兴趣，便又改变了主意，淡淡开口：好，去。什么阴险狡诈他都不惧，现在又不是没有修为，怕什么？只要妹妹开心就好。魏锦成心中一喜，那就一起去吧。说着就起身往外走。魏子轩二话不说，十分自觉地背上妹妹，大哥装好吃的喝的，只余下魏婉慧一个人闷头猛吃。妹妹走了，好吃的全是我的啦。你怎么吃这些东西？柳如云找人一路找到了大门口，结果看到的就是这一幕，气得他扔掉吃的，抱着女儿扭头就走。废物才吃这些东西。魏婉慧不懂什么是废物，她就知道好吃的没了，哇的就哭了。魏子轩有了修为之后，就对南监十分感兴趣，一直想去，是魏荣轩一直压着，怕他按耐不住再露了底。而这次大哥竟然点头同意，魏子轩眼中的兴奋期待几乎快要溢出来了。魏锦成默默地打量着魏子轩的神情，心中不免耻笑，明明没有修为，还对南监如此向往，真是痴心妄想。至于为什么要请这俩人去南监，那自然是想让别人看看他们两个是有多废物。还有一点就是看清楚这两人到底是不是废物，毕竟娘说过大哥是有灵根的，而且天资不错。皇帝爷爷允他们南监自由行走的时候，魏锦成心中就一直有这个疑惑，他按到现在终于按耐不住了。想着南监也到了，早课的钟敲响，嘹亮的钟声传出来，咚的一声，蕴含着灵气的音波荡出，让所有弟子皆浑身一震。魏锦成勾了勾嘴角，下意识看向魏荣轩兄弟二人。就算是隐藏了修为也没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南监的早课钟会震荡体内灵气，起到提神醒脑、
督促大家用功修炼的用意。没修为的人不会有灵气，自然不会浑身一震，但若是有修为，魏景成嘴角笑意越来越深。马车里，魏子轩已经能感觉到马上要侵袭而来的波动感，体内灵气下意识紧张起来，连魏荣轩都微微抬眸，指尖轻轻压住储物戒指，准备随时应对。此刻，马车里呼呼大睡的奶团子却倏地睁开眼睛，微微皱起小眉头，粉嫩指尖轻轻打个响。然没动静，肢体不协调，根本打不出响来，而且那叫打响指吗？那顶多叫摩擦。然那迅猛袭来的波动却倏地化解，危险的感觉瞬间消失，兄弟二人只觉得浑身一松，而接下来外面的人却炸了，因为南间的钟刚刚碎了。怎么回事？魔族妖人打进京城来了吗？南间祭酒匆匆跑出来，后面还跟着几位宗学，这几个宗学就是专门教导授课的。李大人，南间的晨钟碎了。主簿一脸尴尬的汇报，祭酒李文林大人都惊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南间的晨钟可是专司汽修的宗门打造的，会碎？开什么国际玩笑？这大人还是去看看吧。一行人匆匆走上钟楼，此刻楼下已经围了不少人了，皆对着楼上指指点点。李文林蹲下一看，这玩意儿连元婴期的大佬都砸不裂的啊！难道有哪个宗门要命的大佬来了？李文林惊得要死，慌忙站起来左右看看，钟楼很高，周围的景色一望无遗，除了匆匆进门的学生，再不见任何异样。低头看看，钟楼下停着一辆马车。那是谁的马车？几位宗学认认真真看了好一会儿，其中教授功法的徐寒徐宗学眼睛一亮，是我的好徒儿齐王府的三公子魏锦成的马车。锦成，就那个什么外室生的，忽忽悠悠给上玉蝶，结果剧情再度反转，又不是齐王的种的那个。李文林不屑一顾，这件事要奏报天子，主簿你跟我来写折子，你们继续授课。去年的青云大比输给了隔壁齐国，今年要是再输了，老夫可就没脸再在南间待了。几位宗学老脸一红，徐寒冷哼一声，那是因为去年没有让魏锦成上，我看他天资不错，属于厚积薄发型的，这次就靠他了。其实老夫倒是觉得李念妹不错，她一直很稳。好个屁！李元贞私藏龙袍的事情你们都忘了，皇上没怪罪他，但事实到底怎样，只有李大人知道。至于他的儿子，奸臣之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夫不跟你说了，总之老夫推举李念妹。周大人，你老糊涂了，该退休了。丢下这句话，徐寒扭头离去，余下须发皆白的田达田宗学气得浑身哆嗦。魏锦成得知晨钟碎了，不禁一阵惋惜，差点就能试探出来了，可惜钟碎了。哦呵，这就是南间呐！据说大周的南间是太祖皇帝开创的，以前历朝历代皇室都没有专门修炼的地方，太祖皇帝开创南间，这才为大周培育了不少大佬。这些大佬虽然都在宗门，但却能保大周盛世太平。太祖皇帝一己之力壮大了大周，保国家千年太平，百姓千年安居，厉害！李文林离去的脚步一顿，哟，哪个学生这么优秀，连南间的历史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祭酒大人顿时对这个声音充满兴趣，然李文林左右看了好几遍，都没看到说话的人，祭酒大人不免一阵感慨，带着主簿匆匆离开。不过刚才好像看到有学生抱着孩子来南间了，算了，先写折子，写完折子再来收拾这些不守南间规矩的兔崽子。哇，这不是思思妹妹吗？我天，子轩有你的，你竟然把她也带来了，哈哈哈！妹妹，让哥哥抱抱。李念妹是李家老六，李盼妹是老五，两个人都在南间。魏思瑶救了他们李家，这两个人自然对魏思瑶十分亲近。啊，七，奶团子伸手啊，有好吃的吗？人家要吃好吃的。不说他魏思瑶是你们家的救命恩人吗？恩人要点吃的，不过分吧？给。可惜他们是男孩子，身上根本不带零食，翻了半天才从小厮那边翻出来两个硬邦邦的点心。魏思瑶看了一眼，便无比嫌弃地退回去，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拿出松软可口的小酥饼，万分不愿意地分了二人一块。哎，还得救命恩人给你们好吃的，老六真是服了。他们这就让小厮回家拿好吃的呀，绝对不会让救命恩人破费的，绝对。兄弟俩都快疯了，老娘林文初对他们耳提面命过，一定要对思思好，要是惹思思不高兴，回去就给他们吃竹笋炒肉。于是小厮立刻打发走。对了，你们是来参观南间的吗？要我们兄弟带你们吗？他们是随我一起来的，就不劳烦两位了。李盼妹皱了皱眉头，才要说话，身后便传来嬉笑的声音。哟，这是谁呀？宋明笑嘻嘻地打量着来人，他站在魏锦成身边，故意道：
锦城兄，什么时候你的2个兄弟也有修为，能进南监了？魏锦城笑而不语，明显就是故意让人误会的。魏子轩咬牙道：皇上允我们兄弟南监自由行走，怎么不行吗？宋明身边一个叫盖宇的少年也跟着点头，满脸恍然。我还以为2位公子有修为了，原来依然什么都不是啊！来南监可要跟好锦城兄，主要怕我们修炼的时候不小心伤着你们。魏荣轩淡淡道：就算没有修为，尔等也伤不到我，不劳费心。不咸不淡的语气让宋明几个人阴沉了脸色，他们都是有修为的人，而且还都是世家子弟，被一个没修为的人如此嫌弃，是个人都会不爽。你怎么还在外面，还不进来？钟都。徐寒刚想说钟都敲过了，这才想起来，尼玛，钟碎了。总之别磨磨蹭蹭的，赶紧进来。宗学，有外人在，会影响我修行。言外之意就是魏荣轩这几个人应该滚蛋，不该留在这里。魏思瑶撇嘴：就你脸大。哦，谁在说话？皇帝都让来了，你比皇帝还大。啧。宋明当时气得脸色通红，他左右看看，毡堂里安安静静的，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到底是谁？别让他找出来，不然要你好看。徐寒也听到了动静，心里便有了计较，毕竟在宫里任职，哪有不给皇帝脸面的道理。行了，就你话多，既然不能心无旁骛的修炼，那你就不适合修行，回家去吧。宋明被教训了一顿，一脸憋屈，但也只能坐下，冷哼一声：能听得懂吗？哎，我这暴脾气，听得懂听不懂关你屁事。盐巴吃多了，我就去给你提桶水，少在这里闲吃萝卜蛋操心。宋明都快气哭了，到底谁啊这么骂自己？到底是谁？偏这声音听不出男女，分不出年纪，模棱两可，连找人都找不到啊呀！魏思瑶小鼻子哼了一声，心里把宋明骂了100遍，这种人天生欠收拾，但凡他能跑能跳，都要窜上去打他一顿才开心。行了，上课。徐寒敲敲桌子，开始上课。修行也要修心，南监的课程除了修炼就是修心，二者并行。魏子轩初次接触正式的修心经文，还有些迷糊，然而魏荣轩却听得十分认真，有些自学的地方本还有些模糊，而今徐寒一番讲解，魏荣轩只觉得醍醐灌顶。果然还是要来南监的，就算家中有母亲能教导，但能为人师者，在教书育人方面还是有优势的。魏荣轩的嘴角微微扬起，心道多亏了妹妹，如果不是她想来，自己恐怕还学不到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以无为，自然能成大道。魏锦城，你是这里最优秀的，起来说说你的理解。徐寒点了魏锦城，众人的目光立刻望过来，不少人满眼羡慕和期待。魏锦城修为是炼气期里最高的，大家也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回宗学，学生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学问应该一天比一天精进，而修道应该一天比一天无为。魏锦城解释了，又好像没解释，毕竟他也搞不明白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但徐寒感觉还不错，点头。说得很好。好个屁，他说啥了吗？奶团子打了个哈欠。哎，太无聊了，连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意思都搞不明白，知道这2句后面是什么吗？魏荣轩是眼睛微微一动，时开口：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对，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所以并不是真的让你损道，而是越修道越恬静超然，以至于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是，但其实早就得成大道，超然于世。修道为悟，悟得越多越无为，然无为就是有为。魏荣轩心中一喜，忍不住喃喃自语，只觉得体内灵气隐隐有所波动，显然是悟透了。魏荣轩的喃喃自语也让毡堂里其他学生闻言也都跟着恍然大悟，一时间不少人纷纷有要精进的预兆，李年妹更是直接起身。宗学，多亏荣轩兄解惑，我要求去进士。学生觉得自己好像快进层了，炼气4层，马上就要晋升炼气5层了，就是这么快。李年妹看了一眼扒着桌沿努力踮脚往前看的奶团子，心中感激更甚。说实在的，思思妹妹干脆来南监授课好了，绝对比徐寒讲的好多了，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她就能晋升筑基期了呢。然后李念妹自然就去净室闭关冥想去了，余下魏锦城脸色难看。不过是一句话就让李念妹提升了，可自己呢？魏锦城试了试，体内灵气稳的一批，精进真的屁都没有哦。魏锦城无比懊恼，现在南监炼气期里面修为最高就是他这个5层，若是李念妹追上来，不就跟自己一样了吗？还有大哥魏荣轩，他没有修为，为什么还能吃透经文里的内容，而且只用一句解释
就让李年妹进阶？魏锦城是南间最优秀的吧，竟然还不如他那废物大哥学得好。都说魏荣轩聪颖早慧，学富五车，看来不光懂四书五经那些凡人臣子的东西，修行的典籍也略知一二呢。若是魏荣轩也能修炼，恐怕魏锦城拍马莫及。真，骑着马都追不上魏荣轩的进度啊！直到这一刻，大家突然觉得魏锦城好像也没有很聪明的样子。周围的窃窃私语让魏锦城脸色更难看了。众人都觉得魏荣轩这个没修为的废物很厉害，甚至下课之后，不少人还跑到魏荣轩身边跟他探讨。魏子轩本来上课还没听懂，正云里雾里呢，好吗？这些人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题，竟然让众听一遍的魏子轩通透了。艾玛，有个学霸哥哥就是好，自己光捡他们课余的闲聊，都能听懂一堂课。锦城，你这个废物大哥风头太劲了。魏锦城心中不爽，嘴上却道：那也是我大哥。哼，你大哥可不是我大哥，有没有什么办法？光明正大的收拾他一顿。我有个计划，说来听听。他不是爱出风头吗？那就让他出，咱们直接把藏书阁的书全都搬出来给他读，我就不信他能全记下，怎么样？是不是很歹毒？知道别人说魏荣轩什么吗？学富五车，人家特长就是念书，你特么得还给他书念，你是想让魏荣轩风头无两啊呀？行啊，你闭嘴。盖宇还一脸委屈。怎么不行吗？我一看到书就头疼的，我真不信魏荣轩不头疼。算了，还是不要问这个废物了，真的屁用没有。哼，算了，还是我来吧。宋明说着便朝魏荣轩几人走去。宋明兄，南间禁止私斗。呵，放心，我有分寸。宋明挤开人群，一拳砸在桌上，皮笑肉不笑道：魏荣轩，念书念得好不算什么，这里是南间修行的地方，不然比。宋明，你做什么？荣轩根本没有修为，荣轩根本没有修为。李盼妹蹙眉：呵，可以不用修为吗？世家子弟都修剑法，我们就比这些就好了。放心，我不会用修为的。魏荣轩，你敢不敢来？艾玛，好算计，说是不用修为，结果比到最后赢不了，还不是恼羞成怒了？修为在你身上，你说不用就不用，你要用了，谁都拦不住你，最后倒霉的还不是我大哥。心思猛地被戳破，宋明有些恼羞成怒，他下意识看向魏子轩，这里能叫大哥的就俩人，一个是魏子轩，一个是魏思瑶，他暂时还分辨不出来是谁，但暂时就算是你魏子轩说的吧。他恶狠狠地盯着魏子轩，你要是不爽，你来跟我挑也可以。艾玛，干不过大哥又要来对付二哥了吗？宋明，你这个臭不要脸的，有本事冲我来呀，冲我来！啊呀！奶团子发威，立在两位哥哥面前，张开小手，一脸护犊子的模样。宋明这才反应过来，搞了半天，全都是这奶团子的心声。冲你来，跟你比。宋明打量了一下二人的身高，他想笑，身高还不到1米，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他，宋明，堂堂练气4层，13岁高大威猛的小伙子，跟你一个1岁的奶团子比，你不嫌丢人，他还嫌丢人呢。宋明彻底下不来台，想到最后，只能扭头再去找魏荣轩。就问你敢不敢？你妹妹都敢了，你若是不敢，你就是菜鸡。魏荣轩冷笑一声：有何不敢？君子6艺，你未必赢得了我。哎呀，大哥，用不着你出马，宋明不是嘚瑟吗？那我们就派下人跟你比好了。宋明，你要是能赢了下人再来找我哥，若是连下人都赢不了，那就根本没资格跟我大哥比。说着，他扭头看向安木，安木最明白他的心思了，一定知道他想做什么。安木，上，虐他！安木的修为都是魏思瑶给的，自己又把奶团子当唯一的主子，自然从容站出，淡淡道：奴婢安木，公子若是能赢了奴婢，再跟公子比吧，若是连奴婢都赢不了，那看来实力也就如此了。你们！宋明气炸了，他堂堂南雨后小侯爷，这些人竟然派一个下人跟自己比，这是羞辱谁呢？但不管是魏荣轩还是魏子轩，都冷冷盯着自己，好像他真的不配似的。宋明咬牙：行，比就比。魏荣轩，你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收拾完他，我再来收拾你。鞭，二哥，把你的鞭子给安木。舅舅那根鞭子现在在二哥手里，鞭子属性雷，配安木的雷系灵根如虎添翼。很快，东西交给安木，宋明和安木缓缓踏进演武场。有护阵保护，演武场的比斗伤不到外面的人，大家对即将来到的比赛欢呼雀跃。宋明眸子里隐含了怒火，他掏出长剑，恨不能将安木一剑毙命，而后扭头再给魏荣轩戳个对穿。失礼了。冷哼一声，宋明提剑便刺。安木虽然已经是炼气期6层的修为，但是没用过鞭子，更不会招式，拿着法器也不知道怎么出招，随便甩几下，
虽然威力十足，但毫无章法，很快便被宋明逼到角落。光修为高没用，魏荣轩，下一个就是你。眼看着安慕要落败，魏荣轩在场外淡然出声，从容指导：稳住心神，掌控长鞭，别让法器掌控你。安慕一顿，也知道这么下去不行，但他资质还算不错，立刻便理解了魏荣轩的意思，按照他说的调整。见他稳住了，少年满意点头，继续开口，然说出来的却是攻击的招式。安慕不缺修为，缺的就是招式，所以魏荣轩就给他补招式。一鞭先招，一道鞭子稳稳甩出去，6层的修为碾压4层，破开长剑，直扑宋明面门，划破面颊，一边见血，痛快。这一式还未收回，魏荣轩的第2招又喂了过来，鞭臂向里。第3招快如闪电，刷刷带风，快马加鞭。安慕3招上手，鞭子嗷嗷狂舞。总之，抽死他！嗷嗷嗷！宋明都疯了，自己一个男人，堂堂小侯爷，竟然被齐王府的一个丫鬟抽得毫无招架之力，鲜血刺鼻的味道直冲鼻腔，耳边呼呼带风，那是鞭子劈过来的声音。啪！最后一击，宋明直接摔出演武场，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浑身是血，狼狈到爬不起来，什么面子里子都没了，连身为南监学生的得意和面子都摔没了，他简直没脸见人。可这还不算完，魏荣轩抱着奶团子走过来，立在他面前，居高临下打量着浑身是血的宋明。我家丫鬟修为的确比你高，但炼气7、2层的修为差其实并不算什么，你们之间修为差距不大，但你比他胜在你修行多年，熟练招式，更有实战经验。安慕刚晋升6层，什么都不懂，但你却还是输了，知道为什么吗？宋明咬牙抬头，眸子里满是愤怒。你输在骄傲自大，没修为怎么了？我魏荣轩没修为，一样能读书，能记下所有招式、功法、秘籍。安慕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站在那里，我就能让他胜你。宋明，还敢用你低贱的眼睛瞧不起别人吗？宋明气得想跳起来再打一架，但浑身的伤让他根本无法动作。哼哼，都是自大惹的祸，我家大哥厉害着呢，你还想欺负他？啧，别想了，宋明啊宋明，你姑姑好像是淑妃吧？啧，也不知道云中宋氏的荣宠还能享受多久呢。宋明心中咯噔一声，淑妃的荣宠要到头了？怎么可能？虽然齐王最近受皇帝冷落，但淑妃还是很受宠的呀。他下意识看向魏锦城，只见魏锦城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这个最受宠的孙子都没反应，看来这奶团子说的不对，淑妃不会有事的。荣轩兄，可否请教一二？荣轩兄还请赐教。众人纷纷请教，甚至还把碍事的魏锦城挤到了一边。魏锦城快气疯了，以前这些人明明只围着自己转的，曾经众星捧月的人，现在被摔在地上，魏锦城嫉妒的要死，他也就没有察觉，他的气息突然有了一丝机不可察的阻塞。原来这样。经过魏荣轩讲解，不少人恍然大悟，再看魏荣轩，只觉得这位大公子气宇轩昂，深沉内敛，与他们这些修行的弟子比起来也毫不逊色。正说着话，远处传来笑声，原来李念妹已经提升到炼气7、5层了。荣轩兄，多谢你解惑，我已经进层了，炼气5层。5层啊，恭喜啊！这样我们丙级班就有2个5层了。你和锦城兄，今年的青云大比一定都能拿到好成绩的。2个炼气5层，魏锦城皱了皱眉头，明显心中不悦。盖宇还在一边嚷嚷：就算都是5层，也不是一样的修为。锦城，跟他比划比划，看看什么是差距。魏锦城十分认同，但嘴上还是要让一让的，毕竟这样显得好看些。盖宇，不要说了。魏锦城表里不一，但李念妹却直接开口：我也想比比。徐寒宗学一直夸锦城兄，就请锦城兄赐教，也指导指导我。李念妹这么说，全都是为了魏荣轩。这人是思思的大哥，就算没修为，但也不是你们这些人可以耻笑的。这好吧。魏锦城迟疑了一下，便点头走上了演武场。然而他的目光依旧落在魏荣轩身上。大哥，他这是什么眼神？魏子轩心中十分不爽。哎，不服的眼神呗，觉得大哥不配超越他，被人追捧吗？我记得魏锦城内心很傲慢很嘚瑟的，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就算不是焦点也得把自己变成焦点。明明自己不过是为丹药堆积出来的资质，但当接管齐王府后，灭汝南苏氏倒是灭得痛快。魏思瑶趴在大哥怀里哼哼唧唧，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魏锦城和李念妹吸引，大家也就没听到魏思瑶的心声，只是兄弟俩听到了。魏子轩忍不住看向魏荣轩，母妃喂了那么久的菌菇汤，也该到了验收的时候了。菌菇汤？魏子轩有些疑惑，倒是魏思瑶眼睛一亮，顿时来了兴致。
哈哈哈，对，菌菇汤，艾玛，来来，快让伦家好好看看这菌菇汤带来的效果吧。你们做什么呢？然大家并没有等到精彩的比赛，祭酒李文林大人回来了，看到演舞台上的两个人，他气得破口大骂：李念妹，你才刚进阶，比个屁！赶紧给老子回家吃丹药稳固一下，若是出什么问题，大比还比不比了？刚进阶就急着跑出来干仗，疯了吗？怎么不得等着稳一稳再出来？说着，他又看向魏锦城：你也是，好好准备，少嘚瑟。两个人被赶下了演武场，不少人满脸唏嘘，好好的比斗看不了，失望。哼，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可惜祭酒大人回来的太快。李念妹气呼呼的走回来，奶团子眨眨眼睛，又看向李念妹。不过李念妹，你最好还是小心一些。我记得曾经晋升5层的那个人不是你，不过你们一家人逃过一劫，现在晋升5层的人变成了你，但这不是什么好事。上次那个晋升5层的人惹得魏锦城忌惮，他在比斗之前找人阴了这个弟子，使他修为受损，无法参加比斗，而后魏锦城便可以大摇大摆地带着大周南剑的弟子们参加比斗，踩着别人的肩膀，从此直上青云。什么？几个人都是脸色微变。而最震惊的还是李念妹，她清楚魏锦城根本不是什么好鸟，在听到这些心声之后，当即冲魏荣轩二人一抱拳：抱歉，我先回府一趟。我们也该回去了。一行人离开南间，各自回府。魏思瑶一进家门，便闻到一股子让他不喜欢的味道啊！不是吧？难道令人又来了？现在黄玉一看到魏思瑶就满眼放光，嘴角更是止不住的扬起，差点咧到耳根。艾玛，小丫头又长大了。好，很好，思思啊，你一定要赶紧长大，赶紧拜师，为师好，赶紧一身轻松啊！好徒儿，为师抱抱。黄玉弯腰伸手，笑得一脸慈祥。然魏思瑶更会，直接竖起双手，利用自身体重往下坠，呲溜一声，跟条鱼儿似的便滑到地上，简直不要太滑溜。你抱？嗷呜，还是算了吧。魏思瑶甩开小胳膊腿，啪嗒啪嗒跑向苏子涵。娘，抱。苏子涵笑呵呵把团子抱进怀里，摊开双手的黄玉抱了个尴尬。但这都不是问题。正好今年的比斗我要参加，路过就过来看看。星月公主和离成功，恭喜恭喜！这是比斗的入场券，我神农宗只有天赋卓绝的弟子才能参加。来，思思，为师送你，收好。比斗的入场券，魏思瑶瞧了一眼，上面画着神农宗的宗徽。但如果拿着这个进去，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神农宗的弟子了吗？奶团子眨眨眼，拿起入场券，而后扬起天真的小脸蛋，冲黄玉龇牙一笑，看得黄玉心都要化了。正准备一番夸奖，魏思瑶的小肉手一动，入场券便被撕成了一片一片的。黄玉有那么一瞬间，他突然手痒，很想下赌，但爱徒笑得太可爱，让他有些下不去手。好，看在你是年前难得一遇的天才的份上，我忍。黄玉打算当乌龟，反正魏思瑶才1岁多，干啥都能用一句小孩子嘛，不懂事，摆平。撕了就撕了，星月公主若是想来报本尊的名讳，就可直接进入，那就不打扰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是的，他很忙的。哼，小徒弟，早晚有一天你会理解师父无人能比的优秀。黄玉匆匆离去，然他才刚走，七星堂的人又来了。青阳真人几乎是硬着头皮进来的。进门之后，他先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看见那只小胖鸟。知苏子涵抱着魏思瑶，自己戳纸的事情都搞得满门皆知了，里子面子都丢光了，好像也没必要要面子了。于是他干脆脑袋一低，恳求道：新月公主、永乐郡主，求求你们帮帮忙吧。苏子涵娘俩都是满头问号。好好的，找他们帮什么忙？毕竟宗门和皇室之间只存在交易和合作，帮忙能帮哪门子忙？青阳真人都快哭了。那个，能不能借你们家那只小胖鸟用几天？用完就还给你们。能不哭吗？明明是自己家的神兽凤凰，奶奶的，结果还得跟别人借，说出去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所以不能说这凤凰是他们家的，对，就是借用。这个马上就是青云大比了，但是我们宗门的神兽凤凰走丢了，你们也知道，这玩意儿可遇不可求，所以……苏子涵嘴角一抽，神兽还能走丢？所以那只凤凰真是七星堂的。七星堂这个宗门好像是靠神兽凤凰镇宗门的，但凡比斗都会带出来，要是凤凰走丢了，可能宗门比斗的时候实力都会下降一大截啊！不是，你们到底怎么养的？神兽都能走丢？咋地？你连神兽的厕纸也扣了？青阳真人脸红的要滴出血来啊！黑历史瞒不住了，全都曝光了呀！青阳真人痛哭流涕。公主殿下，当时袭击你的事情是我们的错，
有人给我们递消息，说有魔族妖人带着信物回京，我们颍川3大宗门除暴安良，责无旁贷，所以才……总之都是误会。这只凤凰我们不白借，我们给灵使。紫云经行不行？再不济还有丹药、法器，总之什么都行。若是我们没有，就去别人手里买。总之一切好说。见青阳真人是真的急了，魏思瑶招招手，树杈上的小胖鸟立刻飞进来。借也不是不可以，但总不能白借吧然。魏思瑶还没想好下文，青阳真人却眼尖的发现，他们家凤凰好像多了一根尾羽。哦，凤凰的修为提升了，在七星堂待了1000年都没提升，现在在魏思瑶身边待了1年就提升了，这太让人兴奋了吧！青阳真人猛地一拍桌子，七星堂将献上宗门半数天材地宝，新月公主一定笑纳。说完，吕须哈哈大笑着扭头就走了。半数天材地宝也赶不上神兽凤凰晋升的这一层，哈哈哈！赚了，他们七星堂赚大发了。苏子涵嘴角抽搐，咋的？凤凰是不打算要了？青阳真人兴奋过头了，奶奶的，他把凤凰忘记了。比斗，青云大比，哈哈哈！娘，去玩，大哥的媳妇都去了，去看嫂子去喽。魏思瑶无比兴奋，青云大比，为什么不去？去呀！虽然曾经的大哥没能去参加大比，但是嫂子去了嘛。毕竟这次的青云大比就设在大周，自然周围邻国还有周围几个宗门的人都来了。苏子涵原本对大比不感兴趣，但一听说能看到儿媳妇儿，也跟着眯起眼睛，心道：去，一定要去，他得去看看儿媳妇到底什么样。彩梨挺着微微隆起的小腹过来串门来了，小团子一天比一天好看，眼睛更大了，鼻子也挺了，小嘴巴还是一点点，整个人奶白的，肉乎乎的，抱起来又暖又软乎，简直不要太舒服。彩梨稀罕死他了啊！梨。魏思瑶一把抱住白色的小毛球，正是那只拥有4条尾巴的小狐狸啊！起！魏思瑶从储物袋里偷偷摸出肉干喂小狐狸，小毛球啃得不亦乐乎，时不时扭头对外面树枝上的小胖鸟挑衅：我看，老子有肉，你没有，哈哈哈！小胖鸟一跃而下，照着小狐狸那张嘚瑟的嘴脸一爪子呼过去。哦，狐狸怒了，两小只再一次扭打在一起，满地的毛，彩梨都看惊了，这2只还能打起来？苏子涵早就习以为常，常有的事，这还常有的事。彩梨更惊了，再看一眼，只见奶团子扑过去，一手一只抓住，按在地上，而后捡起那块肉干，撕开，平分，一人一半。狐狸跳脚，他那块比我大，大吗？魏思瑶挠头，比了一下，好像是大一点，于是低头，阿呜咬下一口，递过去。诺，不大了。小胖鸟却怒了，鸡，狐狸那块现在比我的大了，又大了。魏思瑶低头，阿呜把另一块咬下一口，递过去，又小了，嗷，不依。魏思瑶只能继续咬，一口一口咬下去，2块肉干都没了，最后2手空空递给2小只。啊，给，公平了。狐狸凤凰太他妈公平了，谁都没得吃了。彩梨快要笑疯了，只能说这3只虽然都有脑子，但都不多。柳如云没钱了，本以为自己能当上齐王妃，有的是钱花，但现在彩梨进门，到手的银钱家产都成了别人的，而他还有2个孩子的丹药法器、拜师等等都要钱，齐王给的钱根本不够，柳如云要穷疯了，所以他只能把目标放在了庄子上。扩庄子的事情根本没成，因为周围都是宗门的地方，扩哪里都不行，为此还跟周围的宗门闹得不愉快。宗门的人现在把灵气都禁锢在自己地里，一点都不分给他们。灵植的种植最重要的就是浓郁的灵气，没有灵气屁都长不出来好吗？所以他穷了，儿子的丹药都买不起。柳如云要卖庄子，是我专门派人盯着柳如云的住处呢。一早我就看见那个叫马宇的神色匆匆，派人跟了好久，才知道要卖庄子。彩梨现在学聪明了，有点风吹草动，立刻报告苏子涵。我知道了，云香，拿芙蓉山庄的保胎药和灵兽肉来。彩梨，一点，别多吃，对孩子好。彩梨眉开眼笑，她觉得自己真的没抱错大腿，苏子涵真是个大好人。这么一看，他的仇人至始至终都只有一个柳如云罢了。齐王疼爱柳如云，也不过是因为他有2个天赋不错的孩子，待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就彻底没柳如云什么事儿了。彩梨对自己肚子里这一胎信心十足，毕竟有苏子涵给自己一大堆好东西呢，所以他也心甘情愿当苏子涵的眼线。送走了彩梨，苏子涵忍不住笑了。柳如云那贱人撑的时间不短，看来齐王的私房钱不少啊。姑娘，接下来怎么办？找人去把庄子买下来，记在思思名下，
记得把价格压到最低。那庄子位置很好，本应该很贵，但柳如云没跟周围的宗门打好关系，还想要偷偷占周围的地，宗门肯答应，那才见了鬼。现在宗门连灵气都锁死了，丁点便宜都不给柳如云占，这庄子就再也中不了灵值，这价格嘛，自然得一落千丈。老奴知道了，老奴这就找人去办。苏大婆子扭头走了，余下魏思瑶在一边开心吃瓜。渣爹一辈子都想不到，齐王府的庄子最后会成为娘亲的庄子，而且价格还会压到最低。要知道以前这个庄子可给柳如云赚了不少钱，甚至养出来2个大佬，魏锦成和魏婉慧。苏子涵聆听着女儿的心声，真是想想就开心。柳如云若是知道了，一定会气死吧。走，去咱们的庄子上看看。苏子涵心情愉悦，府里的事情已经整理完了，接下来就该去看看他接手的产业了。庄子、铺子，他都是拿了大头的。不过这些都是齐王的产业，他不打算要了，那就借机全都卖了，换新的。柳如云手里的南思庄更是被苏子涵直接压到了30青金石的价格。要知道，这可是上百亩的庄子，虽然种植的是普通灵植，但1年光灵植的产值都在上万块青金石呢。但柳如云还是卖了，不卖不行啊！不卖，连这30块青金石都没有，没了灵气的滋养，这上百亩的土地就跟普通农田没区别。就算是上百亩最好的良田，也不过是1万两银子、几百两黄金而已，比起晶石还是差远了。姑娘真是白捡了。云香要开心死了，苏子涵也挺开心。买庄子自己从头到尾都没露过面，柳如云根本不知道是他买的，若是知道了，柳如云肯定会气死。附近的宗门的田地几乎全都是颍川3大宗的。听说苏子涵把地买下来了，池莲圣母和青阳真人还特地过来了一趟。苏子涵表示以后大家都挨着彼此，就一起好好种植灵植。青阳真人点头同意，眸子却不断瞄向魏思瑶身后，心道他们家凤凰今儿没来吗？哎，娘啊，我要是你的话，就不用对这些人这么客气，没必要的好吗？青阳真人这些人，池莲圣母咋的？他们这些人是不配吗？好歹也都是宗门的长老级别，好不好？2个人偷瞄魏思瑶，顺便竖起耳朵偷听。总之，不怕这奶娃娃瞎叫唤，就怕他瞎想，毕竟接人短什么的，真受不住。等我把老爷留下的那几张聚灵符一贴，再让小胖鸟和小雪球没事过来溜达溜达，留下点肥料神马哒。到时候咱们的庄子灵气绝对嗷嗷叫，土地滋养的也绝对是嗷嗷哒。等到那时，再纵观这一整片土地，绝对就属咱们庄子拔尖，妥妥的 No.1， 哈哈哈！到时候谁求谁还不知道呢。合着七星堂的凤凰，这是不打算回来了？池莲圣母惊讶地看向青阳真人。青阳真人的脸皮现在已经锻炼得很厚实了，当众被人揭短都挺过来了，射死都杀不死他，还有什么能杀死他的？老子的脸皮已经天下无敌了，所以他的脑子现在就无比清醒，至少比池莲圣母清醒，当场开口，掌控先机。公主殿下，有件事不知道能否商量一下。仙尊请讲。你们庄子产出的灵植，我们七星堂全包了。终于反应过来的池莲圣母，老狗，你不讲武德呀呀！公主殿下，您庄子上的灵植，我们天宝山也包了。总之不能便宜了这个老狗。且不说那小雪球是个什么玩意儿，就凤凰巴做肥料这种好事儿，简直比天上掉紫云精还让人兴奋啊！那可是凤凰啊，七星堂都舍不得拿神兽凤凰当牲口用啊，可人小郡主舍得，不但当牲口养，还拿来浇地呢。小郡主厉害，你就是造福我们天宝山的福星，是至尊无上的仙人啊！池莲圣母直接夸起彩虹屁，一阵猛烈输出。公主殿下的庄子一看就很好，殿下又是汝南仙门的人，这么看咱们都是一家呢。哎呀，殿下你还会生，瞧瞧永乐小郡主的小模样，可真好看，像公主殿下，一点都不像那什么鬼齐王。魏思瑶都忍不住给池莲圣母鼓掌了，论拍马屁，你是在行的，抽抽把他娘夸的都合不拢嘴，而且他听着也挺开心。池莲圣母，你不错哦。池莲圣母乐开了花，心里也默默给自己点了个赞，不错，给小郡主这里留下好印象了，以后不就方便了？旁边青阳真人都看傻了，不是，等等，这先机是他先发现的，怎么就被池莲圣母抢去大半功劳了呢？那什么，老夫也觉得小郡主长得漂亮，惊为天人，一看就是随了公主殿下了。对了，老夫这里有一块上品聚灵石，今日与小郡主有缘，就送给小郡主吧。池莲圣母，他浑身的汗毛都在告诉他危机感。老狗，非得撕破脸是吧？老身有块好运石，虽然不是什么天才地宝，但胜在少见，整个颍川都找不出第二块。老夫这里还有丹药，老身这里还有法器、护甲、符篆、紫云经。老东西，你非要来是吧？紫云经我也有。若不是苏子涵喊停，
这俩人恐怕能把自己的储物袋掏空。不过，对于青阳真人和赤莲圣母来说，跟掏空也差不多了。除了还有些送不出手的垃圾材料以外，储物袋里的好东西已经空了。还好苏子涵及时制止，不然身为宗门长老，却只能拿出一堆破烂送人什么的，真的太丢脸了。总之，公主殿下就这么说定了，老夫还有事，先走了。对，若是周围谁敢欺负公主，报我们天宝山的名字，这南丝庄老身照了。二人笑眯眯离开了。余下苏子涵乐坏了，他家思思就是个大大的宝贝疙瘩，天啊，竟然还能被他碰到这种好事，爽！苏子涵立刻就把其他庄子的人分过来一些，拔掉那些已经死掉的30年的灵植，再把从其他庄子上移植过来的苗子直接种上。苏子涵忙碌的时候，魏思瑶也在忙碌。奶团子把苏展给的巨灵符掏出来，勾勾手叫来小胖鸟和小雪球，一个翻身跨坐到小雪球身上，揪住它雪白的毛，霸气的一指前方，跑，围着庄子跑一圈。他要画阵贴符咒哦。另外，你们2只也可以顺便灌溉一下。堂堂神兽祥瑞，竟然沦落到要浇地当牲口的地步了。小雪球万分无奈，只能拖着奶团子围着庄子狂奔，顺便浇地。于是南丝庄很快就生机勃勃了。娘亲，左边数第3个铺子是个宝地，哎呀，我都能看到冲天而起的金光，这地儿风水好，买这个铺子绝对能日进斗金，发大财呀！苏子涵心中一动，连忙看去，左边数第3个铺子黑漆漆的，显然是刚经历过一场大火，烧的屋顶都没了，这铺子竟然能是宝地。但女儿的心声从来没出过错，她只好跟人打听，询问这铺子主人是谁。而这也被路过的魏宏远看到。齐王坐在马车里往外看的时候，正好看到苏子涵抱着孩子打听铺子，他抬头看了一眼，只见铺子都被烧得黑漆漆的，一地狼藉。这种铺子不管是租还是买都很便宜。哼，看来和离之后苏子涵过得也不怎么样，连个好的铺子都买不起，竟然只能来捡这种破烂。魏宏远因为和离的事情十分不爽，毕竟先提出和离的竟然是苏子涵，简直太打脸了。大管家，去把这家铺子对面那家买下来。苏子涵想开店，哼，惹了自己还想好好过日子，休想！他就偏要在苏子涵对边开店，膈应死他。齐王想得很好，然坐在外面的大管家纠结了一下，压低声音道：“那什么，王爷，府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买铺子了。”你说啥？他堂堂齐王，大周的王爷，竟然连一间铺子都买不起？开玩笑呢？你滚进来说话。外面人多，他嫌丢人。大总管只能爬进来，低声道：“娘娘和离拿走了大部分财产，连院墙、房屋都拆走了3/4，府里花了不少钱修缮，再加上铺子、庄子全都是娘娘打点，现在没人接手，一团乱，甚至听说娘娘不管家了，不少铺子的管事和账房都不想继续做了。”也就是说，离开苏子涵之后，他齐王府马上面临的就是穷困潦倒，一盘散沙。魏宏远崩溃咬牙：“苏子涵，该死！难道没了苏子涵，齐王府就过不下去了吗？不可能，他能证明没了苏子涵，自己只会过得更好。我来想办法。总之，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对面那间铺子拿下。反正苏子涵自己过得也不怎么样，那他就更要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了。他倒要看看这女人带着3个废物，最后是怎么过不下去，怎么回来求自己的。”齐王十分开心地想着：“这铺子是你的？没有大人的吗？”小姑娘一身脏污，但眼睛很亮。她抹了把脸，才要说话，便看到了苏子涵怀里的孩子。这孩子不是满春堂里的。再看苏子涵，二丫很快想明白了什么，直接跪下给苏子涵磕了3个头。二丫谢新月公主救命之恩。苏子涵，发生了什么？多谢新月公主，二丫才能趁乱逃出满春堂。满春堂？正含着糖块的魏思瑶微微一僵。啊，这丫头不是从满春堂里跑出来的吧？这要巧的吗？伦家跟大哥不过是跑到满春堂玩了几天，这就碰见熟人了。儿子带着女儿逛青楼，还逛了好几天。苏子涵觉得世界玄幻了，你们一个13，一个1岁多，进得去吗？而且满春堂因为魔族妖人的事情已经关了好几个月了。这是苏子涵一想就明白了，定是那次魏荣轩说去李年妹府上玩的那次，原来是去青楼了。当娘的下意识就往储物袋里摸，算计着回府之后是用皮鞭好还是用短棍好，不然直接上狼牙棒算了。带妹妹去逛青楼，你们2个都胆肥了。既然是恩人想买这铺子，二丫不要钱。说着，小丫头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房契，能看出来她很保存得很仔细。二丫只有一个要求，让二丫在公主的铺子里帮忙，能给二丫一口吃的就行。二丫不肯走，是为了等爹爹。爹爹得知小的被拐卖，连夜出城寻小的，二丫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爹爹，唯有在此地等待，请公主殿下成全。二丫说的情真意切，苏子涵也不是冷血无情之人，点头。好，
不过这铺子为什么会被烧？提起被烧的事情，二丫眼睛一红。我爹下落不明，家中族叔就来抢铺子，我带着地契跑到破庙躲避，他们就连夜烧了铺子，想烧死我。二丫的声音越发哽咽，苏子涵一阵沉默。好惨，没爹没妈的孩子最惨了，还好娘亲没事。魏思瑶突然搂紧了苏子涵，暖暖的温度，小小的躯体却给苏子涵带来莫大的幸福感。苏子涵叹了口气，抱紧奶团子。不过不怕，有我娘在，谁也不敢再动二丫你的东西。奶团子双手叉腰，一脸霸气，小鼻子哼哼唧唧，搞得二丫满头问号。小郡主是在说话吗？在说什么？不过铺子卖给新月公主也好，新月公主也算皇室吧，卖给皇室，叔叔们就不敢再动歪心思了。二丫心满意足。公主殿下，我爹是炼丹师，我们家经营丹药生意，后院还有炼丹的炉子，应该还能用。这里曾经是个丹药铺子。苏子涵一阵欢喜，看来思思没说错，丹药铺子可不就是日进斗金的地方。行，那就这里了。很快，苏记丹药铺便开起来了，而他们铺子对面又有一家铺子准备营业。魏宏远特地在自己铺子开业那一天过来，果然见到了苏子涵。他故意左看右看，而后当着不少客人的面冷哼：“子涵，你这铺子也不怎么样啊，看来离开本王过得也不怎么如意啊。对了，你这丹药铺子还进得起灵植吗？不如本王跟如云吩咐一下，让他把南四庄的灵植底价卖给你些。”魏思瑶听到渣渣爹的话，几乎要笑疯了。我这个爹不但有病，脑子可能是狗屎做的，真以为娘亲买个火烧过的铺子是因为没钱。哥，你真是我哥，娘亲可是拿走了你3/4的家产，宅子还是皇帝爷爷白给的，都没有花钱的地方，你到底哪里来的底气，觉得我们很穷？还有柳如云的南四庄，渣渣爹，你确定那庄子还在吗？想着魏思瑶扑过来，一把抱住魏宏远的大腿，仰头张嘴：“渣渣啊，猪戏怎么戏的？这孩子都1岁多了，还口齿不清吗？蠢死了，妈你都听不出来。”魏思瑶也是无语了。苏子涵弯腰把他抱起来，冷冷开口：“进不进得起灵植，跟齐王没半点关系。还有，王爷若是有时间，不如回去问问柳如云，南四庄的灵植还姓魏吗？”魏宏远一愣：“你什么意思？”哼，果然思思说的没错，你连猪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来人，把他赶出去！从今天起，苏氏丹药铺不欢迎你。苏子涵一声令下，便有粗使汉子跑出来，直接把魏宏远推了出去。魏宏远快气炸了，本来名声就不咋地了，今儿更是在外面丢了大人。不过更让他在意的是，南四庄到底出了什么情况？那可是王府盛产灵植的庄子，是来钱最快的庄子，万万不能出事。想着他，怒气冲冲回到王府，直奔柳如云房里。王爷，柳如云开心坏了，这是这段时间以来魏宏远第一次来自己这里，然笑容还维持3秒，魏宏远已经一脚狠狠踹了过来。柳如云惨叫一声，跌倒在地，摔得七荤八素，手掌都擦破皮了。他又惊又恐，又觉得万分委屈。跟魏宏远在一起的时候备受疼爱，唯一一次挨打还是因为魏锦城身世一事，只那次问题严重，他没觉得。可现在齐王竟然又打他，为什么？王爷是不是又从姐姐那里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话？明明都和离了，为什么姐姐还是不肯放过我？管他是啥，总之往苏子涵身上泼脏水，没错。然一直以来习惯的事情，这次却并没有如愿以偿。闭嘴！魏宏远怒不可遏。南四庄是不是让你卖了？柳如云脸色大变，南四庄是卖了，但他都是私底下偷偷运作的。齐王到底怎么知道的这件事？看到柳如云现在的脸色，魏宏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场给了柳如云一耳光。混账！你知不知道南四庄的重要性？周围都是宗门，最好的位置，能产出最好的灵植，你竟然给本王卖掉了！说你卖给谁了？柳如云哪里知道卖给谁了？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吩咐马宇去做的，他只需要待在府邸等着拿钱就行了。王爷，你听我掰啊，不是，听我说呀！说个屁！柳如云，庄子卖了多少钱？统统拿出来！魏宏远气得脑仁疼，但南四庄如此重要，应该也能卖不少钱。再想到大管家说的话，连买铺子的钱都没了，那怎么行？所以先把卖南四庄的钱拿出来，一切再从长计议。一听魏宏远要钱，柳如云的脸也绿了。南四庄根本没卖上价，主要人家把价格压得特别低，而且最重要的是，真的也卖不上高价，周围的宗门都太难搞了，好吗？快点，你还想再挨打吗？柳如云脸色大变，他不想再挨打了，赶紧命人把钱匣子拿上来，打开，里面竟然只有30枚青金石。就这点？魏宏远暴怒，那么大一个庄子，光面积就得上100亩，而且都是被周围宗门的灵气滋养的宝地，一年产出的灵植，就算是往外批发，售价都在上千枚青金石，100枚青金石等值1枚碧玺晶。也就是说，这个庄子一年的收入至少是几十枚碧玺晶，紫、绯、绿、青金石可是最不值钱的呀！你竟然只卖了30枚青金石！魏宏远额头青筋乍起，想不想扯住柳如云狠狠又是一耳光？你这个没用的贱人，
那可是价值数十枚紫云晶的庄子，你竟然用30枚青金石就卖了，你是不是疯了？你这个疯婆子！王爷，王爷，你听我说呀，呜呜，是姐姐做了手脚，庄子给我的时候便没了灵气，那土地变得跟普通土地无异，再不能种植灵植，连里面30年才能长成的灵植都全死了。王爷，再不买，将来这块地砸在手里，就连30青金石都卖不上，只能折算成银两，卖给普通人了呀！哎呀！他把买家的话原封不动地丢给魏宏远，希望魏宏远能高抬贵手，但可惜齐王才不管这些。放屁！就算是变成普通地皮，也不止30枚青金石。柳如云，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还好本王没有娶你做王妃，你简直就是晦气！混账！混账！魏宏远气疯了，这个败家玩意儿，没用的东西，30青金石就卖了南四庄，看他不打死这个赔钱货！屋子里打杂的声音传出去老远，彩礼挺着肚子不方便偷听，便派人去趴墙角，而后再回来汇报。听说魏宏远把柳如云打得嗷嗷惨叫，彩礼开心坏了。只有一点不太开心的就是苏子涵已经不在府中了，不然他一定叫上苏子涵一起来瞧热闹。娘娘，打的差不多了，好，是时候该咱们出马了。彩礼直奔柳如云处。王爷，别气坏了身子。彩礼拿捏得十分好，比起拿捏男人，他比柳如云会1万倍。彩礼，这混账竟然只用了30青金石就卖了南四庄，他是不是该死？魏宏远暴怒，彩礼在心里哈哈大笑。艾玛只能说新月公主是行动派，这就已经把南四庄买走了。王爷，您就是打死他，庄子也回不来了。彩礼满脸心疼，看得柳如云想吐，不过她被打怕了，缩在角落一动不动。王爷，还是再想想别的法子吧。对，找到那个买庄子的人，赶紧把庄子要回来。王爷，那庄子真的没用了，留着会砸在手里，王爷信我。彩礼斜斜瞥了柳如云一眼，忽而勾了勾嘴角。王爷，臣妾也信如云妹妹，不如咱们先去看看南四庄的情况。哈哈，艾玛又有好戏可以看了，真是想想就兴奋。只可惜这段时间她不能太激动，对宝宝不好。稳住，好戏还在后头呢。爱妃，你有身孕，还是别去了。王爷，妾身舍不得王爷辛苦，就让妾身陪着王爷一起去吧。瞧瞧，多体贴！魏宏远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彩礼没娶错，青楼出身怎么了？这世上的女子没有哪一个比彩礼更会心疼人了。魏宏远开心坏了，立刻命人布置马车，弄得舒舒服服的，又换了灵兽踏云马拉车，这种马可以带着马车离地半米，绝对不会颠簸。至于柳如云，随随便便丢在后面的破马车里就行。于是，一行人匆匆赶往南四庄。姑娘，彩礼来的消息说魏宏远带人去南四庄了。去呗，南四庄现在已经不是齐王的东西了。对，南四庄已经是思思名下的庄子了，哈哈哈！渣渣爹去这一趟，怕不是会气死。哎，你可不能这么容易就嘎了，人活着才叫遭罪，死了上哪儿遭罪去？啧。娘啊，派个人去迎接渣渣爹好了，顺便再参观一下庄子，咱们把待客之礼做足些，也让渣渣爹体验一下什么叫宾至如归。苏子涵的眼睛亮了，闺女这个主意好极了。她假装灵机一动，吩咐派人去迎接齐王，问起来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真是想想就觉得爽，反正最后倒霉的不会是自己。另一边，齐王的马车终于抵达了南四庄，周围都是宗门种植灵植的土地，守卫森严。尤其路过天宝山和七星堂的庄子的时候，门口护卫的弟子皆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的马车。怎么是齐王府的马车？丁锦仙长老说了，一定不能让南四庄出事。青阳真人和赤莲圣母回去就都吩咐过了，让他们的弟子守护好南四庄，万万不能让法外狂徒霍霍了。而齐王跟苏子涵的和离闹得动静那么大，人尽皆知，所以在弟子们看来，齐王就是来找茬的。我过去看看。守门的大师兄方琦跟了上去，路上还碰到了天宝山庄子里的守护师兄齐州，两个宗门关系本就不错，二人对视一眼，齐齐跟上。南四庄门口，负责这里的管事田丁接到苏子涵的传讯，一早就等着了，远远见马车过来，还笑着出来迎接。齐王妃，哦，不是，新月公主吩咐了，一定好好接待。王爷。田丁笑着迎接。魏宏远见到老熟人，愣了一下。你怎么还在？庄子不是已经卖出去了吗？人却没换。是，新主人对我们都很好，没赶我们走。若是你想回齐王府，本王可以随时让你回来，毕竟整个大周应该没有比本王更好的去处了。什么新主子，再厉害也比不得自己身份尊贵，他可是大周王爷，纵观整个大周，就算是宰相都没有他尊贵。所以田丁识相的就继续回来抱他魏宏远的大腿，这叫识时务。然田丁不回答，只道小的领王爷参观。上道对自己如此殷勤，怕不是真的想回王府干活。哈，看来新主子屁都不是。魏宏远得意道，听说附近宗门的庄子都把灵气锁起来，不肯给咱们用，还有种的高等灵植因此都死光了，
土地也都变成了普通的土地，毫无用处。怎么，咱们南思庄真的废了？废了？嗷呜，到底是哪个造谣？王爷，南思庄已经不是咱们的了。这厮会不会说话？你要是如此嘴笨的话，还是不要跟着本王了，本王嫌弃还来不及呢。王爷，南思庄是真的废了，您看，七星堂和天宝山的人都来了，还虎视眈眈呢。柳如云赶紧搭话，顺势看向旁边的几位宗门弟子，两拨人马望过来的目光既警惕又肃然，怎么看都像是在提防他们。王爷，宗门的人不好相处，锁了灵气不给咱们用，才会逼得如云不得已贱卖庄子。王爷，罪魁祸首是宗门，不是妾身呢。柳如云还想挣扎一下，魏宏远没作声。宗门的人他看到了，难道真如柳如云所说，30青金石已经是高价了？不过，若是宗门真的把灵气锁了，那再好的灵田也不过普通的田地罢了。他冷漠应了一声，扭头吩咐留几个人在外面伺候王妃。柳如云，你随本王进去看看。柳如云心花怒放，王爷这是终于回心转意了呢。想着他回头瞥了一眼马车里的人影，冷哼一声，仪态万千的跟了上去。王爷，他继续舌灿莲花。妾身试着跟周围的宗门打过交道，宗门的人好生傲慢，根本不听妾身的话。妾身好言好语，还送了不少东西。可惜，王爷，这庄子卖了也好，摊上不好相处的邻居，只会白白受气罢了。田丁在一边默默开口：奴才觉得宗门还是挺好相处的。好相处什么？王爷又没去他们的庄子，结果一直在身后跟着咱们，这是做什么呀？防贼也不必这样防着吧。魏宏远又往后看了一眼，果然方琦和齐州依旧不远不近的跟着，满脸警惕。他更厌烦了。宗门果然讨厌。如云，这庄子卖得对，卖得好。柳如云果然心花怒放。田丁彻底不想说话了，心道还好这庄子卖了，不然他肯定要跳槽的。不过这庄子的灵气好像没少啊。从门口进来，灵气反而越来越浓郁了，是什么情况？柳如云赶紧道：路上还是有灵气的，但田里一丝儿都没了，不信王爷您看。他赶紧走在前头，指着不远处的灵田，这一看不打紧，别说魏宏远，连柳如云自己都愣了。田地里浮动着浓郁的灵气，比他在的时候灵气还要多，还要纯净。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充盈着灵气的土地里好像掺了什么，在日头下流转出淡淡的赤金色。这哪里是废田，这俨然已经变成了比以前还好的良田了呀！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魏宏远要疯了，揪住田丁咬牙质问。田丁想起苏子涵的吩咐，立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回王爷，宗门的人都很好说话，新主人买下庄子的时候，宗门的人主动过来打招呼，还给了新主人一大堆礼物，承诺让弟子多帮衬南思庄。您看到的这几位都是来帮忙的。另外，庄子贴了居灵符，还施了罕见的珍贵肥料。七星堂和天宝山的人当场就把今年的灵值全定了，说是长得绝对比他们庄子的要好得多。所以现在庄子的灵值刚种上，就已经收入400多枚碧玺金了。魏宏远脑仁都炸了。什么？400多枚碧玺金？就算是最好的年景，收入也不过是100多块碧玺金，现在竟然翻了4倍，凭什么？为什么？究竟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田丁很好心的重复，400多枚是最好年景的4倍，南思庄平均一年也就赚个60-70块碧玺金，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是翻了8-9倍。魏宏远彻底疯了，再也忍不住回头狠狠给了柳如云一耳光。你做的好事，害他损失了一个如此好的庄子。这损失的是庄子吗？这损失的是1年8-9倍的利润，是能让他的子女晋升仙门的大量晶石。混账！你这是在断我齐王府的路！柳如云捂着红肿的脸，整个人都有些懵逼。他根本想不到，庄子只是换了一个主人，就能有如此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庄子，他会卖吗？他眼馋都来不及呀！王爷，这庄子咱们不卖了，不卖了。对，收回来。收回来的话，每年就能赚400多碧玺金，这些晶石足够2个孩子晋升到筑基期的了。魏宏远一愣，显然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总之，大周除了皇帝就是自己最大，收回原本就是自己的庄子，不要太容易。对，这种时候就要拿出自己的地位来，强权压迫，逼原主人交出庄子。田丁，告诉你这新主人，让他3天内拿着地契来齐王府还回庄子，不然本王就让他在大周混不下去。招惹皇室，那不是等死呢吗？魏宏远洋洋得意，柳如云更洋洋得意。他刚都看了，庄子里的灵值已经不再是30年才能养成的灵值了，而是换了许多已经长了半大的苗子。虽然今年不能全部收获，但只是其中一部分，也能赚一大笔灵石了。所以现在拿回来正好，不用投入种子，还每年能有收获，好得很。柳如云几乎要拍手鼓掌了。还有你田丁，好好劝说你新主子，解释清楚招惹皇室的下场。这事若是办得好，本王还能让你回来继续帮本王管南思庄。王爷，恐怕这庄子您要不回去。哈，开什么玩笑？田丁无比认真。因为这庄子的新主人，王爷您惹不起。惹不起？魏宏远扑哧一声就笑了。
本王怎么不知道，在大周还有本王惹不起的人？说，到底是谁？就是在大周，王爷就是顶了天的存在了。田丁，你不要不识好歹。柳如云也张嘴叫嚣，明显不服气。田丁叹了口气，悠悠开口：这地是新月公主买走的，新主人是永乐小郡主魏思瑶。什么？魏宏远气炸了，柳如云也气得浑身颤抖。若是换了谁，他们俩都不会这么大火气。但现在以30青金石的处底价骗走了这么好的庄子的人，竟然是苏子涵，那就不行。柳如云扑通一声跪下，狂飙眼泪。王爷，妾身想明白了，这都是姐姐的阴谋啊！那庄子交给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30年才长成的灵芝，妾没从庄子上得到1文钱，还要倒贴钱养庄子。是姐姐故意逼着如云卖掉，她才故意捡的便宜呀！苏子涵！魏宏远狠狠咬着这3个字，明显要气疯了。魏宏远发了狠，京城有禁止，不能催动灵气使用招式法诀，但这里可是郊外，没有禁止，他可以随便发疯。齐王直接抽出长剑，记起灵气，发狂一般大喊：苏子涵，本王现在就毁了这个庄子，看你怎么嘚瑟！他高高跃起，直扑灵田。田丁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齐王受了刺激之后干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搞破坏。他转身想要叫庄子上的护卫来，但已经晚了。眼看着魏宏远要扑进灵田里的时候，齐州和方琦带人直接把魏宏远拽回来，两拨人马扭打在一起。先护好灵田。魏宏远的目的不是打架，而是搞破坏。他记起灵气，拼尽全力，终于找到机会，猛地扑向灵田。周琦一惊，赶紧追过去，可已经晚了。眼看着魏宏远要跳进灵田踩坏灵植，然魏思瑶布下的护阵忽而亮起一片刺目光芒，紧接着魏宏远定格在半空，而后整个大阵忽而流转出游蛇一般的闪电，噼啪炸响，嗖嗖嗖的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直奔魏宏远。惨叫声瞬间响起，空气里也传来一丝丝烤焦的肉香味儿。柳如云站在1步外的地方，能感觉到强大的能量在面前汇聚，甚至他的头发都受到吸引，直勾勾的对准了护阵。柳如云吓得尖叫一声，跌坐在地。再看魏宏远，齐王殿下啪叽从半空掉下来，衣服都烧焦了，好在护甲还在，勉强遮住了前胸后背，只是人已经麻了，浑身黑漆漆的，张嘴说不出话，只吐出一口焦黑。方琦都惊了：喂，齐州，这什么护阵这么厉害？齐王修为在筑基期，身体素质比常人强100倍，这都烤出肉香味来了。齐州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至少我们天宝山的护阵没这么大的杀伤力。护阵，守护多于攻击，真没见过又能攻击又能守护的双全型护阵。所以这架还打吗？齐王都焦香了。柳如云率先反应过来：恢复，请御医啊！护卫们终于反应过来，大家7手8脚把齐王抬走，一行人来得匆匆，滚得更快。姑娘，南监祭酒李文林李大人求见。南监祭酒？那不是有修为的弟子们学习的地方吗？2个儿子有修为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南监祭酒来做什么？请。苏子涵还是把人请进来了，扭头看看身边，魏思瑶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哎，这孩子自打会跑了之后就经常跑到不见踪影。此刻某小枝正在院子里刨土，没玩过泥巴的童年是不完整的。刨完了，和上水，搓成泥丸，再给小胖鸟和小雪球一口一个吃了便9条尾巴，吃了便大只的神兽。哎呦，这不是永乐小郡主吗？下官见过小郡主。李文林笑着拜见，魏思瑶瞅了一眼，默默地给他一粒泥丸，给吃补吃了大补。李文林眼皮抽搐，心道原来上次在南间听到的心声是永乐小郡主的，不过既然大家都没反应，那他也当作不知道好了。祭酒大人笑呵呵婉拒：小郡主真聪明，现在都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蹦了，用不了多久啊就会说话了。说完点点头走了，不过只是能听到心声罢了，算不得什么本事。魏思瑶也不在意，哼哼唧唧低头继续搓，这回他要搓个汉堡包，一人一个。李文林是为了比斗来的吧？瞧上大哥的才华了。算你有眼光，不过嘛，这次比斗会出大事呢。啧。扬长而去的李文林脚步一顿，出大事儿？出什么大事儿？小郡主，你倒是继续说啊。李文林还想继续听，但魏思瑶明显不打算说了。上一秒李文林还在嫌弃魏思瑶没什么本事，下一秒却恨不得变成魏思瑶手里的泥巴，任由他捏扁搓圆，只要能告诉他到底会出什么大事儿啊呀！今年的比斗可不能再拿倒数第一了呀！大人，云香喊了一声，李文林这才讪讪一笑，不得不扭头离开。大人来找本公主有何事？苏子涵开门见山：是为了比斗的事情。这次比斗参加的不光有大周，还有周围3个邻国，分别是齐、隋、赵。除了这4个邻国，还有的便是周围的宗门。去年大比4个邻国咱们拿了最后1名，陛下很是生气，臣也很焦虑啊，所以想来跟公主殿下商量一下，借大公子一用。借魏荣轩？是不是李文林发现了什么？
荣轩的情况恐怕帮不上忙。荣轩有修为，而且现在筑基期的修为在南间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只是这件事外人并不知道。和离之后，苏子涵没有隐瞒，但也没有刻意解释，只是大家都不知道罢了。提起魏荣轩，李文林就激动，能帮上忙的。大公子聪慧过人，熟读招式功法，而且还能见招拆招，是难得一见的能人异士啊，颇有才华。为了这次比斗啊，下官特地来请大公子帮忙的，祝我大周在比斗之中旗开得胜。原来是这样，苏子涵放心了。既然如此，本公主定当为皇上分忧。这样也好，借着这次大比，让两个孩子的修为曝光也是好事，省得所有人都以为他苏子涵的孩子们都是无能的废物。下官多谢公主。李文林无比开心，连什么都不懂的奴婢安慕都能在魏荣轩的指导下赢了宋明，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只要魏荣轩能在场外开口指导，这次大比的胜利绝对是他们大周的。李大人信心满满，临走前特地往院子里看了一圈，没看到魏思瑶的身影，心中不免有些失落。不过没关系，他现在就进宫请旨，到时候带上新月公主一家一起去。祭酒大人打定主意，美滋滋的走了。离开新月公主府，他又去了齐王府。王爷，南间祭酒李大人求见。魏宏远刚吃完药躺下，虽然吃了止疼生肌的丹药，烤糊的地方也长出新鲜嫩肉，但修为也受到震荡，他现在得好好休息，调养修为。所以这个什么南间祭酒他本不想见，但想到魏锦城就在南间，他只能召见。孩子的班主任来了，能不见吗？王爷，李大人，坐。二人一阵寒暄。王爷，下臣此次前来是为了大比的事情。这次大比，锦城可是夺冠的重点，王爷一定好好监督他修炼，比斗之前千万不要出问题啊。李文林还是不放心，便过来通知一声，同样通知过的还有李年妹以及筑基期的几位优秀学生。魏宏远本来因为南思庄的事情还挺不爽，现在突然就开心了。哼，一个破庄子而已，他不在乎。苏子涵再厉害也比不上自己，至少他还有2个资质不错的孩子，苏子涵手底下只有3个废物而已。他就算拿着一堆灵石都后继无人，没人可以继承呢，真是惨死了。魏宏远心里稍稍舒服了些。有劳李大人了，还是你有眼光，看得到锦城的好。你放心，本王一定好好监督他。李文林终于放心了，又聊了一会儿，魏宏远亲自把李文林送出王府，带李大人的马车远去。他看了一眼隔壁，冷哼一声：3个全是废物，想必李大人永远不会踏进隔壁的门。回到府中，他便叫来魏锦城，一顿叮嘱：大比之前好好用功，另外本王再给你一些丹药，斟酌着吃。以前丹药的事都是苏子涵去管，现在苏子涵不在了，就得魏宏远亲自过问。丹药递给魏锦城，他粗略看了一眼，便微微蹙眉。苏子涵在的时候给的丹药，不管是品阶还是成色都很好，至少比魏宏远给的好。只能说汝南苏氏真的底子深厚，就算是魏宏远都比不过。魏锦城心中有些失望，这些丹药还不如苏子涵给他的菌菇汤。谢父王。好好表现，大比是扬名的大好机会。隔壁你那2个废物哥哥连大比的门都摸不到，他们这辈子都没机会。是父王。魏锦城也跟着笑笑，也对自己能去大比，但那2个人别想了。父子俩都很得意，但他们并不知道李文林李大人来齐王府之前就已经先去了新月公主府。可还是有人傻乎乎的觉得魏锦城比隔壁的那几个强多了。柳如云更是开心的搂住儿子：锦城，这次比斗努力加油，马上就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了。以后你跟隔壁那3个废物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等将来你进阶金丹、元婴，成为连大周皇帝都仰望的存在，那时候隔壁那3个给你提鞋都不配。儿子，你就是娘最大的指望。对，最大的指望，只要儿子爬得够高够快，踩离这下贱坯子也只能被自己踩在脚下。柳如云无比兴奋：娘，父王又打你了。魏锦城注意到柳如云红肿的脸，巴掌印看不到了，但还能看到红肿。少年微微蹙眉。柳如云连忙道：你父王心里还是有娘的，只要你争气，娘就还是你父王心里的唯一。娘，上次提的那把古琴弄来了吗？弄来了，娘这就给你。说完，一把古琴从储物袋里拿出来，古琴大气漂亮，乍一看跟街头巷尾传说的那个琴师的琴几乎一模一样。魏锦城开心了，扬名立万他要，但京城里侠士的名声他也要。魏荣轩和魏子轩下学回到家，便得知了李文林来府中的事。得知林大人专门来请大哥去参加今年的大比，魏子轩有些小羡慕。娘，我们有修为的事，是不是不必瞒着了？他现在可是炼气期顶层修为，马上能进阶筑基期了，很快就能追上大哥的修为了呢。魏子轩盯着魏荣轩，大哥现在的修为是筑基期顶层，他自动忽略了顶层2个字。大哥是筑基期，等他提升了也是筑基期，不就追平了吗？不必隐瞒了，反正也已经和离了，以前是怕魏宏远反悔，现在管他作甚。你大哥出门，你们还是要留在家里的。啥？他们要留在家？
魏子轩和魏思瑶齐齐抬头望过来。啊，娘，去，要去，我也要去呀！呀，大比这么好玩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大哥的媳妇也来，要是不去，怎么看未来大嫂？未来大嫂。苏子涵和魏子轩看向老大，魏荣轩面色平静，但视线还是忍不住缓缓移开。媳妇儿什么的，他根本就没想过。总之，他又不是为了媳妇才去大比的。然，苏子涵这个当娘的却乐开了花。儿媳妇好啊，儿媳妇最好了。跟齐王成亲的时候，他才13，齐王都已经15了。这么算，儿子也13了，到时候还得3叔6聘的，怎么也得1-2年。哎呀，这也没几年了吗？娘，便一起吧，留你们在家，我也不放心。毕竟隔壁是魏宏远，他真的很不放心。大哥，你最好了。大哥，好。两个人继续拍马屁，苏子涵只能点头。行，那就一起。然才说完，宫里的旨意也下来了，皇帝亲自下旨，命一家4口一起去参加今年的大比，而且还跟着皇帝的车驾走。这下好了，护卫都不用找了，跟着皇帝车驾，还怕不安全吗？不过临走之前，铺子的事情还得早点安排好。苏子涵带着魏思瑶抵达苏氏丹药铺，铺子里乱糟糟一片，好好的柜台被人掀翻，柜子被人砸碎，瓷瓶滚得到处都是，简直是一地狼藉。怎么回事？难道是齐王派人来闹事？苏子涵看了眼对面的铺子，眼底闪过一丝冰冷。娘娘，是小的。二丫扑通一声跪在苏子涵面前，哭道：“是小的那几位叔叔，见铺子又装修好了，便又上门来闹事，逼小的交出房契，小的没给，便砸了铺子。”二丫的那几位叔叔，他们难道就不知道是谁买下的铺面？苏子涵脸色阴沉，连齐王都得给自己几分面子，这些人还敢砸铺子？安木，你先带着思思去后院玩，二丫你也去，掌柜的你留下。苏子涵要盘点一下损失，而后报官，对这些人严惩不贷。二丫有些犹豫，她想去帮忙，但这里明显已经不需要自己了。啊，坏人！二丫瞬间脸红，她十分抱歉地垂下头。对不起。啊，你不要，跟你又没关系，你道什么歉？坏的人明明是你的叔叔们呢！啊呀！奶团子气得啊呀的叫唤，越是着急想要说话，越是说不清楚。二丫头垂得更低了，她听不懂魏思瑶啊呀是什么意思，而且她没有修为，也听不到魏思瑶的心声，只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倒是安木第一时间听到魏思瑶的心声，开口道：“小郡主的意思是跟你没关系，都是你叔叔们的错。”都是叔叔们的错，可那也跟他多少有点关系吧，毕竟都是他的亲叔叔啊。还是安木懂我呀，啧，没白教你修炼。魏思瑶哼哼唧唧，毁了娘的丹药铺子，这是连娘亲新月公主的封号都没放在眼里呀。哼，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我是娘亲的小棉袄，这件事放着，我来。二丫带路，我要去会你那什么叔叔们啊，走。奶团子抱着小雪球，指着后门，扯着二丫的手就要走。二丫彻底懵了，扭头去看安木，小郡主到底要做什么呀？小郡主要带你去见你叔叔吗？还是不要了吧，叔叔们会打人的，小郡主太小了。没事儿，我在，不会伤到我们的。二丫，走吧。安木现在已经是炼气7、6层，南间比试又让他学会了不少新的招式，没人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府中偷偷练习。现在安木底气很足。对了，不要告诉娘，免得她担心，这事我在行。安木，我们快去快回。好。安木点头，带着魏思瑶从后门离开。虽然不让告诉苏子涵，但安木还是偷偷留了一张纸条，压在后门旁边的石头下面。纸条上就一句话：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二丫有些担心，小郡主才1岁多吧，走路偶尔绊一下还会摔跤呢，真的能收拾得了叔叔们？可如果是用苏子涵的公主身份，说不定还有可能。二丫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了苏子涵的身份上，很快她便带着2人来到二叔的住处。我要见二叔。二丫怯生生地跟门口的门子说话，然这些人根本不搭理二丫。老爷放过话，这门谁都可以进，就二丫不能进。滚！门子不耐烦地挥挥手，二丫直接被推倒在地。魏思瑶见状，直接护在二丫面前，拍拍自己的小胸膛：“坏，滚开！你们这群坏人，给我爬开！嗷！我没工夫搭理你们这群小喽啰，叫你们主人出来！”门子都听不到魏思瑶的心声，就一个小头头有点修为，把魏思瑶的心声听了个一清二楚。哈，这个小娃娃也就1岁多吧，竟然敢在严府门口这么嚣张。小头头不屑一笑，冷冷道：“你们搞清楚，咱们严府老爷是什么人？什么人？再厉害，能比娘亲新月公主还厉害，能比他皇帝爷爷还厉害。”奶团子对此嗤之以鼻。我们老爷是专门给皇室炼制丹药的，知道淑妃娘娘吗？
知道齐王府吗？这2个地方的丹药，那都是我们老爷炼制的。我告诉你们，惹了我们老爷，就相当于惹了齐王，惹了淑妃娘娘，你们就等着死就行了。小头头恶狠狠的，然魏思瑶却想笑，搞了半天竟然是给他渣渣爹和那什么亲奶奶炼制丹药的，啧，什么玩意儿啊？就这还敢嚣张，你们也太上头了吧！对了，既然跟渣渣爹关系不错，不会是故意找娘的麻烦吧？那就更得进去会这家主人了。安木，魏思瑶也不废话，直接一指这个嚣张的小头头，安木立刻会意，上去就把这个小头头推到一边。你没资格跟我们家小郡主说话，叫你们家老爷过来。小郡主，门子们对视一眼，心里多少有了些猜测。这奶团子怕不是苏氏丹药铺老板的女儿，新月公主的女儿，他们这些小喽啰可惹不起，但并不代表他们家主人惹不起。几个人对视一眼，直接退回去，大门一关，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总之，他们没看见什么新月公主府的小郡主，也没惹她生气。咱们主打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哎，就这么耗着，你能把我们怎么样？老大，外面那个小丫头好像挺有身份的，是什么郡主？放着不管，没事吧？不用管，这京城有钱有势的人多如牛毛，这连公主都满地都是，这区一个郡主而已，嘿，不必管他。几个人安下心来，大门猛地被人踹碎，那个他们完全没有放在眼里的小郡主笑嘻嘻一步一步踏进来。二丫进！魏思瑶霸气挥挥手，二丫看的眼睛都直了，她怎么都没想到魏思瑶会用这样的方法直接破门而入。但魏思瑶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这些人都把娘的铺子砸了，灵纸散落一地，门窗全都砸碎，自己踹烂一扇门算什么？头顶一只小胖鸟也跟着飞进来，先走一步去观察府内的情况了。而那个小头头一件事情不好，扭头也往屋子里跑，他要把这件事赶紧告诉夫人。很快，严府的夫人曹柔便怒气冲冲走了出来。什么人擅闯严府？什么人擅闯严府？我。魏思瑶挺起胸膛，拍拍小胸脯，肉嘟嘟的脸蛋上满是严谨和认真。曹柔一开始并没看见他，毕竟奶娃娃实在是太矮了，属于丢出去就找不到的那种高度，所以他第一眼先看到了二丫，他还以为是二丫故意回来报复的呢，谁想挑头的竟然是个奶娃娃。你曹柔忍不住哈哈大笑，谁家的小兔崽子，奶还没断的吧？还敢踹我们家的门？我这里可没奶给你们吃，滚！滚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安木，打他！安木直接抽出鞭子，直接一鞭子把曹柔抽翻在地，这胖婆娘脸上划过一道血痕，皮肉都翻出来，疼得曹柔惊声惨叫。啊个屁啊！为什么踹你家门不知道啊？竟然敢砸了我娘的铺子！我魏思瑶就是上门来找麻烦的，要么跪下磕头给我娘道歉，连带着打砸的东西10倍偿还，要么这事儿没完。曹柔听到了魏思瑶的心声，心道原来是因为那个打砸了的丹药铺子，他忍着疼哈哈大笑。门子来报，说是为了那个破丹药铺子的事儿，原来是真的呀。不过新月公主也不嫌丢人，派个吃奶的娃娃找上门。我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不道歉，就不。仗着齐王是苏子涵前夫，上面还有个婆婆淑妃，曹柔颇有点宁死不屈的意思。总之，就算和离了又怎样？哪个女人不怕婆婆，不怕自己男人？说什么苏子涵主动和离，还得了封赏，可整个京城谁不知道苏子涵生了3个废物？这种没用的女人就该被赶出门。占着公主的名头，儿子却都是废物，根本没人能撑起新月公主府，她就欺负了又能怎样？安慕要气疯了，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都知道她上度是新月公主了，这是什么该死的态度？安慕气得还想抽鞭子，魏思瑶已经嘿嘿一笑，2只小手一翻，一只手是毒医圣手给的毒药，一只手是老爷给的符咒。胖女人，准备好死去活来了吗？魏思瑶才不惯着他，8品曼陀罗散塞进嘴里，曹柔嗷嗷尖叫，想吐，但是怎么也吐不出来。周围赶过来的家丁见状，赶紧上来帮忙。然魏思瑶小手一挥，各种符咒飞出去，地上顿时多了一堆王八、蛤蟆、小耗子，还掺杂着几只蟑螂、臭虫、屎壳郎。二丫都看傻了，又惊又开心。二婶一直以来都很跋扈，家里的家丁更是仗势欺人，自己在二婶家没少吃苦头。她这还是第一次在二婶家看到二婶家的人吃瘪。小郡主干得漂亮，还有你真的好厉害，好酷！二丫兴奋坏了，然开心不过3秒，她二叔严之安便匆匆从外面赶了回来。二丫，你做的好事，那铺子本来就是严家的，你爹没有儿子，铺子就该还回来。怎么，你竟然为了这件事怀恨在心，还要打你二婶？你这个畜生，害得你爹为了找你失踪，现在还要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二丫吓了一个机灵，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女儿不是人吗？怎么就不能继承家业了？还有，你以为你自己多好吗？啧，你真不怕我把你做的那些丑事抖出来吗？严之安本来还在嚣张，猛地听到魏思瑶的心声，他立刻闭嘴，下意识惊恐地盯着魏思瑶，看得奶娃娃满头问号。
这人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怎么，终于知道害怕了？晚了，告诉你，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为了能让自家炼制的丹药进入皇室的采购名单，让你老婆去陪管事的公公，一共赔了3碗。颜之安瞬间就炸了，他猛地抬头看向四周，家丁虽然变成蛤蟆之类的了，但是丫鬟们还围在四周，周围还有几个门房和婆子，这里又是大门口。因为魏思瑶闹出来的动静，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围观。魏思瑶的话冷不丁的炸开，没修为的人听不到，但是有修为的人却听得清清楚楚。那一瞬间，颜之安只觉得自己脑仁都炸开了，他真恨不能扑上去一把掐死魏思瑶。然更震惊的还是外面围观的人，那些听到声音的人都一脸吃瓜的兴奋，觉得这一切简直又刺激又让人没眼看。服了，厉害了！颜家不是一直以搭上皇宫这个关系而洋洋得意吗？甚至倨傲到不把很多官宦子弟放在眼中。现在呢？现在更刺激的是，这一切竟然是曹柔陪睡的来的，还是陪太监睡觉，真是刺激！听到的人一脸吃瓜群众的兴奋，那些没听到的则是满头问号，总觉得身边的人表情有些不太对劲，莫名的猥琐，到底怎么了？好好奇呀！疑惑的时候，吞了8品曼陀罗散的曹柔却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她脸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但依旧狰狞。这个白胖的女人虽然胖，但却很灵活，小蛇一般扭动着腰从地上爬起来，扭捏着，忽然冲门外一个路人抛了个媚眼。颜之安心里咯噔一声，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妙，他想拉住曹柔，但一切都晚了。哟，这不是王公公吗？王公公，那一晚妾身伺候的还好吗？王公公，虽然你都80了，但依然龙精虎猛，妾很满足，很想念公公呢。曹柔明显沉浸在幻觉之中，把路人看成了王公公。他拉着长音，又扭又笑，眼睛都能拉丝儿，看得门外的人们皆齐齐一哆嗦，只觉得鸡皮疙瘩爬了满身。然这下那些没听到心声的人显然也明白怎么回事了。说的都这么露骨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的天哪，我听到了什么？这严夫人陪着80多岁的老太监睡觉，这事儿这严老爷知道吗？哼，怎么不知道啊？那80多的王公公恐怕就是宫里管着收购外面丹药的管事公公。当年严家不过是京城普通的丹药铺子，严志安他们的爹，也就是严家老爷子，本来是把家业传给大儿子的，谁想他二儿子，就是这个严志安，竟然找到了宫里的门路，所以才抢了大房的家业，逼得老大严志义只拿到了一间药铺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继承。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严志安好像真的是突然拿到宫里的购买资格的。我当时还以为是二房比大房有能力呢，这现在看看，这二房是有能力，有能力的是人家二房夫人。众人哈哈大笑，各种鄙夷的声音传来。严志安羞得老脸通红，他连忙把吃了曼陀罗散沉浸在幻觉里的曹柔拉住：“你给我滚回去！”“你让谁滚？你以为你是谁？”曹柔根本认不出眼前的人是谁，他猛地推开严志安，怒骂：“大哥，家业本来就该我男人继承，你算什么东西？你那女儿也是个赔钱货，不如弟妹我帮你一回，直接把那二丫送进妓院啊！对，就卖进满春堂，那里面就喜欢这种13、14岁的小丫头。哎呀，满春堂的妈妈给了我一块青金石呢，没想到这赔钱货还挺值钱。”“什么？当婶子的竟然把侄女卖进了青楼？”“啊，而且只卖了1块青金石。”“这二房要不要这么恶毒啊？这霸占了人家大房的家业，还要把人家孩子卖进青楼？”“这瓜真的太刺激了，瓜之大，真的一口吃不下呀。”然更崩溃的还是二丫，因为他从来没想到事实竟然会是这样。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人贩子拐卖进满春堂的，但事实竟然是他的亲二婶把他卖了。二丫气得浑身哆嗦，虽然他没有修为，但现在也再忍不下去，猛地冲到严志安面前，抓住他的袖子质问：“二叔，是真的吗？我不是被拐卖的，是二婶把我卖掉的。你们怎么能这样？我爹是你们的亲兄弟，我们是亲叔侄啊！”
二丫的控诉声泪俱下，要不是魏思瑶小郡主恰巧去了满春堂救了自己一命，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她一直发誓，等找到拐卖她的人贩子就要她好看，谁知道这人贩子就在自己身边，还是自己的亲叔叔、亲婶婶。颜之安的头更大了，他又羞愧又气愤，抬头看看，见周围的路人皆对着自己指指点点，他气得猛地甩开二丫，怒骂：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什么拐卖？我不知道！你这个死丫头，不要血口喷人！可是二婶她亲口说的。她疯了，你没看到吗？她疯了！颜之安破口大骂：曹柔，你这个疯子，你给我滚回去！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我呸！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才胡说八道呢！曹柔吃了8瓶曼陀罗散，眼前的幻觉变来变去。颜之安在他眼里也不再是颜之安，而是他一直瞧不起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老娘告诉你，老娘现在就比你高等，你给老娘跪下说话！说着，曹柔扑上去，一把将颜之安按在地上，跪下。他本来就胖，力气也很大，京城有禁止不能使用修为，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厉害。你给我跪下，跪下喊夫人，喊颜夫人！老娘告诉你，不要羡慕我，我就是嫁得好。我们家老爷颜志安是个聪明的，不但毁了长房的名声，还亲手把长房的产业抢到自己手底下。就连拐卖二丫头的事情都是他教我的。我们家老爷说了，拐卖了二丫，那大房就得发疯，到时候那最后一间丹药铺子就还是我们二房的。你闭嘴！你闭嘴啊！颜之安要疯了，这个死婆娘怎么什么都往外说？还有，她这表情好像是吃了什么致幻的丹药，谁给她吃的？到底谁给她吃的？颜之安崩溃的不行，周围指指点的人望过来的眼光更是让他如芒在背，近乎崩溃。好在他脑子还转，知道要找解药，他们进丹药的什么丹药没有，直接从储物袋里往外掏，而后拼尽全力塞进曹柔嘴里。吃，给老子吃了！赶紧醒过来！你这个疯婆子，疯婆子！颜之安真是太高估自己了。魏思瑶给他吃的可是独一圣手亲自炼制的丹药，8品的曼陀罗散，这玩意儿连魔族妖人都能放躺一片，区一个修为低的不行的颜之安炼制的丹药还真解不了。于是当颜之安心存幻想，想着能让曹柔立刻恢复清明，然后赶紧关门回家的时候，曹柔却咂了咂嘴。什么毛尿这么难吃？你给老娘磕头磕头！曹柔按着他的脑袋往地上磕头，把颜之安撞得头破血流，最后眼睛一翻晕倒在地。而收拾了自家男人之后，曹柔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脱衣服，一边脱衣服还一边扭。王公公，今儿晚上柔儿不走了。王公公，你看看柔儿啊，柔儿美吗？雪白的胖子一边扭一边做着限制级的动作，那衣服脱得慢得要死，但却十分有诱惑力，看得围观的不少男人都口干舌燥。只能说这娘们虽然胖，但却十分挺勾人。原本地上装死的颜之安这会儿也装不下去了，本以为装死就能让曹柔放过自己，结果曹柔是放过他了，但这娘们转头又对他自己下手了。娘啊，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了，我的妈呀，他颜之安的脸都燥得慌啊呀！颜之安猛地跳起来，扭头便去找罪魁祸首，却看到魏思瑶正坐在不知道哪里弄出来的小板凳上，怀里揉着雪白的不知道是猫还是狗的东西，一只手抓着香梨啃，伸手安木打着扇子，别提多恣意了。啊，别停，继续，看得正热闹呢，别停啊，扭得这么好看，满堂春的妈妈一定很喜欢。之安彻底崩溃，他嗷嗷嚎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小郡主高抬贵手啊，小郡主高抬贵手，你们的苏氏丹药铺子我赔还不行吗？哎呦，这就扛不住了呀，还以为能再坚持一会儿呢。再说他这里还没啃完呢，好歹等啃完再讨饶啊。哎，真没趣。魏思瑶嗤之以鼻，然颜之安要疯了，他都决定要道歉了，怎么还嗤之以鼻呢？这是嫌弃他道歉的力度不够吗？颜之安当即咬牙，才想继续开口，远处却传来一阵骚动。原来苏子涵派人报了官，官府的人和苏子涵一起来了。眼尖的安木看到了苏子涵的车驾，他当场把魏思瑶抱起来就跑。小郡主，公主殿下来了。嗷呜，娘来了，来得可真快呀！对，安木做得对，跑，不能让娘知道，嗷嗷跑！奶团子大叫一声，俩人带着二丫迅速消失在巷子尽头。等待没人的时候，魏思瑶才松了一口气，拍拍自己的小胸脯。
艾玛，还好没被发现。上次去青楼的事情，不知道谁说漏了嘴，娘发了好大脾气，还打了大哥二哥一顿。虽然自己没挨打，但并不代表这次不会挨打，毕竟现在她已经1岁多了，伦家也是个大姑娘了。魏思瑶哼哼唧唧，然却不知道她错过了严府门前的一出好戏。严志安看到魏思瑶掉头离开的那一瞬，真的开心死了，心到这个小魔头终于滚蛋了啊哈哈哈！太好了，这场丢死人的闹剧终于可以结束了。然再一抬头，他便看到苏子涵的车驾，还有官府的人竟然一起来了。严志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娘俩怕不是早就算计好了，让一个吃奶的孩子上门来闹事，就算传出去，自己一个成年人也不能跟吃奶的娃娃一般见识。然后苏子涵再带着官府上门，这下人证物证都有了。曹柔现在中了幻术，那嘴就跟瓢似的，自己干过的那些丑事，还不是一秃噜全都给说出来。完啦，全完了。严志安要崩溃了，他就算寄希望于淑妃或者齐王都没用了，事实摆在面前，淑妃能说什么？能说自己卖侄女卖得好，还是霸占大房产业霸占得好？严志安整个人都麻了，再一想到自己求饶时奶团子撇嘴不屑的表情，严志安突然心里咯噔一声，是不是自己如果道歉道的不够心诚，这奶娃娃就不打算放过自己啊？一想到这个小魔头的歹毒，严志安干脆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苏子涵脚下，找上门来，以为有一场硬仗要打的苏子涵，什么情况？他来之前都打听过了，这个严志安水火不进，仗着自己打通了皇宫的门路，攀上了齐王和淑妃就飘了，谁都没看在眼里，当然也没把自己这个后封的公主放在眼里，所以才会胆大包天的砸了他的铺子。所以苏子涵来之前也长了个心眼，先调查了一下严志安，当得知二丫就是严志安的老婆卖掉的，他立刻就揪着这件事去告官府。毕竟不能打没准备的仗，打砸店铺顶多让严志安赔钱，但是拐卖人口就能让这两个人坐牢。苏子涵只想狠狠出一口恶气，顺便告诉所有人，就算是你们背靠淑妃和齐王他也不惧。可谁想这恶仗还没开打，眼前的人先跪下了。公主殿下，小的错了，小的错了呀，公主殿下，小的有眼无珠，不知道那是殿下的大药铺子啊，小的一定赔，一定赔，您的损失，小的3倍，不10倍，不20倍的赔偿呀，公主殿下。啊，这么痛快吗？公主殿下，小的就是个屁，是个杂碎，你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还有二丫的事情，小的认，都是小的的主意，跟我老婆没有关系啊，公主殿下。还有，大房的产业，我也会一并还回去的。公主殿下，小的真的知错了呀。苏子涵彻底安静了。这个世界真的太魔幻了，传说中得意硬骨头就这么服软了。苏子涵什么都没说，就拿到了10倍的赔偿，而且严志安无比配合的跟着衙门的人走了，顺便还带走了曹柔。只是曹柔看着好像不太正常的样子，竟然还冲自己抛媚眼。苏子涵打了个哆嗦，瞬间满头问号。云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公主殿下，刚才二丫回来了，曹柔亲口承认卖了二丫，我们都看戏看好久了，公主您来晚了。二丫来了？苏子涵一愣，不是让二丫留在后院陪着思思吗？既然二丫在，思思是不是也在？快回丹药铺看看先。可姑娘，严志生府上还去吗？严志安是老2，严志生是老3，苏氏丹药铺子砸了，严志安是主使，严志生就是协助，两拨人马一起把铺子砸的。现在只追讨了1家，还要不要追讨第2家了？要，不过得先回去看看思思。苏子涵还是担心孩子，云香便赶紧催促赶车的往回走。然苏子涵就这么又跟魏思瑶错过了，这奶团子出其不意，直奔严志生家里去了。二哥这边的动静，严志生也知道了，毕竟闹得这么大，想不知道都难。严志生听完管家的汇报，听得手里的小茶壶都掉了，砸在地上，摔得稀碎。什么？这真的吗？老爷，真的。永乐小郡主不知道给二夫人吃了什么，二夫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连带拐卖二丫赔，王公公那事儿都说了。现在一家人已经被带回了衙门了，且不说别的，就抢占大房产业、拐卖二丫这2件事，我看呐，二老爷一家算是栽了。还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真的没有一丁点的隐瞒吗？管家愣了一下，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家老爷注意的点好像有点偏？这好像没有吧？管家仔细回忆，好像丑事都爆出来了，至于有没有隐瞒，咱也不知道啊。老爷，您想干嘛呀？他想干嘛？他想打开大门，欢迎魏思瑶小郡主，赶紧上门啊！您赶紧去把永乐小郡主给请到家里来。请家里？为什么？二老爷一家已经被永乐小魔头折磨得痛不欲生了，老爷你很勇啊，竟然还上杆子的往前凑。他要不要提醒一下自家老爷，苏氏丹药铺就是他们联合二老爷一家一起砸的？
管家有些抑郁，但架不住严志生这边催得紧，他才出门，便看到二丫带着永乐小郡主正急匆匆地往这边赶来。看到这一幕，管家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嗷呜尖叫了一嗓子，扭头就往回跑。哎，完了完了完了！老爷，永乐小郡主找来了！永乐小郡主来了，严志生务必欢喜，想也不想立刻出门迎接。哎呀，小郡主啊，小的可算是把你盼来了。哈？3个孩子三脸懵逼。咋的？是严之安那边的风声还未传过来，所以导致严志生还不晓得他魏思瑶的凶名吗？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人主动上来求虐的？思小郡主，小的不是人，小的有眼无珠，小的砸了您的铺子，那是小的该死，您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啊！魏思瑶都懵了，什么情况？难道这人想先礼后兵，把他迎进门之后再搞阴的？奶团子立刻警惕起来，严志生连忙指天发誓：小的发誓，小的对小郡主绝对是一片真心。哦，对了，管家，你赶紧拿上银子，带着灵芝去上门道歉。砸了多少？10倍？哦，不对，是100倍的赔偿。还有咱们库房里有不错的灵芝，都选上一部分给苏氏丹药铺送过去。再找人过来修铺子、修家具，总之把之前打砸的地方全部都修好。可能现在最懵逼的就是自己了，砸铺子的时候有多么凶神恶煞，现在就有多么虔诚卑微，为什么呀？主子，管家不明所以，严志生却笑眯眯低头看向魏思瑶。等会儿小的就亲自登门给新月公主赔罪。那什么，小郡主，您看这样行吗？这样啊，勉勉强强还算可以吧？啊，暂且行吧。耳朵里传来的声音让严志生一阵惊喜，他想也不想，立刻就给魏思瑶跪下了。小郡主，救命啊！小郡主，这下连二丫都惊了。三叔家怎么了？谁要死了吗？啊，起来说话！严志生赶紧爬起来，左右看看，这里是自家大门口，好像不是说话的地方。他压低声音道：小郡主，这屋里说话。屋里说话。魏思瑶警惕起来，小手摸向储物袋，左手抓着毒药，右手抓着符咒。OK， 那就屋里说话吧。奶团子昂首挺胸，迈着步子走进去，跟回自己家似的。3个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老三严志生的府邸。小郡主，小的有一事相求，听说小郡主能让人知无不言，请小郡主给家里的婆娘们下药。小的有事情问他们。就这，好办。不过为什么他突然觉得又有瓜要吃了？奶团子挥挥手，严志生立刻把后宅的女人们都叫了过来。屋门一开，竟然一口气进来10几个。正是长得不怎么好看，年纪也有些大，但十分端庄。后面是11个妾室，这11个妾一个比一个的漂亮，妖妖娆娆的。看见严志生便开始嘴甜的说话：老爷，妾想您了呢。老爷，你每日奔波劳累太辛苦了，今儿让妾给你好好捏捏肩。老爷，10个一切都听会说，唯独正是不假颜色，一点笑模样没有不说，甚至还冷声开口：老爷，自古忠言逆耳，奴家还是要说，女子就该安守本分，成天妖妖娆娆的像什么样子？奴家管后宅也是为了老爷在管，不能有些人哭一哭闹一闹，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爷，哎呀，夫人，您不要这么无趣好不好？小妾1号十分不爽的翻了个白眼。就是啊，老爷在外面奔波劳累，来我们这里休息也是为了老爷好嘛，不要因为嫉妒就非得对咱们这些妾喊打喊杀的嘛。小妾2号跟了一嘴，小妾3号在一边翻白眼。唉，只能怪有些人年老色衰的，根本留不住老爷的心。小妾4号继续上眼药。妾真为老爷不值，夫人，老爷对你已经很好了，不就是不常去你那里，你就背着老爷。哎呀，嘘，你还想挨打呀？上次夫人还说了要剥了我的皮呢。怎么，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情，还不许人说了？哼，女人嘛，总要男人滋润的，夫人也是女人嘛。唉，别说了，老爷又该生气了。老爷，也就只有我们这些小妾心疼老爷了呢。夫人早就变心了。就是呀，这事儿全府的人都知道了。老爷也知道了，只是给夫人留着面子呢。你们都给我闭嘴！夫人马玉勃然大怒，
扭头看向严志生，果然，严志生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当初有人说马玉跟以前的青梅竹马藕断丝连什么的，严志生是不信的，但架不住所有人都这么说，连下人都在偷偷议论，说什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说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这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更有甚至还说长子不是他亲生的，是马玉跟那个相好的生的。严志生只觉得自己脑袋上这顶绿帽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绿，闪闪发光，所以他就更不愿意去马玉那边，一直冷落了马玉好几年。而也就是这几年，他又陆陆续续的纳了好几个妾，最终凑够了现在的11个。老爷，奴家发誓，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爷的事。你们这些妾，竟然敢如此对主母说话！来人，给我张嘴！马玉扭头呵斥，他身边的婆子立刻走上前去，揪住第一个人就狠狠打了一个耳光。然这并没有让这11个妾害怕，反而让他们大吵大闹了起来。老爷，妾委屈啊！夫人这是怕我们坏了她的好事，要让我们所有人都闭嘴啊！可我们心里都是老爷，怎么也不愿意看着老爷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啊！夫人，你今天就算打死我们也要问个清楚明白，大少爷到底是不是老爷的种？对，还有你那个青梅竹马，为什么突然就发达了？你敢说你没给过他钱？你自己人老珠黄，面老色衰，竟然还不知道安生，非得出去偷人。夫人，你对得起老爷吗？妾好容易为老爷怀了男孩，结果去夫人那里，孩子就没了。夫人，你嫉妒的嘴脸简直太丑陋了呀！老爷，我那苦命的孩子就这了没了呀！严志生太阳穴突突突的狂跳，小八的确是刚刚流产，大夫也给看过了，是男孩，孩子流掉的时候已经成型了，是男孩没错。马玉，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严志生暴怒，一声呵斥，让马玉惊愕。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人，竟然会相信这些妾的话，而且还要如此呵斥自己，说他是不要脸的东西。马玉委屈极了，又气又恨，几乎浑身颤抖。他咬牙看向身后的那些妾，这些女人间洋洋得意地盯着他，甚至还有人故意挑衅地冲他翻了个白眼。你们怎么敢如此胡说八道？你孩子没了是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被点名的老八一惊，继而大声叫嚷：知道，还不是夫人害怕我的儿子会争了大公子的荣宠，毕竟大公子是不是老爷的种还不知道呢。你血口喷人！马玉吼叫着扑了过来，老八吓得尖叫一声，却故意躲在了严志生的身后。严志生早就被这场闹剧闹得恼羞成怒，见马玉扑过来，气得他狠狠一巴掌甩过去，直接把马玉打翻在地，一声脆响，直接打断了两个人10几年的夫妻之情。马玉都懵了，他愣愣地看向严志生：你打我？你怎么能？马玉的心痛得要死，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在府里忍了这么久，忍着这11个小妾上蹿下跳，还要保护好儿子，结果呢？结果迎来的下场竟然是狠狠一耳光。老爷，你好狠的心！还不是因为你做了没脸见人的破事儿。老爷，休妻吧。就是，我们都替老爷委屈，老爷已经仁至义尽了。是有些人不要脸，这也就算了，还要嫉妒我们可是真心替老爷分忧的。老爷，夫人好生霸道，我们怕。就是，以后谁还敢生孩子？这是要怀一个弄死一个呢。哎呀，好可怕呀！人家今晚不敢一个人睡了，人家要老爷陪着嘛。我告诉你，若不是念在以前的情分，念在你跟我一起吃过苦，我早就哼，早就休了我了是吗？马玉灿然一笑，他挣扎爬起来。好，不必老爷你来，我自己走。他也是有骨气的，人家都这么对自己了，没有还要留下来的必要，走就走。我会带着儿子走，不让你为难。我走。他哽咽着，扭头倔强地往外走。严志生猛地把人叫住：等等！又要做什么？哼，等着，一会儿自然会让你走，但是走之前有些事情要弄清楚，省得你说我严志生委屈了你。说着，他看向魏思瑶，立刻露出谄媚又讨好的模样。小郡主，麻烦您了。
魏思瑶正吃瓜子仁呢，这都是安木平时给他包出来的，用纸包装了，放进储物袋里。一般吃瓜的时候，魏思瑶就会拿出来吃，这玩意儿配着瓜吃，真的越吃越香。不过既然要开始干活了，那瓜子是不用吃了。只是这个颜之生瞧着比自己那个渣渣爹还蠢，至少渣渣爹没怀疑过他们仨不是自己的种。你别后悔。后悔？颜之生嗤的一声就笑了。后悔？怎么可能？他根本就不会后悔。他请魏思瑶帮忙，就是想让马玉别这么嘴硬，该承认的时候就赶紧承认，搞得好像自己冤枉他似的。这是装给谁看呢？不后悔，我就是让他死得明白一些。死得明白？什么意思？周围11个小妾，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名有些心慌，但马上就把马玉赶走了。他们又十分期待，一个个都不肯离开，打算看看老爷到底怎么让马玉死得明白。一时间谁都没走，而魏思瑶已经抓起8品曼陀罗伞抛洒出来。撒完了，湿乎乎的帕子塞出去好几个，二丫一个，安木一个，颜之生一个。奶团子继续坐下吃瓜子仁，大眼睛盯着这一群莺莺燕燕。看吧。你既然非得看，那就好好看看清楚吧。颜之生原本死死盯着马玉的，谁知耳边却突然响起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马玉怎么还不死啊？颜之生惊了一下，扭头望过来，见自己那11个小妾围成一团，窃窃私语，皆对着马玉指指点点。就是又老又丑的，霸占着夫人的位置，还以为是哪家的名门闺秀。哼，不过也是个泥腿子，只是运气好，在最苦的时候嫁进来罢了。真要比的话，还没咱们家世好呢。哼，昨天我被马玉打了，不就是在老爷的汤里下了迷情散吗？这叫床笫欢愉，吃了能更快乐的享受房事。马玉却骂我说什么迷情散吃多了有损修为，说什么老爷是丹药师，修为没了就无法炼丹。我呸，就吃一点还能把修为吃没了？哼，打我！今天我就跟老爷告状，说马玉嫉妒我年轻貌美，要剥我的皮。神什么？颜之生狠狠打了个哆嗦。说话的是小妾3号，是最让他满意的。当然满意的不是姿色，也不是身材，而是床笫间的事情。颜之生每次去3号这里都能玩得浑身舒爽，通体舒泰，而伴随着舒爽而来的是满足过后的空虚感，甚至连运转灵气都觉得有气无力。颜之生一直以为只是因为玩得太大了导致的，谁知这个女人竟然在他的汤匙里下了迷情散。他又不是那种需要靠情欲增进修为的魔修，这种事情只会影响他的修为。而一个丹药师若是修为受损，那还练个屁的丹药啊呀！你混账！你是要毁了我！颜之生气急，一个巴掌抽过去，直接把3号抽翻在地。从3号开始，小妾们一个接一个的排着队的爆料。6号哼唧着，在一边皱眉盯着在地上打滚的3号，翻了白眼。哼，狐妹子就知道勾引老爷，叫床的声音全府都能听见。啊，我的胭脂水粉怎么还没买了？那些胭脂水粉能把丑八怪化成天仙？哼，其实我比夫人还丑呢。魏思瑶呛住了，太震撼了，这货比马玉还丑。怎么说呢？马玉就是普通长相，除了黑了点，眼睛小了点，鼻子塌了点，脸蛋至少还是标准的鹅蛋脸。这货比马玉还丑，他突然很想知道这人能有多丑。他直接打了个响指，6号便猛地冲出屋门，跑到院子里储水的水缸边，开始拼了命的洗。等洗完了，他又立刻起身，顶着一张湿淋淋的脸就往回冲，直接跑到颜之生面前，扭捏作态。老爷，老爷吓死了！我滴个娘，这还是人的脸吗？那脸跟个盆一样，平时被头发包着看不出脸型，现在一碰水，什么发型都完蛋，盆一样的大脸露出来，大蒜鼻，歪歪嘴，满脸的疙瘩加雀斑，奇丑无比。更崩溃的是两眼无神，而且还一大一小，偏还露出一副勾人的眼神，看得颜之生浑身哆嗦，差点原地升天。我操！颜之生再也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可以前的自己还特别喜欢这个6号，因为他身材特别好，波涛汹涌，是除了3号宠幸最多的。现在只要一想起来自己是跟这样一个丑八怪在床上翻滚，他就一阵反胃。不行不行，受不了了！这么一比，马玉真的比他好看多了。马玉就是天仙啊！这个颜之生胃口挺好，什么货色都下得去嘴。我要笑死了！颜之生更骂，尴尬的恨不能用脚趾头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丢人丢到姥姥家了，混账混账！他一巴掌将6号抽到一遍，而7号又凑了上来。老爷，颜之生都被搞出阴影来了，下意识就想把人推出去，谁知道这张漂亮的脸蛋下面又会是一副多丑的脸。老爷，妾跟你说啊，妾听说夫人跟一个叫郑宁的人来往密切。这个郑宁是谁呀？咱们家的亲戚吗？听到郑宁，颜之生立刻瞪起眼睛来。这个郑宁就是马玉的青梅竹马，小时候一个村的邻居，一起长大的。好啊，终于到重点了。马玉，现在就让你死得明白一些。老爷，妾偷偷告诉你，那个郑宁其实只来了咱们家一次。
就一次，可为什么你们都说有好多次？那一次啊，还是夫人故意叫上下人、婆子一起去的，而且只在大门口见了郑宁，根本没让他进大门。啊！严志生彻底傻眼。郑宁是来做什么的？是不是跟夫人旧情难忘？嗨，怎么可能？郑宁瞧着好像还有点在乎夫人，一见夫人就满眼深情。不过夫人当场就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已经嫁作人妇，应该保持距离。郑宁这才没进门，他只不过是过来告诉夫人一声，说村里马家的族老想要修缮祠堂，让夫人拿点钱。可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吧？老爷，不这么说，那怎么把夫人赶走啊？就是，夫人管家太严厉了，下人们也更不爽呢。那正好，大家一起造谣喽！你们一起说谎？是啊，谁让夫人管太多？就是，我们就跟几个男家丁调笑，他都说我们不知廉耻、不安分。你们还跟男家丁调笑？这男家丁怎么能进后宅呢？有什么难的？当然是我们给开的门啊！就是，就我们姐妹几个，多无聊啊！当然得多来几个男人才有趣嘛！你们，严志生快疯了！原来这些人合起伙来骗自己呀！疯了！这些女人都疯了！严志生脸色煞白，他挣扎了许久，下意识道：那小八，孩子又是怎么回事？流产也不是马玉干的吗？要说呀，还是老八你精明啊！对，八妹还是你厉害，老爷还真的心疼这个孩子呢。唉，可惜呀，孩子都不是老爷的。不是自己的，严志生又崩溃了。今天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简直要把他打击死了。小八冷哼一声，哼，也不知道是谁的。那些放进来的家丁年轻有力气，可比老爷有乐子多了。哎呀，玩的多了，总会有不小心的那一天。我就是不小心有的，不过因为玩的太过，这一胎并不稳。大夫都说了，有很大几率会流产。既然注定留不住，那干嘛不黑死夫人，怪罪到他头上呢？没想到老爷真信了，孩子没了他伤心的要死，还陪了我好几天，我真的快要笑死了。所有人哄堂大笑，只严志生根本笑不出来，反而还隐隐有种要被气死的感觉。这11个女人真的能把他气得死去活来啊！所以假的，都是假的，你们所有的人合伙起来骗我。其实马玉什么都没做，我的夫人什么都没做，对不对？他崩溃大喊，然而已经没用了，他知道的太晚了。夫人，我的夫人，我错怪你了，我的夫人啊！严志生痛哭流涕，我儿，不要打搅娘。得，这是把严志生认成自己的儿子了。娘很忙，老爷赢了11个妾回来，吃喝拉撒都要钱。娘要管家，这11个女人又不安分，娘还得教导他们规矩。他们若是做了出格的事情，最后人们议论的不还是你父亲？唉，老爷就是想不明白这一点呢。夫人。严志生已经泣不成声，最不能抛弃的便是糟糠之妻。糟糠之妻不下堂，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只有一起吃过苦的人从，才会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才会处处照拂，处处仔细，处处为自己着想啊！他错了，大错特错呀！严志生哭得像个泪人。旁边围观的二丫和安木倒是一阵唏嘘，谁也没想到8品曼陀罗伞用下去，收获的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郡主，多谢郡主让小的看清楚这些女人的嘴脸，多谢郡主。魏思瑶终于把瓜子仁全都收了起来，拍拍手跳下椅子。看来用不着继续下去了，那就到此为止了。他继续打了个响指，啪的一声，环境全部消失。怎么回事啊？好像做了个不太好的梦啊。夫人，马玉脸上十分平静，他淡淡道：最后再唤一声夫君。夫君珍重。
说完，扭头离开。颜志生终于害怕了。夫人别走，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会把11个妾全部赶走。然马玉已经一句话都不想跟颜志生说了，他走得匆匆，头也不回，然后真的带着自己的东西和人回娘家去了。颜志生要疯了，他求着魏思瑶来，求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小郡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魏思瑶咂嘴，你是错了，但你错了跟他说有什么用？有本事你追着你老婆说去吗？小郡主，今天的事情还得是多谢您呢。说着，颜志生开始掏自己的储物袋，送上一大堆丹药。这些都是极品丹药，不过都是炼气期用的，有几瓶是筑基期用的。小的修为只到筑基期，也就只能修炼至筑基期和筑基期以下的丹药。这都是挑选出来炼得最好的一批，本来是打算留着自己用的，但是现在小的已经无心修炼了，只想把夫人给追回来，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送给郡主吧，就当是让小的知道真相的回报。说完，颜志生又磕了3个响头，扭头就走了。魏思瑶看得直摇头，心道：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想起来要珍惜。啧，男人这种东西果然都是大猪蹄子。颜志生这个大猪蹄子追妻去了。公主殿下赎罪，老爷知道自己犯了错，老爷临走前全部交代了。俗记丹药铺子的损失，他必定10倍乃至100倍的赔偿。另外，以后只要是老爷炼制的丹药，都以成本价供给贵丹药铺子。本以为颜志安那里要打一场硬仗，结果颜志安主动自首，跪下哭着求自己原谅，求衙役带走。现在卯足了精神，打算跟颜志生耗，结果颜志生哭着又送钱又送丹药，这是要闹哪样？本公主问你一件事，可是有个奶娃娃上门来闹？是有个奶娃娃来，但没有闹，是老爷亲自把人请进来的，好茶好水的招待着，未曾偏待。这意思是颜志生跟自己的女儿思思相处的还不错，甚至十分和谐。苏子涵一时间竟然分不清楚打砸丹药铺子的人里到底有没有颜志生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思思这么客气？公主殿下，请随老夫来吧，这个月新炼制的丹药就在库房里放着，老爷把库房钥匙给老奴了，老奴这就带公主去拿。于是很快的，苏氏丹药铺子的第2批丹药供应到货。魏宏远得知后整个人都傻了，颜氏的丹药不是专门供给本王和母妃的吗？魏宏远要气疯了，他扭头打算去找颜志安问清楚。颜家2房都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搞得魏宏远也找不到人。自此颜氏的丹药是真的断供了，宫里是吃不到了，要想吃就得上苏氏的丹药铺子来买。这可气坏了淑妃，再一打听事情是因为苏子涵而起，更是气得咬牙切齿。这个小贱人在皇上面前提和离，害得我儿在众人面前丢人也就算了，现在还要害得本宫没有丹药吃，混账！淑妃气得半死。娘娘，陛下那边来的消息说让娘娘准备一下，明日启程避暑山庄。淑妃心中一喜，皇上竟然愿意带自己去看比斗，太好了。好，本宫知道了。淑妃欢天喜地的开始收拾准备，至于颜氏丹药没了就没了，皇宫这么大还会缺她的丹药吗？而此刻新月公主府，苏子涵终于在卧房堵住了魏思瑶，她手里抓着鸡毛掸子，问思思姐你去哪儿了？老实跟娘说。1岁多了，想来也能打了，教育要趁早，若是晚了就教育不过来了。奶团子正在啃鸡腿，瞧见娘手里的鸡毛掸子，猛地噎了一下，思索到最后，他直接把鸡腿一丢，一双手油乎乎，直接扑倒苏子涵脚下，抱住大腿，哭着撒娇：哇，娘不打，思思想娘最好不打宝宝。魏思瑶已经能说短句子了，而且这小丫头嘴皮子溜得很，以前有几次苏子涵想打她，但都被她忽忽悠悠的拿捏住了，都没打得成。但这次不行。你才多大就敢带着安慕偷偷跑出门，还去找颜志生和颜志安？他们不但是大人，还是修士，尽管只是炼丹师，但是你和安慕太弱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若是出事怎么办？苏子涵越说越生气，安慕不过是炼气期6层的修为，招式都用不熟练，二丫没修为，魏思瑶才1岁多，还不到大腿，就这3个豆芽菜，竟然真的敢以身犯险。公主殿下，是奴婢的错，您打我吧，别打小郡主了。安慕扑通一声跪下，总之小郡主是他最亲的家人，他不会看着小郡主挨打，他心疼。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安慕，跪下，你们俩都得打。说着，苏子涵便提起鸡毛掸子，狠狠抽在安慕身上。
即便不能施展修为，苏子涵也比安慕力气大，几下子抽下去，安慕背上隐隐透出血迹。魏思瑶这才察觉到严重性，连忙抱住苏子涵：“娘，不敢了，不敢了，别打了，娘。娘，真的不敢了，以后做什么都告诉你，别打了。若是打坏了，去参加比斗的时候，安慕怎么保护我，还要看大嫂呢。”提起大嫂，苏子涵终于没再动手，但魏思瑶还是挨打了，打了手板。柳如云看着被皇帝抱在怀里的魏思瑶，又看看被淑妃抱在怀里的魏婉慧，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不过除了她，还有人不平衡。淑妃故意开口：“皇上，你看，婉慧已经21个月了，模样长开了，比以前好看多了呢。”众人的目光望过来，魏婉慧是比刚生下来好看多了。毕竟这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又黑又瘦又小，也就比猴子好看点。现在快2岁了，的确有点人模样了。宁国长公主淡淡开口：“是能看了。”淑妃笑容猛地一滞：“只能说2个娘的容貌差得太大，子随母相，比不得永乐。”柳如云笑容也僵硬了，什么意思？这是连着自己一起骂了呗？怎么这样啊呀！柳如云快要气炸了，不过魏思瑶娘俩快要乐疯了。宁国长公主好样的，嗷嗷嗷！但淑妃还是不想算完，挤出一丝笑容，继续道：“婉慧，快去你皇爷爷身边，给你皇爷爷看看你的能力。这可是个小天才，才21个月就能御物了。”淑妃就是笃定了要让魏婉慧跟皇帝多亲近，同样都是儿子的女儿，凭什么一个废物就要多受宠爱？要受宠也得是这个天才。魏婉慧还懵懵懂懂的，只知道要去皇帝身边，但她胆子小又怯，抬头看皇帝，龙威正盛，不怒自威，2只眼睛瞬间通红，要哭不哭？这惹得魏楚业皱起眉头，怎么他很可怕吗？明明思思都说过的，自己是最好的皇帝了，有什么好哭的？婉慧，快表演御物啊！淑妃不甘心的在后面喊，魏婉慧这才颤巍巍的试着记起灵气，小桌上的盘子晃了一下，啪叽砸在地上，摔得稀碎。奶团子挑眉，心道：就这，来来来，让姐给你表演一下什么叫御物。哈！魏思瑶小肉手一挥，地上摔得稀碎的盘子立刻原地飞起，在所有人面前又拼成完整的盘子的样子，而后轻轻落到桌上，好像摔碎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魏婉慧看得小眼都直了，她只觉得有趣又好玩，嘻嘻哈哈的拍着手。而这一刻，皇帝魏楚业和皇太后却都懵了。摔碎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还原的，所以现在这个摔碎的盘子也并没有还原，而是靠着强大灵力的支撑才能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完好无损的盘子一样。魏思瑶不是没有修为吗？连灵根都没有，完全没办法修炼啊！他到底怎么做到的？二人无比震惊，即便是2个人都金丹期的修为了，依然察觉不到半点灵气的波动，就好像魏思瑶根本就没用力，这盘子就自动贴合在一起，完好如初了。二人心中一阵激动，只觉得魏思瑶肯定很强，这还只是个1岁多的奶娃娃呀，就如此强悍，长大了还得了？天佑大周啊！皇太后忍不住满意的点头赞叹，皇帝更是对魏思瑶越发喜欢。只周围的人完全不明所以，他们的修为都没达到金丹期。至于那盘子为什么恢复如初了，大家只觉得一定是皇上或者皇太后用了灵力，谁都没往魏思瑶身上想。旁边看到这一幕的淑妃嫉妒的快要裂开了，皇帝就这么喜欢魏思瑶，竟然不惜偷偷动用自己的灵力，也要帮助魏思瑶。若不是大家知道这小丫头是废物，肯定会以为这盘子是魏思瑶主动恢复的呢。淑妃越想越不开心，酸溜溜道：婉慧，除了御物，你不是也学会御空飞行了吗？快给皇帝爷爷飞一个！飞一个？这要牛吗？这么点就学会飞了？魏思瑶有些惊讶了。来来来，赶紧表演一下，让伦家好好康康。魏思瑶来了精神，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盯着魏婉慧，内里满是期待和兴奋。魏婉慧被他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她很喜欢这个妹妹，便跟着咧嘴一笑，紧接着踩上小岸，回头就往下一扑。我去，真的要飞了？这是打算站得高飞得远吗？飞了飞了飞了！个屁哦！众人眼睁睁看着魏婉慧往地上摔去，而且这孩子扑的力度并没有拿捏好，方向也不准，扑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就头朝下了。魏思瑶也察觉到这孩子可能不会飞，但他也不想见到魏婉慧被摔得头破血流，于是小肉手再一挥，本应该落到地上的魏婉慧，在离着地面还有0.01厘米的时候，堪堪停住了。哈！魏婉慧惊讶地咦了一声，睁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惊讶地发现自己头朝下浮在地上，竟然没有摔。哈！他有些兴奋地挥舞小手，明显还想再往上一点。魏思瑶立刻就看明白了，他多善良啊！虽然这个魏婉慧经常跑到自己这里讨食吃，但自己并不讨厌，至少比起柳如云，他觉得魏婉慧要好那么一点点。所以婉慧啊，你应该感谢你摊上了一个这么善良的好妹妹。你想飞，我满足你。奶团的小手往上一拨弄，魏婉慧就跟到拔葱一般猛地被提溜上去。紧接着魏思瑶的小手又转了一个圈，而后魏婉慧也在半空转了一个圈，再然后魏婉慧一个古人竟然超前体验了一把坐过山车的刺激，全程无危险无轨道无车，就她一个人在空中360度旋转，内外八字全都翻了一遍。柳如云的尖叫声快要炸了，偏魏思瑶玩上瘾了，还在心里唱歌呢。海的魔力转
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眼看着就要落到地上，摔得脑袋开花。晚会！魏思瑶也察觉到这孩子可能不会飞，但他也不想见到魏晚会被摔得头破血流，于是小肉手再一挥，本应该落到地上的魏晚会，在离着地面还有0.01厘米的时候，堪堪停住了。魏晚会惊讶地咦了一声，睁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惊讶地发现自己头朝下浮在地上，竟然没有摔。他有些兴奋地挥舞小手，明显还想再往上一点。魏思瑶立刻就看明白了，他多善良啊！虽然这个魏晚会经常跑到自己这里讨食吃，但自己并不讨厌，至少比起柳如云，他觉得魏晚会要好那么一点点。所以晚会呀，你应该感谢你摊上了一个这么善良的好妹妹。你想飞，我满足你。奶团的小手往上一拨弄，魏晚会就跟到拔葱一般，猛地被提溜上去。紧接着，魏思瑶的小手又转了一个圈，然后魏晚会也在半空转了一个圈，再然后，魏晚会一个古人竟然超前体验了一把坐过山车的刺激，全程无危险、无轨道、无车，就他一个人在空中360度旋转，内外八字全都翻了一遍。柳如云的尖叫声快要炸了，偏魏思瑶玩上瘾了，还在心里唱歌呢。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魏思瑶也察觉到这孩子可能不会飞，但他也不想见到魏晚会被摔得头破血流，于是小肉手再一挥，本应该落到地上的魏晚会，在离着地面还有0.01厘米的时候，堪堪停住了。魏晚会惊讶地咦了一声，睁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惊讶地发现自己头朝下浮在地上，竟然没有摔。他有些兴奋地挥舞小手，明显还想再往上一点。魏思瑶立刻就看明白了，他多善良啊！虽然这个魏晚会经常跑到自己这里讨食吃，但自己并不讨厌，至少比起柳如云，他觉得魏晚会要好那么一点点。所以晚会呀，你应该感谢你摊上了一个这么善良的好妹妹。你想飞，我满足你。奶团的小手往上一拨弄，魏晚会就跟到拔葱一般，猛地被提溜上去。紧接着，魏思瑶的小手又转了一个圈，然后魏晚会也在半空转了一个圈，再然后，魏晚会一个古人竟然超前体验了一把坐过山车的刺激，全程无危险、无轨道、无车，就他一个人在空中360度旋转，内外八字全都翻了一遍。柳如云的尖叫声快要炸了，偏魏思瑶玩上瘾了，还在心里唱歌呢。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晚会呀，过山车玩得爽不？魏晚会爽不爽？魏思瑶不知道，不过柳如云快要死掉了，他再也顾不得皇帝还在，当场跳出去，直接抱住了俯冲而下的魏晚会。见他被抱住了，魏思瑶也就暂时收手，心道：你们不是想让魏晚会飞吗？现在飞了，还飞得挺好，挺刺激的，该满意了吧？哎，不用感谢我，我就是这么善良，这么好心的小宝贝。晚会，你没事吧？还感谢？柳如云要崩溃了，她吓得赶紧小脸蛋扒拉出来。只见魏晚会脸色通红，两眼无神，这是玩出毛病来了吗？闺女，你哪不舒服啊？柳如云气疯了，她以为是皇帝操控的，咬着嘴唇不敢破口大骂。然下一秒，魏晚会竟然笑了。好吧，还要。柳如云彻底气疯，这个傻孩子，还玩？再玩，脑子都该甩出来了。柳如云压着怒气，她打定了主意，孩子谁都不给，连她奶奶都不给。毕竟淑妃这个当奶奶的不称职，还飞，明明没学会飞呢。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2岁就达到炼气7、5层啊。柳如云把淑妃也恨上了，更让她伤心的是魏宏远，这个男人竟然很不屑。父皇帮着晚会飞，是晚会的福气，再玩一会儿怎么地？柳如云气得眼睛都红了，这可是只有21个月的孩子而已。坐在皇帝怀里的魏思瑶也跟着摇头，哦呵，还好这渣爹不喜欢他们兄妹3个，不然早就被这渣爹玩死了。然魏晚会也是个给力的，他似乎是刚反应过来，张嘴哇的一声，吐了魏宏远一身，吐了柳如云半身。好吗？那味道传过来，真的很难闻。毕竟现在的魏晚会已经开始吃饭了，混合了奶味的酸臭味涌过来，是个人都受不了。皇帝厌弃的捏着鼻子，还很贴心的帮魏思瑶捂住鼻子，冷声吩咐：滚下去收拾。是，父皇。魏宏远憋屈死了，但比起憋屈，他现在更想吐。哦，恶心死了！这个小畜生竟然敢吐他父王一身污秽。天才怎么了？天才今晚上也少不得一顿毒打。这一家人终于滚蛋了，连魏思瑶都觉得耳根子清净不少，皇帝更是松了一口气。艾玛，那味终于没有了。还是我们思思最乖巧最可爱，而且还香喷喷，最重要的是孩子强悍有能力，棒棒哒。想起刚才在空中乱飞的魏晚会，他便忍不住一阵心动。不然这次的大比让思思去参加算了，思思去参加还怕拿不下第一吗？妥妥能将其他3个国家的人踩在脚下呀。魏楚业都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想着大周在魏思瑶的骚操作下拔得头筹，而他只要负责抱着头名的奖品叉腰狂笑就行了。真是想想就爽。夜半的时候，营帐附近妖兽入侵，伤了3名守备的士兵，此事惊动了魏楚业。这个妖兽差不多只有炼气7的修为，魏楚业根本不惧。他只是好奇，为什么这只低修为的妖兽竟然敢跑到这里来捣乱？他察觉不到这里隐藏着高手吗？思索的时候，一道身影突兀出现。
是少年琴师。哎，真的是琴师！天哪，有生之年我竟然也能亲眼见到琴师！众人兴奋地议论纷纷，而此时少年已经迎上去，跟妖兽战成一团，明显是保护他们的。魏楚夜满头问号：什么琴师？皇上，今年京城内到处都流传着一个少年义士的传闻，说此人呢，一袭白衣，头戴白色木梨，白纱遮面，瞧不清楚模样。这身背古琴，专门暴打不平。当初在集市上替李大人一家解围，后又在满春堂击杀魔族，因此啊，被人津津乐道着呢。少年义士是，又因为他身背古琴，所以啊，才会被大家称作琴师。这么一看，这人还是个侠士。魏楚夜死死盯着，但他却觉得眼前的少年绝对不是什么侠肝义胆之人。毕竟这妖兽出现的古怪，这换作琴师的少年出现的更古怪。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本就是荒郊野外，一个京城出名的少年郎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皇帝面色不愉，而此刻打斗的声音也惊动了其他人。看到白衣少年的一瞬，魏子轩都惊了。大哥，这明显是假的好吗？明明白衣琴师是他大哥，可现在这个又蹦又跳的人到底谁啊？偷名声也不是这么偷的吧？魏荣轩也微微蹙眉，但他没傻到直接张嘴说话。此人突然出现在这里，还套着他的衣服，此中肯定有阴谋。要说这里面没有内应，他是不信的。于是他谨慎的左右查看，却看到皇帝匆匆走了过来。你们先回屋，外面不安全。皇帝谁都不担心，就担心魏思瑶。哎呀，朕的思思小宝贝，你可一定要好好的，吃得好好的，睡得好好的。若是这次比斗南间的那群出生不给力，皇爷爷可就只能指望你了。呜呜，回屋？才不要呢，好戏这才刚开始呢。艾玛，这到底是谁呀？竟然装伦家大哥！瞅瞅那身衣服，大哥的明明是纯白无瑕，这人骚包的还要在袖子上缝上一圈金线。更要命的是那琴也不像吗？大哥用的是上古古堡芙蓉琴，你这算啥？算法器吗？学的也太不像了。听到全部的魏楚夜心中一动，果然是假的。不过琴师竟然是思思的大哥魏荣轩。魏楚夜不动声色地看向魏荣轩，少年感觉到皇帝的目光，瞬间便明白皇帝能听到妹妹的心声。不过这样也好，自己不必开口解释。哼，不管是什么人学大哥，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人，这是要在比斗之前抢走大哥的风头呢。说不定还想着比斗的时候再设计一下，故意拔得头筹，到时候再堂而皇之的揭露自己琴师的身份，这岂不是名利双收？而且比斗上还有别的宗门，听说能在比斗上入了大宗门的眼的话，那未来就能一飞冲天。哦呵，也不知道是谁胆子这么大，竟然想出这么一招好计谋。魏思瑶咂咂嘴，记忆里曾经的大哥不能修炼，根本做不了琴师，全家能修炼什么的，这都是他来之后改变的。他不确定假冒的人是谁，但也能猜到这个人的想法。毕竟就算他现在越来越像个孩子了，但脑子还在的好吗？经过魏思瑶这聪明的小脑瓜一分析，魏楚夜彻底清明。行了，皇爷爷都明白了，思思，你且看爷爷的吧。来人，上前帮忙。皇帝一声令下，围在周围的侍卫们立刻分出来一批上前帮忙。有假琴师的牵制，妖兽根本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很快，这只妖兽便轰然倒地，直接嘎了。魏锦成心中欢喜，他确定自己入了皇帝的眼，毕竟从骚动一开始，皇帝就一直盯着自己看，目光灼灼的，想忽视都不行。魏锦成面露笑容，他知道现在是该自己离开的时候了，于是他想要扭头离去，而此时一直按兵不动的皇帝却猛地大喝一声：少侠请留步。旁边刘内监伴随皇帝身边多年，还能不知道皇帝的意思，当场给护卫使了个眼色，护卫们一拥而上，立刻把假琴师围在中间，刀剑皆横在脖颈之上。魏锦成突然有些慌，虽然他借着琴师的名出现，但在皇帝眼中，侠士也不过是草莽。一时间，魏锦成有些担心，毕竟这跟他计划好的不一样。他的计划只是今天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等到了比斗的时候再揭露真面目，而后成功引起皇帝喜欢，引起众人乃至仙门轰动。他要的是那样的效果，是一网打尽，是名利双收。可现在暴露了的话，他得到的将大打折扣。魏锦成心思回转，但依旧很沉稳，毕竟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有任何危险。思索的时候，魏楚夜也已经走了过来，他怀里还抱着魏思瑶，是特意抱过来的。他还想继续听听思思小宝贝的脑袋瓜里是不是还能给他更多的惊喜。少侠真是侠义之士，不过朕亲临，是不是可以露出真面目了？在皇帝面前遮盖面容是大不敬，魏楚夜没动怒已经是给足面子了。魏锦成想了一下，确定自己的身份隐瞒不住了。无所谓，虽然得到的少一些，但只要他依旧能在大比拔得头筹，效果叠加，最终结局还是一样。他算计了一下，十分痛快地摘下蜜梨，露出一张平静却带着几分得意的面容。孙儿见过皇爷爷。魏锦成单膝跪地，无比恭敬，他嘴角甚至扬起笑容，等着听皇帝对自己的表扬。我的老天爷，竟然是魏锦成，这货想偷大哥的名声。
如果是他的话，那就说得通了。这货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名声了呢。毕竟大哥二哥已经离开王府，本来他应该是板上钉钉的王世子，但可惜渣渣爹是个恋爱脑，认识了彩梨就直接抛弃柳如云。柳如云到现在还是个妾的孩子是不可能继承王府的。再加上彩梨又怀有身孕，万一生下个更好的，魏锦成想要出头就更难了。所以他就想了这一招，在彩梨的孩子出生之前，先给自己找个好奔头。而最好的奔头不就是马上的大比吗？少年侠士，重情重义，又是未来大比的头名，这一个个光环套上身，就算是妾生子，魏锦成也得飞黄腾达，鱼跃龙门呐！真是好算计。只是你盗用我大哥的名声，是不是太贪心了点？魏思瑶眯起眼睛，小脸蛋上凝出一点冰冷。不然直接毒死好了。想着小肉手就开始掏储物袋，这把皇帝和刘内监都惊了一下，刘内监都想伸手按住魏思瑶的小爪子了。可惜皇帝下令谁都不准说，他只能焦急地忍着。但皇帝没啥好顾虑的，哆嗦了一下之后，直接伸手按住魏思瑶的小胖手。皇帝爷爷干嘛？为什么突然摸人家的手？皇帝的脑袋都转成乱码了 ，CPU 都烧了。苍天啊，想个理由真的太难了。不过好在皇帝脑袋转得还算快，他立刻捏了捏魏思瑶软软的小手。刘半半，朕总觉得小郡主手上少点什么，你觉着呢？刘内监脑袋急转，笑道：缺一对镯子，宗门送来的玄冰赤金镯，正好可以给小郡主。这玩意儿能保持体温恒定，这夏天不热，冬天不冷，还能调节内息，是养神护体的好东西呢。拿来给小郡主戴上。刘内监赶紧翻储物袋，就怕晚拿出来一秒，某个人就得在今晚横死于前。很快，带着点点冰霜的赤金色镯子取出来，飞速套在魏思瑶手腕上。魏思瑶只觉得贴着皮肤的地方暖暖的，滑溜溜的，特别舒服，而她的身体也不再觉得热，内息更是平稳，经络都跟着通达了不少。哇，好东西，我仔细看看。魏思瑶终于被玄冰赤金镯吸引了所有注意力，皇帝和刘内监同时松了一口气。至于魏锦成，死不足惜，不是不肯杀他，而是他抢了魏荣轩的名声，拿走的东西自然得还回来，死了还怎么还？死了岂不是便宜他？魏楚业考虑的比较多，魏锦成还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不过丝丝担忧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苏子涵当初给他递过折子，上面说了魏锦成不是魏宏远的儿子，虽然现在还没查证，但只要有一丝怀疑，这个孩子就别想借着皇室的荣誉出人头地。给外人养孩子还养得功成名就了，那不是给皇室撑面子，那是打皇室的脸呢。魏锦成刚还在笑，现在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他一直觉得摘下蜜梨之后，皇帝一定会又惊又喜，觉得他这个孙子就是绝子，惊为天人，然后一定会对他大加赞誉，大加嘉奖，甚至会对母亲柳如云改观，说不定因此娘还能混得侧妃当当。然什么都没有，没有褒奖，没有赞誉，皇帝竟然逗了魏思瑶那么久，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乃至于礼物也赏给了魏思瑶，还是对修士们特别有用的玄冰赤金镯，极度让魏锦成浑身颤抖。他隐隐觉得不太对，也可能是累的，他跪在地上到现在还没起来呢，后背都酸了，撑在地上的脚腕都颤巍巍的，几乎要支撑不住。该死，为什么皇爷爷还不准他起身？一切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怎么？难道盗用秦师的名头根本没用？不可能，连宗门都很看重一个人的名声，皇上不可能不看重，肯定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好了，起来吧。魏楚业终于开口了，他神情平淡，让人猜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好好准备，朕期待你的大比。魏锦成心中一喜，果然皇帝还是看重自己的，只要大比好好表现就行了。他得意一笑，行了一礼，起身离去。而皇帝却盯着魏锦成的背影，淡淡开口：刘半半，传下去，告诉所有人，秦师就是魏锦成。皇帝爷爷，你是不是傻了？老年痴呆？他明显是假冒的好吗？你为什么还要替他宣传呢？这要是人尽皆知了，我大哥怎么办？大哥好委屈哦。奶团子不开心了，只恨自己说话只能说短短的句子，这么一大串话根本说不利索，再加上着急，众人听到的就只是啊呀的动静了。把小君主送回去吧。魏楚业笑眯眯拨弄着肉嘟嘟的小手腕上的镯子，好好带着，谁都别给。很快，魏思瑶便被送回了苏子涵手上。奶团子似乎很生气，一直哼哼唧唧的：娘，妹妹这是怎么了？谁惹她了？我去揍她去。魏子轩握紧拳头，魏思瑶这才哼哼唧唧抬头：二哥，皇爷爷惹我了，你快去打他。他就是个昏君，竟然把假冒大哥的人公诸天下，说什么魏锦成才是秦师，我呸！老东西越来越不中用了，当初就不该帮他进阶啊！魏子轩默默收回拳头，打皇帝。算了吧，毕竟魏楚业不但是皇帝，还是亲爷爷，他怎么下得去手？正思索的时候，把魏思瑶送回来的刘内监又道：
大公子在吗？皇帝想跟大公子说说话。这么晚了，说话？苏子涵立刻抬头看了一眼，见刘内监笑盈盈的，他便放下心来。云香，去叫大公子。是。云香扭头把魏荣轩请出来，少年好像早就知道皇帝会请他似的，并不好奇，微微行礼，便跟着刘内监走了，只余下魏子轩和苏子涵，娘俩默默对视。皇帝这个时候把大哥叫过去，他不是知道什么？什么？那个琴师就是锦城？魏宏远乐疯了，他直接起身去了柳如云的营帐，见魏宏远来了，柳如云和魏锦城连忙行礼。哈哈哈，我是免礼。魏宏远激动坏了，也不用魏锦城行礼。如云，你也快快起身，晚会呢，让本王抱抱。明明已经半年多没碰过自己了，现在兴冲冲的过来看他，还要抱女儿，刘如云开心死了。但他很清楚魏宏远为什么会来，还不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优秀。王爷，晚会吃东西掉一地，您抱着会弄脏衣服的。柳如云假意推辞，魏宏远哪里管这些，直接把晚会抱进怀里。如云，锦城就是琴师这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害得本王差点忽视了这么优秀的儿子。王爷，您日日宿在王妃那边，妾想说也见不到王爷呀。柳如云说着红了眼睛，魏宏远果然叹息，是本王委屈如云了。对了，锦城有琴师这个身份，这次比斗你一定能进入3大宗门之一。锦城，你就是本王的指望啊。魏锦城谦虚低头，心里却得意极了。父王的反应才正常嘛，可昨晚为什么皇爷爷却无动于衷？对了，这2粒丹药你拿着，这可是神农宗炼制的，比斗的时候可以补充灵气。神农宗的丹药？这下连柳如云都惊了，只要带上神农宗3个字，这丹药就能卖出天价。柳如云再也忍不住，缓缓扬起嘴角，他觉得自己和儿子的未来稳了。一大早的各个营帐的人都来给皇帝问安，虽然不在皇宫，但是规矩不能少。老十二，你是个有子孙福的呀。哎，本王要有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早就立为世子了。2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听得柳如云心花怒放。魏宏远也顿了一下，似是在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他目光一转，又瞥见苏子涵，便直接开心地迎了过去。子涵，锦城就是琴师，你不后悔吗？明明能拥有一个优秀的养子养老，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都被你自己做干净了。苏子涵翻了个白眼，这人是故意来找揍的吗？呵呵，希望大比结束，王爷还能如此高兴。说完扭头就走。余下魏宏远冷哼一声，哼，这女人心里肯定是嫉妒的。艾玛一想到苏子涵后悔莫及，他就无比开心呢。不就是世子的位置吗？封。于是他扭头宣布，若是锦城大比能拿下第1，本王就封他做世子。然话还未说完，皇帝的手指便狠狠戳了下来。魏楚夜气坏了，金丹期修士的手指头跟铁棍子似的，捅哪疼。皇帝一边戳一边骂，疯，朕看你要疯了，脑袋让屎糊了吗？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上路。皇帝气得破口大骂，众人有些疑惑，心道怕不是皇帝不想封魏锦城做世子。这想法也在柳如云脑袋之中一晃而过，不过很快柳如云就不再想了，现在提的确不是时候，一切等大比结束再说，到时候让儿子用实力证明自己不就行了。很快问完早安，众人收拾妥当启程。马车上，皇太后沐玉容忍不住担忧道，大比之日有的是修为高深的修士，咱们能听到丝丝的心声。皇帝，你说那些人是不是也能听到啊？自己人听到也就算了，毕竟在大周的地盘，只要皇帝不发话，这些人就得憋着当没听见。但是这次比斗上不但有大周的人，还有其余3个国家以及更大的宗门、更厉害的修士，他们可不会给魏楚夜面子，更不会听魏楚夜的话。皇帝哈哈一笑，母后，这件事儿子早就做了准备。昨晚朕赏赐了永乐1对玄冰赤金镯，那是朕花了1年时间让人特意锻造的宝器，只要永乐带着这玩意，除了咱们几个亲近之人，再不会有人听到丝丝的心声。当初听到丝丝心声的时候，魏楚夜就很震惊，后又问刘内监，连刘内监都能听到，皇帝心中便有了担忧，于是一早就让刘内监去打造一套法器，省得到时候引起不必要的人的觊觎，毕竟永乐还太小。还是皇帝未雨绸缪，这下哀家就安心了。娘俩对视一眼，相视而笑。很快车驾便抵达避暑山庄附近，远远的众人便能看到一尊炉鼎矗立天地之间。娘，那是什么？好高啊！魏子轩最先看到了高耸入云的炉鼎，马车里的人也都纷纷探出头来观望。只见远处的炉鼎周身散发着淡淡的赤金光芒，似是经历过岁月的沉淀。炉鼎身上的花纹已经被磨得圆润，有些地方甚至被磨平，几乎看不清原来的花纹。然而即便如此，这尊炉鼎上却依旧散发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威压，让所有感受到它的人都下意识瑟瑟发抖。好强的威压！修为越高，越是能够体会到这炉鼎威压的恐怖，那感觉就像是能清楚地看到贴着命门随时落下的刀一般。反而修为低的人只能大概地感觉到危险，就像一个人在丛林之中，虽没有看到异常，却总觉得周围藏匿着危险一样。然这2种感觉都会让人不适。恐怕
是哪个大宗门的法器？这是中原最大的宗门玄天宗的镇宗之宝，听说是上古遗留下来的宝贝，好像最初是从哪里捡来的来着。马车内听到新生的娘几个却都一脸震惊。玄天宗大家都知道，中原4国内排名第1的宗门，听说最初就是个小宗门，后来得到了一件宝贝，而后就发迹成为了第1大宗。这当时捡到的宝贝，不会就是这个炉鼎吧？3个人皆竖起耳朵，继续偷听。玄天宗也是牛批，随随便便就能捡到这样的宝贝。如果不是最初的宗主捡到这玩意儿，恐怕玄天宗也成为不了中原第1大宗门。哎，命好，没办法，挡都挡不住。捡到的还真是这玩意儿啊！一时间，娘3个都跟着羡慕嫉妒恨起来。什么时候他们也能捡到这样的宝贝？正想着，几个人也就没注意，奶团子忽而疑惑地眨下眼睛。奇怪，怎么感觉这玩意儿有点眼熟呢？师叔祖，这炉鼎听说是玄天宗捡到的，这哪里捡到的？我们能不能也去捡一个？用这玩意儿炼丹，绝对一炼一个食品满级金丹吧？吃了这样的丹药就能直接飞升了吧？这种宝贝竟然不是神农宗的，明明他们神农宗才是专门炼丹的大宗门好吗？可惜呀，眼馋死个人了。师叔祖，您老是往官道上张望，这到底是在等谁呀？来了！黄玉无比兴奋，起身迎了上去。堂堂独一圣手，竟然在等一个小小的帝王。周围宗门的人都不屑一顾，尤其玄天门的长老怀纯子见状更是冷哼一声：哼，堂堂神农宗竟然跟皇室的人纠缠不清。黄玉好歹也是第7代独一圣手，这一身的修为怕是要浪费了。长老，您不知道，听说黄玉在大周收了个徒弟，怕不是去迎徒弟去了。徒弟？那得去看看。黄玉这老东西连老夫的侄儿都瞧不上，老夫定要去看看这个徒儿哪里比我的侄儿好。说完，怀纯子也迎了上去。一时间，一个小小的周国竟然引得3个宗门出来迎接，其中玄天宗是第1宗，神农宗是第1要宗，七星堂嘛，虽然是颍川地界的3大宗，但现在这么多宗门聚集在一起，位置也就算个中上而已。可即便是中上排名的宗门，眼里也不会有皇室，众人都好奇起来，新到大周皇帝到底是何德何能，一下子入了这3个宗门的眼。除了宗门张望，参加比斗的其他3国的皇室也在观望。齐、隋、赵3国国君对视一眼，心中也很震惊。哼，魏楚业这个老东西，怕不是给了宗门什么好处吧？如果给好处能得到如此关照，我们赵国也给得起。魏楚业看到3个宗门的人迎接，简直惶恐又兴奋，兴奋又得意，得意之际还不忘瞥一眼不远处的齐、隋、赵3国，暗搓搓地挺了挺胸膛。呸！老匹夫！哼，嘚瑟大了，小心闪着腰。哼，趁着比斗的时候打死算了。魏楚业内心 OS： 诸位仙尊，请。魏楚业微微低头，黄玉和怀纯子地位太高，他也得低头。然黄玉根本不在乎他低头不低头，只伸着脖子往后看。我徒儿呢？魏楚业赶紧命人把魏思瑶抱过来。1岁半的小家伙已经长开了，白嫩白嫩的。黄玉只看一眼便心花怒放，一把将魏思瑶抱进怀里。哟，这就是独一圣手新收的弟子啊！阴阳怪气的声音传过来，黄玉微微蹙眉，扭头望过去。哎呦，好小好可爱呀！这么小，1年就死了吧？独一圣手师伯是怎么想的呀？竟然挑了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做弟子。若是师伯闲得无聊，红灵手底下倒是养了不少猫啊狗啊的，至少有修为，可以借给师伯打发时间。魏思瑶都惊了，这人脸上长的是嘴吗？这是长了个屁股吧？不说话专喷屎。青阳真人乃至大周的人脸色也都不怎么好看，尤其跟魏思瑶亲近的人现在都快气炸了。什么叫一捏就死了？而且还说什么猫啊狗啊，这是说他们思思还不如猫狗吗？什么鬼比喻？如果不是玄天宗的人，一定挠花这贱人的脸。哼，本王觉得也是，收这种废物还不如收本王的晚会。魏宏远总能找到合适的机会给自己拉仇恨，果然现在是个人都扭头死死地盯着他。魏宏远嗤之以鼻，他又没说错。然就在此时，奶团子却从储物袋里翻出一个瓷瓶，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取出一粒药丸。看到药丸的那一瞬，黄玉的嘴角扬了扬，眼底满是期待。好徒儿，请开始你的表演。这奶娃娃竟然还随身带丹药。红灵瞧得稀奇，凑过去一边看一边讥笑。哼，没修为也敢玩丹药？黄玉师伯，这要是吃死了怎么办？哎，心这么大，我养的狗啊都得替你们捏把汗呀。众人皆皱起眉头，只魏思瑶咧嘴一笑，盯着近在咫尺叭叭叭的小嘴，丹药直接塞进去。你话太多。
然平时头位修为低的人，一头位一个准儿，但红灵修为却比这些人要高，筑基期8层的修为让他几乎是下意识退后一步。奶团子那只捏着丹药的小肉手就这么堪堪停在红灵面前3寸处，则手短的劣势显露无遗呀。奶团子郁闷撇嘴，而红灵却眉头一蹙，眼底杀意一闪而逝。黄月师伯，这个孩子才1岁多就如此歹毒，不如让晚辈替师伯清理门户。说着，直接抽出法器鞭子，狠狠一扯，朝着魏思瑶的脑袋狠狠劈落。那鞭子夹锋带利，狠辣无比，呼啸之间劈开空气，带起嗖嗖的裂空之声。若是普通人挨上这一鞭子，恐怕早就被劈烂了脑袋。那一瞬，除了怀纯子，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你敢！几乎是所有人顷刻之间便释放出自己的威吓，包括魏楚业在内，5位金丹期修士的威压倏地爆发出来。青阳真人早就是元婴期，修为比金丹期还要高，而黄玉的修为更恐怖，已经达到了出窍期，比元婴期还要高。金丹之上2大高手齐齐动作，即便是红灵也根本承受不住，当场扑哧一声吐出一口血来。黄玉，你这是做什么？不是没打到你们吗？红灵不过是开个玩笑，怎么就当真了？玩笑？哦呵，那鞭子是没落在你头上是不是？要是真落下来劈坏了我，你又负不负得起责任？恐怕到时候就一句不过废物，死了就死了，这样的话吧。我呸，狗东西，别以为老娘看不清楚你们的嘴脸，刚才我那丹药也没塞进红灵嘴里，你们怎么不说是玩笑？哼，双标狗，真是垃圾，垃圾！魏思瑶气得破口大骂，众人只听到他在啊呀的叫唤什么狗，什么垃圾，多余的就听不清楚了。这奶娃娃说话太快，一着急说脱路嘴了，咬字就会变得不清楚。即便是黄玉努力想使劲听，也挺不出个所以然来。正当他茫然的时候，魏荣轩已经开口，冷冷质问：既然是开玩笑，为什么要说丝丝歹毒？不过是一个1岁多的娃娃，不知是哪里惹了你们。红灵捂着起伏的胸口，忍着痛咽下一粒丹药，咬牙道：还不是他想喂我毒药吃。你不是没吃到吗？1岁多的娃娃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这就当真了？玄天宗还是第1宗呢，这么玩不起。魏荣轩冷冷开口，用怀纯子的话把红灵顶了回去。红灵吃了丹药，本已经好多了，现在冷不丁听到这句话，竟然又觉得体内血气翻滚，喉咙更是一阵甜腥。红灵快气炸了。批斗的时候你给我小心点。说完气哼哼扭头离去，怀纯子也狠狠地瞪了魏荣轩一眼，冷冷开口：黄玉老弟，别为了一个徒弟毁了自己一世英名。哼！说完扭头离去。不过是十分平常的进场，谁想竟然惹到了玄天宗。魏楚业的脸色有些难看，那可是第1宗啊。这宗门的人还真是嚣张，上来冷嘲热讽还不兴人家反击，咋地？别人都是畜生，就你是个人呗。奉劝你们别把自己看得太重，就那什么红灵根本打不过我大哥牛逼死了，筑基期顶层，只要他想，随时都能晋升金丹期，就是这么牛。魏楚业突然就稳了，一点都不担心了，哈哈哈。本就是奔着大比第1来的，现在有个筑基期顶层，这可是所有比斗人员里的最高修为了，等级碾压一切，这就是实力呀！皇帝美了，苏子涵几人也暗自松了一口气，只护卫在周围的人越发对玄天宗警惕起来。魏楚业抱着奶团子往大周的席位而去，而他的怀里，奶团子却皱起眉头，无比纠结。手短限制发挥啊，好好的实力发挥不出来，至少距离不够，自己明显占不到便宜啊！不然试着把毒药跟老爷给的符咒结合一下。奶团子双手抱胸，认真思考着可行性。可行性很高嘛，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先扔个定身符，定住以后就无法躲避，到时候再投喂毒药。完美。奶团子双眼放光，默默为自己点了32个赞。艾玛，伦家怎么这么聪明？老东西，你进阶金丹了。刚才魏楚业释放灵气震慑红灵的时候，大家就都感觉到了金丹期的威压，逃不了。1年不见，大周皇帝竟然偷偷摸摸就晋升金丹期了。说好的一起混新手场呢？几个人心里十分不舒服，极度的酸味在空气之中蔓延，几乎要熏死个人。但魏楚业开心坏了，大比倒数第1又怎么了？倒数第1的又不是自己。艾玛，朕就是一枝独秀啊，真的是想想就爽。魏楚业的嘴角几乎要憋不住，明明心里乐开了花，嘴上却十分谦虚。机缘巧合，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就不告诉你们，主打一个闷声发大财，哈哈哈哈！魏楚业对怀里的魏思瑶越发稀罕疼爱，这也终于将几个人的视线完全聚焦在魏思瑶身上。魏楚业对自己的女儿都无比严格，现在竟然会对一个奶团子如此疼爱，其中必定有鬼。大周皇帝，你这孙女可真可爱，粉雕玉琢，跟年画里的童子似的。来，也让朕抱抱。你抱？呵，想得美！这么宝贝的大孙女，怎么可耐给你抱？她淘气的很，你管不住的。哟，这么宝贝呢，抱都不肯给抱。3位皇帝继续对视线，对魏楚业怀里的奶团子更是越发好奇。
而此时魏楚烨却无比感慨，好在提前准备了法器，若是让这些人听到思思小宝贝的心声，估计现在就能硬生生从自己怀里把人抢走。想着，魏楚烨越发抱紧了魏思瑶，生怕别人抢了去。不对，绝对有问题，这个奶团子绝对有问题！嗷嗷嗷！大周皇帝看来是要用今年大比一雪前耻啊！不但跟七星堂往来密切，还拉拢了独一圣手。齐国皇帝金昌也在一边附和：听说你们南监门楼上悬挂的钟裂开了，想必是吸纳了更优秀的弟子。大周皇帝啊，别小气，优秀的人才就拿出来，让大家一同欣赏嘛。小孙女不给看，出几个人才给看看还不行吗？哪里有什么人才，每年大比我们大周都是倒数第一，要人才也是诸位手里人才多，我们大周算得上什么？魏楚烨乐呵呵，说话的姿态语气根本不想给倒数第一，反而像是要拔得头筹一般。余下3个国家的皇帝皆挑眉，心中却越发小心起来。这个魏楚烨怕不是藏了什么人才，偷偷带到大比来了，这是要出其不意，一举夺魁啊！不过想得到挺美，你们准备了人才，难道他们没准备吗？一会儿大比开始就瞧着吧，谁能拿下第一还不好说呢。几个人没再说话，魏楚烨怀里的奶团子忽地动了，他几乎是立刻抬头看向远处的人群，无比激动地挥舞着小肉手。大嫂，嗷嗷，是大嫂啊！大嫂，我看到大嫂了，大嫂好美！大嫂！此刻围在周围的几个人皆是眼睛一亮，太后慕玉容、皇后岳燕莎、太子魏如期、苏子涵、魏子轩皆齐齐望过去，就怕不小心错过了未来的大嫂。一向冷静的魏荣轩直接给搞得脸色通红，那红一直蔓延到脖子外加耳朵。明明是家里的私事，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知道了？魏荣轩尴尬的要死，但目光却还是不自觉地顺着魏思瑶的目光望去。皇太后看到红绫，眼皮子狠狠一抽，荣轩的妻子不会是红绫吧？哎呦，这样的重孙媳妇儿可不能要啊，多看一眼都烦得慌。几个人也都是这个心思，不过大家转念一想，应该不是红绫，是的话，最初碰上的时候，思思小宝贝就会吐露心声了呢。几个人忽地放下心来，目光刷刷刷看向其余4个长相秀美的女弟子。以前说着话，心里都带着耻辱，现在说这话，魏楚烨恨不能把脑袋抬到天上去。哎，可怜我的大嫂，因为比斗来到大周，在京城偶遇大哥，人群里一瞥便是惊鸿，芳华乱了浮生。大嫂喜欢上大哥，经常制造机会偶遇，只是当时的大哥没有修为，不想耽搁大嫂，便当作什么都不知道，惹得大嫂伤心落泪，最后黯然离开。然而当他得知大哥被人挖去灵根，便毅然决绝离开宗门，千里奔袭赶到京城。只可惜当时大哥已经被舅舅带走，大嫂没见到大哥，便以为大哥已经死在魏锦城手里。大嫂一怒之下杀进齐王府，可已经不是魏锦城对手。魏锦城占着大哥的极品灵根，实力大增，当场废了大嫂修为，打入水牢，一关就是数年。大嫂在水牢受尽折辱，最后咬舌自尽。咬舌自尽。听到心声的人齐齐沉默，这得是多么贞烈的女子才会选择咬舌自尽。众人一边想着，一边回头默默看向魏荣轩，那眼神明显在说，这一次好好对人家姑娘。魏荣轩压力山大，他连媳妇的面儿都没见上呢，这就定下了。咦，那个人难道是魏愁？魏愁？魏荣轩和魏子轩都愣了，扭头看向南监的队伍，果然在队伍的最末尾。既然能在南监的队伍，说明这小子有修为了。魏子轩无比震惊，压低声音对魏荣轩道：大哥，难道说后遗症就是让这小子有了修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不叫后遗症，这应该叫机缘。没有任何负面效果，反而还让一个废物成功成为修士，这不是机缘是什么？这简直就是白捡的便宜。魏子轩叔弟眼睛一亮，那就是说后遗症并不是有修为这件事？不好说。二人压下心中疑惑，而此时魏思瑶已经在思考了，这小子竟然有修为了。他这不是被魔气所害，这应该叫做被魔气所救啊！小子你运气不错呀，竟然有了修为。不过后遗症就是后遗症，有修为可能只是后遗症的一种体现，具体什么后遗症，还得见过魏愁才知晓。诸位道友、弟子、人皇、晚辈们，我们再一次迎来了青云大比。魏思瑶听得昏昏欲睡，没办法，全都是场面话，就这种场面话，自己上辈子听了一辈子，学校里校长讲，老师讲，毕业了领导讲，想暧昧个小男生吧，人家一边讲场面话，还要一边给你画大饼，搞得魏思瑶连玩暧昧都提不起兴致。谁想就算重新回到了修仙世界，还是没能逃避掉这些该死的场面话。今日玄天宗带来了上古古堡吞星碎玉鼎，为此次大比加油鼓气。此鼎不但可以炼制丹药，其敲击发出来的声音也可以振奋精神。现在
就有我玄天宗的弟子红灵，以及……怀纯子眼睛咕噜噜一转，故意看向魏荣轩。大周公子魏荣轩，一起为大家敲开场鼎。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不就一个废物吗？凭什么？凭什么让他敲击吞星碎玉鼎？要选也是锦城兄你去才对。然人群之中，少年的身影缓缓站起，冷肃坚毅。少年淡然而立，一身玉衫，腰束锦带，气质超然。望过来的人都愣住了。太阳的金光落下，少年就像是天人一般，好看得不得了。许文苑一眼便看到了恍若天人的魏荣轩，即便宗门的师兄师弟们都很好看，但似乎没有哪个人能有这样的姿态。这人叫魏荣轩。许文苑记下了这个名字，面颊染上淡淡的红。能让玄天宗的长老亲自点名敲击吞星碎玉鼎，魏荣轩一定天赋过人吧？许文苑眨巴眼，心中满是期待。啊，大哥，要去。魏思瑶冲魏荣轩摊开小手，明显想跟魏荣轩一起去。可这样的场合，带着孩子去似乎不太合适。荣轩，你去便是。不要，大哥，抱我去，要去。奶团子滑溜得像个泥鳅，他只要不想，谁都弄不了他，尤其他沉甸甸的，使劲往下一坠，根本抱不住。魏楚叶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奶团子往下出溜。黄爷爷，没事的。魏荣轩冷漠的面容对上奶团子，立刻绽开满眼的温柔。这一瞬的模样也被徐文苑看在眼里。少女一愣，似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东西，猛地一开视线，满脸羞红。这个冷冰冰的少年郎竟然能如此温柔，好帅的公子。而且很有气度。只是为何感觉不到此人的灵气波动？不会是个凡人吧？别开玩笑了，怀纯子长老怎么会要求凡人敲吞星碎玉鼎？凡人根本敲不响的好吗？所以这人一定有修为。至于为什么看不到，可能用了什么法宝遮挡修为，所以咱们都看不到。所有人皆深以为然。然怀纯子却直接笑了，只能说这些没能耐的东西们脑袋上的洞倒是不小，竟然能一口气脑补这么多，还什么遮挡修为的法宝。呸！魏荣轩就是个废物，这在大周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甚至他的亲生父亲齐王魏宏远跟老婆和离的时候连这个儿子都没要。他叫一个废物出来敲吞星碎玉鼎，自然是为了羞辱，谁让刚才这个少年欺辱他的红灵？哼，这都是魏荣轩自找的。怀纯子洋洋得意，他冲红灵使了个眼色，低声道：红灵，去了给老夫使劲敲，有多大声就敲多大声。这种古堡敲的声音越大，就证明这个人越厉害，毕竟多大的修为发挥多大的威力。若是红灵敲击声音震天，而魏荣轩连点动静都弄不出来，那就只能说明他真的废得不能再废了。大哥，他们坏。魏思瑶哼哼唧唧，怀纯子一定是故意的，就因为刚才大哥没给他面子，这样小气的人竟然会是玄天宗的长老，我真佩了。不过怀纯子这老东西注定要失望了，我大哥不是废物，有灵力，哈哈哈。魏思瑶差点就叉腰狂笑了，毕竟在大哥怀里，场地不允许。但奶团子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激动加嘚瑟，恨不能赶紧走到吞星碎玉鼎面前。大哥，再靠近些，艾玛，我真的觉得这鼎挺面熟的。面熟？魏荣轩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红灵冷笑着打量着魏荣轩，缓缓开口：鉴于你没听说过吞星碎玉鼎，那我就不计前嫌地给你介绍一下。此鼎修为越高的人，敲击发出的声音越大。元婴以上的修士，仅仅用敲击鼎发出的声音就能伤人。喂，小废物，听好，这是本姑娘敲出来的声音。说着，他扬起鼓槌，狠狠落下。法器特有的沉闷声响猛地荡开，这声音却异常响亮，一圈一圈向外荡开。周围听到的人都恍若遭到了当头棒喝，尤其练气期初期的弟子们更是受不了的浑身一颤。哎呀，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师妹真的很厉害啊！各种窃窃私语传进耳朵，都是对红灵的夸赞。这些声音全都是红灵想听到的，她自然得意地勾起嘴角。该你了。还有，抱紧你怀里的小东西，别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弄死了。哼！红灵眼中满是鄙夷，甚至还带了几分期待和戏谑。长老让魏荣轩跑上来敲吞星碎玉鼎，不就是为了给自己出气的吗？哈，那正好，他就近距离看魏荣轩这个废物是怎么丢人的。对了，补充一下，没修为的废物是根本敲不响的，一点声音都不会有的那种哦。哼！红灵快要乐死了。在他看来，一个废物被钦点上来敲吞星碎玉鼎，而且自己还这么好心讲明了规则，魏荣轩这个废物绝对会震惊、害怕、倍觉羞辱，甚至已经汗流浃背的想要丢掉手里的鼓槌，扭头落荒而逃。可他却看不到半点震惊和羞愧。魏荣轩淡然平静的，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般，安静的盯着自己，眸子里没有半点波澜。你是聋子吗？麻烦让让，挡着我了。你……红灵快要气炸了，这个废物竟然如此傲慢。他
他以为他是谁，一会儿有他丢人的时候。他恶狠狠地想着，而魏思瑶几乎快要笑绝过去。哈哈哈哈，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生气了！妈呀，笑死我了！他还真的有以为大哥没修为呢。姑娘，虽然你跟大哥都是筑基期顶层的修为，但大哥只是不想晋升，而你是根本没达到晋升的标准，所以你们俩的修为根本不对等。我大哥比你强。魏思瑶无比兴奋，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饶有兴趣地盯着红菱。不行不行，伦家一定要好好看清楚红菱的表情，绝对会很精彩的！哈哈哈，大哥，请开始你惊为天人的表演。这次大比就是大哥首秀的最大舞台。奶团子忍不住嘿嘿嘿笑出声来。文远，你说这人会比红菱还强吗？哎，不能吧？我怎么听说他是个废物啊？一定敲不响的。你说是吧，温暖？一定行的。怀纯子长老不会叫个废物出来敲吞心碎玉鼎的。怀纯子长老不会叫个废物出来敲吞心碎玉鼎的。他图什么呀？大周的队伍里，宋明几个人也盯着魏荣轩的背影冷笑道：哼，听说没有修为的人根本敲不响，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咱们大周不就因为魏荣轩这个废物而丢尽脸面了？我看啊，到时候还是让景成兄上去救场算了。景成兄，你做好准备。对对，一会儿若是敲不响，你就用一个利落的姿势踩着飞剑，不对，踩着古琴飞出去。小团体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魏锦成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敲不响吞心碎玉鼎的废物绝对会成为大周最大的污点，而后由自己这个琴师出手搭救最好了，又是可以继续收割好名声的时候了呢。踩着魏荣轩的脑袋上位什么的，真是想想就开心。不远处，李念妹、李盼妹还有魏愁三人却满眼担忧。玄天宗明明是第一宗，还要做这种折辱人的事情。哼，就算我拿下比斗第一，也绝对不会选玄天宗。对，我们不选，也不让家里人选。什么第一宗，就是个垃圾。三个人义愤填膺，而此时魏荣轩手里的鼓槌也重重落了下去。好棒的感觉啊，总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长时间修行的苦闷、郁郁、纠结，似是在这一刻因为这声音而烟消云散，只余下灵台清明，舒爽无比。天哪，这个魏荣轩貌似比红菱更强啊！我也觉得红菱的声音很具有杀伤力啊，魏荣轩敲击出来的却让人受益匪浅。这差距的可能不仅仅是修为的高低，还有个人素养吧。红菱的素养看起来并不怎么样。听说他一贯跋扈，果然不愧是上古古堡，还能测出个人的素养呢。众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再看红菱忍不住频频打量。红菱本是等着讥笑魏荣轩的，谁知搞到最后被讥笑的竟然是自己。他当场怒道：魏荣轩，好好的青云大品，这么多人看着，你竟然敢作弊！哼！少年淡然一笑，扬起的嘴角满是讥讽，看得红菱当场气炸。魏荣轩，坏人，走开，走开！奶团子张开小手护住大哥，小嘴说的话不多，但还是巴巴的。这破玩意简单，还真以为你能耐了？你给我等着，我来敲。说着，小肉手直接抢过魏荣轩手里的鼓槌，再一次狠狠敲了下去。怀纯子都傻了，大惊失色站起来，却直接被地洞晃下高台，啪叽一声摔了个狗啃屎。停下！他大惊失色抬头，而后直勾勾地看到吞心碎玉鼎自魏思瑶手下缓缓裂开一道缝隙。怀纯子倏地闪身来到了魏荣轩兄妹身边。你们竟然毁坏了老夫的真宗之宝！说着，照出长剑，激起灵气，瞬间爆发出肆虐的杀气和战意。周围宗门的人见状，皆心中一惊。魏锦成甚至已经想着，干脆让怀纯子一剑宰了魏荣轩。住手！几道声音响起，紧接着一个个身影倏地冲向吞心碎玉鼎，迎面而来的杀意被黄玉轻松化解。魏楚叶、苏子涵、皇太后沐玉容以及青阳真人皆纷纷将兄妹二人团团护住。老东西，你做什么？做什么？这二人敲碎了我玄天宗的古堡，这事没完！哼，开什么玩笑？不是你让魏荣轩来敲的吗？还什么古堡？我呸！一碰就碎的破烂玩意儿，就这还能当成宝贝？我们这兄妹俩可都没有修为呢，咋的？被没修为的人敲碎了上古古堡，你还有脸了？黄玉的话无比刻薄，刺激的怀纯子的脸又青又绿，她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你们想怎样？
什么玩意儿这么脆弱，一碰就碎，还特么镇宗之宝，这也太搞笑了吧！魏思瑶继续在心里嘀咕。不过这事儿也好办，他要是赖上我跟大哥，那丢脸的就是玄天宗第一宗的镇宗之宝被废物弄碎了，那不成了笑话。所以这老东西只能对外说是红灵弄坏的，至少还能保住脸面。听到魏思瑶的话，魏楚业眼珠子一转，直接开口：什么怎么样？这玩意儿是你们宗门的红灵弄坏的吧？毕竟这俩孩子没修为，虽然有修为还是天才，但一碰就碎的镇宗之宝什么的，这锅我们不背。啥？红灵弄坏的？怀纯子都听傻了。如果怪魏荣轩毁了顶，那只能证明玄天宗的镇宗之宝就是个笑话；如果不怪魏荣轩，倒是还能说一下是红灵天赋惊人，实力所致。怀纯子的眼睛咕噜噜转，思索到最后，只能不情不愿道：哼，只能说红灵实力太强，有些人拍马都追不上。不是，长老。红灵还要说话，却被怀纯子抬手制止。红灵实力强悍，吞星碎玉鼎才会出现裂纹，不过并不影响我怀纯子在此宣布，谁在最后的比斗之中拔得头筹，并能成功驾驭这宝鼎，玄天宗就把这鼎送给他。人群哗然，不少人再度看向吞星碎玉鼎，只觉得一阵心荡神驰，这可是上古古宝，若是能占为己有，岂不是能炼出极品丹药，直接原地飞升？大家各自怀揣着心思，只奶团子哼哼唧唧地看了一眼吞星碎玉鼎，心细的从碎裂的裂纹里看到了一丝丝隐藏在缝隙里的光芒，怎么觉得好像里面还有一层似的？而且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真的好熟悉啊，总感觉好像以前用过似的。魏思瑶还想继续研究，然魏荣轩已经带着他往回走了。算了，等大哥把这鼎赢到手，他再慢慢看。练77小组比斗即将在1个时辰之后开始，诸位弟子尽快准备。胖子，快说，后遗症到底是什么？小郡主，吃，都是给你带的。啊，我也带了。李盼妹和李念妹也带了一大堆吃的。刚才魏思瑶一直被皇帝抱着，他们不好上前，现在终于逮着机会可以亲近小郡主了。哎，好了，赶紧说，你的后遗症到底是什么？魏愁才要说话，那边已经开始敲锣了。斗第一场开始，练气7组，4国蓝玉对魏愁。我先去参加比斗了。那什么，一会儿比斗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不是吧？4国的应该跟4国比，为什么是玄天宗的弟子？是不是哪里弄错了？没弄错，蓝玉虽然是玄天宗的弟子，但也是齐国人，他现在就是代表齐国出战的。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是啊，南间的教育水平可比不上玄天宗啊。荣轩兄，玄天宗的人不会是故意报复吧？为求修为，炼气4层。对，杨好伤来南间就是4层了。这段时间在南间就一直在补充招式以及基础。小胖子要危险了。哼哼，好像知道魏愁的副作用是什么了。大哥，你说错了，魏愁能赢的，只看他是不是能豁得出去，不要脸了。咋的？不要脸就能赢？天下还有如此奇特的招式？第二人更加好奇，目光直直盯着演武场。很快，魏愁和对手便走上了演武场。上来之后，大家才发现蓝玉是个妹子。丑死了！小胖子挠挠后脑勺，他又胖又丑，人尽皆知，连父王都对他不喜，所以这点鄙夷对他来说不痛不痒，就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丑胖子，来吧！好，这就来。魏球也缓缓提气，然而随着他催动灵气，他那一身肥肉却在缓缓消失。盯着演武场的所有人都一惊，魏子轩和李念妹等人更是惊讶的瞪大双眼。只见演武场上那个又胖又丑的胖子正一点点消瘦，个头也高了些，只是眨眨眼的功夫，便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帅哥，又高又俊美少年郎，对着蓝玉微微一笑。失礼了。蓝玉的脸爆红，天啊，这是什么操作呀？死胖子竟然变成了大帅哥，嗷，还这么帅，这么好看，全都长在了他的点上了啊！蓝玉看帅哥都看傻了，年纪小的女孩子修为也不算高，最容易被心智影响。魏愁都攻过来了，他还没反应，结局自然是被一掌打出演武场，当场 KO。大周魏愁胜，红灵气的直跺脚，恨不能把蓝玉打一顿。嘿，行啊你，后遗症竟然是变成了大帅哥，而且还能修炼了，真是什么好处都让你给占了。大家叽叽喳喳，魏荣轩却看向怀里的奶团子。魏思瑶哼哼唧唧，这能力还没完全显露出来呢，兄弟，待会儿再看呢。魏荣轩的眸子闪了闪，而紧接着第二场比赛就来临了。这胖子运气挺好啊，每回的对手都是妹子，而且还都是好看的妹子。而魏荣轩兄弟俩却想知道，思思说的没有完全发挥的到底是什么？这次的对手明显不是颜狗，对面前这张大帅脸没有半点反应，而且竟然还直接扑过来挥剑。魏球灵活躲开之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发生了。魏球的脑袋竟然消失了。
我操！不知道谁先发出一声惊叫，紧接着所有人都炸了。修仙，他们听说过飞升，听说过整个人羽化西去，可从来没听说过人还能没有脑袋的嗷嗷嗷嗷。众人惊声尖叫，宗门的人也都紧张起来。然神奇的是，魏球并不只是脑袋消失了，啊，他的手也没了！来了！魏仇，小胖子，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来了！嗷嗷嗷！要什么脸？不要脸了，你就赢了！也不知道魏球是不是听到了魏思瑶的心声。总之，这个脑袋和手都消失不见的小胖子，竟然真的开始宽衣解带了。由于手看不到，众人只能看到衣服的带子自己解开，外衫自己滑落，而后是里面的衣服，最后是亵裤。当掉在地上之后，魏球才是真的消失，完全不见了。对面的女弟子先是一惊，而后慌乱地看向四周，直到听到外面的人的议论纷纷。我去，这是脱光了吧？绝对是脱光了，毕竟穿着衣服不就看见他了吗？脱光了！女弟子一惊，而后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猛地捂住脸，惊声尖叫。再然后竟然捂着脸跑了。卧槽，他竟然跑了，这算啥？不战而胜。大周魏仇胜，又赢了，轻轻松松，这次根本就没出手，衣服一脱就赢了呢。果然是得豁得出去，足够不要脸才能赢啊。魏胖子，有你的。不算，这是作弊，咱们这是正经的比斗，在场上裸奔算什么？所有人啊，这裸奔什么的，好像真的挺难界定的。那什么，我修炼的就是这种。闭嘴！魏胖子畏惧女王威势，成功闭嘴。而其他2个国家的皇帝也表示，这算作弊，毕竟接下来他们要是碰到魏球怎么办？人家衣服一脱，直接玩消失，到时候他们打谁去？打空气吗？这明显不科学好吗？3位帝王明确目标，一致认为魏球这2次胜利都不算，这是裸奔，不是胜利。皇帝爷爷，你可一定要撑住啊，坚持咬定魏球不算犯规，不然咱们大周今年就又少了一层胜算了。周胖胖的失踪术简直就是大杀器呀，大杀器！皇帝爷爷，挺住，不能怂。听到奶团子的心声，魏楚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场挺直腰杆对回去。怎么不算？你们说不算就不算了？我告诉你们，我们都是正经修炼的，用的都是正经的路数，只要青云大比，我们有资格参加，那就全都作数。我呸！我看你是前几年一直输，所以才急眼了，什么人都拿来大比。对，魏楚夜，你就是个老赖皮呀。对，不算。4国君主吵起来了。魏楚夜以1敌3，谁让他是金丹期，面前这3个绑在一起都干不过自己。魏楚夜挺直了腰杆，就是一个回怼，反正修为在这里摆着，你们能奈我何？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以前他们3个说东，魏楚夜就得跟着往东，毕竟他筑基期的修为敌不过他们3个联手啊。可现在瞅，明显是这个老东西压了他们3个一头啊。女皇杨照眼珠一转，干脆找宗门的人当救兵。怀春子长老，这就是作弊吧？哪有这样比斗的？是啊，长老，您给做主啊。3国皇帝看向怀纯子，魏楚夜心中咯噔一声，开局就跟怀纯子闹得不愉快，第一宗怕不是要站在对面3人那边，那他岂不是白对了这么久？怀纯子看看魏楚夜，再看看其他3国的皇帝，其实心里也觉得魏仇这算作弊了。他刚想张嘴发现，表达一下自己立场坚定、刚正不阿的态度，魏思瑶便从他大哥怀里爬了下来。奶团子不高，但气势却十分强大，他哼唧立在怀纯子面前，挺胸叉腰，小脸蛋一扬，大眼睛盯着怀纯子，骨子里带着一股子老母鸡护孩子的霸气。魏楚夜，自己这是被奶娃娃给保护了？你不行。怀纯子觉得后脑勺隐隐有些抽痛，什么叫做他不行？修为不行还是人不行？这孩子这么小，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不能迁怒，坏。得，这下怀纯子通透了，啥意思还不知道吗？如果他站在隔壁3国那边，就会被扣上迁怒的帽子。这吞星碎玉鼎可是魏荣轩和这个团子弄碎的，虽然后来是奶团子敲过之后才裂开的，但是怀纯子回去分析了一通，怎么想都觉得一个奶娃娃没这个能耐，肯定是魏荣轩敲的时候就裂开了，只是不显。后来奶团子再轻轻一碰，可不是就把裂纹显露出来了。至于一个奶团子是大佬什么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怀纯子咳嗽一声，刚要开口说话，随后赶来的黄玉笑眯眯开口：怎么会是作弊呢？啊，没规定脱衣服就算作弊啊！再说了，从来就是男子跟男子比，女子跟女子比。我倒要问问，怎么就突然男子跟女子比了？怀纯子长老，你们不会是收了这3国的贿赂了吧？问题轻飘飘投回到3国身上，这下连怀纯子都惊了，莫名有一种做坏事被人戳破了的感觉，看得魏楚夜勃然大怒。好啊，原来你们3国走了后门了。朕就说怎么会跟女子一起比试，原来你们塞钱了。这是知道魏求以前没修为，所以故意安排女弟子来，想着可以白捡胜利，是不是？可惜你们算错了，
朕的孙儿虽然刚有修为，但也不是怂包，他有异能。魏楚夜一边生气，一边又爽得不行的嗷嗷叫。这些人看清魏求，所以才安排女弟子跟他比斗。结果呢？结果便宜没占到，连输2场，爽死他了呀！哈哈哈哈！怀纯子心虚了，就怕这件事被揭发出来，连忙道：没作弊，没作弊，倒是女子和男子不能一起比试，所以这2场作废，重新比。你们3国重新安排。比了就是比了，想占他们大周的便宜，想都不要想，咱就是这么立场坚定，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哼哼哼！奶团子哼唧着，魏楚夜也当仁不让。对，比了就是比了，而且我们还连赢2场，怎么就不算了？要不算也是他们2国不算，少扯我们大周，我们是赢家。总之当仁不让，想让他们的比赛不作数，休想！一老一小死死站在那里，就是不挪步，把第一宗的怀纯子逼得脑袋冒汗，旁边还有个黄玉似笑非笑的盯着他。怀纯子气急，但又没办法，他真的怕收受贿赂这件事被人揭发出去，最后只能妥协。好，大招的比试依然作数。等等，不是，谁放这个废物上去的？魏宏远倏地起身，直直朝着演武场而去。柳如云也在一边瞧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你给我下来！魏子轩双手叉腰，笑眯眯的，就是不动弹。齐王气坏了，在王府的时候，这个臭小子绝对不敢这么无视自己。以前见到自己都得缩着脑袋，心惊胆战的喊一声父王的。瞧瞧现在是什么态度？看到自己不但不叫人，还把他无视了。魏宏远要气炸了，他抬腿就要往上跑，被演武场的工作人员拦下，呵斥：除了参加比赛的人员，闲杂人等不许上去。兔崽子，听到没有？闲杂人等不许上去，你给我滚下来！魏子轩指指自己，闲杂人等，他吗？对，就是你，你这个小畜生，看本王怎么收拾你！齐王对拦住自己的工作人员道：他是个废物，根本不能参加比赛，我是他父王，我这就把他打下来。说完撸起袖子就要上，而他身后苏子涵已经抱着小的匆匆赶来，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脚把魏宏远踹了出去。滚开，怎么哪里都有你？奶团子也跟着在一边吆喝：二哥，天才，天才！天才个屁！你们兄妹3个都是废物，全都是废物。魏思瑶叹了口气，只能说渣渣爹傻得可怜，这种时候了还坚持不相信，不是你哪来的自信？只要能进入演武场的，那都是检查过的，没有修为的废物真的能站上去？大哥，动动你的猪脑子 ，OK？ 奶团子已经不想搭理他了，顺便也拉住了自己亲妈。娘，甭跟没脑子的人瞎逼逼，真的会气死自己。你说谁没脑子？我可是你爹！魏思瑶霸气叉腰，钱的。齐王差点气死，奶团子也不惯着他，指着演武场上的二哥：二哥，给他康康，实力，看实力！哈，这题我会。魏子轩伸手摘下手上的扳指，这玩意儿就是压制修为的东西。而当这玩意儿一解下来，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演武场上魏子轩散发出来的蓬勃灵气。这是炼气期顶层？什么？竟然是炼气期的顶层？好厉害呀！是顶层。去年不还是废物呢吗？怎么突然就顶层了？神什么？魏宏远彻底傻了，他目瞪口呆，盯着演武场上的儿子，看着这个昔日的废物傲慢地立在那里，冲他哈哈大笑。子涵，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孩子不是废物吗？明明一直以来都没有修为的，结果突然就变成炼气期顶层了，这是马上要进阶筑基期了呀，那不就很快跟自己一个水平了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明明就是个废物啊！而面对着前夫震惊的面容，苏子涵却只想哈哈大笑。魏宏远，你也有今天。魏宏远以前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崩溃。他觉得魏子轩就是个废物，从来没把这个儿子放在眼里，轻视这个词儿已经融入了他的骨血里。他将所有的期待都放在了魏锦成身上，结果呢？结果天才竟然是这个被自己忽视的孩子。魏宏远都傻了，看着他夸张又崩溃的表情，苏子涵别提多开心了。奶团子更是直接挥挥手，带走，带走，妨碍比赛！带走，带走，妨碍比赛！周围宗门的人这才反应过来，立刻把魏宏远带走。魏宏远还在挣扎，尖叫怒吼：不可能，不可能！苏子涵，你早就知道对不对？你背叛了本王，都是你，都是你！儿子是你自己不要的。冷冷一句话，彻底让魏宏远崩溃。儿子是他自己不要的。魏宏远后悔到浑身颤抖。然而演武台上，魏子轩已经轻轻松松一拳打倒了对手。魏锦成要疯了，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整个人因为愤怒而浑身颤抖。至于宋明几个人更是无比震惊，下意识喃喃：锦成兄，他不是废物吗？怎么会有修为，还是炼气期顶层，比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修为都要高？难道新月公主欺骗了所有人？太阴险了吧！众人并没有把问题往齐王身上想，只觉得是当娘的隐瞒了什么。一时间，宋明看苏子涵的眼神都有些不太对。魏锦成很快便调整好了心情，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母妃为了能离开父王，真的煞费苦心呐。
有修为的事情瞒不住了，那就泼脏水好了，毕竟除了修为，名声更重要。几番算计之后，他缓缓闭上眼睛，心里却在疯狂思考，如果对上魏子轩，自己该用什么办法保住第一的名头，保住进入大宗门的机会。一天的比斗结束，众人各自回休息的地方，魏锦城一进屋便狠狠砸碎了茶杯。魏婉慧能感觉到哥哥的愤怒，扭头想要抱抱柳如云，试图从娘亲身上获得一些安全感。然而柳如云现在根本没工夫搭理他，把奶团子推到一边，先去关心魏锦城。他只能默默退到角落里，孤零零一个人呆着。锦城，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娘，你不是说那2个人都是废物吗？为什么他现在修为比我还高？当初他可是问过的，是柳如云口口声声说没有修为就是废物，他才信了。而今耳瓜子抽得啪啪响，这哪里是废物，修为比自己还高，岂不是证明那个一直以来自己瞧不起的魏子轩比他厉害多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柳如云更崩溃，看到魏子轩的修为那一刻，他脸都白透了，怎么都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可既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那错的一定不是自己，绝对是别人，一定是苏子涵，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他可是那几个废物的娘，而且背后还有汝南苏氏。这1年多的时间，汝南苏氏来了2趟了，不但苏青叶来了，连苏展那老东西都来了。锦城，一定是苏家做了什么。娘俩瞬间陷入沉默。苏子涵是不是把好东西都留给这2个废物了？就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的，他一直苛待我，所以修为才会差这么多。魏锦城恶狠狠地想着，然后越想越觉得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苏子涵当王妃的时候苛待自己了，绝对。对，一定是这样。这个苏子涵真是恶毒，怎么会有这样恶毒的女人？柳如云也对苏子涵破口大骂，自己下毒什么的只字不提。总之他没有错，错的是苏子涵，是他不好，是他过分。那现在怎么办？我只有练气5层，根本不是魏子轩的对手。娘，我们精心准备好的一切，怕不是要泡汤。好容易弄到了琴师的身份，也都完了。柳如云会放弃吗？根本不会放弃，好容易盼来的曙光不能再失去。你容娘想想。苏子涵，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暴怒的魏宏远在苏子涵大门口叫嚣，他现在已经完全顾不得齐王的身份和体面了。他跟柳如云一样，只觉得是苏子涵骗了自己，这女人就是个骗子。但可惜，现在的苏子涵已经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了。好在刘内监带着皇帝的旨意来了，让魏宏远去面圣。魏宏远不肯，只想讨个说法。刘内监无奈挥挥手，一声：“唉，齐王得罪了。”说完，魏宏远便被五花大绑的带走了。至于父子俩说了些什么，谁都不知道。总之，魏宏远最后老老实实的回来，哪儿都没去，安安静静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大哥，你参加筑基7组的比赛吗？不。咦，你要一直隐瞒下去吗？不隐藏，但也不参加，我自有打算。魏荣轩一直以来都很低调，做事也冷静。魏子轩觉得大哥一定有什么事，不过不管了。思思，都是你的功劳，好妹妹，你想要什么，哥都给你。魏思瑶咧开嘴，嘻嘻一笑。哥哥，第一，你想让二哥拿第一，好，二哥就去拿，得了奖品全都给思思。嗨，管他是啥，伦家统统都要。晚上的时候，魏思瑶做了梦，梦见自己回到了第一室的时候，回到了他一直住的那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团金色的灵气，散发出灼目的光芒。魏思瑶咦了一声，这好像是我的修为呀。现在是魏思瑶的第3世，他一直觉得自己没修为是因为重生了，所以修为就没了。但就算没修为，只要在修仙世界有灵气存在的地方，他依然能用修士们的东西，比如符篆，比如丹药，只是真的跟人打架，他可能还做不到，因为没修为。可现在看看，自己的修为不是没了，而是随着自己投胎，修为留在了原本的地方。可他要怎么拿回修为？魏思瑶试着伸手碰触，而金色的灵气却倏地4分5裂，化作7道光芒，消散在各个地方。不是吧？这是让他去找吗？意思是找到了7部分，就能把他的修为完全找回来。梦中的奶团子哼哼唧唧，甚至还重重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哼唧的时候，奶团子倏地睁开眼睛，原地坐起，想起来了，那个吞星碎玉鼎。就说他总感觉那玩意儿有些熟悉，那道碎裂的缝隙里透出来的气息，就是他的修为啊！死了！他竟然连自己修为的气息都忘记了，人变小了，脑子也变小了，真是让人郁闷啊！魏思瑶爬到窗边，对着外面吹了声口哨，过来。树杈上休息的小胖鸟缓缓落下，魏思瑶爬上胖鸟的后背，脚下小狐狸也狂奔而来，雪球一般的小短腿晃悠着，拔足狂追，一鸟一兽直奔吞星碎玉鼎而去。收！然毫无动静。不是说好是自己的修为吗？为毛拿不回来？难道因为这古宝已经被下了认主契约，是玄天宗的宝贝，所以不行？那看来只能凭实力赢回来了。行了，走，回去睡觉。第2天的比斗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是红绫，他出手又很辣，他的对手来无踪的一个女弟子被抽得浑身是血，摔下演武场的时候，修为都差点被打散了。红绫这厮怎么如此恶毒？慎言，他可是怀纯子的得意门生，
没看大周因为说了红绫一句就被怀纯子盯上了吗？哼，不过是筑基7、8层，只要有人修为高过筑基7、8层就行了，最好也让红绫尝尝修为被打散的味道。郑玄上人越看越生气，自己宗门受伤的女弟子们被抬了下去。红绫赢了今天的第1场比赛，等待她的是第2场。第2场比赛上来的是天宝山的女弟子，正是徐文苑。啊，是大嫂！大嫂在哪？大周这边的人瞬间精神起来，一个个双眼冒光看向演武场，见里面站着红绫，大家都有些不爽。不会是红绫吧？千万别是她呀！荣轩啊，咱当了一辈子优秀的青年，可不能瞎了眼选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呀！完啦完啦，大嫂碰上红绫了，她根本不是红绫对手。不，其实她实力不错，一开始也占了上风，但是红绫这人恶毒，想尽办法想要赢，故意在比斗的时候用了下三滥的手段，大嫂中了背后黑手，差点被打断经络。哎，这个红绫真是恶毒啊！一听不是红绫，众人齐齐松了一口气。再然后，魏楚夜十分硬气的一指演武场，对魏荣轩道：“你过去指点一下，好歹是咱们颍川3大宗门的比斗，无论如何保住大周的面子。”众人闻言默默给皇帝点赞，很好，找了个很不错的理由，帮媳妇什么的都变得冠冕堂皇了，甚至这一家人都成了魏荣轩的恋爱小推手。魏荣轩耳朵都红了，魏思瑶疑惑歪头：“大哥耳朵为什么红了？”是皇爷爷。我也去。好。少年把他抱起来，直奔演武场。徐文苑本来还有些忐忑，毕竟红绫这个对手十分阴险，但看到魏荣轩缓缓走到他身边，少女脸蛋一红，竟然也顾不得忐忑了。魏荣轩来看他比赛了，他一定不能慌，要好好的比。哼，怎么，你这个废物也想上来比一比？魏荣轩淡淡开口，怕有人输不起放暗箭，我要用我的眼睛杜绝某些人的阴险。奶团子嗷呜一声，大哥说得好。温月，小心应对。比斗开始之前，池莲圣母小心提醒，徐文苑严肃应对。红绫那边，怀纯子也到了，不屑道：“红绫，你实力更强，没问题的。”哼，我也这么认为，放心吧，长老。红绫得意一笑，记起法器。两边人嘱咐的时候，魏思瑶却从魏荣轩怀里爬下去，围着演武场不知道在做什么。总之奶团子很忙，忙得呼哧呼哧的，小雪球也在他脚底转来转去，直到跑了好几圈之后，奶团子这才重新爬回大哥怀里。演武台上，比斗开始。红绫打得很猛，招式十分凌厉，但徐文苑却很稳，明显能看到女孩的沉稳，久攻不下。红绫果然就急了，因为徐文苑似乎找出了他的破绽，隐隐有反扑之势。然久攻不下，红绫终于忍耐不下去了，她蹙眉望过来，贴在背后的手指却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些什么。啊，红绫要用阴招了，待会儿他会假装进攻大嫂正面，而后用暗器攻击大嫂侧面，大嫂就是受了这一招，才差点经络寸断。虽然后期养好了，但修为还是受到了损毁，倒退不少呢。啧，真是坏死了！要是我的修为能找回来那么一点点，绝对呼死这个混蛋！奶团子气哼哼的，演武场有护阵，里面的人打斗不会影响到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也同样无法动里面的人。若是自己巅峰时期，这点护阵不会放在眼里，但修为分成了7份，他只能干瞪眼。啊呀，怎么办啊，大哥，大嫂就要被人打了呀！魏思瑶很急，魏荣轩听到妹妹的心声，自然清楚现在事态紧急，但有些事情不能直接说出口，他只能一边安抚妹妹，一边紧盯战局。红绫果然要出手了，徐文苑判断了他的动作，下意识就要往侧面避让。池莲圣母觉得徐文苑的判断没有错误，便没有出声，倒是魏荣轩直接开口，用那一招乾坤再爆。什么？突如其来的话让池莲圣母和徐文苑都愣了一下。池莲圣母想不明白，大家不是仇人，为什么魏荣轩要误导徐文苑？然此刻红绫已经攻过来了，留给二人反应的时间不够，要么就按照徐文苑的招式继续，要么就得按照魏荣轩的招式继续。徐文苑几乎是想都没想，直接用了魏荣轩给他的招式。乾坤再爆，本来往右侧躲避的身子猛地转向左侧，同时还能用剑挑开迎面而来的攻击。做完这一切之后，只听当的一声，徐文苑一剑挡下了正面攻击，而他刚站立的位置却猛地落下一道重锤，砰的一声，直接砸得演武台都跟着狠狠一颤。这一刻，别说裁判了，连池莲圣母的脸色都白了。这锤子若是落在徐文苑身上，这孩子怕不是要废了。怀纯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池莲圣母气得破口大骂，这个红绫只会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攻击别人吗？怀纯子自然不会搭理他，冷哼一声，哼，比试而已，实力为王，没这本事就别上来呀！你，池莲圣母要气炸了，玄天宗，你们太过分了！哎，跟着老秃驴吵个屁，直接上去干他呀，大婶！魏思瑶在一边哼哼唧唧，您老身边养了那么多好看的小帅哥，真是白养了。啧，要是我呀，不能光看脸，得挑几个能打的，这种时候才不会被别人欺负。哼哼哼。魏思瑶还在一边吐槽，魏荣轩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算不算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
池莲圣母看着如此严肃的一个妇人，没想喜好竟然是养一群好看的弟子围在身边伺候，可嗨嗨。大哥，没事没事吧？奶团子有些担心的拍拍他胳膊，魏荣轩摇摇头表示没事，主要还是妹妹爆出来的瓜太惊人，他被瓜噎到了。想到池莲圣母的喜好，魏荣轩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魏荣轩直接开始给徐温苑指点招式。攻下路。徐温苑一愣，立刻按照魏荣轩的吩咐进攻。换上路。徐温苑换上路。归心似箭，左右摆中，一剑封喉。随着魏荣轩一招一招指点下来，红绫最后直接被压着打，简直毫无反击之力。红绫气得刚要张口破口大骂，就被徐温苑猛地袭击而来的掌心直接打出了演武场。是的，徐温苑一个剑修竟然懂得用剑虚晃一招，而后用手掌把他打出了演武场。红绫一口血喷出来，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提起剑直扑魏荣轩而来。都是你，我宰了你！他大叫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魏荣轩毫不退让，甚至迅速从储物戒指里掏出长剑，眼看着筑基期顶层的修为就要爆出来，奶团子却哼唧一声，嘿嘿一笑。来吧来吧来吧，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就知道红绫这个小人肯定会搞事情，嘿嘿嘿。思思，准备好了？准备了什么呀？难道是刚刚？很快，魏荣轩就知道魏思瑶准备好了什么。凶神恶煞扑过来的红绫直接被定格在半空，上不去，落不下来，就像是整个世界都被卡了 bug 一样。这厮在半空飘着，根本无法动弹。怎么回事？红绫拼尽全力，见无法挣脱，只能咬牙切齿看向魏荣轩。他认为这都是魏荣轩做的。魏荣轩，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少年只是冷冷道：“你觉得我能做些什么？”你就是个废物，你什么都做不成。都这个时候了，红绫竟然还有功夫喷自己大哥。魏思瑶啧摇头，这种人恐怕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怎么回事？明明红绫偷袭徐温苑，想要搓断徐温苑经络的时候，怀纯子都没放一个屁。现在红绫只是浮在半空无法挣脱，一点危险都没有，偏这人却跑出来质问，还真是双标啊！这有什么好问的？魏思瑶玩味地盯着怀纯子。师傅，这是怎么回事？池莲圣母微微摇头，让徐温苑稍安勿躁，先看看再说。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红绫会突然浮在半空，只有天门宗的长老陈庚惊讶地看向四周，缓缓开口：“好像是什么阵法？”阵法？怀纯子大惊。虽然玄天宗是第一门，但术业有专攻，阵法还得问天门宗，天门宗才是阵法类的第一宗。怀纯子勃然大怒：“陈庚，你好好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弄的阵法，竟然敢对玄天宗下手！我倒要看看，是谁想要在青云大比上造反。”哦呵，好大一顶帽子啊！针对你们玄天宗就是想造反吗？你以为你们玄天宗是修世界的天吗？我呸！谁给你们的勇气，就是太惯着你们了，才会把你们惯成这样目中无人。奶团子撇嘴，肉乎乎的小手暗暗指挥着阵法。红绫只觉得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下来，他惊恐回头张望，却发现背后空荡荡的，根本什么都没有。长老，救我！红绫痛哭流涕，怀纯子急得看向陈庚：“你先想想办法呀！”我解不了，布阵之人手法高超，感觉像是针对红绫的，果然是有人要造反了。感觉像是怕有人突然暴起而设置的自保阵法。自保用的？这一刻，众人纷纷看向浮在半空的红绫。刚才突然跳起来攻击魏如萱的，不就是红绫吗？是的，红绫太跋扈了，在演武场上输了，就要在台下找没有修为的凡人撒气。有本事找修士吗？找人家没有修为的凡人算什么本事？玄天宗的人一向如此，人家可是第一宗，一贯的目中无人的。哼！众人叽叽喳喳，开始对红绫和怀纯子指指点点。怀纯子现在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看向那些说闲话的人，威吓爆发出来的那一瞬，大家都吓得闭上了嘴巴。怀纯子冷哼一声，不去管这些人酸，而是看向陈庚：“你真的没有办法？”“没办法，我只想说，红绫得罪了什么人，赶紧道个歉，让人家把你给放下来就算了。”“还就是啊，道个歉就行了。”“红绫太跋扈了，也该学学该怎么道歉了。”这里不少炼气期和筑基期的弟子都被红绫欺负过，大家虽然不是一个宗门，但经常在一起比斗和学习，见面的机会也多，自然被欺负的机会也多。魏荣轩抱紧了怀中的奶团子，思思是为了他，是为了让红绫给自己和徐文苑道歉。多好的妹妹啊，才1岁多，就这么护着他这个当哥哥的了。魏荣轩张嘴想要说什么，却被魏思瑶一把拉住。嘘，大哥，乖。哈哈哈哈，大哥，稍安勿躁，好戏在后面呢。红绫，赶紧道歉，嗷嗷嗷！道歉？
那必须必是不可能的。他红灵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2个字。我不管你是谁，告诉你，别让我红灵找到你。若是让我知道是谁下的这个阵，别说道歉，我直接送你们去投胎。赤果果的威胁甚至一点都不避讳了，连怀纯子都在一边冷冷附和。老夫有理由怀疑，布下这个阵法的人跟魔族有牵扯，死不足惜。哟呵，这是想给他扣上通魔的帽子，直接弄死啊？那算了，既然有人不想让他活，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这个人弄死。魏思瑶动了动手指，在场的人没有任何感觉，但位于阵中的红灵却切实地感觉到了痛，就像是有一道无形的墙壁死死贴着他，不断向内挤压，压得他的骨头都隔着咔吧咔吧作响。怀纯子吓了一跳，扭头望去，如果没猜错，红灵的筋骨已经全都断了，硬生生被不知道的东西折成这样子的。怀纯子直接冲过去，阻挡在面前的阵法却倏地消失了，红灵终于从半空之中落下了，啪叽一声砸在地上。给他留了一口气，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对于一个自负的天才来说，什么是他最难受、最接受不了的？那自然是经络寸断，修为尽毁。尽管有绝佳的灵根，这辈子却再也无法修炼，只能做个废人。红灵，你太恶毒了！既然你想毁了别人，那不妨让你尝尝自己被毁掉的滋味。红灵的惨叫声无比凄厉，怀纯子更是气得嗷嗷大叫。但红灵的修为已经毁了，经络全断。玄天宗立刻将黄玉叫来治疗。黄玉只看了一眼，便淡淡道：“我医死不医活，不然我先给他下个毒。”滚！滚！怀纯子气了个半死，也不管什么青云大比了，当场抱起红灵，踩上飞剑，一口气飞回了玄天宗。黄玉冷哼一声，盯着二人离去的方向，冷冷道：“老夫的弟子都不放在眼里，受点教训也是应该的。”说完，扭头笑眯眯地盯着魏荣轩怀里的团子。爱徒啊，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呢？那个欺负你的人，已经跟死人没什么区别了。魏思瑶睁着一双大眼睛，满脸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懵懂单纯。反正没人知道是他做的，傻子才要自报家门，哈哈哈哈。等青云大比完了，为师带你去神农宗玩。奶团子打了个哈欠，明显不想搭理黄玉。黄玉也不在意，心里还在想着弟子第一次回宗门，他该怎样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呢？徐文苑红着脸走过来，对魏荣轩行礼：“多谢。”魏荣轩才要回礼，便突然感觉背后多了一道道犹如激光一般的视线。大周卫士、皇帝、皇太后、皇后、宁国公主还有苏子涵，全都齐刷刷地望过来，死死盯着他们。魏荣轩突然身体就僵硬了，见他不动，徐文苑有些尴尬。魏荣轩对自己如此冷漠，怕不是不喜欢自己，可能是他一厢情愿了。想到这里，徐文苑眼睛一红，行完礼便扭头走了，没给魏荣轩解释的机会。啊，大哥，你浪费了多好的机会啊！哪怕你只是点个头，你们俩就能顺理成章的交往了呀。什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什么红酥手、黄藤酒、香冷金泥、被翻红浪都没有了啊！咦，好好的，为啥大哥你的脸这么红？魏荣轩都惊了，什么叫被翻红浪啊？乖乖，这不是上幼儿园的车呀！哎呀，荣轩怎么不回来呀？就是啊，跟徐文苑说了些啥呀？这是不想让咱们知道啊。新月公主，恭喜，马上就能抱孙子了呢。魏荣轩要是听到这句话，一定能原地死过去。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就抱孙子了呢？大哥，一起去！魏子轩兴奋得不得了，他拿下了4国比斗炼气7组的第1名。没办法，谁让他修为是炼气7顶层，简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打遍炼气7组无对手啊。至于魏仇，拿下了第3名，而一直得意洋洋自诩为才子的魏锦城，连前10都没进去，止步于10强外。锦城兄，你家这2个兄弟还真是会抢别人风头啊！就是，魏子轩明明是个废物，为什么突然有了修为了？而且还是炼气7顶层，不会是故意不告诉你的吧？就这还是兄弟，真没把你当一家人看啊！宋明几个人义愤填膺，魏锦城面上没什么反应，内心里却翻江倒海。锦城兄，我觉得你可以去报名参加最后的大比，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反正最后的混比，就算不是前3名，也可以报名参加的。你去报名，我们兄弟都支持你。魏锦城苦笑着摇了摇头，不了，或许我是真的不行。这话果然激起了兄弟们的愤怒，他们更加痛恨魏荣轩、魏子轩兄弟了，都是这2个废物搞的鬼。此刻，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锦城，你大哥报名最后的混比了。”我真服了，你大哥这个废物也想出来抢风头了？怎么，看到魏子轩在炼气7组拿下了第1名就坐不住了？哼，我真是要笑死了！他一个废物能做什么？我们也去，他一个废物都去了，咱们有什么好怕的？
总之丢脸的也不会是我们。然魏锦城还是理智摇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见他不去，宋明几个人都皱了皱眉头。以前的魏锦城可没有这么畏畏缩缩，没有骨气。然魏锦城不去，并不代表他没有心思，他在等，等最后一鸣惊人。哎，怎么办？其他3个国家的皇帝都想让大哥当女婿，但大哥已经有准媳妇了呢。大哥二哥去参加混斗去了，而他则屁颠屁颠的往吞星碎玉鼎的方向跑。思思，你要去干嘛？我帮你。魏思瑶救了他，魏愁自然事事都把魏思瑶放在心上。他虽然是第3名，但没有去参加混斗，放弃了。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而且脱光衣服才能比试什么的，他也不好意思参加，毕竟混斗有很多女弟子的。魏思瑶指了指吞星碎玉鼎，过去玩。吞星碎玉鼎，那有什么好玩的？但魏思瑶都这么说了，魏愁还是跟上，毕竟奶团子太小了，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玩，太危险了。我去，什么玩意儿？这货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么多宗门的人都在，竟然也敢跑出来袭击！话还未说完，只见护阵之外突然冒出无数脑袋。思思，你千万别出声，这些玩意儿看不到咱们就不会攻击了。对，看不到就不会攻击。天啦噜，这些妖兽等级最低的也有3品的修为了，3品修为等于修士筑基期的修为。魏愁虽然不再是废物了，但他一个人也干不过比自己修为还高的妖兽啊，所以狗住。思思，只要咱们俩不出声，妖兽就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嗷，就是这么聪明。魏愁用外衫把魏思瑶团成一个粽子，连眼睛都没露，生怕他看见这些妖兽害怕，然后自己紧贴吞星碎玉鼎继续苟。大哥现在的修为已经筑基期巅峰了，其实早就可以进阶，但是大哥为了稳住实力一直没提升。不过魏思瑶觉得这些妖兽就是提升实力最好的机会。死胖子，赶紧找到大哥，告诉大哥直接进阶！嗷！他眨巴着大眼睛四处寻找，只见大哥也在寻找自己。魏荣轩一把拽住魏子轩，思思呢？对了，思思呢？他下意识寻找，李念妹和李盼妹冲过来道：刚看到魏球跟思思在一起。找到了，在那里。李盼妹指着吞星碎玉鼎的方向，魏荣轩扭头便走。护好思思，怎么回事？哪里来的这么多妖兽？青阳真人一边反击，一边给自己投喂增加灵气的丹药，不然灵气消耗太快，他的法术就用不出来了。妖兽真的太多了，怎么都杀不完。他们竟然从上午一直杀到了天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得想想办法。郑玄上人先 hold 不住了，真的撑不下去了，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再杀下去会全军覆没。他一个金丹期的修士，真的不想被3品妖兽收割呀。锦城，就是现在！现在所有人都一脸疲惫，再杀下去大家都扛不住，正是他儿子出手的机会。那边的人说了，领头的妖兽眉心有一道并不明显的黑色印记，娘已经帮你留意过了，在那边台子的阴影下面，他很聪明，先躲了起来。那边的人就是一直给柳如云出谋划策的人，就是当初塞给苏子涵沾染了魔气信物的人，就是柳如云背后的人。魏锦城点了点头，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毫不犹豫又吞下几粒丹药，提着剑扭头离去。为了这一刻，他甚至私下里吞了能提升修为的药。他现在的修为已经接近炼气7、8层，硬生生提升了3层。怎么回事？这个年轻人难道发现什么了吗？锦城一定是找到了制胜的关键，我们都有救了。众人一阵欣喜。而吞星碎玉鼎那边，魏荣轩一剑戳死了3只妖兽，看呆了周围的小伙伴。魏荣轩不是没有修为吗？为什么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厉害得多？几个人无比震惊，而他们的位置离所有人都很远，再加上有妖兽遮挡，谁都没有注意到魏荣轩的变化，除了身边这几位好友。魏锦城想借着妖兽给自己提升知名度呢。旁人看不出来，但魏思瑶看得一清二楚。大哥二哥若是没来参加青云大比，魏锦城妥妥就是今年青云大比4国组的第1名，风光无两。但可惜二哥拿下了炼气7组的第1，魏锦城连前3都没进得去，第1失之交臂，没办法实现他扬名立万的愿望，所以就又想出了第2招诡计，借用妖兽来成就自己。妖兽是魏锦城弄来的。魏荣轩和魏子轩对视一眼，显然魏愁也听到了。3个魏姓少年皆是一脸震惊，魏思瑶怎么会让他的计划必成功？奶团子竖起一根手指，啊，大哥，那里妖兽头领不在台子下面，大哥去那里。魏荣轩顺着奶团子的手望过去，这才终于发现了隐藏起来的妖兽头目。这只头领很聪明，并没有参战，而是一直躲在护阵之外，即便是他都没有察觉。魏锦城果然去找妖兽头领了，哈哈哈，他往台子那边去了，台子下面那只就是头领用来迷惑别人的，魏锦城受迷惑了。他想借着找出妖兽头领的功劳，弥补自己没能拿下第1的遗憾，但对不起，哈哈哈，魏锦城，你一开始就找错了，大哥，赶紧去，今儿的风头只能是大哥你的。
魏荣轩握紧长剑，扭头吩咐：“你们护好思思，我去周围看看，一定要把妖兽的头领找出来，不然就没完没了。”好，哈哈哈哈！我大哥真的好聪明。魏荣轩尴尬的咳嗽一声，真不是他聪明，而是思思你聪明。他这个做大哥的，充其量只是个工具人罢了。妖兽头领在这里，只要杀了他，这些妖兽就会迅速退开。妖兽头领，众人齐齐一惊。青阳真人和赤莲圣母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眸子里看到了不可思议。以他们两个人的修为，都没找到妖兽头领，而且玄天宗那边也没动静。现在一个小小的炼气七弟子就找出了妖兽头领，这个少年看来有点本事。如果真有妖兽头领，老夫便自作主张，将吞星碎玉鼎送给你。吞星碎玉鼎，这是最珍贵的法器，虽然裂开了一道，但得到吞星碎玉鼎，就等于得到了玄天宗的认可，那自己的未来注定一片坦荡啊！杀了他！赤青子一声令下，众人齐齐亮出法器，魏锦城更是拨弄琴弦，琴音的震动逼得台子底下藏匿的妖兽躁动起来。妖兽尖叫一声，赤青子一惊，但已经来不及了，这只藏匿的妖兽竟然自爆了。巨大的爆炸声袭来，以高台为中心，方圆数米都被炸出了一个大坑。饶是赤青子反应快，但还是被波及，直接被掀翻在地，吐出一口血来。而跟他一起来的宗门成员更是个个受伤，只魏锦城站的角度合适，只受了轻微擦伤。怎么回事？众人都炸锅了，妖兽头领自爆了。赤青子现在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上当了，不是妖兽头领，咱们都被这畜生下套了。假的妖兽头领，就是为了把他们引过来一起收拾。这只妖兽也太聪明了吧！明明方才还能游刃有余地反抗妖兽，现在主要战斗力都负伤，一时间战况一边倒了。赤青子都要疯了，刚还在游刃有余地教导新人，现在瞬间就有性命之忧了呢。而此刻，魏荣轩也已经摸到了妖兽头领身边，只是此刻他的打扮却是焕然一新。他猛地袭向妖兽头领，妖兽不甘的嘶吼声传来，那震翻天地的声音让所有人齐齐一震。赤青子捂着灵气翻滚的胸口，扭头望去，这才察觉那边才是真正的妖兽头领。那是真正的。这个少年是谁啊？琴师？怎么会有2个骑士？魏锦城牙眦欲裂，到底是谁坏他好事？总不会这个人是琴师本尊吧？你是什么人？竟敢伪装成我的样子？伪装？啊，到底是谁伪装成谁呀？奶团子哼笑一声，只觉得魏锦城可笑。而远处，魏荣轩没搭理魏锦城，而是跟妖兽头领打成一团。打斗之中，充盈的修为流转，竟然在战斗之中直接晋升。晋升的灵气波动瞬间炸开，惊得魏思瑶连忙出手吸纳。大哥进阶的灵气啊，好东西，等人家团吧，再团成的丹药，大补搭奶团子美滋滋。而魏荣轩进阶金丹期的灵气波动却硬生生破开天地，一束金光直冲云霄，云间隐隐有金龙徘徊。是天象，这金龙天象，这个少年是极品灵根，是天才。天才！要知道，金龙天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凝聚的，近千年的时间凝聚出金龙天象的人也总共不到3个。这白衣少年必定是天才之中的天才。这会儿连玄天宗的赤青子都赶紧盘膝坐好，尽可能的吸纳金龙天象带来的浓厚纯粹的灵力。要知道，进阶天象越是精粹越是罕见，对其他修士也是极好的补品。然赤青子吸收了还没1秒，这浓郁的进阶灵气就消失不见了。这什么情况？魏锦城一边厌恶着这个白衣之人，一边还要恬不知耻的打坐吸收。可惜跟赤青子一样，刚坐下，这道浓郁纯粹的灵气就消失不见了。哈哈，大哥进阶的灵气这么纯粹，为什么要便宜了别人？自然是收回来，留着自己人用了。